主人，主人，快醒醒！再不醒来，我要用绝招喽！一阵快感袭来，苏木不禁打了个冷战，死好过瘾啊！等等，这不对啊，我不是被秦少云一拳打死在擂台上了吗？难道死后的世界那么快乐？苏木猛地睁开眼，只见一位妖艳妩媚、波涛汹涌、眉心一朵彼岸花的紫瞳美人，正坐在床边笑盈盈地看着自己。你是？他下意识问了句，从床上爬起。妖媚女子眼神充满了攻略性。小男人，喜欢刚才那样吗？只要你放我自由，姐姐还可以让你更爽哦。苏木听得一头雾水。不是，姐姐，你谁？什么叫做我放你自由？我没绑着你吧？不对，这不是重点。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还活着？苏木又问道。妖媚女子抓着他的要害处，轻笑道：是死是活，你自己没感觉吗？这里是求仙塔，姐姐被坏人关在这里1000年了，还望弟弟心善，放姐姐出去。他的手又软又凉，苏木忍不住倒吸气。求仙塔，你是说这个？他拿起胸前的一个吊坠，那是个7层小塔，仅1寸高，看起来平平无奇。就是它！看到小塔，妖媚女子明显激动了许多。她说道：我名叶幽蝉，是九幽魔帝的女儿，1000年前被一个该死的混蛋抓来，关在这求仙塔的第1层，苦闷孤寂，好生可怜。如今求仙塔终于有了新主，弟弟你如此纯洁善良，一定不会欺负姐姐吧？苏木完全没听懂他在说什么。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忽然从外头传来，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叶幽蝉，1000年了，你还是这般轻浮下作？这里还有别人？苏木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白衣白发的女子不知何时出现在那里，身姿英挺，清冷绝艳，眼角一点朱砂痣，全身上下散发着冰冷的气息，整个房间里的温度随着她的出现骤降许多。哟，宁无雪，你来做什么？认主人吗？叶幽蝉非但没收敛妖娆姿态，反而变本加厉，整个人都贴到苏木身上，完全不顾旁人眼光。主人2字明显刺激到了白发仙子。宁无雪冷哼一声，冷厉的目光看着苏木：凡人，你既是求仙塔的新主，就立即解开封印，还我自由，我可赠你一场造化，保你一世富贵无忧。如若不然，轰！他玉手一握，一股冰冷的风暴迸发，整个房间顿时变得彻骨冰寒。好强的气息！苏木大惊，这白衣女子显然也是个仙人。等等，你们先让我冷静冷静。看这位白衣仙子来者不善的样子，苏木的心思立即运转起来。现在这个情况不太对劲，自己只是参加个武道大赛，被敌对家族的人一拳打得半死，怎么就跑到这里来了？而且他们好像都被关在这个小塔里，自己则成了小塔的主人，这意思自己掌控着他们的命运。不，没那么简单。如果实力不够，即使是塔主也压制不住这2位仙女。为了安全起见，苏木立即解释道：2位仙子，我只是一介凡人，天生废体，连灵根都没有，恐怕没有能力解开你们身上的封印。废体是他最大的痛。17年来，苏木拼尽一切去努力，却始终无法踏入先天境界，受尽冷眼和嘲笑。可这句话落在冰雪仙子和妖媚魔女耳朵里，却完全不是什么大事。宁无雪道：只要你答应放我离去，我可替你塑造仙躯，立地飞升。叶幽蝉则是说道：灵根而已，你想要什么样的，姐姐这就帮你弄一个。苏木惊呆了，真的假的？灵根是天生的，谁也无法改变，这是修炼界的共识。苏木的父亲四处寻找良药奇珍，始终无法改变这一状况，苏木早已死心。没想到今天遇到这一仙一魔2位绝色女子，竟然敢言替他改命。宁无雪道：我有天兵甲构术，将你塑成天兵天将，虽然永世无法寸进，但天兵战力足够你笑傲人间，享乐1000年。叶幽蝉立即推开他：歹毒仙子，别来祸害人，天兵甲构术会夺取命魂生机，你忍心就这样残害一条无辜性命吗？然后近距离地对苏木道：好弟弟，姐姐这里有魔族奇功九死涅槃经，可以让你不断涅槃重生，使肉身根基蜕变，灵根再造，最终成为举世无双的完美生灵。根基蜕变，灵根再造，这8个字对他而言简直胜过一切。苏木双目放光，此话当真？叶幽蝉嘴角扬起：当然是真的，只要弟弟答应修炼有成以后放了我，姐姐把他就交给你。宁无雪闻言冷哼道：说我歹毒，你也好不到哪去。天界谁人不知九死涅槃经根本无法大成，
每个修炼者最终都死得很惨。叶幽禅立刻解释道：“那是因为他们毅力不够。再说了，苏木弟弟也不需要修炼到最后一步，只要涅槃7次就能成仙，足以操控求仙塔，放咱俩自由。”苏木算是听明白了，两女的核心诉求是一样的，都是想要自由，而他们所提出的方法则各有优劣。天兵甲构术可以让人原地成仙，代价是失去命魂，变成行尸走肉；而九死涅槃经则是逆天改命、重塑根基的功法，可以让人从废物变成天才。不过代价是修炼难度极高，需要大毅力，以及承担9次涅槃蜕变的风险。我要修炼，我选九死涅槃经。苏木毫不犹豫地道，他太渴望实力了。一直以来，因为没有灵根遭受的屈辱，是他做梦都想洗刷的。如今终于有这样的机会，哪怕这个九死涅槃经难度极高，需要吃尽苦头，需要九死一生去拼，他也绝不退缩。宁无雪闻言微微摇头，看来还需继续闭关，等待下一位塔主。语罢飘身离去，言下之意是觉得苏木不可能修炼成功。叶幽禅看他那副清高的样子就来气，对着宁无雪的背影哼了一声：“你等着，等我把苏木弟弟教成真仙，正式成为塔主，就让他操纵封印，将你这个见到仙王的衣裳扒了，搞到翻面，看你还傲不傲？”宁无雪没有回应，已经走远。苏木看向叶幽禅，迫不及待道：“叶仙子，请传我功法。”叶幽禅咯咯娇笑：“可别叫我仙子，我是魔女来着，很坏很坏的那种哦。来，先把衣服脱了，让姐姐看看你的本钱如何。”苏木明明学习功法是很严肃的事情，但眼前这位魔族公主却完全让人感觉不到一点正经的意思。不等他多言，叶幽禅已经动起手来，将他衣服给扒了，然后看着苏木的身躯微微点头：“还不错，虽无灵根，但气血旺盛，应该能顶得住。”那个苏木欲言又止，叶幽禅娇笑着一指点在他的眉心，霎时间大量信息涌入进来：“生命当极尽绚烂，焚尽污浊，方可见得真身。置之死地而后生，九死不悔。不以鲲鹏傲天地，敢凭蜉蝣撼乾坤。”各种残酷到极致的肉身魔力之法在顷刻间纷纷注入进来。没等他完全接受完这份知识，叶幽禅就将手掌按在了他的胸口：“好弟弟，要走这条路必须先死一次。”噗呲，下一秒，他那香香软软的小手直接插进了苏木的胸膛之中，将苏木的心脏整个掏了出来。啊！苏木痛苦嘶吼着，心脏被掏空，让他瞬间失去力量，一身热血朝着伤口处奔流倾泻，如同被扎破的皮球，整个世界都成了灰白色，并且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永恒的黑暗坠落。他的意识就要模糊，可这时候一股温暖的感觉又从胸膛之中传来。叶幽禅咬破自己的指尖，挤出一滴魔血注入苏木的心脏之中，而后又将心脏还给了他。在苏木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下，那活生生被扯断的心血管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又接了回去，不一会儿就变得完好无损，好像从来没有破碎过一样。不止如此，心脏外的肋骨、皮肉也迅速生长蔓延，愈合如初。砰砰砰砰砰砰，强而有力的心跳声再次在这具身体里响起，一股澎湃的力量从心脏迸输到全身，顺着血流重新激活了苏木虚弱的身躯。这便是魔血淬体，逆天改命，而代价是剧痛。疼吗？叶幽禅妖媚的声音在耳边询问。苏木汗如雨下，疼到每一寸血肉都在抽搐，却咬着牙忍得住。他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肉骨凡胎，没有灵根，注定无法成为强者，后天10层就是极限。但修行之路，先天境界才是开始。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岂能甘于人下？族人的鄙夷，外人的辱骂，仇敌的蔑视，以及父亲的怜悯，那无数个眼神，每天每夜都在他脑海中回放，无法释怀。苏木不甘心，以前他没得选，资质摆在那里，哪怕一天苦练16小时，将力量打熬到了极致，肉身比很多先天境界的人都要强悍，他也练不出真气。但现在不一样了，叶幽禅给了他机会，即使这个过程无比痛苦，比直接挥刀抹脖子还要疼痛千百倍，但只要能变强，能把那些鄙夷蔑视的眼神还回去，能在父亲面前说一句孩儿站起来了，就算再痛也要咬牙撑下去。体内血流滔滔奔涌，宛若烈焰喷发，又似大坝泄洪，轰鸣不断。苏木强行控制着身躯，摆出修炼姿态，识海中流转过九死涅槃经第1层的心法，开始炼化魔女血液之中所蕴含的力量。
见他这么快就适应下来，叶幽禅松了口气，看来初次涅槃应该是成了。魔女暗道。房间里静得落针可闻，只剩下苏木粗重的呼吸声和全身血肉、骨骼变化时产生的滋滋声。转眼1天时间过去，苏木再次睁开眼时，感觉一切都变了。叶幽禅站在床边，弯下腰凑近打量他，怎么样，小弟弟，舒服吗？这个姿势让苏木两眼一睁，就看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雪白沟壑。不过此时的他完全没有意念，目光上移，对着魔女的双眼，回道，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好像身体不一样了。此刻的他浑身热乎乎的，好像刚从蒸笼里拿出来的馒头，还在冒着热气，体内似有能量在流转，但又不是真气，而是来自血液的力量。苏木握紧拳头，爆炸性的力量充斥全身，感觉比起之前至少强了3倍。这就是涅槃新生的结果，真是恐怖至极。叶幽禅用指尖戳了戳他的胸膛，顺着他汗流后的痕迹，一直来到某个地方，用指尖轻抚，打趣道，是不一样了呢。经过我的魔血淬体，你整个人都长高了1截，连这儿都变大了1号。苏木低头一看，见他纤细的手指所指的地方，不禁老脸一红，快把衣服还我。叶幽禅轻笑道，怎么害羞了？嘻嘻，姐姐可是欣赏了1整天呢。小伙子本钱雄厚，不用不好意思。苏木赶紧转移话题，叶姐姐，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修炼真气了？叶幽禅摇了摇头，还需再涅槃1次才行。你现在肉身超绝，拥有非凡的力量，并且经络也在涅槃过程中被我的魔血开拓到极其粗壮。不过灵根属于更深层的资质，只有你单靠肉身修炼到化龙境巅峰，才能2次涅槃再造灵根。修行8境，后天、先天、化龙、真武、天人、法相、神变、通天，每个境界可分10层。苏木之前是后天巅峰，只差1缕真气就能踏入先天境，而现在随着初次涅槃的蜕变，他直接打破了肉身桎梏，成了一个没有先天真气的先天修士。苏木道，这么说来，第2次涅槃过后就是真武境强者了，那第3次、第4次又对应了什么境界？叶幽禅轻笑道，小家伙不要好高骛远，时候到了你自然会明白。这时苏木好像听见了一阵嘈杂的声音，求仙塔外，他的身边似乎有人在交谈。叶姐姐，我该出去了，他说道。叶幽禅嗯了一声，去吧，把外面的事情处理好，然后努力修炼。2个姐姐就等你来救赎了，要是你进步神速，我就拉上宁无雪一起伺候你，鼓励你。苏木尴尬道，那还是算了吧，我修炼主要是为了变强。叶幽禅揶揄道，是吗？那要是我和宁无雪脱光了伺候你，你忍得住吗？苏木一听，脑海中不由自主闪过了他所说的画面，小兄弟立刻有点坐不住了。没等他多想，叶幽禅袖手一挥，加油吧，宁无雪可是仙王，征服了他，你就能在所有世界横着走了。下一秒，妖娆魔女和青山绿水都不见了，苏木的意识回到了身体里。他睁开眼，看见的是熟悉的房间。与此同时，一股澎湃的力量感瞬间从现实中的4肢百骸涌起，那种爆炸性的力量与刚刚意念体的感觉一模一样，甚至更为真实。外面传来说话声，家主，放弃吧，少爷心脏都碎了，神仙难救啊。苏胜天，不要再浪费家族灵药了，你儿子连灵根都没有，这些年浪费在他身上的资源已经够多，现在他被秦少云打死，丢尽了家族脸面，你还想怎么样？你们都闭嘴，只要我1天是家主，这个家族就是我说了算。我儿不会死，绝不会，他若死了，我要秦家100倍奉还。听到这些话，苏木心里立即涌现出一抹深深的愧疚，但很快这份愧疚就被斗志所取代。昔日他无能为力，只能躲在父亲的羽翼下，而现在他不仅有了修炼的机会，而且还有2位仙人指点。往日的委屈都将洗刷，父亲所背负的压力，他要全部为其卸下，并且尽数转化成荣耀。他起身准备出去，这时更远的地方传来急切的声音，家主，秦家的人来了，送了一口棺材过来，说是要给少爷的。苏家府邸门前此刻已是人声鼎沸，全城百姓都在围观，等着看笑话。一口棺材横放在苏家大门前，秦家的人敲锣打鼓吹唢呐，奏的不是哀乐，而是喜庆的曲调，仿佛在庆祝什么可喜可贺的事情。而为首者正是昨日在武道大赛上将苏木一拳轰飞，心脉震碎的秦家小少爷秦少云。此人不过13、14岁，脸上却满是与他年龄不符的跋扈和恶毒。苏胜天，小爷我给你儿子送终来了。秦少云声音尖利，指着那口棺材，
这口上好的棺材是我亲自给你那个废物儿子挑的，赶紧把他的破烂尸体放进来，也好了结这个延州城最大的笑话。围观的民众指指点点，议论声中充满了对苏家的怜悯和对秦家的畏惧。苏胜天，这位苏家家主，此刻面色铁青，浑身因愤怒而微微颤抖。他站在大门前，拦住试图抬棺进去的秦家人，身后则是几位面色复杂的苏家长老和族人。秦少云，你小小年纪竟这般恶毒！苏胜天声音嘶哑，眼中布满血丝。我儿已遭你毒手，你还想怎样？难道非要逼我苏家与你秦家鱼死网破不成？鱼死网破！秦少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猖狂大笑，哈哈哈！苏胜天，就凭你们苏家现在这群歪瓜裂枣，也配和我秦家斗？你那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儿子，活着浪费粮食，死了浪费土地。我这是帮你苏家清理门户，你应该跪下来谢我才对。他身后一个秦家管事模样的中年人阴恻恻地接道：苏家主，识物者为俊杰。为了一个死透的废物，得罪我如日中天的秦家，殊为不智。你们！苏胜天气的一口鲜血涌上喉头，又硬生生咽了回去。身后的苏家族人更是骚动起来，恐惧和怨愤弥漫开来。家主，算了吧，少爷都已经死了，干脆。一位长老低声劝道，脸上火辣辣的。是啊，家主，秦家势大，有炎神宗做靠山，我们人才凋敝，和他们对抗实在不明智。为了大局着想，算了吧。另一人附和道，一具尸体而已，给他们就给他们呗，又没什么大不了的。有年轻人小声嘀咕。秦少云见状更加得意，隔空指着苏胜天的鼻子道，听见没？你们苏家人都比你这个家主明事理，赶紧的让开，小爷我进去看看那废物死透了没，要是没死透，小爷我再补上一拳，免费送他上路。这极致的羞辱让苏家众人既愤怒又羞愧，连路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感觉秦家此举太过恶毒。苏胜天双目赤红，滔天的怒火和中年丧子的绝望几乎让他疯狂。理智告诉他，秦家如此挑衅是想逼苏家先动手，然后借此为由师出有名发动决战，借助炎神宗的力量铲除苏家。可理智是理智，人是有心的，会愤怒，会爆发。秦少云，苏胜天咬牙踏前一步，真武劲气息迸发而出，就要出手。就在这时，吱呀，他身后那扇紧闭的苏家大门打开了，一道身影从大门之中缓缓走出，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个身影上。当看清来人面容时，所有人都像是被扼住了喉咙，瞪大了眼睛，露出了见鬼一般的表情。苏木，他没死，不可能，我昨天亲眼见他心脉尽碎。惊呼声如同潮水般响起，所有人都被这道身影的出现给惊呆了。秦少云不由错愕，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你这废物怎么可能还站着？苏木此刻不仅没有重伤垂死的虚弱迹象，反而气息绵长，如同修为有成的高手，甚至他的身形都比之前健硕了一些。不过要说变化最大的还是那双眼睛。苏木的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自卑和闪躲，只剩下一种深潭般的平静，平静之下是令人心悸的冰冷杀意。他的目光落在那口棺材上，停顿了一秒，然后看向秦少云。秦少云被这眼神看得莫名一寒，但随即被恼怒取代。看什么看？废物，没死透就滚回去躺着，还敢出来丢人现眼！苏胜天回过头来，看着安然无恙的苏木，又诧异又惊喜。木儿，你还活着？他好了，他好了！猛地一把抱住苏木，喜极而泣。苏木看着父亲那么勇猛的一个真武境高手，虎目落泪，心里一酸，满是愧疚与自责。爹，让您担心了。苏胜天道：傻孩子，说这个干什么？你先回屋去，这里有爹在，秦家的人翻不起什么浪花。说到一半，他回过神来，想到秦少云如此挑衅，儿子心里肯定难受，便想将苏木推回家里，不让他看到这些。不过苏木没有走，他轻轻拍了拍父亲紧抓着自己胳膊的手，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爹，以前是孩儿无用，让您为我受了很多的苦累。语气一顿，目光扫过那些低着头的族人，最终回到父亲脸上，一字一句道：从今天起，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一次涅槃，两种人生。如今的他不再是昔日的废物，而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这句话如同一声轻雷，在苏胜天心中炸响，让他瞬间愣住。他从儿子眼中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芒，明亮而又炽烈。
哈哈，笑死人了！秦少云发出讥讽的嘲笑，好一副父子情深的感人场面。苏木，是不是我昨天那拳把你打成失心疯了？居然还敢在本少爷面前装模作样？说话时，先天6层的真气流转，强横的模样，完全不像个13、14岁的少年，比很多20多岁的成年人都要霸道。这就是延州第一天才炎神宗内定弟子的实力。展露气息之后，秦少云一步步走向前。来，本少爷教教你。身为废物，就应该躺在地上像狗一样匍匐着。这意思是想在苏家的面前欺压苏家的少爷，并且是当着苏胜天这个家主父亲的面，太嚣张了。即使是路人都看不下去，感觉秦少云此举太过荒唐，简直没把苏家放在眼里。而事实上，秦少云确实没把苏家放在眼里，因为在1个月前，他就已经得到了炎神宗宗主法相境高人严无心的认可，破例跳过筛选，直接成了严无心的真传弟子。那可是连皇室都要礼让3分的恐怖存在，区一个苏家根本微不足道。木儿小心！苏胜天见状又怒又惊，上前想将苏木拉回来。爹，没事。苏木的语气出奇的平静。秦少云大步向前，手握拳头，明显是想动手。以其先天6层的实力，这一拳下去，苏木就算昨天的伤痊愈了，今天也得再死一次。当然，这是别人认为。经历过一次涅槃的苏木，可不是前天的软柿子。废物，给我跪下！秦少云低喝一声，一拳携带浑厚真气，对着苏木的面门砸来。木儿！苏胜天大惊，出手想要阻拦。围观人群纷纷发出惊呼，很多人直接捂住了眼睛不敢看。就在那蕴含着真气的拳头即将砸中苏木鼻梁的时候，苏木动了。没有真气波动，没有华丽招式，他只是简单地抬起了右手，一拳对着秦少云挥出的拳头迎了上去。动作是朴实无华，速度却快如闪电。秦少云脸上还带着狰狞的冷笑。下一秒，砰！一道低沉的肉体撞击声轰然爆响，紧接着是咔嚓一声清脆无比、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碎裂声。啊！凄厉到变调的惨叫惊破云霄，但发出惨叫的并非苏木，而是秦少云。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秦少云那饱含先天真气的臂膀，此刻如同脆弱的麻杆一般，从拳头到肩膀节节碎裂。那层浑厚的先天真气在与苏木拳头接触的刹那，如同薄冰遇上铁锤，眨眼溃散，没能起到丝毫的保护作用，更别提杀伤。白色的骨茬刺破皮肉，四处飞溅，鲜血宛若喷泉，顷刻染红地面。而苏木的拳头在轰碎秦少云的手臂后，竟没有丝毫停顿，又朝着对方的胸膛砸去。不，这不可能！秦少云的内心在大喊，他无法想象苏木为何在短短1天之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从一个连自己一拳都接不住的废物，变成了一拳击败自己的强者。时间没有给他思考的机会，也没有给他活命的机会。噗嗤！秦少云胸腔破裂，心肝俱碎。苏木的拳头从他前胸打进去，右后背透出来，鲜血淋漓，夹带着内脏的碎片。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秦少云低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口那个巨大的血洞，然后又抬头看看苏木冰冷的脸，似乎想说什么，却只有血沫从嘴里涌出。扑通！少年身躯垮塌下去，倒在了血泊中。死一般的寂静。这一刻，整个苏家门口的大街落针可闻。两人一拳对轰的过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直到此刻，很多人的情绪都还沉浸在秦家太过分了的节奏里，但场面却已完全反转，变成了秦少云被苏木一拳轰杀。众人脸上的表情徐徐变化，从担心、不忍、嫌弃、鄙夷转变成了错愕、震惊、难以置信，活见鬼了。微风拂过，带起浓郁的血腥气。苏木甩了甩手上的血渍，目光冰冷地扫过那群已经吓傻、面无人色的秦家众人，最终落在了那口棺材上。这口棺材倒是挑得不错，正好适合他。雨霸抬脚一挑，直接将秦少云的死尸扔了进去，对秦家众人道：“还愣着干什么？抬走，别放在我苏家门口，招苍蝇。”苏木、苏胜天，你们好大的胆子！嗖！街道拐角处，一道身影从人群后方闪现而出。那是个白发老者，秦家大长老秦德。之前隐于暗处保护秦少云，看见秦少云和苏木对上，本以为会是一边倒的碾压，所以未曾出手。没想到秦少云竟被苏木一拳轰杀，顿时让他急红了眼，带着怒意跳了出来。
他看了一眼心脏破碎，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生机的秦少云，怒视着苏木和苏胜天父子。我族少云乃是炎神宗未来真传弟子，你们胆敢杀他，炎神宗绝不会放过你们，我秦家也绝不会放过你们。看热闹的人群骚乱起来，谁都没有想到，原本苏家受辱的节目会这样突然反转，变成了秦家的天才少爷被人击杀。没了秦少云，对秦家而言将是个无比沉重的打击，即使他们和炎神宗依然有亲密的联系，也无法再次获得炎无心的真传弟子之位。因此秦家的损失绝对要比苏木死对苏家的打击沉重数倍。面对这样的巨变，秦家必然疯狂。苏胜天踏前一步，站在苏木的身边，散发出真武境5层的强横气息，将苏木笼罩在内。对秦德，他没有好脸色。你秦家野心勃勃，就算没有今日之事，也一样会对付我苏家。今日既然发展至此，那我也不跟你含糊。一句话，他目光扫过门前的10几个秦家高手，掷地有声道：要战就战，我苏胜天无惧任何人。送客！一声令下，苏家上上下下数十位高手齐刷刷上前一步，强烈的压迫感逼得秦家众人连连后撤。好，苏胜天，你有种！秦德气的老鼻子都歪了，恨恨地甩下一句：我们走，将死去的秦少云和棺木带走。那气势汹汹而来，含怒带喝而去的模样，狼狈极了。路人见此议论纷纷，真想不到事情居然会变成这样。苏木好厉害啊，他不是个废物吗？怎么能够一拳打死秦少云这个延州第一天骄？难道他之前一直在扮猪吃虎，故意示敌以弱？苏家这回完大了，秦家一旦发狂，后果绝对很严重。等着看吧，延州的天要变了。人群渐渐散去，苏家的人打扫地上的血污，苏木和苏胜天等苏家核心人员则是回到家中。客厅里，苏胜天激动地拉着儿子的手腕坐下：儿啊，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昨日还心脉俱碎，气息断绝，怎么这才1天过去，非但活过来了，而且还变得这么厉害？不只是他，苏家的其他长老、执事们也都非常诧异。大家可是习惯了每天嘲讽苏木的，这一下子来个那么大的转变，口头禅都得改了。苏木早已想好说辞，对父亲说道：爹，昨日秦少云那一拳虽然击碎了我的心脉，但也间接替我打通了隐藏的天赋。我现在虽然没有真气，但心脉重塑，肉身超长，应该和先天7层的人都能一战。论境界，他涅槃之后连升3层，现在是先天3层，比秦少云还低一截。但因为夜幽禅那一滴魔血的滋养，他的实际力量远超真实境界，再加上纯肉身的力量爆发性更强，比真气更善于硬碰硬，所以才能一拳轰杀秦少云。若是对方有所准备，拉开距离，手持冰刃用真气加持，就很难做到这样轻松的秒杀了。苏胜天闻言大感诧异：隐藏天赋？你竟然有这样的根底？隐藏天赋很少见，但并非没有。历史上有一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平平无奇，但在经历了某些事情之后，比如受重伤、悲痛过度、遭受沉重打击以后，会突然觉醒，激发某个领域的超级天赋，以极快的速度崛起。苏木以前一直盼着自己能有这么一天，没想到隐藏天赋没有出现，倒是冒出来一个求仙塔。说起来，求仙塔还是年幼时母亲送给他的，他一直以为没什么特点，只是用来纪念莫名失踪的母亲，所以才一直带在身上。如今看来，母亲能将如此珍贵的天界至宝送给自己，来头定然也是极大。苏家大长老苏武阳惊喜道：这么说来，苏木是肉身力量方面的天赋觉醒了，我们苏家又要再添一位高手。苏胜天高兴归高兴，听到大长老的声音，却是忍不住冷哼一句：大长老，你刚才不是还在说救治我儿是浪费灵药？苏武阳讪讪一笑：我那不是不知道苏木的隐藏天赋吗？要是早知道他非但不会死，还能变得这么强，肯定全力支持你给他疗伤。苏胜天又看向其他人，目光如电，扫过在场每一位长老和执事。现在你们还觉得我儿苏木是个废物？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家之主的威严，以及一位父亲压抑了多年的扬眉吐气。客厅内顿时落针可闻。方才还劝说苏胜天放弃儿子的几位长老，此刻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纷纷低下头，不敢与苏胜天对视，更不敢看那个仿佛脱胎换骨般的少年。大长老苏武阳变脸最快，脸上陪着笑，对着苏胜天和苏木深深一揖：家主少爷，我等老眼昏花，先前多有得罪。穆少爷今日一拳，不仅轰杀了秦家宵小，更是打醒了我等迂腐之人。苏家能有穆少爷这般麒麟儿，实乃大幸。是啊是啊，
穆少爷天赋异禀，实乃我苏家之福。先前是我等鼠目寸光，还请家主和穆少爷海涵。其余人等见状，立刻纷纷附和，语气中充满了敬畏与谄媚，与片刻前的冷漠鄙夷判若两人。苏木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这些年来，他已经看惯了冷眼。此刻大长老等人的恭敬与迎合，对他而言不值得喜悦，反而有点讽刺。他淡淡开口，声音平静而又沉稳：“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苏胜天见状连连点头：“儿子，你长大了。”今天的事让苏胜天这个做父亲的内心前所未有的舒爽。看着儿子死而复生，强势崛起，并且如此成熟稳重，他多年来最大的心病终于彻底得解。爹，以后我和您一起承担家族重担，对抗外敌。苏木对着父亲说道。父亲对自己的好，他一直记在心里，以前没有能力，只能默默看着，如今有了机会，他自然不会再让父亲一个人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好孩子。苏胜天拍了拍他的肩膀，眼中满是父亲对儿子的认可与赞赏。接着苏胜天话锋一转，对众人说道：“秦少云之死，秦家绝不会善罢甘休，炎神宗的麻烦也会很快到来。当务之急是苏家上下必须团结一心，共度难关。若有人在这种关键时期搞小动作，休怪我苏胜天不讲情面。”几句话掷地有声，苏家众位高层心中一震，都从这番话里听出了苏胜天和秦家血战到底的决心。大长老苏武阳立即说道：“家主放心，我等身上流淌着同样的血脉，自然是同心协力。”二长老苏大山则是说道：“我们内部之间的争斗只是一种激励性质的栽培方式，外敌面前谁想搞内乱，我第一个不答应。没错，谁敢来犯，我第一个死战到底。”其他人也都纷纷附和。对内大家斗来斗去，说到底都是争个面子，但对外那是性命之争。苏家是一条大船，谁偷懒不出力，使绊子，最后大船沉底的时候，他也别想幸免。这时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秦家还好，和我们半斤八两，真拼起来最惨不过2败俱伤。可是炎神宗，我们拿什么抗衡？”循声一看，是苏家年轻一辈资质最出众的人苏云歌。此人比苏木大1岁，如今18，修为已经达到先天8层。听到他这话，苏胜天回道：“炎神宗身为龙武皇朝6大宗门之一，势力范围远不止延州一地。他们盘子大，秦少云虽是严无心预定的弟子，但也不见得会为一个还没正式拜师的死去之人大发雷霆。我们且先做好准备，他们若是来了，再视情况应对。”大长老苏武阳点头道：“这种大宗门出手都是大张旗鼓，可以提前知道动静，不怕突然袭击。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对付秦家。秦家经此一事可以说是损失惨重，不仅死了天赋最优秀的年轻人，还失去了和炎神宗打下牢靠关系的筹码。可以想象，秦家家主秦觉此刻必然雷霆震怒，他们的报复必将很快到来。”苏木看向父亲：“爹，我是不是拖累大家了？”苏胜天拍了拍他的肩膀：“傻孩子，都是一家人，说什么拖累不拖累的，只要你能站起来，就算要和整个天下为敌，爹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爹，苏木心中一酸，想到这些年来父亲为自己所做的种种，愧疚与斗志再次强烈起来。苏胜天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说道：“你先回屋休息，家族的事由我们这些大人顶着，不必担心。”苏木应了声，不过在心里却是暗自励志，今日之事是因自己而起，自己一定要出份力，帮助苏家渡过难关。回到房间里，苏木第一件事就是先修炼。尽管仙塔里住着一仙一魔2位角色，但他们不会跑掉，就在塔内，想见随时能见。比起美女，现在对他来说吸引力更大的是力量。他在修炼这件事情上求而不得已经那么多年，如今修炼界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不切实体验一下，心里根本就不踏实。静坐屋中，苏木按照九死涅槃经功法第一重方式呼吸吐纳，引动体内驳杂之力，萃取精华，锤炼肉身。他还没有灵根，无法炼气。目前这一层功法修炼方式分为2种，内炼和外炼。外炼和后天境武者断体是没区别的，只不过要求强度更高，比如负重数百斤攀登陡峭山峰，手持100斤重器训练招式等等。而内炼则在于一个吃字，吃蕴含能量、蕴含天地精气的东西，然后在腹中提取淬炼，滋养身躯。苏木先前涅槃，并未耗尽夜幽禅那一滴魔血的全部能量，身体里还有残留，此刻简单单炼化一遍，体能又开始飞速增长。
很快，一夜过去。当苏木结束修炼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他睁开眼，感受到了体内澎湃的血气和扎实的力量。抬手一握，掌心之中似有暴雷之声响起，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令他喜悦。短短一夜，我就连破2层境界，从先天3层提升到了先天5层。九死涅槃经不愧是天界功法，果然厉害。这等神速，一方面是魔女血液的能量太磅礴所致，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九死涅槃经的非凡。一次涅槃就如此了得，那要是涅槃9次，该有多可怕？根基蜕变，灵根再造，果然不是虚妄之言。苏木开始有些期待。一夜过去，不知道秦家是否有动作，先去见见父亲。他心道一句，起身走出房间。到了前厅，苏木问一旁的老者：“管家，我爹在哪？”老管家态度恭敬：“回少爷，家主和云哥少爷他们去演武场了。”演武场？武道大赛？是了，武道大赛还未结束，自己前天被秦少云击败，止步100强开外。按照赛程进度，今天应该是8强席位争夺战。家中可有高人留守？苏木问了句，担心父亲不在，秦家人的人跑来搞偷袭。老管家回道：“大长老和2长老都没外出，而且家主昨天下午就传令，召回了苏家在外办事的所有高手。”苏木微微点头：“那就行。家族大事方面，父亲是专业的，自己这波操心纯属多余了。我也去演武场瞧瞧。”他道了声，直接出门。老管家怕他被秦家的盯上，喊了2个化龙境高手跟随。不过这一路上倒是很安静，没有看到秦家人的踪影。到了演武场，苏木听到了一片喝彩的声音。擂台上交手的2位少年身手矫健，招式凌厉，颇有高手之风。苏木，你竟然还敢露面！苏木刚到，不远处就传来一道怨恨的声音。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个和秦少云颇为神似的男子。秦少峰，你不在家里给你弟弟守灵，跑这里来干什么？苏木反唇相讥，完全无视了对方那副要杀人的眼神。此人是秦少云的亲哥哥，秦家之主秦觉的长子，也是秦家年轻一辈之中资质仅次于秦少云的人。今年18岁，先天8层实力，本届武道大赛夺冠的热门人选。苏家和秦家的恩怨由来已久，两家斗了10多年，两家小辈之间自然也互相没有好脸色。苏木资质差，这些年没少被秦少峰等人欺凌，昨日杀秦少云是报仇，至于这秦少峰，早晚也有一战。我弟尸骨未寒，今日我就要你苏家的人为他陪葬。秦少峰声色俱厉，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机。附近观众看到这一幕，纷纷议论起来。这是闹的哪一出啊？苏木前天不是被打死了吗？怎么还活着？嘿，你消息真落后。苏木不但没有死，还觉醒了隐藏天赋，昨天一拳就打杀了秦少云。现在秦家和苏家那是针锋相对，随时可能开战。这下有好戏看了。围观者看热闹不嫌事大，尤其是延州4大武道世家的另外2家，赵家和王家更是巴不得苏家和秦家打起来。分儿。这时一道声音传来，秦家之主秦觉赫然也在现场。那是个身形精瘦，留着3撇胡须，目射寒光的中年人，给人一种毒蛇般的阴森感。丧子一事对其影响巨大，此刻眼角余光瞥过苏木的方位，杀意几乎要溢出来。不过在人前，他还是装出大人物的气量，对其长子秦少峰道：“注意影响，不可失了风度。”是，爹。秦少峰回了句，然后对苏木道：“我给你准备了节目，等着瞧。”苏木眉头微皱，感觉这家伙煞有其事的样子，不像是在胡言。木儿，这边坐。这时候苏胜天招了招手，苏木走过去，坐在父亲身边。爹，赛况如何？他问道。虽然自己的赛事已经结束，连100强都没进，但作为一个参加了2届武道大赛的人，他还是挺关心这事的。苏胜天回道：8强赛已经过半，咱们家只有云哥一人晋级，秦家的秦少峰，王家的王腾，赵家的赵雨柔也都晋级，剩下4个位置，不出意外应该是赵文玉、周雄、李忠以及原来秦少云的对手陈阳。这8个名字都挺耳熟的，全是延州城年轻一辈里的佼佼者。苏木看了一下分组对战的情况，发现下一轮4强之战，苏云哥会对上秦少峰，不禁有些担忧。爹，秦少峰刚才那个态度，恐怕是想对云哥下重手，要防范些。苏云哥就坐在旁边，闻言接道：“无妨，我和他同境界，即使有胜负，也不存在太大差距，小心一些总没错。”苏木劝了句，人逼急了会走向极端，秦少云的死对秦家打击极大，很难保证他们会不会使出阴招。赛事进行得很快，
比武对决一般都是斩查时间就结束，不会拖拉很久。没过多久，8强战就结束了。晋级者和预想的一样，正是那8个人。下一场4强之战，秦少峰对阵苏云歌。主持大赛的武神殿执事朗声宣布：“阿叔，我上了。”苏云歌起身：“多加小心。”两道身影一前一后登上擂台。苏家的席位离擂台很近，苏木清晰地看见秦少峰在登台之后对着自己打了个手势，好像在说：“看好了，这是给你准备的。”苏木不由再次皱眉，有点担心：“爹，您看着点，该出手就出手。”他对苏胜天道了声。虽说原则上是比武切磋点到为止，但事实上下重手的情况不胜枚举，每一届武道大赛都有人死。苏木要不是意外激活了求仙塔，此时也早已丧命。对战开始，随着武神殿执事的声音落下，场中的2位少年立即挥动未开封的刀剑开始比试。秦少峰真气浑厚，攻势凌厉；苏云歌同样修为精湛，防得密不透风。两人你来我往，打得激烈，招式很密，使得看台上的观众们一个个屏住呼吸，不敢说话。打着打着，秦少峰忽然目光一寒：“苏云歌，受死！”唰，只见一道刀光闪过，他的气息竟然一下子从先天8层暴增到先天10层。这家伙隐藏了实力。噗呲，苏云歌的护体真气瞬间被击穿，胸膛上多出了一条1尺多长、深可见骨的沟壑。不好！苏胜天虽然有所预料，但也没想到对方竟然隐藏了整整2层境界，突然爆发之下，根本来不及阻止。秦少峰一刀不够，又出一刀，朝着苏云歌的脖子抹去。苏胜天纵身而起，试图入场救人。这时，不远处的秦爵也爆发出真武境气息，将苏胜天拦了下来。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所有人都反应不及。秦少峰竟然达到了先天10层，他才18岁，怎会如此强大？完了，苏家的苏云歌要死！此时此刻，现场观众的心中闪过许多念头。苏木一看父亲被秦爵拦住，苏家的其他高手也被秦家的高手一个个目光锁死，随时可能扑出来阻截。明明有那么多人在场，竟然没有人能上台阻止秦少峰杀苏云歌。武神殿执事真是饭桶，他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作为裁判的武神殿执事完全没有要出手的意思。前天苏木被秦少云重伤，情况也是这样，武神殿的人根本不管延州这种小地方小家族的人死活。心念流转，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苏木眼见无人能够插手场内战斗，当机立断，闪身冲上了擂台。秦少峰，你的对手是我！砰！苏木瞬息爆发，将涅槃后的强横肉身力量发挥到极限，一眨眼就出现在擂台上，速度比起化龙境高手都是不遑多让。也幸好苏家的坐席距离擂台够近，他这一冲刚好险之又险地拦住了秦少峰的一剑，用拳锋震开了刀刃。苏木，你竟敢扰乱大赛！秦少峰呵斥道，但眼神之中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反而充满了兴奋的光芒，如同看见猎物。云哥，你怎么样？苏木没有理他，而是先替苏云哥压住不停喷血的伤口。苏云哥脸色惨白，噗，一口热血喷涌而出。苏木这才注意到，苏云哥不止胸前血肉被劈开，内脏心肺也被秦少峰的真气震成重创，已经是濒死状态。秦少峰！苏木勃然大怒。秦少峰狞笑道：“我说过，给你准备了节目，怎么样？可还满意？”不等苏木回应，他又说道：“这只是开始，从今天起，你苏家的每一个人都别想安然活下去。我弟弟的命，要你们全族的人用鲜血偿还。”说着，竟是挥舞那把未开封的铁刀，以先天10层的浑厚真气为真正利刃，对着苏木的胸口劈来。是可忍孰不可忍？苏木勃然大怒，该死的是你！顾不得重伤的苏云歌，他的一身血液瞬间沸腾，涅槃之躯如同被烈焰点燃，一拳凝聚万钧神力，对着秦少峰的刀刃迎了上去。砰！一击碰撞，引得青石擂台为之一震，两人都连退了数步，紧接着便是叮叮当当的金铁落地声。寻常铁刀即使有真气灌注，也无法承受涅槃之躯的全力一拳，当即破碎。而苏木也被先天10层的强横真气所伤，只被多出一道剑骨的刀痕，鲜血渗出。这一击是苏木吃了亏。居然没死！秦少峰很是惊讶，没想到苏木居然比苏云歌还强，能够硬抗他的力量。住手！这时武神殿执事终于姗姗来迟走进场内。擂台下，
苏胜天和秦觉的较量也暂时停止。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年迈的武神殿执事陈云山呵斥道。苏木反问道：前辈看不出来吗？秦少峰在杀人。陈云山老态龙钟，但气息却是不弱，达到了真武境2层，现场也就苏胜天和秦觉能够压他一头。这老者身为武神殿的延州分店管事，一向心高气傲，最容不得别人对他不敬，尤其是小辈。苏木的语气让他很是不爽，当即说道：比武切磋，失手重伤是常事，你擅闯擂台，破坏规矩，是想挑战武神殿权威。苏木一股怒火涌上来，但想到武神殿的可怕，他又不得不压下怒火，回道：我只是为了救人。哼，退下。陈云山一甩袖子，态度不善。秦少峰见状得意不已，趾高气扬道：听见没？还不夹着尾巴灰溜溜滚下去。苏木暗自咬牙，却又没有办法。武神殿地位超然，是一个横盖百国千州的无上巨擘，连国主龙武帝君都不愿得罪，更何况苏家。眼看苏云阁气息微弱，苏木不敢耽搁，只能先退出擂台。秦少峰得意地冷笑着：废物始终是废物，连挑战我的勇气都没有。苏木脸色阴沉，这家伙在狐假虎威什么？我忌惮的是武神殿，又不是你们秦家。秦少峰，你想和我一战？苏木眯起眼睛，杀意在酝酿。秦少峰见他受不得刺激，心中暗喜，表面上继续保持高傲姿态，挑衅道：你要是个男人，就别躲在你爹屁股后面，和我堂堂正正较量一场。苏木心中冷笑，这么拙劣的即将法，他自是看得出来。秦少峰就是想和他一战，然后杀了他，为秦少云报仇。但苏木却不畏惧，正相反，他也渴望这一战。这些年来，欺压他最多的人就是秦家兄弟，多年积怨，再加上家族冲突，这一战只能战，不能退。苏木语道：好，明天上午大赛结束后，就在这里决一死战。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响彻全场。秦少峰双目一亮，大喜道：好，既然你求死，那我就成全你。明日一早，我先夺冠，再杀了你，为我弟弟陪葬。两人就这么定下赌斗。武神殿只是陈云山冷眼旁观，全程没有阻止，似乎乐见两大家族相争。现场观众看着迅速变化的局面，一个个都懵了。什么？苏木要挑战秦少峰？疯了吧？那可是先天10层。秦少峰已经无敌了，连苏云哥都被重创濒死，其他同龄人根本没有半点机会抗衡。这苏木好不容易活过来，居然又想找死。所有人都觉得苏木是心性太差，受不得刺激才会发出这样荒唐找死的挑战，甚至就连苏木的亲爹苏胜天都感觉儿子太冲动了。木儿，你糊涂啊！苏胜天接过苏云哥，一边用真气替其稳住伤势，一边训斥苏木。苏木面色平静：爹，我有分寸。苏胜天呵斥：什么分寸？他的境界远高于你，即使你觉醒隐藏天赋，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挑战先天巅峰的人。苏木没有多解释什么，只是道了声：您放心，我必胜他。苏家众人都过来劝他，好不容易活过来，别做傻事。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是不可能收回的。苏木并不后悔这个决定，他是有几分年少轻狂，但更多的是对九死涅槃经的自信。这可是天界的魔族顶尖功法，若是修炼这等奇功都不能战胜凡夫俗子，那他就真的是个废物了。比赛继续进行，只不过观众们现在最关心的已经不是今天的比赛结果，而是明天的一战。秦少峰表现出了超强的力量，冠军已经没有悬念。唯一让人期待的就是苏木这个死而复生的人会以怎样的姿态在擂台上和秦少峰交手，甚至有人私下开盘，拿两人的生死对决做赌局，而双方的赔率整整相差10倍。没有人看好苏木，即使他昨天一拳轰杀秦少云，也没人看好。毕竟秦少云才13岁，天赋虽高，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弱的，远远无法和秦少峰相提并论。战胜秦少云只能证明苏木不再是废物，但想要战胜秦少峰，那完全是痴人说梦。4强赛苏木没有看完，苏云哥的伤太重，需要医治。苏家的选手已经全员出局，接下来也没什么可看了，于是众人一起返回了家中。爹，我回屋修炼了。苏木道了声，直接返回住处。木儿，你……苏胜天想劝他，但是看他胸有成竹的样子，也就没多说什么，只不过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明日一早无论如何不能让儿子出事，一旦情况不对劲，就立即出手，不顾一切拦下秦少峰。
今天没有保住苏云哥已经是一场大错，同样的错误绝不会发生第二次。屋内，苏木简单包扎了一下手背上的刀痕。涅槃之躯非同寻常，虽然伤可见骨，但很快就能恢复。这强大的肉身可以让我跨越境界，挑战高手。不过想要克敌制胜，还需要真正的杀招。苏木心道。对秦少峰，他有信心自保，却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赢，还需求仙塔里的2位仙人指点。想到这里，他取下求仙塔，集中意念进行感应。很快，一股吸力从小塔之内传出，将他的意识拉了进去。眼前景象变化，一位身穿黑色纱裙、身材傲人、眉心有朵彼岸花的紫瞳美人正含笑看着他。小弟弟，这么快就回来了，是想姐姐了吗？叶幽禅慵懒的嗓音响起，带着几分戏谑。苏木无心玩笑，直言道：叶姐姐，我与仇人约下生死之战，急需杀招克敌手段，特来请教。他简单的说了一下昨天出去之后发生的事情。叶幽禅听罢，指尖轻点他的额头：傻小子，姐姐我擅长的是摆弄人心、色诱迷魂的法术，而非打打杀杀。你这般求教，可是找错人了。这苏木眉头一皱，魔女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不过嘛，塔里倒是有个人，剑道通神，在天界都是排得上号的存在。你若是死皮赖脸去求他，学的一招半式，斩个凡夫俗子易如反掌。苏木心中顿时明朗，多谢叶姐姐指点。他目光转向远处那片冰雪覆盖的山谷。剑仙、仙王这2个头衔的诱惑力，足以抵消宁无雪那副冰冷强势性子带来的压迫感。我送你一程。叶幽禅似乎迫不及待想要看他和宁无雪见面，用他这个愣头青来挑战清冷孤傲的女剑仙的寒冰领域。于是袖手一挥，一股大风吹袭，直接将苏木整个人托起，飞向远处。这个囚禁仙魔的世界其实并不大，也就100里方圆，一眼即可看见尽头。叶幽禅住在一座青山之上的木屋里，周围有瀑布，有古木，有花草。而宁无雪则住在另一边的冰雪山谷之中，周围是一片冰天雪地。2个人各据一半天地，平分了这个小小的世界。扑通，风力收散，苏木落到雪地上，双足陷进去1尺深。定睛一瞧，在这白茫茫的冰天雪地里，一道身影静静坐在峭壁边缘。宁无雪，绝代仙子，无尘无垢，超凡脱俗。她白发白衣，肌肤亦是如雪花般白净，除了嘴唇和眼角那一点朱砂是浅红色，整个人几乎和茫茫雪景融为一体。苏木踩着厚厚的积雪，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去，喊道：仙人，晚辈前来求学。峭壁悬崖上，宁无雪睁开冰澈深蓝的双眸，漫不经心道：临阵磨枪，求个侥幸吗？仙人感知能力惊人，刚才苏木和叶幽禅的交谈他已经听见。苏木解释道：我是为了真正成为强者，你们2位被囚困在此，需要仙人力量才能解封。我若不奋进争仙，单凭一个九死涅槃经，只怕很难走到成仙那一步。宁无雪略作沉默，旋即语气一缓：想学什么？苏木心下一喜，没想到他冰冷的外表下竟比叶幽禅还好说话几分，当即便道：我想学剑道最强的那种。叶幽禅说了，宁无雪是剑仙，是仙王，在天界都是叫得上号的大人物，既然要学，那肯定是学他最厉害的剑道。最强？宁无雪闻言摇头道：贪心无用，我万年感悟，你消化不了。先传你一道剑意，收发随心之后再言其他。语罢，抬手一指，唰，一道白色剑影从他指尖飞射而出，没入苏木的眉心之中。刹那间，一道道可怕的剑意贯穿苏木的识海，在他意识之中纵横穿刺，布下了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铮，一阵阵剑鸣，一道道锐意，几乎要撕裂苏木的灵魂。他仿佛看到一道巨大的剑气冲天起，将天空劈成2半，又好像看到一缕白光扫过山川，将大地湮灭成尘。好强，好强！这就是仙人的剑意吗？苏木心中震撼无比。他以前只知道修炼到天人境界可以凌空飞行，法相境界可以发动撼山震岳的神通，可是比起宁无雪所受的剑意，那些本领完全就是孩童手段。苏木有感觉，就算是龙武皇朝最强大的国主来了，也顶不住宁无雪一根头发丝的力量。他不但是仙，还是仙王，境界之高，实力之强，根本不是凡尘俗世所能想象。这股锋芒之意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短短几个呼吸，那恐怖的剑意就散去了，留在苏木心中的只有4个大字：一往无前。这就是宁无雪传授给他的剑意。
所谓剑意，既非外在招式，也非内在秘法，而是神髓，是一种出招的理念。意境到了，无论手里有剑无剑，无论体内有真气没真气，都能施展。若意境没到，即使是仙人也发不出这一剑的半点威势。苏木一阵恍惚，少顷过后，脸色一苦：“仙人，这剑意太高深了，我一时半会儿恐怕很难掌握，可否再传我一些简单一点、凡人可学的？”宁无雪居高临下的瞥了他一眼，带着几分嫌弃：“要学最强是你，畏惧高深也是你，如此反复，怎成高手？”苏木忙道：“我不是不学，只是这种高深剑意需要漫长时间去体悟，眼下正有一场生死之战在等我，还需拿点基础的东西去应对。”宁无雪面无表情，还说不是临阵磨枪，这个苏木只能陪笑。宁无雪和叶幽禅很不一样，既冰冷又强势，不苟言笑，给人的压力很大。不过这位女剑仙也只是嘴上冰冷，最终还是选择了教她。她安静了一会儿，过了片刻，站起身来，信手从旁边的悬崖外侧折下一根冰棱。冰棱在她手中窸窸窣窣的抖落冰屑，转瞬就化成了一柄晶莹剔透的寒冰宝剑。看好，我只教一次。宁无雪手握冰剑，站在峭壁之上，对着山谷彼端缓缓挥动。嗡！这一刻，苏木分明感受到山谷在震动。唰！透明的剑光扭曲了空气，看似缓慢，实则极快地脱离仙子之手，斩在山谷的另一边。下一瞬，轰隆！对面山崖多了道100米长的沟壑，冰雪倾覆，山谷为之巨震，好似山崩。苏木张了张嘴，惊呆了。惊的不是这一剑的破坏力，而是他所用的力量。刚才宁无雪那一挥剑的时刻，流露出的力量波动分明只有化龙境一层，而他造成的破坏力比起真武境强者都要更加猛烈。这就是质的差距。他要教苏木的正是这种爆发性的杀伐手段。苏木心有所悟，当即闭上眼，开始回味这一剑的细节。宁无雪抬手挥剑，剑气横空，击穿山崖。这个过程在苏木的识海中被拆分成了慢动作，足足上百个细节，清晰无比地回放着。先将全身力量汇入一剑之中，再以巧妙的方式推动，如同杠杆一样，四两拨千斤，借山势地形或气流波动，打出远超自身境界的威势。此招若出，自身近乎力竭，但敌人也必将横尸当场。一个个画面不停地播放推演，苏木很快就把握住了一些精髓，悟得些许奥妙。嗖！一道寒风破空而至，寒冰剑插在苏木脚下的冰雪之中，同时传来的还有宁无雪冷淡的声音：“自己练。”“是，多谢仙人。”苏木恭敬道。他将寒冰剑拿起，站在山谷之中练习起来。刷刷刷，苏木挥舞冰剑，脑海中同步回放着宁无雪出招的架势与气息游走方式。1下、10下、100下，不一会儿，苏木挥剑数百次，渐渐把握到了那一丝灵感。刷！在他第972次挥剑的时候，一种福至心灵的感觉从心底冒出，身躯之中所蕴含的磅礴肉身之力顷刻间注入其中。刹那间，狂风呼啸，一道透明剑气脱手飞出，斩在山脚下。轰隆！一声闷响，山石破开一个2米大小的窟窿，山体为之一震，顶上的积雪崩塌下来。哈哈，成了！苏木看到这一幕，欣喜不已，然后光顾着高兴，被山崖上掉下来的积雪砸了正着，整个人都被埋了。不远处，宁无雪听到动静，睁眼看了过来，清澈的眸子底下闪过一抹诧异之色，显然没有料到苏木能够那么快就学会这一招。见苏木狼狈地从雪堆里爬出，他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旋即再次合眼，不予理睬。一次成功没有让苏木盲目自信，他很快就压下心中的狂喜，又继续练习起来。身在求仙塔内，他是意识之躯映照本体，学会什么，修炼什么都能带出去。在这里，苏木的力量无穷无尽，挥剑的一刻，好像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但1秒过后，他又会恢复圆满，神完气足。本来释放一次就会力竭的剑诀，在这特殊的塔内空间变成了可以无限练习的手段。1次、2次、3次起先，苏木还不太熟练，经常放不出这种剑气。但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吃透了剑气法门，没过多久，就已能够随心所欲的使用。学成之后，苏木跑过去问宁无雪：“仙人，这一剑可有名字？”宁无雪直接不理他：“剑诀名字而已，爱叫啥叫啥。”这种小问题，高贵的仙王懒得回答。苏木讨了个没趣，却也不恼，自顾自地乐呵道：“那我以后就叫他断山式，是您传我的第1招，今后再向仙人请教，还有第2招、第3招。”
宁无雪不想听他嘀咕，袖袍一挥，大风卷起白雪，直接将苏木淹没。一股寒意刺激灵魂，苏木不禁打了个哆嗦。等他眼前冰雪飞散时，人已经出了求仙塔，回到房间里。咕呱咕呱，外头传来青蛙叫声，已经是深夜了。塔内世界的景色和昏暗的房间形成强烈对比，让苏木恍惚了一下，还以为刚才那是梦。不过脑海中对于剑招的清晰体悟却是做不得假，这2个时辰的修炼实实在在，绝非梦境。这断山一剑在我手中或许不如宁无雪手里那样强势，但用来对付秦少峰绰绰有余。苏木心道，他开始有些期待明天的战斗。这时苏木看到自己的桌子上摆着一瓶丹药，拿起来一看，竟然是聚气丹。看来是父亲来过，带了东西给他，见他闭眼不动，以为是在修炼，所以未曾打扰，放下东西就走了。聚气丹蕴含庞大灵力，可以帮助先天境以上的修炼者更加快速地提升实力。不过这玩意很贵，一粒就要纹银1000两，即使是家族核心人员也很少舍得使用。这一瓶30粒，价值3万两银子，抵得上苏家1个多月的收益。父亲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一定不能让他失望。苏木本就强烈的变强之心愈发坚定，他取出一粒聚气丹服下，当场进入修炼状态。没有灵根的他无法吸收外界的天地灵气，但聚气丹本身的能量却可以如九死涅槃经所需的妖肉、妖丹一样供应他淬炼身躯。而且聚气丹的能量比妖兽身上的更加纯净，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一粒丹药化作澎湃的能量潮流，经过心法的指引，淬炼苏木的身躯，壮大他的力量。这股能量十分丰沛，将他的血肉冲刷了一次又一次，变得越来越强。直到天色大亮，聚气丹的效果才彻底散去。而苏木也在一夜的修炼中直接冲到了先天6层。早上，苏木跟着父亲苏胜天等人一起前往演武场。木儿，秦少峰的实力非同小可，若是实在不敌，认个输也无妨。苏胜天语重心长的道。苏木笑道：爹，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是担心你啊。苏胜天毫不避讳的说道。之前苏木被秦少云一拳打碎心脉，他这个当爹的最是难受痛苦。同样的事情他不想再经历第2次了。苏木道：您放心，我已不是以前的废物，踏上修行一途，任何阻拦我的都将败亡。见他如此自信，苏胜天颇感欣慰。好，爹信你。随后话锋一转，你不是一直很好奇你娘去了什么地方吗？等你达到真武境，爹就告诉你。咦？苏木不由惊讶，关于母亲的话题一直是个禁忌，不管谁提起，老爹都会立马翻脸。没想到今日他居然会主动提起，而还说要告诉自己母亲的去向。真武境吗？好，我一定尽快达到。苏木斗志昂扬。母亲在他3岁那年就离开了苏家，当时苏木还小，或许哭过闹过，但到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他只知道自己从小没娘，父亲严厉，不得不苦练武功提升自己。而在12岁那年检测出没有灵根之后，则彻底沦为家族笑柄，无论是外人还是自己人都瞧不起他。父亲也从严父变成了慈父，不再逼迫他。关于母亲，苏木现在唯一的印象就是脖子上的求仙塔，这东西是母亲留给他的唯一一件东西，只是他从没想过小塔吊坠的背后居然会藏着这样巨大的秘密。因此现在的他对于母亲的身份和来历非常的好奇。演武场，苏木等人赶了个晚场，半决赛已经开始了。昨天决出的4强正在捉对比斗，筛选最强之人。战斗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没过多久，半决赛结束，秦家的秦少峰和赵家的赵雨柔成为最后冠军之位的候选人。赵雨柔的实力和苏云哥在伯仲间，对上其他人还好，遇到先天10层的秦少峰就有些不够看了。决赛很快开始，也很快结束。2层境界的差距使得赵雨柔没能在秦少峰手底下支撑太久，10几招过后就败下阵来。比赛到此结束。我宣布，本届延州少年武道大赛的冠军的得主是秦家秦少峰。武神殿只是陈云山朗声道出最后的结果。演武场的看台一阵热闹。这秦少峰确实是厉害，打第2名的赵雨柔都轻轻松松，一点压力都没有。18岁，先天10层，天才。往前5年，往后5年，没人能和秦少峰比较。秦家虽然失去了秦少云那个奇才，但有秦少峰在，依然有望崛起，不出几年就能成为4大家族之首。盛赞之声此起彼伏。作为主角的秦少峰自然是志得意满，傲立在擂台之上，
欣然接受一切赞美。随后，他的目光看向苏家众人的方向，锁定苏木，发起挑衅：“昨天不是有人说要挑战我吗？怎么还不上台？莫不是怕了？”霎时间，所有目光都来到了苏木这边。嘿嘿，有好戏看好了！苏家那个没灵根的废物，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算他现在能修炼了，又拿什么跟先天10层的秦少峰相比？呵呵，这人呐，憋屈久了，总想着发泄报复，却不知现实是残酷的，冲动的结果往往是自取灭亡。秦家和苏家已经势同水火，今天不打，明天也会打，我们看戏就好。在别人看来，苏木就是个笑话，好不容易觉醒天赋，不躲起来偷偷发育，竟然敢挑战同龄人中实力最强的秦少峰，简直是找死。但越是如此，苏木就越不能退缩。他已经受够了废物的生活，受够了这种被人瞧不起的感觉。如果说杀秦少云的那一拳是在证明自己不是废物，那么今天这一战就是用来告诉世人，自己非但不废，而且还是苏家的骄傲，是延州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天赋异禀的修炼奇才秦少峰。苏木站起身来，隔着数米距离看着擂台上志得意满的比武大赛冠军，说道：“交代好遗言，你爹就剩你一个儿子了。自今日起，你家绝后。”此话一出，满场安静，紧接着哄堂大笑。这家伙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意思，他要杀了秦少峰，多新鲜呐！一个刚刚觉醒、修炼天赋不到3天的人，想杀一个苦练10余年的天才，谁家绝后还不一定呢。观众们都在嘲笑苏木不自量力。秦少峰闻言心中恼怒，立即回想起了他弟弟秦少峰被苏木一拳轰杀之事，当即指着苏木，拇指朝下：“别在那里唧唧歪歪，有种上来受死！”苏木面色轻松，对身边的父亲说道：“爹，我去救回。”苏胜天皱着眉头：“木儿，小心。”父子二人相视一眼，随后苏木一步踏出，纵身跃上擂台。秦家家主秦觉眯着眼睛看苏木上场，嘴角难掩笑意。他起身走了2步，站在苏胜天与擂台之间，提前防备苏胜天插手战斗。这意图很明显，就是不想让苏胜天救人，要苏木死在擂台上。苏胜天心系儿子安危，自是不可能坐着不动，也站起身来，踏前2步，直接和秦觉并肩站在了一起。2个延州城最顶尖的高手，也是擂台上2人的父亲，互相对视，目光之中擦出火花。看到这一幕，观众们都开始期待这一战，不管哪个赢，都会有一个真武境高手痛失爱子，血脉断绝。对于城里的其他人、其他势力来说，绝对是个好节目。台上，苏木和秦少峰相隔5步，手中各持一把兵器。他们打的不是比赛，因此用的也不是未开封的比赛刀剑，而是自家带来的精品利器。秦少峰缓缓拔出宝刀，手指抚过闪烁寒光的刀身，淡淡说道：“这届大赛直到决赛，我也没有使出全力。不过这一战，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让大家见识一下先天10层的极限是多么的强横。”苏木随手抽出长剑，附在身后，平静道：“最好如此，免得你死不瞑目。人都快死了，嘴还是硬的，接得住我这一刀再说。”秦少峰对他这个态度非常不满，当即不再多言，足下发力，带动身躯，一刀对着苏木面门劈斩而下。唰！先天10层真气爆发，这一刀直接打出了有如实质的青色气劲，带着撕裂一切的力量，是要将苏木劈成2半。当！苏木抬手一剑，化去刀气，一击碰撞的力道让他感觉身子发凉。对方的真气隔空侵袭，对于未能练气的他来说是个威胁。不过在力道方面，却是苏木占据优势，击散对方的刀气没有太大的难度。有点意思。秦少峰见他居然能够挡住，面露惊讶之色，手中宝刀再动，更加凌厉的3刀连斩，封死苏木一切退路，强势压上。苏木长剑一扫，先天6层涅槃之躯的力量迸发，一剑蕴含万钧之力，直接破去他的3道刀光，同时疾步前冲，挥剑朝着秦少峰的胸膛刺去。怎么会？他明明没有真气波动，居然能够挡住我！秦少峰暗自吃惊，对苏木这种庞大的肉身力道感到不解。不过他好歹是比武大赛冠军，无论实力还是经验，在同龄人中都是顶级的。眼看苏木逼近，秦少峰不慌不乱，运转家传功法，掌心之中汇聚罡风，一道螺旋气劲发出刺耳的锐啸，与刀气一起朝着苏木杀来。苏木受死！啊！是秦家的杀招截风催命掌，这可是3品武学。苏木完了！有眼尖的高手认出这一招，惊呼道：“
台下的苏胜天见状，立刻就想插手。劫锋催命掌凶名在外，死在这一招底下的修炼者，没有1000也有800，同境界修炼者10有8、9挡不住，只能躲。但这个距离，苏木是躲不开的。苏胜天，孩子们的比试，大人插手不合适。就在苏胜天想要行动的时候，秦觉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气息变化，一步踏前将其拦住。苏胜天冷喝道：“秦觉，让开！”两人都发动了真武境气息，互相较量。然而下一秒，一道剑光忽然在擂台上迸发，唰！就在苏胜天被秦觉阻拦住的一瞬间，苏木手中的长剑自上而下猛地一斩，刹那间剑光夺目，晃花了所有人的眼睛。苏木只觉得全身力气都被抽干，整个人好像化作一团能量，灌注到了长剑之中，朝着前方狠狠斩去。极度强大与极度虚弱两种矛盾的感觉，在这一刻同时出现在了他的身上。好强的剑气，那是什么品级的武学？苏家最擅长的不是拳法吗？这剑招，周围观众都感到错愕。当剑光散去，苏木和秦少峰的身位已经交错而过。秦少峰瞪大了眼睛，满脸难以置信之色。下一秒，一道血痕出现在他的鼻尖上，并且迅速朝着上下蔓延，上至头顶，下至腿心。噗呲，鲜血飙射而出，在众人惊恐的注视下，秦少峰的身躯一分为二，朝着两侧垮塌下去。啊！什么？这怎么可能？我的天！秦少峰败了！不可能！不可能！错觉！绝对是错觉！所有人都傻眼。苏木这一剑不仅斩破了秦少峰打出的劫锋催命掌，还斩破了秦少峰的身体，直接杀死了秦少峰这个比武大赛冠军。那可是比武大赛冠军啊！以绝对优势轻松击败第2名赵雨柔的人，整个延州最近几年实力最强的18岁少年，这样的强者怎么可能被一个废物击败？不，这都不是击败，而是彻底击杀，一剑秒杀！扑通，秦少峰的两半残躯掉在地上，肠子泄了一地，心脏还在扑通扑通跳动。分儿！秦觉呆了一下，紧接着失声惊呼。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那么优秀的长子会败给苏木这样的废物，更想不到长子不但输了，还被苏木一招劈成两半，当场身死。秦觉猛地纵身想要跳上擂台，掌心之中真武境力量汇聚，一击便可将苏木拍成碎肉。然而他的双脚刚离地，一道强横的气息就将他压了回去。苏胜天拦在前面，淡淡说道：“秦觉，孩子们的比试，大人插手不合适。”同样的话，苏胜天原原本本的还给了秦觉，只不过双方在听到这句话之后的反应却是截然不同。秦觉暴怒：“滚开！”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痛失爱子，刚刚还在因为儿子夺冠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堕入无间地狱，整个人头皮发麻，全身神经都好像受到了雷电轰击，不受控制的震颤。秦觉真武境4层的气息彻底爆发，一拳带起惊涛骇浪的力量，试图逼退苏胜天。苏胜天也不含糊，一下子爆发出了更加强大的真武境5层力量，用宽厚的手掌拦住秦觉的攻势，甚至还有余力分心，对旁边的苏家中层人员说道：“文山，先带木儿回去。”是，家主。化龙境高手苏文山也一直在留意局面变化，发现苏木现在好像有点虚弱，果断冲上擂台将苏木护住。不是，这是什么情况？观众们还在傻眼，变化来得太突然了。一个呼吸前，大家还在等着看秦少峰如何虐杀苏木，一个呼吸后，苏木却是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一剑斩杀秦少峰。这一整个过程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准备，谁都没有看懂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结果摆在眼前，秦少峰已死，秦觉目睹了儿子身亡的过程，已经陷入暴走的边缘。苏木，苏胜天，我必杀你们！秦觉的怒吼声通过真气的激荡扩散出去，直接响彻全城。演武场内的观众们都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气息从秦觉身上迸发，这位全城有数的真武境高手彻底失控了。苏木，我要你偿命！秦觉一掌隔空对着苏木的方向打去。苏胜天冷哼一声：“秦觉，孩子赌斗是他们自愿的事，你如此报复，未免有失高手风范。”身上真气流转，用内敛含蓄的力量拦住秦觉的掌风。滚！秦觉此刻已经丧失了理智，大脑之中全是两个儿子惨死的画面，一个被一拳打碎胸腔，一个被一剑斩成两半。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苏木，今日不杀苏木，
他枉为人父！轰轰轰轰！两位真武境强者的气息在演武场中心处爆发，秦绝发招想杀苏木，苏胜天横身阻拦，两股力量不断碰撞，顷刻间引发了一阵阵剧烈的轰鸣。演武场中烟尘滚滚，比赛用的青石擂台在真武境力量面前如同豆腐般破碎，就连主持大赛的武神殿执事陈云山也不敢上前插手。不好，快跑，快跑！周围的观众们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顾不得看热闹，一个个夺路而逃，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烟尘滚滚中，苏木被苏文山带着退出了中心区域。爹！他担心地看向烟尘的方向，虽然有所预料，秦少峰一死秦绝必然暴走，但没想到对方会在这里直接开战。苏文山道：少爷，家主是真武5层，延州第一高手，凭秦绝一人还奈何不了他。此地危险，我们先走。苏木想了想，走。他的力量已经被段山一剑抽干，眼下帮不上任何忙，留下来只会拖累父亲。苏家众人快速离开演武场。这时烟尘之中传出一道怒吼，秦家全员听令，不惜一切代价击杀苏木。秦绝已经不顾一切了，眼看自己被苏胜天拦住，无法脱身，当即下令调集秦家全部力量。是，家主。附近的秦家之人迅速领命，快速朝着苏木等人追去。整个演武场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流窜的观战者。真武境高手大战，就算是另外2个世家的高人也不愿轻易插手其中。苏木一行穿过混乱的人群，迅速脱离危险区域。他们才刚走出没多远，演武场内猛地传来一声巨响，地面塌陷了下去，飞扬起更大的烟尘。与此同时，秦家的人也追了上来。苏家小儿，哪里走？秦家中层高手秦红急奔而来，直接一掌带起罡风烈烈，朝着苏木身上拍下。秦红尔敢！苏文山果断迎上，一拳携带龙虎之力与之碰撞。轰！地面咔咔作响，繁华大街的石板碎了10多块。两人同时后退数步，秦家的其余高手也跟了上来。苏木迅速扫了一眼情况，秦家有12个人在此，清一色的化龙境，个个都是家族精英，而苏家只有9个化龙境和6、7个先天境，在高手战力层面要比对方逊色一些。苏文山，不想死就让开！秦红冷声道，目光死死锁定苏木，杀意沸腾。这秦红是秦绝的堂弟，与秦绝关系极好，秦少峰、秦少云兄弟俩都是直接管他叫叔叔，感情深厚。苏木先后击杀秦家兄弟2个，不止秦绝暴怒，秦红同样想杀人，但苏文山不可能让他如愿。闻言摆开架势，想动少爷，先过我这关。苏文山只是苏家的旁支，并非核心，但这些年来深得苏胜天的器重，一次次提拔，那份恩情苏文山一直默默记着。苏木要是个废物也就罢了，但现在展现出的天资力量都已经超过了秦少峰和秦少云兄弟俩，是延州城年轻一辈之中最耀眼的存在。如此良才必将是苏家崛起的关键人物，苏文山就算自己死，也绝不可能让苏木出事。杀！秦红见苏文山不肯退让，当即一挥手，12个化龙境高手立即上前，真气流转，使出杀招。繁华闹市大街中央，超过20位化龙境高手顿时站作一处。砰砰砰砰砰，一股股强劲的真气，一道道凌厉的杀招在大街上倾泻而出，完全顾不上考虑周围的路人和店家。苏文山以1敌3，硬抗在苏木的面前，任凭秦家敌手招招压迫，不退分毫。附近店铺的人看到这一幕，吓得惊逃四散，但也有不怕死的，站在不远处观战，甚至指指点点。啧，秦家和苏家终于是打起来了。这下延州热闹了，4大家族的局面必将发生很大变化，就是不知道最终的赢家会是谁。有人看戏，也有人发现情况不对，紧急跑去苏秦2家报信。苏木站在苏家众人的后方，缓缓后退，想先离开，没料到他还没走几步，鞋子里竟然又冲出来一个秦家的人。嘿嘿，想逃？把命留下！秦家高手冷笑道。此人名叫秦亮，化龙境3层实力，苏木即使全盛状态也很难抗衡，更不用说现在已经力竭。眼看对方扑杀而至，他仓促间就地一滚，避开杀招。可是没等苏木躲远，秦亮的第2掌已经到来。少爷小心！旁边一位先天10层的苏家人员急忙闪身过来，替苏木抵挡。然而修为的差距摆在那里，他根本挡不住秦亮，只接了一招便被轰飞出去，口喷鲜血。哼，不自量力！秦亮冷笑道，
继续杀向苏木。少爷当心！嗖，又是一道身影急冲过来帮忙。但先天镜和化龙镜差距太大，秦亮的身躯经历过化龙之变，无论力量还是真气强度，都远超先天武者，依然是一掌就拍飞了这位苏家的弟兄。怎么办？怎么办？苏木心里焦急。苏家这边化龙镜高手比对方少，以少敌多本就吃亏，自己现在力竭不堪再战，面对秦亮这样的高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砰砰砰砰，两位先天境界的苏家弟兄顾不得伤势，继续替苏木解围，却敌不过秦亮的化龙镜力量。眼看两人再次被轰飞，全身是血倒在地上，苏木也怒了。秦家之人咄咄相逼，先是秦少云重拳想杀他，接着又送棺材羞辱，一次次刺激苏家，想和苏家开战。他意外开启求仙塔保住一命，反杀秦家二子，结果对方非但不知道收敛，还想闹得更大。事情走到这一步，两家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今日要么杀人，要么被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嘿嘿，这回没人能救你了吧？秦亮逼近过来，双手裹在浑厚的真气之中，对着苏木胸膛拍下。这一掌若是拍实，即使苏木是涅槃过一次的身躯，也将骨碎心裂，当场毙命。眼见对方杀招来袭，苏木心里忽然一空，眼前的危机被白光所覆盖，脑海中一道剑光闪了过去。剑仙者，无惧艰险，不畏强权，以我锋刃，斩断一切阻碍，破除一切困境。天虽高，我剑意凌云；地之大，不过3尺之间。隐约间，他好像听见了宁无雪那清冷的声音。与此同时，握在右手的长剑动了。力竭之后，苏木本已无力再战，但这一刻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从他身体更深处涌出，汇入一剑之中，往前直刺。这便是剑意。嗡，剑光乍现，秦亮的手掌定在半空，瞪大了双眼，看着破开自己护体真气没入胸膛1寸的剑尖，难以置信。怎么会这么快？堂堂化龙境3层的高手，居然被一个先天境界连真气都没有的小辈后发先至一剑刺中了要害。虽说剑尖入体不深，被宽厚的血肉阻挡下来，没有刺穿心脏，但这一剑仍是将秦亮吓出了一身的冷汗。错愕过后便是疯狂。秦亮面目狰狞，看着已经虚脱的苏木，咬着牙，语气森然道：苏木，你可真是盖世奇才啊，都已经这么虚弱了，竟然还能发出如此强势的剑招。今日若是留你性命，我秦家必将大难临头。说话间，他一掌拍下。苏木见状，心下一叹，尽力了他在危急关头顿悟了宁无雪所传的一往无前的剑意。可剑意再强，他终究是虚脱之躯，压榨出了体内仅存的力量，仍旧无法战胜化龙境3层的高手。眼看秦亮杀招来临，他只能用尽最后的力量，提起长剑做个阻拦的姿势。这时，一道断喝声猛然炸响：秦家小儿，胆敢放肆！砰！一股狂风骤然来至身边，苏家大长老苏武阳闪电般横穿大街，真武境气息鼓荡，瞬间将秦亮轰飞出去。砰！秦亮的实力在苏家大长老面前完全不够看，这仓促出手的一击将其轰飞数十米，在大街上滚了10多圈才停下，生死不知。苏木，没事吧？苏武阳急忙问道，用真气将苏木护住。看到自家高手到来，苏木心下一喜，松了口气。大长老，话音未落，一股极度虚弱的感觉传来，他眼前一黑，直接晕了过去。以先天6层实力，连续施展了断山式和剑意，他的体能已经透支过度。苏武阳还以为他受伤了，赶忙帮忙检查，发现只是虚弱，才松了口气。旋即看向秦家众人，冷哼一声，既要开战，便无需留守，杀完这些，再杀进秦家。一股寒意让苏木从昏迷中苏醒，睁开眼，他已经来到了求仙塔内，正在先前练剑的雪谷之中。宁无雪依然坐在山崖之上，闭目清修，好像从未动过。仙人，我昏睡了多久？苏木从雪地里爬起，宁无雪眼都不睁，淡然道：刚来。苏木会意，看来自己在外的身体受损之后，灵魂意识会自动进入求仙塔之中。如此一来，他即使本体受伤昏迷，也依然可以在塔内空间练剑，相当于平白多出了一些时间。他捡起地上的冰剑，脑海中闪过刚刚面对秦亮时危机之下逼迫出的刹那灵感，手一挥唰，剑意带着寒风呼啸而过，在岩壁上留下一道深深的沟壑。坐在崖上的宁无雪猛然睁眼，被苏木这一剑惊讶到了。悟透了。
他问道。苏木点点头，然后又摇头，只是粗略体悟到些许意境，还远远达不到您的那种境界。他的建议和宁无雪的建议完全是两个概念，差距无法用道理衡量。不过能够在那么短时间内把握到一丝建议，已经非常出色了。宁无雪对他的态度一下子改观不少，脸上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似乎也淡去一些，说道：你修为粗浅，能有这般理解已是不错，多加练习，经历一些生死之战，便可接近成熟。多谢指点，敢问仙人，这断山剑招和剑意是什么品级的武学？苏木忍不住好奇。宁无雪道：以你凡事的习惯划分，那断山一式约莫达到5品门槛，至于剑意，则随你境界而提升。修炼功法、杀伐招式都是分品级的，与境界对应，1品武学，1品心法适用于后天境界，2品则对应先天境，3品化龙境断山式是5品剑诀，相当于天人境才能自然运用的杀招，难怪以他如今力量，只是一挥剑就被抽干全身力气。仙人，眼下我家族正遇大事，您贵为仙王，定有诸多神奇手段，可否借我一招半式，化解此次危机？苏木询问道。苏家和秦家之争，他对家族是有信心的，可秦家与炎神宗交好，万一请动炎神宗，派遣诸多真武境、天人境高手降临，苏家就无能为力了。宁无雪回道：我辈仙真不可干涉世俗局势，更何况我被镇压于此，任何力量都无法离开求仙塔，帮不了你。这好吧，苏木只好放弃。这时宁无雪又道：你既为求仙塔主，当知此物才是你最大倚仗，我与叶幽禅不过是塔中囚徒，比起宝物本身微不足道。苏木闻言双眸一亮，忙问道：那您可知求仙塔如何运用？宁无雪摇头。苏木表情僵住，您忽然提起这个，我还以为比起2位仙人，求仙塔的存在的确要更高级一些，不过这东西不会说话，苏木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它。宁无雪想了想，说道：塔分7层，各有空间，或许等你修为上涨之后，可以窥见端倪。苏木一想，感觉有道理。求仙塔现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面见2位高人向他们求学的门路，但这宝塔有7层，里头的东西肯定没这么简单，也许第2层、第3层里还关押着其他仙人或者别的强大物体。说起来，此物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来头，怎会有这样的宝物？苏木疑惑道。宁无雪没有接他话茬。苏木的母亲是谁，什么来头，他不关心，他想要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你既昏迷无所事事，便在此磨砺吧。宁无雪对苏木说了句，旋即玉手一抬，射出一道寒光，落在苏木的身前，凝结成一道宛若冰雕的女子身影。仙人，这是？苏木问道。宁无雪冷冰冰的声音回道：这是我一缕杂念，他会与你切磋，直至你战胜他为止。语罢，那冰雕玉人身影凝实，手中多出了一把冰剑。没等苏木回应，一道寒意就随着剑光刺了过来。唰！剑很快，苏木一时躲不开，被刺中了心脏。不过这具身体只是意念虚身，中招了也不会死。山崖上的仙王已经闭眼继续清修，雪地里的冰雕玉人取代了他，成了苏木的陪练。苏木见状，心下一喜，多谢仙人指点。他当即挥剑和冰雕玉人切磋起来。这冰雕的实力和他是一样的，都是先天6层，只不过在打斗经验、剑道造诣方面要比他高出很多很多。2把冰剑互相碰撞，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苏木的心脏、咽喉、眉心等要害部位就受到了不下10次的命中。如果是真实躯体，此刻的他已经被宁无雪这一缕残念杀死10几次了。感受到彼此的差距，苏木非但不觉得气馁，反倒兴奋了起来。试问天下间，又有几人能够像他这样荣幸，有仙王陪练？哪怕这具冰雕只是宁无雪的残念，不足他本体万一，也远超世间高手。如此良机，必须把握住。苏木手握冰剑，和冰雕仙子激烈对抗。招式变动间，他经常受到致命一击，但马上又能恢复力气，继续对决。吃亏多了，他渐渐就有了经验，可以预防躲闪，或者趁势反击。冰剑叮叮咚咚作响，2道身影快速移动，雪地里渐渐多出了密密麻麻的脚印。偶尔苏木也会使出最近刚学的剑招，试图打杀对手，但冰雕仙子比他强大太多，往往能够轻松预判，非但不吃招，反而在他发力后的虚弱瞬间一击刺穿他的要害。苏木越打越吃惊，感觉自己在宁无雪面前完全就是个迟钝的木偶，漏洞百出。
先前他还因为击败秦少峰的事情有点沾沾自喜，如今一看自己和真正的高手相比，根本就是个呆子。见笑，雪飞。山谷之中，苏木不知疲倦地磨练着。几十里外的青山上，魔女叶幽蝉用她的神念远远观望此地，嘴角扬起淡淡笑意。宁无雪，你终究还是心软了，主动下场教他。叶幽蝉的神念传递到宁无雪的耳边，后者静坐不动，神念平静回道：你教功法，我教杀伐，各自出力，将来脱困，互不相欠。叶幽蝉轻笑道：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呢？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千年相处，早已情同姐妹。宁无雪冷冷道：有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叶幽蝉打趣道：宁姐姐，你说万一将来苏木这小子食言成了仙却不放我们走，我们该如何是好？宁无雪果断道：杀了他。叶幽蝉道：可是他是塔主啊，一旦成仙，彻底掌控求仙塔，他就可以催动宝塔伟力，将咱俩的仙力彻底封禁。到时候咱们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力气，只会变成两个弱女子，任凭他欺辱。宁无雪眉头微蹙：你到底想说什么？叶幽蝉语气轻佻：没想说什么，就是开开玩笑喽。你想想看，咱俩生得这样好看，哪个男人不想把咱们收了当禁鸾？更何况你不止好看，还那么强大，一个仙王级别清冷孤傲的女剑仙，啧，征服你的成就感一定是世间最顶级的享受。我要是塔主，一定不会放过你，非要把你这个傲气的仙子折腾得咬牙切齿，让你放下轻冷，怒骂叫嚣，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只能在身体的诚实反馈下露出丢脸的模样。宁无雪闻言不气也不恼，淡淡说道：若有此事，无非自毁元神。叶幽蝉揶揄道：那要是他把你元神也封印呢？宁无雪他不再回应，只不过雪谷之中正在给苏木喂招的冰雕玉人却是一下子变得凌厉了许多，本就招招致命的出手愈发凶狠霸道，压得苏木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好强！仙子慢些，慢些，这也太快了！苏木一个头两个大，感觉宁无雪完全不是在指点自己，而是在虐自己玩。然而在连续受到数百次致命攻击之后，他也适应了冰雕玉人越来越凶猛的攻势，开始抵挡一二。在这种高压的训练之下，他的实战经验增长飞快，技巧方面得到了很大的磨砺。不知过了多久，雪地里已经几乎没有一处地方是平整的，到处都是剑痕和两人的足迹。冰雕玉人停止了进攻，苏木终于能够缓一口气。仙人，多谢指点，这对我太有用了。苏木感激道：这种至死而不会死的对练，远比外界和同族武者对练的方式要高明得多，给了他很大的成长。宁无雪坐在崖上说道：别叫我仙人，我不喜欢。苏木道：那我该如何称呼您？宁无雪淡淡吐出两个字：师尊。啊！苏木心头一震，旋即喜道：你要收我为徒？宁无雪语气飘忽：怎么，你不愿？苏木忙道：愿意愿意，弟子愿意。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这可是仙王，仙人之中的王者，天界顶尖霸主，别人遇到个天人境、法相境的高手收徒，都恨不得挤破头去争抢机会，而他的师尊远超天人境无数倍。苏木当即行礼拜师，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宁无雪坦然受了他一礼，随后屈指弹出一道白光，射入苏木眉心，传你身法一套，助你自保。至于剑道，每日来此，我会以残念分身指点你。苏木只觉得脑海中多出了一份奇妙无比、变化万千的身法，喜道：多谢师尊。下一瞬，宁无雪袖袍一挥，一股排斥感传来，苏木的意识直接脱离塔内空间，回归本体。在他走后，叶幽蝉的身影紧跟着浮现在空中，看着山崖上的宁无雪，轻笑道：你这是想用师尊的身份让他对你产生敬意，以防他色心上头惦记你的身子。宁无雪闭口不言，懒得理他。叶幽蝉啧啧赞叹：宁仙子还真是聪明呢。不过他拖长了尾音，带着调侃的意思。不过什么？宁无雪眉头微蹙。叶幽蝉嘴角扬起：凡间有些男子好像就喜欢以下犯上，欺师灭祖。征服你这样严厉清冷的美人师尊，一定比征服一个陌生的强者更有意思。宁无雪脸色一黑，狗嘴吐不出象牙，滚！叶幽蝉笑眯眯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句揶揄的话：等着吧，现在敬你如敬神的苏木，要不了多久就会开始缠你身子，我保证你抗拒不了他。上午，苏木从房间里起来，感觉体内力量充盈，像是昏迷中吃了丹药，之前亏空的精气已经恢复。
他在塔内空间待了1天1夜，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不知道昨天我昏过去以后，两家战况如何？带着几分急切的关心，苏木快步来到前厅。正好，这会儿家族高层都在。苏胜天坐在主位上，沉声对众人道：“昨日一战，我们苏家险胜，以牺牲28人的代价击杀秦家37位高手，但可惜没能击杀秦爵，这老小子必将卷土重来。他与炎神宗高层有旧，再加上秦少云这个炎神宗宗主内定弟子被杀，接下来定会向炎神宗求援，对我们出手。”大长老叹了口气：“是啊，仅仅击败秦家是不够的，真正可怕的一直都是炎神宗，而非秦爵。秦爵的实力，苏胜天一人就能战胜，可炎神宗10个苏胜天也不够看。家主，我们现在怎么办？”二长老苏大山问道。苏胜天道：“有2个办法，第一是跑，全家全族一起跑，离开延州城，躲到一个炎神宗碰不到的地方。”此话一出，众人立即反驳：“不行，绝对不行，那是缩头乌龟的做法，我苏家绝无退缩之人，延州是我们的根，我们就算战死也绝不离开。家主，说第2个办法吧，这第1个我们不赞同。”整个大厅10几位家族高层一致反对。苏胜天早料到大家会这样，面色平静，继续道：“这第2个办法就是找一个能够和炎神宗抗衡的靠山。”众人闻言不解：“怎么找？是哪里找？别人凭什么庇护我们？”苏木也是好奇，找了张椅子坐下，静静听着。正好父亲苏胜天看到了他，引着众人目光一起看过来，说道：“这就要看我儿子的了。”苏木一愣：“啊，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在外面没有人脉啊。”众人也都疑惑。苏木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延州，最近几年一直背负着废物的头衔，别说靠山了，身为世家少爷，他连个小跟班都没有。在众人注视下，苏胜天耐心解释道：“大家都知道，每一届武道大赛结束之后，武神殿都会在皇城举办一次更加盛大的天骄大赛。”天骄大赛？众人闻言一惊。苏木恍然明悟：“爹，您是想让我去黄州和百州天骄对决，打出名气，然后吸引强者关注，主动成为我们的靠山？”苏胜天微微点头：“正是如此。修行界有诸多强者，为了传承衣钵，会搜寻天骄奇才作为弟子，因此每一次武神殿举办的天骄大赛都会引起各方强者关注，规模盛大，强者云集，影响力远超延州比武大赛1000倍万倍。”但苏木苦着脸道：“可是我并非冠军，甚至连100强都没进。天骄大赛的参赛前提是，至少要在州城级别的武道大赛之中获得前2名的成绩，然后由当地的武神殿分殿执事举荐，送到皇都。甚至于有些小地方的人，即使拿到前2名，都没法获得举荐。延州就是个小地方，最近3届大赛都没有得到举荐的资格，已经很久没有听说关于天骄大赛的消息了。”苏胜天道：“这个无妨，你击杀秦少峰，实力摆在那里，只要给陈云山那个老家伙塞点好处，举荐信还是很容易拿到的。”这时大长老苏武阳道：“可天骄大赛的隐形门槛是18岁以前达到化龙境，少爷实力虽然不错，但距离化龙境还是有点远的吧？”苏胜天大手一挥：“怕什么？这不是还有1个月时间吗？我相信我儿定能突破。”苏木，老爹这是赶鸭子上架啊！几天前他还是个后天境界的废物，1个月后却要他冲击化龙境，这简直是在开玩笑。但他必须做到。家族有难，身为家主之子，他责无旁贷。炎神宗的威胁不知何时会到来，他必须尽快拿下资格，打出名气，以此威慑炎神宗，让对方忌惮，不敢轻易出手。试试吧。”苏木说道。化龙境其实也没多远，有聚气丹，有九死涅槃经，再加上家族的全力栽培，他相信自己应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好，不愧是我的儿子。见他答应下来，苏胜天很是高兴，当即带上他：“我们这就去见陈云山。”大长老等人见状，也只能默默祈祷，盼着苏木能够一举成名，庇护苏家。武神殿延州分殿，苏木跟着苏胜天走进其中。武神殿既非宗门，也非家族，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武道交流机构，更像是驿馆或者客栈，人人都能进，也随时能够离开。这座建筑很大，内部分成了清修区域、交流区域以及切磋区域。切磋区域其实就是演武场，昨天苏胜天和秦爵一战，几乎摧毁了那片地方，还需要花时间重建。此时父子俩走进武神殿，一些正在交流武道修行经验的人立即投来视线。苏家主，稀客啊，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来我武神殿？分殿执事陈云山看到父子俩，
立即阴阳怪气地问道。显然，昨天一战破坏演武场的事情让他很是不爽。苏胜天陪笑道：“陈老哥说笑了，昨日我和秦爵那厮打的兴起，失手破坏了演武场，内心惭愧得很。这不，我这就给武神殿赔罪来了。这白银1万两，用来修缮毁坏的演武场，还有一株100年血参，赠与老哥调理身心。劳烦老哥多多关照咱们延州城的修炼者，指点指点各家小辈。1万两银票，再加上装在锦盒之中的珍贵灵药，2样东西一出来，陈云山那阴沉的脸色立即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哈哈哈，苏老弟太客气了，演武场本就是用来比武切磋的地方，磕磕碰碰实属正常，没必要如此破费。陈云山乐呵呵说道，嘴上说着婉拒的话，但他那双手可没闲着，直接就将2份东西都给取走了。拿完东西，他随口问道：“你们和秦家的事情，现在发展的如何？”苏胜天回道：“秦家的核心人员昨晚连夜撤走了，不过想必秦绝不会善罢甘休，过不了多久还会回来。”陈云山刚受了好处，自然不忘说好话，那你可要小心，秦家背后靠山不小。苏胜天等着就是这句话，当即便道：“说到这个，陈老哥，小弟今日过来，倒是有件事情想请你帮的忙。”“哦，什么事？”陈云山问道，苍老的双眼精神矍铄，目光炯炯，好似嗅到了财富的气息。苏胜天也不怕周围其他人听见，公开说道：“我儿昨日的表现，老哥想来也有留意，他资质不错，我想送他去黄都见见世面，和皇朝各地的精英才俊切磋切磋。”陈云山是个老狐狸，闻言一下子联想到了苏家的全盘计划，他呵呵一笑，抚须道：“令郎厚积薄发，天赋异禀，我自是看在眼里。不过武神殿有武神殿的规矩，这保举天骄大赛是有前提的，要拿到比武大赛的前2名才行。我虽为执事，却也不好坏了规矩。”苏胜天道：“这个我也知道，不过听闻规矩之外还有特例，只要年龄在合适范围内，修为足够强大，再加上执事老哥您在店主那边多多美言几句，想来还是有机会的。”说话间，又从袖中取出一支厚厚的信封递过去。陈云山目光一亮，不过他见周围人多，还是作势推辞：“苏老弟，这就免了。我身为分店执事，一切事务都应当秉公办理。若是令郎真的实力足够，破例保举也无不可，但具体如何，还要看店主的决定。”苏胜天把信封又塞给他，解释道：“老哥别误会，这是犬子的修行日志，详细记录了他这些年勤学苦练的经历。店主慧眼如炬，相信他也会看见犬子的天分。”陈云山这才满意收下。既如此，那我便试着保举一下看看。语罢，他便转身走进了内殿。武神殿有特殊宝具，可以相隔千里传递讯息，有什么事情当场就能上报。苏木和苏胜天在大殿里等着，其他人看向他们的目光带着几分鄙夷之色，显然看不惯他们送礼行贿的举动。不过父子俩完全没有在意旁人眼光，反正不管过程如何，最终都是靠拳头说话。不一会儿，陈云山出来了。“陈老哥，如何？”苏胜天忙问道。陈云山叹了口气：“哎，老弟，不是我不帮你，只是上面有要求，实力方面必须先达标。”看他叹气，父子俩都是心情一沉，以为这笔钱打水漂了。不过后面这话又让两人燃起希望。苏木问道：“执事前辈需要什么样的实力才能达标？”陈云山回道：“店主的意思是要能击败上一届武道大赛的前3之一，才称得上天骄之名。”父子俩闻言顿时愣在原地。附近的武者们听了哄堂大笑：“击败上届前3？这玩笑开大了！哈哈哈！武道大赛4年一届，上届前3的人，现在最弱的都已经化龙境2、3层了吧？相差4年，就算天赋再高，也很难追赶。这苏木以前还是个废物，现在虽然好起来了，但想要做到这一点，无疑是痴人说梦。”众人毫不掩饰的鄙夷，就连苏胜天也感到头疼。战胜上届的前3甲选手，这难度比化龙境本身都要高。但苏木只是眉头微皱，很快便道：“可以，我愿意一试。”“什么？闹呢？那可是4年的差距！”众人闻言都惊了。你说什么？”陈云山愕然问道。苏木笃定地重复道：“我愿意接受挑战，与上届的前3高手对战。”陈云山连连摇头：“小家伙，别开玩笑了，上届前3你都见过，第3名苏清风还是你家的人，他们什么实力，你应该比我清楚。”苏木正色道：“给我3天时间做准备，我定能做到。”上届第3的苏清风是大长老苏武阳的亲孙子，实力的确很强，化龙境3层，长期在外担任猎妖小队的头领。苏木现在打不过，但只要给他一些时间，再提升境界，
还是有希望挑战一下的。陈云山皱眉犹豫道：“确定要尝试？比武切磋，刀剑无眼，万一出了意外，我可不保证你的安全。”苏木再次确定必须一试，然后又补充道：“未免有人质疑我同族放水，我不挑战苏清风，改为挑战上届第2名的赵天鹏。”众人闻言更是倒吸一口凉气。赵天鹏，赵家的大少爷，实力比起苏清风还要强，现在据说已经达到了化龙境4层。苏木才17岁，要是能战胜这位高手，恐怕龙武皇朝各方宗门都要跑来疯抢，争着拉他加入宗门。陈云山不禁对苏木高看了几分。行，那就依你所言，3日之后，演武场上由赵天鹏对你进行考验。多谢前辈。苏木和苏胜天2个跟陈云山客套了几句，随后便离开了武神殿，返回家中。2人前脚刚走，大殿里的各路武者就纷纷议论起来：这苏家父子是疯了吗？那可是赵天鹏啊，赵家年轻一辈最优秀的天才。赵天鹏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上一个挑战他的人坟头草都3尺高了。啧，想不到咱们小小延州居然能连续看到那么多精彩的对决，这阵子真是刺激。接上离开武神殿之后，苏胜天就问苏木：儿啊，会不会太冲动了些？苏木回道：除了这样也没别的办法。赵天鹏的确很强，苏木也没十足的把握能赢，但不管怎么说，该打还是要打，他没得选。苏胜天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就尽力一试吧，就算输了，大不了咱们搬个家，去别的城市生活。这话既有鼓励也有安慰，不想让他有太大的压力。不过在苏木听来，反而更加刺激他的斗志。若是因为自己的弱小导致整个家族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异土，那他就是苏家的罪人。回到家中，苏木直接返回住处，取出丹药服下，开始潜心修炼。正所谓穷文富武，有钱有资源，是习武修炼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九转涅槃经的外练方式虽然对肉身大有裨益，但效率太慢。此时此刻，苏木急需力量，因此只能猛灌丹药，用钱用资源砸出一个强大的实力。聚气丹一次吃3粒，滚滚灵力宛若洪水泛滥，在他体内疯狂流窜。别人若是这么吃，就算不撑爆经络，也会浪费药力。但苏木涅槃过的身躯却与常人不同，经络更加粗壮，根基更加扎实，硬是能够在3粒聚气丹的磅礴能量面前稳步的吸收炼化，用这些灵力淬炼躯体，壮大自身。好痛！疯狂修炼的结果就是淬体的过程格外痛苦。本来九死涅槃经的修炼方式就是堪比自残，此刻苏木加大淬体强度，相当于在自己身体里造了几座绞肉机，每时每刻都在绞碎自己的血肉，然后重塑，在破碎与重组的过程中，一点点撇除杂质，强化血肉，扩宽根基。1个时辰，2个时辰，3个时辰，他连饭都顾不上吃，从白天到黑夜，又从黑夜到白天。第2天早上，修炼了一整天的苏木，体表已经是一片血红色，淬体的杂质顺着溢出的血水从毛孔排出，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狰狞无比。好在左右无人，倒也不至于吓到谁。苏木略作休息，感应了一下自己的力量，接近先天8层了，加把劲，冲破8层，踏入9层，就有和赵天鹏一战之力。他心中暗道，取出3粒聚气丹，再次一口气吞下，体内又传来鼓胀爆裂的感受，他咬牙坚持着。与此同时，他的识海之中也在放映师尊宁无雪昨天传授给他的身法。这套身法名为风雷8步，走的是刚猛霸道的路线，与苏木的九死涅槃经正好匹配。风雷8步可分为2个部分，4风4雷，风是急行冲刺，雷是阵步爆发。虽然总共只有8步，但其实每一步都有不同，衔接起来奥妙无穷，相当高深。苏木参悟片刻，就感觉到其中的晦涩。凭他目前的境界，一风一雷2步就是极限了。若能将最基础的2步运用自如，便足以对付大部分同境界的对手。时间流逝，聚气丹3粒又3粒，消耗得很快。3天时间一晃而过，挑战赵天鹏的时间就要到了。这天早上，苏木睁开眼，一股强横的气息在房间里荡漾开来。先天9层，总算是达到了。他感受了一下自己此刻的力量，那种力大无穷，宛若龙象的感觉，让他心情愉悦。不过想到赵天鹏已经化龙境4层，压力依然还是很大。苏木起身洗了个澡，冲去一身的污垢，而后走向前厅。这时外头急匆匆闯进来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家主，大事不好了！那人冲到前厅，险些摔倒，还好被家族侍卫扶住。苏胜天正准备带苏木去演武场，看到此人模样，忙问道：
伯承，你这是怎么了？谁将你伤成这样？苏伯承吐出一小口淤血，回道：家主，秦家在堕龙山脉伏击我们，三长老苏庞岳被秦绝杀害，猎妖队长苏清风等人也惨遭毒手。什么？苏胜天闻言脸色大变，早料到秦家会报复，却没想到居然报复到了猎妖队的身上。龙武皇朝这些年妖兽横行，残害百姓，每个修行家族都会承担起一部分责任，派遣化龙境高手前往荒野狩猎，击杀妖兽，以减少老百姓的危机。这次两家矛盾爆发，苏胜天发出消息让猎妖队暂时撤回，没想到在撤回的路上竟被秦绝等人袭击杀害。化龙境巅峰的三长老，还有年轻一辈最被大家看好的苏清风都死了。苏家元气大伤，单论损失，恐怕已经超过了之前在城中交战落败的秦家。家主，我们怎么办？有人问。妈的，和他们拼了！家族高层们都很愤怒，苏胜天也很愤怒，不过身为家主，他不能冲动，先带伯承下去疗伤。秦家，哼，迟早要灭了他们。面对中年丧子陷入疯狂的秦绝，正面硬碰不是明智之举，不是打不过，而是全面开战的后果太严重。延州城可不是只有苏家和秦家两个势力，王家和赵家也在虎视眈眈，一旦损伤过大，被另外两家趁虚而入，苏家就真完蛋了。再者说，秦家和炎神宗的那层关系也是个不稳定的因素，万一炎神宗派出高手协助秦家，以苏家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为今之计，只有先收缩防御，先确保自家人无碍，等苏木打出名气，找到能够抗衡炎神宗的靠山，再一点一点灭杀秦家那帮人。走，先去演武场。今日一战，事关重大。苏木若胜，苏家依然可以稳居延州城；倘若战败，就要另谋出路了。演武场很热闹，比前几天比武大赛的决赛都要热闹。苏木挑战赵天鹏的消息，在这3天时间里快速发酵，传遍了全城。两人一个是上一届比武大赛的第2名，如今22岁，化龙境4层，在整个延州城都是排得上号的天才修炼者；另一个则是颓败多年，一度被称为废物，而今翻身崛起，一举击杀本届比武大赛冠军的奇葩少年。苏木和赵天鹏谁更强？许多人心中都有定数，认为是赵天鹏更强大，毕竟4年的修炼时间差距是很难弥补的。赵天鹏不但是个天才，还是个努力型的天才。苏木固然表现非凡，但想要跨4年差距战胜赵天鹏，难度可比战胜秦少峰要高数倍。不过也有极少数人认为，苏木能够在短短数日时间内，从一个被秦少云一拳打掉半条命的废物，迅速崛起到一剑秒杀秦少峰的地步，这种创造奇迹的能力必然亦有不凡之处。因此，在看客们私底下开设的赌局之中，苏木和赵天鹏的赔率竟然只有6比1，比当初和秦少峰10比1差距要小得多。儿子，多加小心。那赵天鹏修炼的是赵家的狂澜战诀，以刚猛霸道、凶狠嗜杀著称。倘若不敌，就立即认输，我会立即上台制止战斗。走进场中，苏胜天对着苏木低声说道：身为家主，他自然是希望苏木能赢，但身为父亲，他更怕儿子被赵天鹏那个疯子打死。苏木点头道：放心，我不会有事。赵天鹏凶名在外，他也有所耳闻，据说这家伙每次跟人打架都要把人打残，甚至打死才肯罢休，手段极其残忍。不过作为同样修炼刚猛路线功法的苏木，倒是很想和对方硬碰硬试一试。喂，废物小子，你竟然真的敢来！擂台上，赵天鹏早已到场等候，看到苏木来了，立即发出挑衅的声音。苏木抬眼看去，此人身材不算高大，面貌也是平平无奇，不过一双雄鹰般的双眸之中却是闪烁着淡淡红光，嗜杀好战的气息溢于言表。四周观众的目光随着赵天鹏的视线来到苏木身上。苏木一步跃上擂台，在众人注视下平静道：既说要战，自不可能躲着。赵天鹏，你不必留手，我要堂堂正正地拿下武神殿天骄大赛的资格。有何？赵天鹏咧嘴一笑，那平平无奇的脸上泛起一抹天生疯狂的狰狞。可以啊，小子，很少有同龄人敢这样跟我说话。看在你勇气可嘉的份上，我会拿出12分的力量，将你的骨头一根一根、一根一根地拆下来。说话时，他的身上散发出强横的化龙境真气波动，强大的气息与残忍的语气，吓得看台上一些女观众和小孩子不由得缩了缩脖子，捂眼睛不敢看。苏木的反应很平静，那就看你够不够实力了。赵天鹏大笑：好好好，
难得遇到你这样勇敢的小子，今日必要战个痛快。然后看向陈云山，前辈，我已准备就绪。陈云山微微点头，对苏木道了声，苏家小子能不能获得天骄大赛的资格，就看这一战了。今日观战的不只有咱们本城高手，武神殿也有特使专门前来视察。哦，武神殿特使？苏木面露亚色，顺着陈云山的目光，他看到了看台前排距离擂台很近的一个年轻人。那是个女子，相貌俊秀，颇具男儿英气，身穿暗红色劲装，梳了个高马尾，看上去不过20-30岁模样，但气息内敛深沉，格外特别，给苏木的感觉好像比真武境5层的父亲苏胜天还要强大。那么年轻的武神殿特使，苏木心道，暗自惊叹。武神殿特使的数量比武神殿执事还少，整个龙武皇朝也才12位，个个都是顶尖高手。这女子看着年轻，但实际上可能已经修炼到了青春常驻的天人境界，真实年龄说不定比苏胜天还大。在苏木看向特使的时候，这位女强者也在看他，目光交错的瞬间，女子对着苏木微微点头，眼中带着几分期待之意。做好准备，马上开始。陈云山提醒了一句，将比赛用的未开封刀剑递给两人。苏木用的是铁剑，而赵天鹏则直接拒绝了兵器，撸起袖子，面露半疯癫半骄狂的狞笑。来吧，我先让你一招。苏木深吸一口气，感受到赵天鹏身上散发出的浑厚气息，五指不由握紧了剑柄。开始。随着陈云山的信号落下，苏木双目一凝，身影瞬间动了。唰！铁剑宛若游龙般猛刺而出，携带着万钧之力猛攻赵天鹏的胸膛。后者呵呵轻笑，手掌呈虎掌形态，一击拍下。当！只一下，品质低劣的铁剑就断了。苏木有点无语，这武神殿的武器品质也太差了，断剑没有任何威力可言，还不如自己的双手实在。他干脆扔了剑柄，双手握拳，调动一身涅槃过的气血力量，迎战赵天鹏。砰砰砰砰砰，两人拳掌交错，一下快过一下，每一次碰撞都发出沉闷的拳脚碰撞声。这拳拳到肉的打击感，让看台上的观众们一个个瞪大了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砰！咔嚓！随着两人一击重拳对撞，他们脚下的青石擂台迅速出现了裂纹。苏木感到双手和小臂处微微胀痛，这一下下的碰撞对他而言略有压力，毕竟境界的差距摆在那里，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赵天鹏则是面露亚色，有种见猎欣喜的感觉，双眸越来越亮。在两人暂时分开的时候，赵天鹏笑道：好你个小废物，肉身力量居然比我这个化龙境还强3分，太好了，终于可以酣畅淋漓的大战一场。他低吼一声，原本稍显精瘦的身形竟然随着功法的运转，猛地变成虎背熊腰的壮硕模样，这便是黄蓝战诀发威时的模样。接我一掌！赵天鹏喝道，虎掌带着奔雷之势横压过来。苏木心下低喝，撼山拳，家传武学之中的爆发拳法猛然打出。砰！拳掌碰撞，两人脚下的青石碎裂得更加严重，同时也都连退了3-4步，竟然和我不分上下。赵天鹏更加惊讶了，也更加喜悦，癫狂大笑着发起猛烈的攻势。苏木默不作声，全神贯注应对强敌。他知道赵天鹏还没出全力，此时只是纯粹的武学招式对轰，等对方彻底使出化龙境的真气杀招，情况将变得不一样。轰轰轰轰轰！激烈的碰撞让观众们都看得非常过瘾。操，这他妈才叫战斗，打得好啊，太精彩了！比武大赛和这个相比，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干他，干他！苏木加油，打败赵天鹏！台上的战斗让人看得热血沸腾，一些原先看不起苏木的人，在目睹了苏木应接赵天鹏数十招而不落下风之后，已经彻底对他改观。苏胜天惊讶地看着宛若蛟龙猛虎般英勇的儿子，目光之中全是满意之色，忍不住在心中暗道：清然，你看到了吗？咱们的儿子很厉害，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优秀。武神殿执事陈云山则是面露喜悦之色，这小子之前还真是小瞧他了，说不定他真有几分参加天骄大赛的希望。坐在看台前列的武神殿特使则是目光微眯，从苏木完全只用蛮力而没有半点真气的战斗方式之中看出了一些什么，心中暗道：此子全然没有真气波动，莫非是纯靠横练走到这一步的？17岁横练到能够抗衡化龙境，这是什么怪物？转眼200招过去，两人的双臂都已经震麻了。苏木的小臂和指背处皮肤都已经裂开，血丝渗透出来，赵天鹏的指甲根部也已经断裂，
鲜血染红了食指。砰！随着一记重拳对轰，两人暂时分开。小子，够意思，我爽够了。赵天鹏笑道，不再叫他小废物。苏木喘着气，怎样？接下来一击定胜负。打了半天，他对赵天鹏的实力也有了了解。这家伙凶是凶了点，但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狂澜战诀的刚猛霸道，比起九死涅槃经的刚猛霸道是有差距的。若非苏木境界亏他5层，此时应该是赵天鹏不敌。不过境界的差距终究不容忽视，赵天鹏已经玩够了，即将使出真正的全力，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不错，一击定胜负。我要用杀招了，可能会杀死你。你若怕死，现在认输也来得及。赵天鹏说道，双掌虚握，体内真气源源不断地涌入掌心之中。不必，只管放马过来。苏木回道，同时心中暗暗腹诽，要用杀招，还先提醒我一下，这个赵天鹏怎么好像比秦少峰等人还有风度？人人都说赵天鹏是个疯子，可今天交手之后，他却感觉这个家伙其实比所有人都要理智，只是个好斗的武痴，并非恶人。来吧！局面不容许苏木多想，眼看对方要放杀招，他顺手从一旁的兵器架子上拔出一把劣质铁剑，心中流转过宁无雪所受的剑意。剑意、剑招在这一刻发生了重合，他将一身气血力量尽数汇聚到右手，目视着真气波动越来越强烈的赵天鹏，猛地踏前2步。风杀、雷闯、风雷步、杀、剑光乍现。同时，赵天鹏的双掌也积蓄了足够浑厚的力量，对着苏木横压而下。不好，这一下木耳挡不住。苏胜天大惊，在赵天鹏出手的一刹那，分明感受到对方的气息猛然攀升，已经能够威胁到化龙境5层甚至6层的高手。这是苏木绝对无法抵挡的力量，一旦挨上，必死无疑。苏胜天猛地冲上擂台，想要阻止，但已经来不及。剑光与掌影交错，这感觉好像是在同归于尽。轰隆！下一秒，一股冲击波从擂台中心迸发，咔嚓！刚刚换新不到3天的青石擂台再一次破碎，碎石之中扬起粉尘，遮蔽了两人的身影。儿子！刚刚冲上擂台的苏胜天大惊，还以为苏木被赵天鹏一掌给轰杀了，瞬间急红了眼。然而当尘埃散开之后，他却发现苏木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苏木没事，赵天鹏也没事，两个人的杀招根本没有落到对方的身上。一道暗红色的亮丽身影站在两人之间，左手擒住苏木的剑刃，右手横拦赵天鹏的手掌，将两股强横的力量直接化解于无形。特使大人！苏胜天愣了一下，旋即大松了一口气。特使大人，您这是？陈云山看到这一幕也愣住了。红衣女子孟玉晨看着苏木，面带赞许之色。你通过测试了，7日之后1月之内到皇城参加天骄大赛初选。苏木面露亚色，特使大人，这就行了。孟玉晨点头道，武神殿举办天骄大赛是为了让各方天骄展露锋芒，让世人看到好榜样，而不是让你们去死。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就无需和赵天鹏拼这最后一下了。苏木闻言松了口气，刚才这一下是真的很危险，他感觉自己借风雷步和剑意所施展出断山式，多重力量叠加，威势达到了顶点，应该可以击溃赵天鹏，但自己迎接对方杀招，估计也要重伤甚至残废。能够这样和谐的结束战斗，自是最好不过。赵天鹏撇了撇嘴，有点不乐意，只是大人，比起性命，我觉得胜负更重要。不过他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身上真气在说话之前就已收敛。陈云山走上擂台，笑呵呵道，既如此，那今日之战就以平局收场，各位觉得如何？观众席上有人笑呵呵地表示认可，也有人意犹未尽，感觉没看过瘾。这时有个人喊道，不是，我不理解啊，苏木前阵子还是个练不出真气的废柴，怎么这短短几天时间就变得那么厉害了？此话一出，立即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对啊，这是怎么回事？苏木，解释解释呗，你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废物怎样才能变天才？教教我吧，我也是废物啊。整个演武场一片喧嚣嘈杂，所有人都想听听苏木的说法，就连武神殿特使孟玉晨也好奇地看着眼前的小子。苏木笑了笑，解释道，生死之间有大顿悟。秦少云击碎我心脉的那一刻，我恍惚间好像抓住了什么，也许这就是我忽然突破桎梏变得强大的缘故。求仙塔的情况他当然不可能告诉别人，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让一些人感到有道理，
也有人表示质疑。不过他是不打算继续细说的，解释了一句之后，便走向苏胜天：“爹，没让您失望吧？”嘴角带着笑意。苏胜天大笑，搂住苏木肩膀，用力拽向身边：“好小子，不愧是我儿子，不愧是我儿子！”哈哈。这一刻，苏胜天的喜悦之情从笑声之中溢出，感染了所有人。没有什么事情比孩子争气更能让父母高兴。苏木颓废的那几年，苏胜天愁的头发都白了几百根，但今天苏木的成功却是让他无比骄傲，无比自豪，感觉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酸都是值得的。苏木，苏家主，你们若是不忙，可以步武神殿坐下聊聊。这时候，孟玉晨忽然开口，发出邀请。苏胜天闻言欣然道：“既是特使大人开口，我二人自当遵从。这位特使无故不会相邀，肯定是有话要对他们说。”苏木大致猜测到了一点对方的目的，当即不再多言，和父亲一起在众人的注视下离开擂台。赵天鹏这会儿还没打过瘾，站在台上朝着四周的观众叫嚣：“来几个画龙镜4层以上6层以下的过招啊！这日子没法过了，一个肯和我打的人都没有。”不过没有人搭理他，打得过他的懒得和他打，毕竟境界胜过他，打赢了也没啥可骄傲的。而打不过他的人自然更加不肯上台，生怕被他打死。演武场的人群渐渐散去，关于苏木从废物变成天骄的消息很快就随着这些人群的散开，迅速传遍了整个延州城，甚至传递到了附近其他城市。苏家与秦家的争斗也随着苏家的收缩，秦家的隐匿从明面转入了暗面。武神殿，苏家父子跟着孟玉晨、陈云山来到内室。陈云山乐呵呵道：“苏老弟，恭喜啊，令郎天赋异禀，礼跃龙门，当时有非凡成就。”苏胜天笑着谦虚道：“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早，这小子还很弱小，未来的路还需继续奋进。”孟玉晨坐下，饶有兴趣地看着苏木，问道：“小家伙，你身上并无真气，是如何做到如此实力的？以你的年龄，走横练之路，不该有如此成就才对。横练是不练真气，只练肉身，属于是没有灵根之人不得已下的一条选择。这条路艰苦异常，而且进步迟缓，能够比肩先天境界的就很少了，化龙境以上更是寥寥无几。而苏木适才的表现已经超过了一些30岁以上的横练武者。”苏木早已备好说辞：“回特使，我这并非横练肉身，而是将真气直接融入血肉，实质上和大家的修炼方式是一样的。如今修为尚浅，所以真气不太明显，等我实力增强以后就没区别了。九死涅槃经会随着一次次涅槃逐渐改善他的资质，让他的天赋越来越好。目前的他是横练没错，但却不能这么跟别人说，否则以后有了真气圆不回来。”孟玉晨听了，非但没有解惑，反倒更加好奇。不过功法是秘密，他也不好多问，只能说道：“似你这般另类的，还真是不多见。看来这一届天骄大赛又有许多趣味可看了。”说到天骄大赛，苏胜天立即来了兴趣，问道：“特使大人，您是武神殿高位，以您的经验来看，我儿苏木若是参赛，有没有希望争得些许名次？”孟玉晨没有回答，而是说道：“你们的情况我略有了解，这次参加天骄大赛也是为了找个靠山吧？放心，苏木的资质远在秦少云之上，言无心前辈只要不是头脑昏聩，应当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天才而对一个更加出色的天骄出手。”这句话如同一颗定心丸，顿时让父子俩悬着的心放下了大半。不过这时陈云山却道：“严宗主或许不会糊涂，但严神宗还是要面子的。他们内定的弟子被杀，于情于理，宗门都该有所表示，不可能就此结果。而且据我所知，秦爵的姑姑秦静纯前不久才升任严神宗外门执事，也是颇有话语权。他若铁了心要计较，苏家仍然会有麻烦。”苏胜天微微点头：“陈老哥所言在理，犬子的潜质或许能够成为我苏家的倚靠，但我们自身仍需强大，否则不足以抗衡外敌。”孟玉晨不在乎这些，转移话题问道：“你们何时动身前往皇城？”苏木看向父亲：“皇城距离延州很远，龙武皇朝幅员辽阔，东西14000里，南北19000里，延州位于最南部，而皇城则位于中部，此去近万里路途，1个月的时间看起来挺长，但其实也很赶。”苏胜天回道：“路途遥遥，需要尽早启程，可能就在3日之内。”孟玉晨闻言提议道：“我正好也要前往皇城总殿交接事务，你们若是不嫌麻烦，可以与我同行。”苏胜天闻言喜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特使大人，我家族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如今外敌环伺，我这个家主作为主心骨，不能轻易离开。正好，
我儿苏木托付给你，这一路北去，还望特使大人多多关照犬子。”苏木不禁愕然：“爹，这……”苏胜天瞪了他一眼：“还不快谢过特使大人？”苏木心下一想，秦家现在像一条藏在阴影里的毒蛇，随时可能袭击苏家，家族确实离不开父亲，而自己若是单独上路，也很容易被秦家的人截杀，所以跟着特使孟玉晨的确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对孟玉晨恭敬道：“多谢特使大人。”孟玉晨淡淡一笑：“不必客气，你是我和陈云山共同举荐的，倘若你能在天骄大赛中取得好成绩，我们也有好处。这一路我会保你周全，不过到了皇城以后，还需自己努力。要知道，参加天骄大赛的人全都是最顶尖的天之骄子，每一个都不比你差。”苏木点头道：“我定竭尽所能，不让两位前辈还有我们延州丢脸。”“你们回去准备，明日一早就出发。”孟玉晨摆了摆手：“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时间仓促，父子俩没有逗留，直接起身离开。两人前脚刚走，陈云山便说道：“孟大人，你好像对苏木青睐有加。”孟玉晨回道：“能将肉身练到这种程度的人不多见，个个都是心智坚定、有大毅力的人才。他还这么年轻，前途肯定不会差。我们举荐上去，就算没有成果，也没有过失。”陈云山笑道：“我明白了，反正不管有鱼没鱼，撒一网总不会有错，是这个理。”孟玉晨点头，接着又道：“而且适才看他比武，我从他最后释放的那道剑诀之中，隐约感应到了几分剑帝的影子，不知是否有所关联。”剑帝？孟大人，你确定？陈云山闻言大惊。孟玉晨微微摇头：“不能确定，毕竟我也没见过剑帝前辈，只是一种没来由的直觉。”陈云山倒吸一口凉气，要是苏木能和剑帝扯上关系，那我这把老骨头就算撇了脸面不要，也要巴结他苏家。孟玉晨笑了笑：“也许是我错觉，管他呢，皇城天骄大赛开始之后再看他价值吧。”语罢起身离开。陈云山坐在内室兀自想了想，过了一会儿，总感觉有点不放心，取出之前苏胜天给他的那一叠银票，兀自说道：“我的钱也够用了，不差这5万两，不如赌一把，万一那小子真与剑帝有关，我提早和他攀上关系，未来的好处一辈子都想不完。”想到这里，他果断起身，将银票用信封装好，包在布囊之中，又将一封手书塞进去，叫了个亲信，暗中送出去往苏家。做完这一切，陈云山面露得意之色，抚须道：“两边都投注，不管谁赢，我都不会亏。苏家、秦家，只管斗去吧。这延州城，老夫永远是话事人。”回到家中，苏木直接被父亲拉到了书房里。“儿啊，明天就要出远门了，爹必须给你嘱咐好。”苏胜天严肃说道，按着苏木的肩膀让他坐下，然后取来一大堆的东西。“这个是咱们苏家最锋利的剑，叫做斩灵剑，你正好喜欢剑法，随身带上。这些是凝血丹、回气丹、续骨丹，全都带上，关键时候能救命。银票也带一些，路上住店吃饭要记得掏钱，把特使那份也付了，千万不能让他给你出钱。还有……”苏胜天一样一样的搬来各种东西，在桌子上堆得满满当当。苏木起先还有点想笑，感觉父亲有点小题大做，但是看着看着，不知为何忽然鼻子一酸，眼眶湿了。“爹，我只是去皇城跟各路天骄切磋比试，又不是不回来。”他说了句。苏胜天道：“爹知道，但你是第一次出远门，没有经验，爹这不是多给你提个醒吗？”说完笑了笑，继续整理东西。“你别嫌我烦，修行界是很危险的，出门在外，孟特使虽然可以保护你一阵子，但到了皇城以后，终究是要靠自己。你在那里无亲无故，没有人照顾，我怕。”说到这里，他忽然一滞，再也说不下去。房间里一阵安静，父子俩相顾无言。过了片刻，苏胜天扯出一个笑脸，带着一些鼻音说道：“总之多带点东西一定没坏处。”苏木没说什么，但看着父亲这副模样，眼睛酸涩感越来越重，泪水积蓄在眼眶里。“爹，谢谢你。”他开口说道。苏胜天笑了一下：“傻孩子，说这个干什么？”苏木道：“这些年所有人都瞧不起我，只有您一直没有放弃我。我没用，一直让您丢脸，让苏家丢脸。”苏胜天打断道：“别说这些，都过去了。现在你是苏家最厉害的一个，是我的骄傲，是我和你娘的骄傲。”他的脑海里闪过儿子苏木这些年来勤学苦练的一幕幕。烈日酷暑，寒冬时节，大雨大风，无论何种时候，苏木都在苦练，但却碍于灵根所限，不得寸进。每次看到，苏胜天心中都会犹如刀绞，
觉得是自己血脉太差，害得儿子变成这样。不过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儿子已经崭露头角，再也无需他担心。此时苏木的心里也闪过了每次自己练功结束以后，偶然看见父亲时，父亲那副想要关心、想要安慰，却怕伤到自己自尊心而强忍回去的模样。这个强大悍勇的男人，只有在对自己这个儿子的时候，才会露出心细柔软的一面。爹！苏木喊了一声，本来有很多话想说，可是他感觉太矫情了，不是男子汉所为，于是将那些话憋了回去，有些哽咽地说了句：“我一定争气。”好，好，好。苏胜天连说3声，吸了吸鼻子，笑得心满意足。过了片刻，苏胜天从围纸上摘下一个银色素圈，递给苏木，说道：“这是你娘以前用过的储物宝具，里面有1丈见方的空间，可以储纳诸多物品。你带上它，人前切记慎用，免得别人惦记。”苏木接过来看了看，这戒指有点小，父亲的大手戴在围纸上都有点勉强，给自己的话也是差不多。储物宝具是稀缺货，这么大小的一枚，大约要1万两黄金，若是自身实力不够，很容易招来麻烦。母亲的手指很细，苏木拿着戒指把玩，说道。苏胜天面露追忆之色，是啊，他的手很小，很秀气，握剑的时候完全没有杀气，反而有种艺术感。我娘她去了哪里？苏木忍不住问道。这个问题他已经好奇了很多年。苏胜天摇摇头，现在还不是的时候，等你实力赶上为父，达到真武境，我会把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苏木猜测道，是不是和我娘有关的事情会带来危险，所以您才不肯说？苏胜天摇了摇头，旋即又点头，算是吧。他来历不凡，背后的势力不是我们小小苏家能够得罪的。当年他会离开，也是为了我们好。你要知道，真武境只是让你有资格知道你娘的来历，但你若想见她，至少要有颜无心那样的法相境修为。说完这话，他以为苏木会皱眉，会觉得艰难，但苏木只是微微点头，法相境倒也不是多么遥远。爹，你放心，我不但要见到我娘，还要将她带回来，我们一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苏胜天笑了，不知道是该笑他天真，还是夸他有斗志，最终拍了拍苏木肩膀，说了句：“我信你。”桌上的东西收进了储物戒指之中。苏胜天还有很多话想吩咐苏木，但最后还是忍住了。雏鸟已经长大，是该让它飞向天空了。做父亲的该做的都已经做过，若是紧攥着不放，反倒妨碍孩子成长。你去吧，爹还有很多家族事务要处理，明天早上就不去送你了。他说了句，摆摆手。好。苏木回道，走到门口，脚步顿住。过了一会儿，终是没有再说什么，大步离开。离开父亲书房，苏木就回了房间。他没有其他人需要告别，无论家族之内还是家族之外，都没有那种关系好到出一次远门就要提前打招呼的朋友。回屋之后，苏木独自静坐了1刻钟，随后取出1粒聚气丹服下，静坐修炼。直到夜深，丹药效力耗尽，他结束修炼，将心神沉入求仙塔，进入塔内空间。雪地里，冰雕玉人手握宝剑静立不动，悬崖上的宁无雪也好像从未移动过分毫。师尊，我要远行了。苏木对着悬崖上的女剑仙说道。宁无雪保持着闭眼清修的姿态，淡淡道：“宝塔随身，去哪都一样。”苏木在雪地里坐下来，语道：“长这么大还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多少有些忐忑。”宁无雪道：“闭门苦修是成不了强者的，去闯一闯也好。”苏木笑了笑：“我原本还想再在家里多待一阵子，用实力将以前受到的冷眼洗刷，不过现在看来却是没那个机会了。”宁无雪道：“都一样，都一样。您是说在别的地方打出名气，照样可以让家乡的人为我吃惊吗？”苏木想了想，感觉挺有道理。对了，师尊，您还有亲人在世上吗？过了一会儿，苏木想到个问题。宁无雪回了句：“没有。”没有？是都老去了吗？苏木猜测道。宁无雪自称悟道万年，岁月悠久，想来就算是在天界，也很少有人能够如此长寿。但他却摇了摇头，被人杀了。苏木眉头一皱，怎么会？宁无雪没有解释，只是冷冷地说了句：“去练剑，不该问的别问。”哦。苏木从地上爬起，拾起冰剑，乖乖地和冰雕玉人对练厮杀起来。离乡在即，本该辗转反侧，一夜难眠，但他在塔内空间练剑，心神皆被宁无雪残念所化的冰雕仙子凌厉剑招吸引，根本没去想那些事情。直到天亮，他的剑道理解又增进了一些，身体也已经休息足够。眼看时间不早，苏木对宁无雪道：“
师尊，我出去了。这阵子要和武神殿的高人同行，可能不会经常来找您求学。宁无雪淡淡回了句：凡尘俗世，没有高人发现不了我的存在。你每日都来练2个时辰。苏木一听笑了，弟子明白。在他眼里是高人的孟玉晨，在宁无雪眼里可能只是蝼蚁。求仙塔连宁无雪这样的仙王都能镇压，自然更加神秘莫测，不会轻易被人察觉。所以他白天赶路，晚上假装睡觉，意识进入塔内练剑，完全是行得通的。又是一个早晨来临，苏木背着斩灵剑，挎着包袱去了前厅。以往这个时间总在前厅处理家族事务的父亲，今日却是不见踪影。真不来送我啊？苏木暗自腹诽，父亲肯定是怕离别愁绪上头，忍不住流泪，影响硬汉形象，所以故意避开。父亲不在，前厅还有其他家族高层。大长老苏武阳刚好看到苏木，问道：苏木，听说你今天就要启程，跟武神殿特使去黄州？此去短则1-2个月，长则3-4个月。这阵子家族风雨飘摇，各位叔伯长辈多多保重。苏木回道：尽管以前这些人鄙夷他，瞧不起他，但说到底没有真的伤害他。一家人现在雨过天晴，事情都翻篇了，也就无需再计较。大长老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在外头也要小心，我家清风走了，家族的年轻一辈折损严重，你可不能再出意外。苏清风被秦家袭击杀害，对于大长老而言打击最重。大长老这几年先后失去儿子和孙子，膝下再无骨肉至亲，此时看向苏木的眼神里仿佛多了些平日里没有的亲情。这一刻他也只是个普通的老人而已。苏木郑重道：我会注意的，您放心，苏家不会倒下，那些仇敌都将付出代价。苏木。这时一道虚弱的声音传来，是苏云哥。此人之前被秦少峰所伤，虽然救治及时保住了一命，但几天过去仍然还很虚弱。他在家人搀扶下来到前厅。苏木近前一步：你伤没好，出来干什么？苏云哥捂着胸口伤处，面色带着几分痛苦之意，强撑着说道：我经脉受损，不知道能不能回到以前。你是家族的希望，如果我废了，你一定要崛起。苏木看他双目泛红，似是对自身的未来并不看好，心中不由暗暗叹息。苏云哥和苏清风这2位苏家曾经的2位天才，如今一个陨落，一个重伤，反倒是他这个废物成了家族的希望。命运有时候真的很难言说，别想太多，家族肯定会全力助你疗伤，过阵子你就会好起来。苏木安慰道。苏云哥看着他，惭愧之色涌上心头。我以前那样对你，你不恨我？苏木一笑：你怎样对我？你只是有些傲慢，不肯和我一起练拳，跟其他人比起来，算是对我最温和的一个了。其他人明里暗里骂苏木是废物，是饭桶，是苏家的耻辱，这都不是秘密。苏云哥看着苏木洒脱大方的模样，心中更是愧疚。我才这点微小天分就恃才傲物，你天骄之资反倒平易近人，跟你一比，我就是小人得志，可笑至极。苏木扶着他一臂，安抚道：别这么说，人无完人，年少自负不是错，成熟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苏云哥心情杂乱，看着苏木，过了半晌才道：真没想到磨去我棱角的人居然会是你。苏木，你放心去闯吧，延州还有我。我虽然实力不如你，但也不会就此荒废，咱们苏家的年轻一代依然能站起来。看到他重燃斗志，苏木心中宽慰，我等你追赶。化龙境、真武境、天人境，看看谁先抵达。苏云哥咧嘴一笑，笑时牵动伤口，又变成了苦脸，咬着牙说道：那下次再见，比试一场。好。苏木欣然点头，随后与各位家族长辈挥手道别，大踏步离开了苏家。众人送他到门口，苏胜天全程没有现身。不过在苏木的身影消失在街角以后，藏在花坛绿树后方的一位壮汉却是忍不住抬起手揉了揉眼睛。武神殿，特使大人，我来了。苏木来到孟玉晨的面前，孟玉晨见他一身劲装，背负宝剑，微微点头，不错，颇有几分少年侠士的气魄。苏木问他：特使大人，我们怎么赶路？骑马还是？孟玉晨呵呵一笑：9000多里路，骑马太慢了。然后在苏木好奇的目光下，取出一只巴掌大小的玩具小船，说道：此物名为御空舟，内部刻画须弥法阵和御风法阵，可以变成3丈大船，凌空虚渡。苏木面露亚色：御空舟，这个我听人说过，好像只有掌握了须弥神通的法相境高人才能铸造，
价值连城。御空舟可以载人飞行，而且速度胜过骏马2倍。不过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它在天上飞，不用绕路，直线行进，万里路途也不过是2-3天的事情，倒是有点见识。孟玉晨微微点头，只见他掌心凝聚一缕真气，打入御空舟之中，激活了里头的阵法。嗡，3寸小舟瞬间猛长，变成了3丈大小的浮空宝船，悬浮在武神殿前的街道上空。走吧。孟玉晨道了声，轻身一跃，跳到上面。苏木足下发力，紧随其后。地上，陈云山抚须道：“苏木，延州城能否扬名，就看你的了。”苏木在船上回道：“我当全力以赴。”呼！下一秒，风声大作，孟玉晨已经催动御空舟的法阵和机括，整艘3丈长的宝船笔直升空而起。当高度上升到离地700-800米之后，舟船开始往前行进，速度比起最好的战马发足狂奔都要快上1倍不止。好快的速度！苏木还是头一次乘坐御空舟，感觉很新鲜，很刺激。看着下方城池，熟悉的邻里百姓变成了小小的黑点，苏家所在的府邸也成了平面图形，一种豪迈感不禁从心底涌现出来。孟玉晨看小伙子满目新鲜，一惊一乍的样子，不禁莞尔道：“等你修炼到天人境，自己肉身飞行，比这还快。”苏木用力点头：“早晚的事。天人境，也就是比他现在多出10层化龙境、10层真武境而已，并不是特别遥远。有九死涅槃经重塑资质，他的前途不可限量，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对了，特使大人，这一路上我还要向您多多请教关于天骄大赛的事情。”苏木想到重要的事情，说道。孟玉晨回道：“你不必喊我大人，听着怪生分的，叫我前辈就行。身为举荐人，我本就有替你讲解的义务。你想知道什么，随时可以问。”“是，孟前辈。”苏木一言喊道，然后立即就问：“这一届参赛之人有多少？最强的能有多强？”孟玉晨回道：“具体人数目前还没统计结束，但按照往年情况估算，应该是100多位，不到150。这么多？”苏木暗惊。天骄大赛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就算是拿到州城级别的比武大赛冠军，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举荐。整个龙武皇朝共108州，怎么看也凑不出150个冠军。孟玉晨解释道：“是很多，因为除了各州比武冠军之外，皇朝内部的6大宗门、4大氏族也有举荐资格，再加上国主陛下直辖的皇室、皇都名流，这个数量有时甚至可以达到200位。”苏木恍然，如此说来，比武冠军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偏远小地方是全城所有年轻人一起选拔，通常仅有1人入选，甚至1人都没有。而大宗门大势力的有保底名额，直接内部选定，无需和外界竞争。这就是出身的差距。孟玉晨继续回答他另一个问题：要说最强的话，历届天骄的前3甲几乎都是化龙境巅峰，连真武境的都曾出现过。你如今只是化龙境初等战力，想要脱颖而出，难度很高。苏木品了品这句话的意思，18岁以下的年龄，化龙境巅峰，甚至真武境，这帮人是怪物吧？他感觉延州城的秦少峰、苏云哥等人资质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跟真正的天骄比起来，完全就不值一提。而这样的天骄，每4年一查，从未间断。外面的世界比他想象的要广阔得多，延州的天地还是太小了。宝船飞行，孟玉晨耐心地给苏木讲解关于天骄大赛的各种讯息，这一讲就讲了小半天。说着说着，又顺着话题讲到了龙武皇朝各大势力的情况。龙武皇朝幅员辽阔，像苏家这样的小家族小门派足有上千个，而真正称得上强大的只有12家，分别是皇室、武神殿以及6宗4族。6宗是指天剑宗、浩劫宗、炎神宗、炼魂宗、丹王谷、不夜楼。4族则是萧族、叶族、江族、明族。孟玉晨道：“这一届的年轻人里，最被看好的主要有3人。一在皇朝东部是民族当代圣子，他与你同龄，据说已经达到化龙境巅峰，随时可能踏入真武境。”苏木赞叹道：“这等天资属实惊人。”但心里却是暗暗较量，比起自己短短几天从后天10层冲到先天9层，也就那样。时间一长，必要赶超他。孟玉晨接着道：“另外2位更可怕。皇室新封的问月郡主，年仅17岁，境界与明子相当，将皇室独有的龙神9变参悟到第4变，单论战力已经比肩真武境。还有一个呢，该不会已经踏入真武境了吧？”苏木讶道：“
突破和没突破差距很大，因为每个境界大关都是一次制的蜕变。天骄大赛的参与者最大岁数不会超过18，这样的年龄若是踏入真武境，那真是要用妖孽来形容啊。在苏木惊讶的目光下，孟玉晨点头道：此人名为云沧海，来历不明，是在西部边关一座小城打出来的选手。他以真武境修为拿下碾压式的胜利，连当地武神殿执事都感觉他的实力高深莫测。苏木不禁唏嘘，这样的人居然才不到18岁。孟玉晨回道：是的，武神殿的摸骨测灵之术不会有错，他的确是龙武皇朝百年不遇的奇才。你要是在大赛之中遇到他，就只能自认倒霉了。苏木撇了撇嘴，说云沧海厉害他没意见，18岁的真武境光是听着就吓人，但被人瞧不起，心里难免不舒服。尽管2个大境界的差距的确非常可怕，但时间还有1个月，谁敢言一切已成定局？孟前辈，我去修炼了。受到刺激的苏木当即说了一声，进了御空舟的舱室，吞服聚气丹，静坐淬体。孟玉晨见状，嘴角微微上扬。苏木身上那种不服输的少年意气，让他仿佛看到了20年前自己参加天骄大赛时的情景。所谓天才遍地都是，可真正能走到最后的寥寥无几。当年那一届比他优秀的人太多太多了，他的总排名只在49位。然而20年过去，当时参赛的上百位天骄，只剩不到1/3的人还活着，踏入天人境的更是少之又少，不足10位。熬到最后才是赢，一时的荣耀未必是好事，有时反而是麻烦。舟船横渡天空，不觉间来到傍晚。苏木消化完丹药的效果，淬体成果又有精进，距离先天境界巅峰已经不远。孟前辈，我们到哪里了？他走出舱室问道。孟玉晨坐在船舷上，翘着2郎腿，姿态悠闲。长风吹起他的高马尾，在斜阳照耀下形成一道英姿飒爽的剪影。快到赤龙城了，我们今晚入城休息，明天早上去接一个人，他也要参加天骄大赛。孟玉晨回道。哦，是什么人？苏木问道。孟玉晨回道，是赤龙城的武道大赛冠军，名叫柳玄，出身和你相似，来自一个小家族。赤龙城的武道大赛冠军，这含金量肯定要比延州城的秦少峰要高得多。要知道，赤龙城乃是龙武皇朝的5大主城之一，与东方青龙城、北方黑龙城、西方白龙城以及皇朝首府黄龙城并称为5龙圣城。这座城市威震整个南方，附近常住人口近1000万，人人尚武，民风彪悍，光是先天境界修炼者就超过了20万人。这里的8强实力可能就超过了延州的冠军，而这里的冠军自然是真正的天骄之才。孟前辈，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早上你好像说过4族6宗之中的萧族、天剑宗都是位于赤龙城附近吧？苏木想到个事情问道。孟玉晨点头道，是的，萧族总部就在城内，天剑宗则是在城外40里的万剑峰。不过这2家的天骄有他们自己的赶路方式，倒是无需和我们同行。苏木略感惋惜，我还以为可以提前多见几位同龄天骄，看来还是要等抵达皇城之后。孟玉晨闻言一笑，不急，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们先下船去武神殿歇息一夜。语罢，操控御空舟下降高度，朝着赤龙城斜斜落下。入城时天色已经彻底黑了。赤龙城的武神殿非常热闹，演武场上点着4盆巨大的火焰，火光照亮了广场，许多修炼者正在切磋交流。御空舟的到来吸引了不少的注意，有人一眼就认出了孟玉晨，挥手道：孟姐，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旁边那小子就是延州的小天才？孟玉晨对苏木道：我常驻赤龙城，那人是武神殿的2级执事，算是我的下属，叫做周明，真武境修为。然后对周明回道：这2日殿中可有事情发生？周明迎上来，笑呵呵道：无事无事，就是大家都挺好奇，什么样的人才需要您这位特使亲自督办考核？这个小子看起来挺一般的嘛。孟玉晨道：殿主有令，照办便是，哪来那么多为什么？我去柳家走一趟，这孩子交给你接待，给他安排一间上房。语罢推着苏木前行一步，自己脚下微微发力，直接凌空飞起，化作一道赤红的光影，朝着城东方向疾驰而去。苏木心下感觉怪怪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唯一认识的人居然甩下自己跑了。周围演武场上的年轻人一个个目光不善，让他颇有种小白羊掉进狼群的危险感。周明热情招呼道：小兄弟，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看下榻的地方，顺便逛逛这繁华的赤龙城。
然而没等两人走开，几道身影就从旁边窜了出来，拦住去路。周大哥，慢着，我们想认识认识这位兄弟。那是一群17、18岁的少年，一个个气息不俗。苏木从他们身上嗅到了强烈的战意，不用猜也知道，这些人是来打架的。周明身为演武场的管理者，最喜欢看到的节目就是切磋战斗。见状非但不制止，反而拱起了火，笑呵呵道：“怎么，你们这些落选的失败者，打算挑战一下天骄大赛的选手？”苏木听到这话，有些哭笑不得。赤龙城人人尚武，民风彪悍，看来不是空话。对，不知道这位姓苏的兄弟敢不敢和我们一战？领头者陆翔立即对苏木发出挑衅的眼神。苏木一笑，有何不敢？大家岁数差不多，境界气息也相差无几，修炼天界功法的他还真不怕这些人。陆翔等人见状露出兴奋的眼神。我名陆翔，陆家家主之子。方彦霖，来自城北方家。郭振阳，伏虎武馆弟子。两男一女上前介绍自己。不过这三人不是最强的，最强的一个站在后面，目光斜睨地盯着苏木，抱拳道：“楚炼阳，炎神宗弟子。”苏木听到这个来头，不由多留意了一下。哦，炎神宗。楚炼阳与他对视，眼神里带着含而不发的杀意，补充道：“我师尊姓秦。”苏木恍然，此人是秦爵姑姑秦静纯的弟子。听说了苏木杀秦少云之事，不想今天竟能偶遇。前面三人都只是想和苏木分个高下，而这个楚炼阳则是想要杀了苏木。苏木对此并无畏惧，反倒有点好笑。看来炎神宗也并不都是天才，你就挺一般的。你说什么？楚炼阳闻言顿时露出愤怒之色。苏木神态自若，轻身一跃上了擂台，对这四个年轻人说道：“来吧，我赶时间。”那四人都被他这副轻慢的态度给激怒了。四人之中唯一的女子方彦霖率先跳上擂台，呵斥道：“不就是得了个天骄大赛名额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也不是画龙剑，本姑娘这就打败你。”雨霸一手握拳，一手立掌，对着苏木攻了过来。此女是先天10层修为，接近圆满的强度，比秦少峰都要强势，但比起赵天鹏还有一些差距。擂台下的武神殿执事周明喊道：“比武切磋点到即止，别打出真火了。”苏木一笑：“反客为主，放心，我会手下留情。大言不惭，我打死你！”方彦霖只觉得自己被羞辱了，气得咬牙切齿，一掌掀起罡风，直劈苏木的面门。苏木抬手一挡，纯粹炼体的强横力量，轻轻松松就接住了这一下。方彦霖瞪大眼睛，没想到自己感觉很强的一记劈掌，竟然连逼对手使出真气都做不到。他不服气，又连续出了数招。苏木宛若闲庭信步，只守不攻，轻轻松松就拦下了他的每一次进攻。擂台下的楚炼阳见状暗自吃惊，没想到苏木居然会这么厉害。陆翔看得急了，喊道：“灵儿，攻他下盘，试试他的下盘功夫。”好。方彦霖回道，当即运转真气，矮身一记扫踢，带着数百斤力道砸向苏木大腿。苏木见状感到好笑，这样的试探对他来说纯粹就是搞笑。啪！他不躲不闪，站着硬接了一脚。哎呀！一脚踢在他大腿外侧的方彦霖反倒发出了惨叫声，连退好几步，抱着自己的脚脖子，俏脸五官皱成一团。你们看到了，我可没打他，是他自己干的。苏木摊手，一脸无辜的道：“好可怕的肉身！”众人见状都傻眼了。方彦霖恼羞成怒，急红了脸，呵斥道：“别得意，接我一招绝学！”雨霸再次合身而上，体内先天10层真气彻底调动起来，一掌击出，裹挟着厚厚的罡风气劲，仿佛一道刀光劈向苏木的胸口。苏木见状，抬起一只手，砰！下一瞬，一股真气荡开，方彦霖纤细的手腕被苏木单手擒住，一身力道接在苏木铁钳般的五指抓握下散去。放手！放手！你弄疼我了！挑战失败的少女差点哭出来，拍打着苏木那堪比龙爪的手掌。承让了。苏木松开手，方彦霖还想踢他一脚，但是想到他那可怕的身体硬度，又把脚缩了回去，怒哼一声，负气下了擂台。陆翔，你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打不赢你就别来找我。方彦霖气鼓鼓地对同伴说道。看得出来，这两个人是一对情侣，两人都能跻身比武大赛8强，也是很厉害了。陆翔先关心了一下心上人的情况，见他没有受伤，疼痛的地方全是自己弄出来的，一时间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安慰。看我的吧。他道了声，跳到擂台上。苏木扫了一眼炎神宗弟子楚炼阳的方向，这家伙观战看得很认真，
似乎在分析苏木的套路和实力，试图寻找破绽。苏木心道：你就分析去吧，我的实战经验都是仙王教的，凭你那点眼界，研究1整年也整不明白。心念流转间，陆翔抱拳低喝一声：苏兄，请赐教。身上气息一震，身形宛若猛虎，扑杀而来。砰！这陆翔乃是赤龙城比武大赛亚军，境界虽然还没突破化龙境，但战斗力已经超过大部分化龙境1层的人，足以和许多化龙境2、3层的人较量。他一出手便是厚重坚硬的岩石钢器，一拳之力不亚于壮年猛虎的拍打。苏木抬手一挡，在双手触碰瞬间，感受到此人的实力还不错，他夸赞了一句，开始认真应对。砰砰砰砰砰，两人开始快速交手，4只手不断碰撞，打出一道道残影，每一个瞬间都能听见至少10次碰撞的动静。这种纯粹的拳劲对拼，最是格斗技巧和肉身强度。陆翔不愧是赤龙城赛场的亚军，在这2方面都很出色，短时间内竟然能和苏木平分秋色。但苏木毕竟是真正的炼体修士，肉身力量远比陆翔要出色得多。在碰撞了大约7、80次之后，陆翔就吃不消了，感觉2只手臂好像被无数把铁锤疯狂敲击过一样，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他迈了个破绽，抽身后退，口中道：苏兄果然有2下子。摆了个架势，习惯性的想在心上人面前做出帅气勇猛的样子。苏木见状一笑：你手还行吗？要不揉一揉？陆翔一脸镇定：完全没事，再来。不过从他那不断抽搐的眼皮和微微颤抖的手臂就能看出，他已经快到临界点了，要是刚才多打2、3下，估计这会儿已经抱着双臂嗷嗷叫唤。苏木笑道：下去吧，你不是我的对手。陆翔不服输，咬牙道：那也要打完了才知道。接招！语罢深吸一口气，压下双臂的剧痛，以更强大的气势再次靠近。在冲出来的瞬间，陆翔仿佛化成了一头猎豹，身影轮廓变得细长，隐隐有种化龙蜕变过的意思。苏木面露亚色，从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出，陆翔最多几天之内就能踏入化龙境，迎来一次肉身的蜕变。不过这样的力量还不够。轰！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陆翔再次与苏木撞在一起。不同的是，这回没有刚才那密密麻麻的拳脚碰撞，而是只有1下。2人的拳头在空中相遇，倾尽全力的陆翔打出了足以撼动大象的力道，震得脚下的青石擂台都出现了裂纹。然而面对他这势大力沉的一击，苏木的身影却是完全没有晃动一下。这怎么可能？陆翔震惊了，他拼尽全力的一击，曾经逼得比武大赛冠军柳玄都连退数步，差点2败俱伤。然而对手换成苏木以后，竟是这般结果。苏木收回拳头，甩了甩手卸去力道，点评道：你的实力已经很优秀了，这一拳足以将化龙境3层的人都打成重伤。这……陆翔一时间失语了。苏木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很强，但和我相比还有差距。事实也是如此，涅槃淬体的苏木在肉身方面比化龙境的人都高出一截，以陆翔的实力是不可能撼动的。唉，良久，陆翔失落的叹息一声，走到擂台边跳了下去。下一位。苏木连胜2场，却没有松懈，因为他有感觉楚炼阳的实力应该比陆翔还强。4个挑战他的人已经输了2个。那位来自伏虎武馆的郭姓少年实力还不如方彦霖，此时完全失去了挑战的想法，就只剩下楚炼阳这一个对手了。武神殿只是周明笑说道：没有下一位了。苏木，你确实很强，无愧为天骄大赛选手，即使是本城冠军柳玄都不一定能战胜你。苏木看向楚炼阳：那这位呢？周明解释道：楚炼阳他不是本届大赛的参赛者，年龄已经超了，今年快20岁，修为是化龙境1层。原来如此。苏木恍然，怪不得感觉楚炼阳比陆翔这个亚军强大，却又不是本届冠军，原来对方根本没参赛。不过赛事是赛事，恩怨是恩怨。苏木对着楚炼阳招了招手，想战斗就来，大我2岁也没什么丢人的。楚炼阳观战2场，已经看出了一些苏木的战斗习惯，闻言冷哼一声：这可是你自找的。与罢一跃而上。武神殿执事周明见状皱眉道：小苏，你已经赢了，没必要再打下去。苏木看着楚炼阳，淡淡道：这位楚兄可是恨不得撕了我，就算我现在不和他打，他晚些时候只怕也会摸到我住处挑战我。周明听到这话，才明白他们之间是有恩怨，连忙对楚炼阳呵斥道：楚炼阳，苏木是孟特使带来的人，你若动他，后果自负。楚炼阳闻言回道：周大哥，你也听见了，
是他邀请我来切磋的。你放心，我知道规矩，不会杀他。杀我？呵呵。苏木笑了，此人还真是大言不惭。不等周明再说什么，苏木就一步踏前，率先出手。我给你机会，你也没那实力。是炎神宗的威胁，让他不得不离开老家，跟着孟玉晨前往皇城。今天既然遇到了炎神宗的人，并且还是秦晋纯的弟子，这一架就算对方不挑衅，他也要打下去。轰！苏木的拳风打出了一声宛若炮鸣的爆响。刚刚下去的陆翔看到这架势，不由心头一震，这才知道刚才苏木其实已经对他手下留情了。砰！这一击，楚炼阳运足真气抵挡下来，但苏木的第二拳、第三拳、第四拳，一道道快若疾风、猛似龙虎的力量却是接踵而至，根本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轰轰轰轰轰轰！一声声炮响，一次次轰鸣，震得青石台面出现大量的裂纹。刚刚还在琢磨怎么教训苏木，甚至想废了苏木的楚炼阳，在这狂风暴雨般的攻势之下，很快就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你竟然不用真气就强大到这种程度，好快，好快，太快了！不行，招架不住。这场面和刚才陆翔对苏木的时候非常相似，只是猛烈程度足足上升了2个台阶。短短几息时间，苏木连砸100拳，每一拳都是至少2000斤的力道。楚炼阳堂堂化龙境修炼者，真气的浑厚程度已是非常出色，但仍然抵挡不住。在砰砰啪啪的破碎声中，他的护体真气一次次被苏木的蛮拳砸碎，又一次次凝聚，然后继续破碎，直使周明看的都傻了，暗道这他妈也算先天境，化龙境都没那么疯的。苏木的拳劲太可怕了，同境修士的蛮力连他1/3都不到，即使有真气加持，也到不了他这样的高度。住手！住手！我认输！我认输！开战才不到几个呼吸，楚炼阳就撑不住了，发出了求饶的声音。砰！苏木一拳轰碎他的护体真气，将楚炼阳整个人打下擂台。后者摔在地上，口吐鲜血，双臂不住颤抖着，皮肤出现大量纹理状的裂痕，全都是在高压之下被硬生生撕裂的伤口。苏木气息平稳，走到擂台边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楚炼阳，淡淡说道：你告诉秦晋纯，秦少峰和秦少云都是我杀的，想报仇只管冲我来。此刻的楚炼阳哪里还有半点自信的模样，那份来自于名门弟子和化龙境高手的从容，已在短短几个呼吸时间的蛮力击打之下碎了一地。他颤声道：你是怎么练的？先天境怎么可能这么强？苏木呵呵一笑，告诉你也学不会。楚炼阳费劲地爬起，手臂的伤痛让他面容都扭曲了，望着台上的苏木，咬牙道：你别得意，炎神宗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仇人，你杀我们宗主预定的弟子，必须要付出代价。苏木审道，说话之前过脑子，如果你们炎神宗的弟子个个都是秦少云那种嚣张跋扈的歹毒货色，那你们的长辈肯定忙死了，每天不是在报仇，就是在报仇的路上。你等着，你给我等着！楚炼阳甩下狠话，含恨离去。苏木看他那个眼神，就知道此人还不甘心，肯定会和秦晋纯告状，想办法对付自己。但没办法，有武神殿执事在，他不可能在这里杀人。给楚炼阳一个教训，将仇恨拉起，让他们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苏家相对而言就会安全许多。这也算是为家族尽一份力了。苏兄，你闯祸了！刚刚落败的陆翔看到这一幕，皱眉说道。方彦霖也走过来，附和道：是啊，炎神宗可不是小门派，光是天然境强者就有上百人，在整个南方也就天剑宗和萧族能够和他们掰掰手腕，得罪这种大宗门，下场往往很惨。苏木回道：没那么严重，炎神宗那么大一个宗门，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就倾尽力量对付我一个小角色。规模越大的组织越在乎颜面，门下弟子被同龄人击败，那是弟子自己没本事，应该批评教育，而不是盲目护短。要是每个弟子在外头打输了都要回家哭委屈，然后派出长辈找回场子，把事情闹大，那炎神宗就不用叫什么6大宗门了，叫地痞家族还差不多。苏木心里明白得很，自己的敌人是秦家，而非整个炎神宗。炎神宗内真正会对自己产生巨大威胁的，只有秦晋纯那一脉的少数人。至于严无心那位宗主，倘若看到苏木，估计瞬间就把秦少云忘得一干二净，迫不及待想收苏木为弟子。苏兄，这反正都发生了，现在说太多也没意义。陆翔叹了口气，然后对苏木道：你的实力真的很强，我心服口服。刚才我和灵儿多有得罪，
还望你不要记拐，我请你吃顿饭，就当是赔罪了。苏木一想，正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这些人都是年轻的天才，又没什么深仇大恨的，便点头欣然道：恭敬不如从命。走，去乾隆楼，那里的酒菜绝对会让苏兄满意。陆翔大手一挥，带路走向演武场外。苏木拿起包袱和斩灵剑，跟周明说了一声，与他们几个一同离开。路上，方艳玲忍不住问道：苏兄，你这肉身是怎么练的？为何一点真气都不用，就能有如此可怕的力量？苏木回道：蛮练，多下苦功。蛮练是那种只打熬力气，不修炼真气的土法子吗？陆翔和方艳玲都露出惊讶的表情。土法练功，既耗潜能又亏命元，只适合资质低下的底层武者。真正的高手都是内外兼修，外练血肉，内修真气，以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效果。苏木这么年轻又那么厉害，明显和蛮练的人有很大区别。不过苏木没有详细解释，毕竟九死涅槃经这事他说不明白，也不敢说明白。众人见他不想多谈，也就识趣的没有多问。苏兄，你是初来乍到，肯定不了解赤龙城，我来做你向导。前面就是乾隆楼了，我们全城城最好的酒楼就是这家，里头不仅有好酒好菜，还常常能够看到天下各地往来的修炼界高手。方艳玲一边走着一边介绍，乾隆楼就在演武场临街不远处，在楼上可以直接看见演武场的擂台。这么好的酒楼，消费肯定不低，要让陆兄破费了。苏木道了一声。陆翔笑道：好说好说，我陆家虽然不是什么顶尖家族，但吃顿饭的钱还是拿得出来的。苏兄弟，你只管敞开了吃喝，别怕吃垮我。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切磋过后，苏木赢得了他们的敬重，说起话来也和气亲切了许多。一行人很快来到乾隆楼的门口。这酒楼恢宏气派，掌灯后整个酒楼亮堂的好似白昼，一个个龙形的灯笼缠绕在柱子、横梁之上，龙首昂扬向天，没有给人压迫感，只让人觉得胸怀舒畅，有种乾隆带起即将一飞冲天的自信与豁达。就这气势，来的客人但凡钱花少了，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小二，还有雅间没？小爷今天招待贵客，给我好酒好菜伺候着。陆翔对着跑堂的喊道。哟，陆少！店小二忙迎上来，陪笑道：回陆少，今日雅间都被天剑宗的大人物包了，2楼大堂靠窗还有个好位置，不知可否？陆翔一听有点无语，怎么这要求？苏兄弟，要不我们换一家？苏木道：不必，大堂即可。那行，就2楼那桌。陆翔对着店小二吩咐：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快些上，别让我朋友久等。好嘞，您几位楼上请，好酒好菜马上来。店小二热情地伺候着。上楼时，陆翔压低声音对苏木告罪道：苏兄弟，实在是抱歉，天剑宗势大，人家提前要了雅间，我也不好跟人争抢。苏木笑着道：无妨，吃个饭而已，坐哪都一样。天剑宗的名头，他今天早上才从孟玉晨那里听说。这宗门乃是龙武皇朝6大宗门之首，其宗主名为于行简，人称剑王，实力达到法相境巅峰，一手神通剑荡八荒，威震寰宇，在整个皇朝都是排得上号的强者。请客吃饭是面子工程，但若是为了面子得罪了天剑宗这样的庞然大物，那就太不明智了。乾隆楼的2楼很宽敞，摆了10几桌，此刻有不少桌子都坐了人，各自闲谈吃喝。3位少年的到来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他们在靠窗的一桌坐下。这时苏木听到邻桌的一位男子喝得醉醺醺，说道：得罪我们炎神宗，没他好果子吃，等我们大人物到了，定要他们灰飞烟灭。炎神宗？怎么又是炎神宗？听到这个名字，苏木不禁皱了皱眉。旁边那桌只有3个人，都是30、40岁的模样，看气息并不是很强，也就先天6、7层的样子，应该只是炎神宗的外围弟子。不知道他们口中得罪炎神宗的是指什么？会不会和苏家有关？苏木没去打搅那3人，一边和陆翔闲聊吃喝酒菜，一边用耳朵旁听邻桌的对话。一些零碎的线索随着3人闲聊落入他的耳中。小小黑焰山不过是炎神宗早年跑出去的叛徒创立的小型宗门，本宗要他们交出烈焰魔莲，那是瞧得起他们。不知死活的东西，拒绝我们已经是死路一条，竟然还敢打杀本宗弟子！哼，现在他们就是引颈自戮，也难赎其罪。外宗3大执事就要抵达赤龙城了，最迟明日黑焰山必将覆灭，我们等着看好戏。听到这里，苏木便明白了，对方说的并非苏家。带着几分好奇，苏木问陆翔：陆兄，旁边那几位说的黑焰山，
你们可有了解？陆翔闻言回道：略有耳闻。这家宗门位于赤龙城的北部的一座火山上，规模不大。前阵子黑焰山天降异象，一株4品灵药烈焰魔莲从火山天池之中横空出世，引起了不小的动荡。当时萧族、天剑宗、炎神宗，还有我们陆家、方家、柳家等等各个势力，都有强者前去查探情况，不过最终无人取得烈焰魔莲。苏木诧异道：黑焰山那么强，居然连萧族和天剑宗都能挡住？炎神宗总部不在此地，被挡回来情有可原，但萧族和天剑宗可是赤龙城的土皇帝，谁能敌得过这两家？陆翔解释道：4品灵药虽然珍贵，但还不至于惊动萧族和天剑宗的真正高手。强者不出，天人境以下没人能够胜过黑焰山主，再加上黑焰山与炎神宗关联颇深，两家大人物都不愿沾染麻烦，就都放弃了争夺。原来如此，苏木恍然，烈焰魔莲出现在黑焰山，本就应该属于黑焰山。萧族和天剑宗不争，炎神宗这个总部远在千里之外的势力却非要来横插一脚，难怪黑焰山的人会不爽，将炎神宗的人就地杀死。如今炎神宗震怒，派遣3大外宗执事前来讨要说法，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苏木暗道：不妙啊，秦晋纯就是炎神宗的3大外宗执事之一，我刚刚揍了他徒弟，他刚好就来了赤龙城，这不是要我命吗？虽说秦晋纯现身在此，对延州城的苏家来说是件好事，暂时不用担心被针对，可对苏木来说却是有一点危险。要是秦晋纯能死在黑焰山主手里就好了。苏木不禁暗暗祈祷，若是秦晋纯能够死在黑焰山，秦家和炎神宗的关联就基本上断绝了，即使秦爵还不肯罢休，仅凭秦家的力量也无法对苏家产生过大的威胁。就是不知道黑焰山山主的胆识如何，敢不敢杀炎神宗的执事苏兄？这次天骄大赛过后，你想加入哪家势力？陆翔一边小口饮酒，一边问道。苏木与他们随意地聊着，这个我不确定，现在我还籍籍无名，未来如何实难预料。方彦霖开玩笑的道：不如加入天剑宗，山门就在这赤龙城外几十里，我们可以时常去找你切磋，请你指点。苏木摇头道：我这点能耐恐怕天剑宗看不上。陆翔立即说道：怎么会呢？天剑宗也不是个个都天才绝顶，同样有资质平庸之辈。莫说苏兄弟你，就是我陆翔的资质，放在天剑宗年轻一辈里头也能排进前10。这时楼上忽然传来一道悠远而又洪亮的声音：哪家小子在背后议论我天剑宗？众人闻声一愣，他们的交谈并不大声，没想到还是被楼上雅见的天剑宗大人物听见了。天剑宗乃6大宗门之首，龙武皇朝第一名门，不是常人能够得罪得起的。陆翔连忙对着楼上的方向拱手道：前辈息怒，我们并未说天剑宗的不是，只是在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楼上那声音呵呵一笑：我可不是什么前辈，听你语气好像对自己的实力颇为自信，既然如此，不妨上楼一见，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人物，敢言能在本宗年轻一代排进前10。这……陆翔看了看同桌的苏木等人，面露犹豫之色。方彦霖小声轻哼：上就上，我们又没说错，天剑宗比我们弱的人多着呢。语气明显有点不服。对方自称不是前辈，那就是同辈了。同辈之人最多比他们略强一些，比试一下也没什么可害怕的。苏兄，你看呢？陆翔询问苏木。苏木实力最强，若是要动手比试，有他在胜算能增添不少。看看吧。苏木也对天剑宗的高手很感兴趣，当即点头。众人起身，顺着楼梯来到3楼的雅间。雅间之内坐着7、8个人，几乎都是气息深沉内敛的真武境以上长辈高手，年轻人只有2个，而坐在中间主位的正是2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那人看起来17、18岁模样，相貌俊秀，气宇轩昂，眉心处纹着一道赤色的宝剑图案，目光凌厉，令人不敢直视。赤剑烙印，你是赤剑公子？看到此人，陆翔瞳孔一缩，微退了半步，忌惮之意溢于言表。苏木眉头微皱，瞧这架势，这位赤剑公子似乎地位很高，观对方气息，起码化龙境6层以上，甚至可能已经是化龙境巅峰。若是同龄的话，的确有点可怕。赤剑公子扫了陆翔等人一眼，感应众人真气波动，脸上带着几分赞许之色。不错，的确有点实力，难怪敢言胜过我天剑宗大多数人。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苏木的身上，闪过一抹讶异，这位兄台怎么一点真气波动都没有？莫非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天人之境？苏木摇头道：先天而已，主修肉身，所以真气不显。方彦霖有点紧张，
不敢直视赤剑公子那犹如剑气的目光，但心里仍不服气，小声嘀咕道：“我们也没吹牛，事实差不多是这样，你该不会因此发怒，对付我们吧？”赤剑公子看向他，嘴角噙着一抹戏谑的浅笑：“这位姑娘好像很怕我，又不太服我，看来你忌惮的是天剑宗，而非我本人。”方彦霖是直脾气，否则也不会刚见面就挑战苏木。见对方这么说，他干脆坦白道：“是啊，天剑宗那么强大，我们当然心有畏惧。但你赤剑公子，哼，不过是运气好，得到了剑帝遗留的一缕剑意而已。要不是天剑宗倾力栽培，给你用不完的灵草丹药，凭你资质，未必胜过我们太多。灵儿，别瞎说。”陆翔生怕赤剑公子发怒，连忙拉住方彦霖。对方可是剑王的亲传弟子，赤剑宗未来继承人，连天人境强者都能驱使，地位不亚于皇子。得罪这样的人是非常不明智的。但话已经说出，无法收回。赤剑公子闻言一笑：“姑娘快人快语，倒是直爽。你说的对，我的确是运气好，才能有如今的成就。”他那凌厉的眼神宛若剑锋，让人不敢直视，但说出来的话却是意外的温和。你不生气？方彦霖有些诧异。赤剑公子淡笑道：“小人才会因为实话而恼怒，我没那么小气。”语罢指了指旁边的另一个年轻人，介绍道：“这位是我师弟，名叫古一心，他和我不同，没有剑帝剑意的指引，也没有得到太多的灵草丹药，单论资质，在天剑宗第26代弟子之中，大约是排在第7。”古一心站起身来，拱手道：“各位都是少年英雄，今日既然遇到，不妨切磋切磋，看看同为修炼者，各家各族的手段有何不同。”这话听起来谦虚客气，但那份争强好胜、为宗门立威的心意却又那么明显。陆翔和方彦霖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些怯了。古一心的气息大约是在化龙境4层左右，和赵天鹏差不多，而这样的人竟然只是天剑宗年轻一代资质第7。如此一看，刚才陆翔自称可入天剑宗前10的话语，无疑是自不量力。怎么不敢？古一心面露几分嘲弄之色，挑衅的意思很明显。赤剑公子静静看着，旁边那几位天剑宗的长辈更是笑得灿烂，想看这群孩子的笑话。见别人都笑话自己，陆翔感到惭愧，但面对古一心，他又确实是没有战胜的把握。方彦霖是女孩子，脾气倔一些，被人嘲笑的感觉让他很不爽，立即说道：“切磋就切磋，怕你不成？林儿，别闹，你不是他的对手。”陆翔连忙拉住他。方彦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古一心的对手，但是他受不了被人嘲笑和鄙视的眼神。苏兄，他看向苏木，用求助的眼神说道：“你来试试吗？你的实力应该是有胜算的。”苏木面露无奈之色。这些人都是赤龙城的本土居民，自己一个外地的，居然卷进了他们的竞争之中，说来也是够奇怪的。不过这种程度的切磋，不涉及恩怨，倒也没什么可为切。于是点头道：“行吧，不伤和气，可以一试。”赤剑公子满意点头，胸抬好气魄。你们想怎么比？苏木问道。古一心说道：“酒楼之中不便施展拳脚，掰手腕决力便可。你肉身好像很强，而我境界高你，这样应该算得上公平对决。”苏木一听，欣然道：“的确公平。苏兄，加油，掰倒他！”方彦霖挥舞拳头给苏木打气助威。古一心走了出来，在雅间空旷一些的地方和苏木摆开架势。那几位天剑宗的高人见状，纷纷将体内真气外放，布满四周的桌椅、地板、屋顶等各个方向，将各种家具餐具都护住，以免被两人决力时候的力量给震裂。苏木踏前一步，伸出右手，古一心同样以右手迎战。随着两只手的触碰，双方均感受到了一股浑厚深沉的力道从对方手中传来。苏木的力量是蛮横而又霸道的，全靠一身蛮力，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技巧和真气增幅。而古一心的力量则是深沉内敛，绵绵无尽，浑厚的真气支撑起化龙蜕变过的强横肉身，两股力量叠加，同样非同小可。赤剑公子饶有兴趣地看着，陆翔、方彦霖等人则是有些紧张。苏木能够击败陆翔，实力至少和柳玄是同一档次，相当于赤龙城本届比武大赛冠军的水准。若是这样的人，连天剑宗资质第7的同龄人都无法击败，那天剑宗就太可怕了。场中央，两人已经开始决力，他们的双手随着力量的增强而青筋暴起，最用力的手掌和指节等部位全都变成了苍白的颜色，而周围的血肉则是一片通红。两只手微微震动，即使只是旁观，也能看出他们正在倾尽全力。苏木的压力有点大，
这古一星境界和赵天鹏相似，但在肉身力量方面明显要强于赵天鹏。自从修炼九死涅槃经之后，他还从没在同龄人里遇到这等实力的好手，一时间竟有种难以拿下的窘迫感。不过古一星的情况比他还要糟糕。这位天剑宗18岁以下，实力第2，同代之中资质第7的少年，曾经横扫除了赤剑公子之外的所有同龄人，但今日却被苏木给难住了。面对力大无穷的苏木，他每一个瞬间输出的真气都堪比释放一次杀招，这种巨大的压迫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古一星明白，一旦自己真气耗尽，立刻就是落败的时候，而且不但会败，连手腕、手臂都有可能在真气耗尽、忽然泄力的一瞬间，被苏木那恐怖的蛮力硬生生掰断。好了，停手吧。天剑宗的长辈们都看出了古一星的困境，当即上前一步，2只手同时抓住苏木和古一星的手臂，用巧劲化去2人的刚猛力量，将他们分开。苏木暗暗松了口气，古一星则是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对上前的长辈道：“多谢师叔。”然后对着苏木抱拳：“我输了，你的实力的确非同寻常，天剑宗内比你优秀的人寥寥无几。”此话一出，陆翔等人面露喜色，方彦霖更是高兴道：“太好了，苏兄威武！”天剑宗一边的人虽然落败，却也不恼。赤剑公子面露赞赏之色，对苏木道：“兄台这般本事，不像是野路子出身。适才听你们所言，你似乎还没宗门。”苏木回道：“偏远城市小家族出身，的确没有宗门。这次参加天骄大赛，或许会有个去向。”赤剑公子闻言淡笑：“我身为弟子，暂时没有招收门人的资格。不过，我可以向我师尊或者几位师叔谏言，到时候皇城擂台上，他们定会关注你。”此人凌厉的目光之下，竟是这般温和好说话，让苏木愈发惊讶，拱手说道：“那就多谢赤剑公子了。若能加入天剑宗，有着最强宗门撑腰，炎神宗的威胁自然就会散去。今天吃个饭，居然遇到这种好事，也是意外之喜。”古一星面露期待之色：“朋友，我也会和师兄一起参加天骄大赛，到时候皇城擂台上，我们再正式切磋。”苏木欣然道：“好，一定。”语罢退后一步：“若无其他事情，我等就先告辞了。”“后会有期。”2位天剑宗的天骄同时应道。苏木等人下了楼，继续吃吃喝喝。一段小插曲让他又认识了2位同龄人中更出色的存在。陆翔则是再次吃瘪受挫，愈发的郁闷难受，频频举杯饮酒，一副要把自己灌醉的架势。方彦霖等人劝了几次，见劝不过，便干脆放任他。1个多小时之后，陆翔彻底醉倒，还是方彦霖结的账。苏木在乾隆楼的门前与他们分开，返回了武神殿。不过他没有修炼，刚送走周明，就立即锁好房门，将心神沉入了求仙塔之中。今日吃喝一场，浪费了不少时间。塔内的仙王师尊宁无雪还在等他练剑。苏木的意识进入塔内，再次出现在冰天雪地的山谷之中。雪地里的一切还是和他昨天离开的时候一样，山崖上的宁无雪好像从没动过一下，宛若一具完美的雕塑。不过那具冰雕玉人却在苏木现身的一瞬间就举起了手中的冰雕长剑，唰！仅1秒，连招呼都不打，冰雕玉人的剑招就刺了过来。苏木捡起地上的冰剑，与之对练。比起过程较为痛苦的修炼淬体，这种比武形式的训练要轻松得多。虽然经常被割喉、刺破心脏，遭受各种死亡威胁，但在过程之中学到的东西也是非常的丰富。苏木悟性很高，这些日子以来已经渐渐把握到了宁无雪的一些出手习惯。不过宁无雪比他预想的也要厉害得多，每当他以为自己能够预判抵挡的时候，他的冰雕化身总能拿出更加刁钻的角度，给苏木狠狠一个教训。在这一次次被杀的过程中，苏木的拼杀格斗经验疯狂增长，进步速度快得吓人。2个时辰很快过去，冰雕玉人停止了喂招。山崖上的宁无雪淡淡道：“时辰够了，你出去吧。”“是，师尊。”苏木应道，准备离开。这时一道香风袭来，叶幽禅的身影飘然来到雪地中，语气带着几分哀怨：“死没良心的臭弟弟，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是姐姐我身材不如你的仙子师尊火辣吗？你都几天没来看我了？”苏木解释道：“不是的，叶姐姐，我是最近事情太多，所以才……”“哦，什么事情？比和姐姐调情重要吗？”叶幽禅款款走来，一双柔仪还在苏木的身上肆无忌惮地移动乱摸。山崖上的宁无雪睁开眼，带着几分不悦：“叶幽禅，少在我的地盘上发骚，带着他滚远点！”叶幽禅闻言也不气恼，轻笑道：“宁仙子好大的火气，好好好，
我们这就走，回我的小屋做快乐的事情，不跟你这个冷冰冰、不懂情趣的冰块玩。”语罢，也不管苏木同意还是拒绝，就将苏木搂住，脚下生风，离开了冰雪山谷。宁无雪暗自郁闷，这几日他专门用残念塑造冰雕给苏木陪练，就是想拉开距离感，让苏木对自己心生敬畏之心，不敢冒犯。从成果来看，计划是很成功的，苏木对他绝无冒犯之意，比想象中的还要纯洁正直。可叶幽蝉这魔女偏偏反其道而行，用本体来勾搭苏木，这不是找死吗？同样是囚禁在塔内的人，两女的命运无比相似。要是叶幽蝉忍耐不住寂寞，和苏木搞上，把苏木带坏，那他这个仙王多半也要跟着遭殃。别看宁无雪在苏木面前表现得无比强大，但其实在囚仙塔内，塔主才是真正的主宰。只要苏木稍微学会一点控制手段，任凭他仙王修为，也得乖乖低下高傲的头颅。想到这里，宁无雪忍不住给叶幽蝉传音，说了句：“你别胡来，教坏了他，你也没有好下场。”回应他的是叶幽蝉一句无所谓的回应：“我乐意。”宁无雪心里不悦，但在囚仙塔内，他也拿叶幽蝉没办法，只能自己琢磨是否要对苏木更加严厉一些。瀑布水潭边，叶幽蝉将苏木扔到地上，戳着他的胸口，轻哼道：“早前还说要多陪陪姐姐，现在有了宁无雪教你，就不需要我了是吗？你这小男人，喜新厌旧的速度可真快。”苏木陪笑道：“叶姐姐，我这几日又是比武又是远行的，一门心思都在外头，所以没什么时间来塔内久待。你放心，等我忙完了这次的事情，无人干扰，一定多抽一些时间出来，向你讨教修炼法门。”叶幽蝉把他推开，好苍白的借口，一点油嘴滑舌都不会，没劲。那个，苏木摸不透他的心思，只能干巴巴的陪笑。叶幽蝉倒也不是真的寂寞难耐，想找他调情，见苏木呆呆的经不得调戏，便收起戏耍之意，正色问道：“你何时突破化龙境？何时进行第二次涅槃？”苏木回道：“化龙境应该就在这几日了，至于涅槃，目前还没想好，可能要等天骄大赛结束之后。”叶幽蝉摇摇头：“不经二次涅槃，凭你实力根本不可能战胜世间一流的天骄。咱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第二次涅槃必须尽快。”苏木对功法的了解远不如他丰富，当即问道：“叶姐姐有何安排？我该怎么做？若能二次涅槃，以真武境实力参加天骄大赛，横扫各路奇才，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但这件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叶幽蝉道：“涅槃过程需要庞大的能量作为依靠，你最近多留意一下身边是否有灵丹妙药、天地奇珍，若能搞到手，就尽量弄到一两个，剩下的我会帮你解决。”灵丹妙药、天地奇珍。苏木一听这话，立即想到了前半夜在酒楼里听到的消息，他心中一动，问道：“叶姐姐，你可听过烈焰魔莲？那东西据说是4品灵药，不知道够不够你说的要求？”叶幽蝉双眸一亮：“烈焰魔莲可是岩浆之中盛开的那种奇特火莲吗？你们凡尘俗世居然也有这种好东西？”见他这个反应，苏木就知道自己问对了，当即点头道：“是的，赤龙城附近的黑焰山上出现了一株烈焰魔莲，现在炎神宗的3位外宗执事正要去抢夺，其中1人还是我仇家。之前炎神宗那几个外宗弟子说，今晚炎神宗的外宗执事就要抵达赤龙城。”苏木刚才练剑用了不少时间，算起来现在秦晋纯等人肯定已经抵达。叶幽蝉面露满意之色，解释道：“烈焰魔莲会吸收火山地脉的灵力，越是灵力富集之地，盛开的烈焰魔莲品质就越高。烈焰莲子可以增进修为，烈焰莲瓣可以温养肉身，莲叶萃取精华可以疗伤，硼精莲跟莲蓬也是不低的价值。好弟弟，咱们得想办法把它搞到手。”苏木听他说的心里痒痒，对烈焰魔莲的渴望感油然而生。可是苏木苦笑道：“参与竞争的双方都是真武境顶尖实力，若无天人境的手段，很难从他们手里夺走灵药。我现在连化龙境都没达到，去和他们抢东西，无疑是自寻死路。”叶幽蝉微微一笑，自信道：“别担心，姐姐传你一门秘法，可以隐去气息和行踪，只要不靠近强者10米之内，他们察觉不了你的存在。趁着他们双方争斗，你悄悄潜入，将灵药夺走。后面的事就不用我教你了吧？”苏木惊讶极了：“叶姐姐有这样厉害的秘法？”叶幽蝉傲娇的轻哼道：“你也不看看我是谁？”苏木连忙巴结道：“好姐姐，快教教我。时间紧迫，我怕去晚了，他们已经分出胜负，就没机会夺取灵药了。”叶幽蝉嘴角微微扬起，想学东西就要拿出相应的代价。宁无雪教你剑法，你喊他师尊，那我教你秘术，
你该喊我什么？苏木果断道：师尊。当场就想再认一个师傅。塔内双叔都是仙人级别的强大存在，活了千年万年，莫说喊他们师尊，就算喊祖师奶奶，他们也担当得起。不过叶幽禅明显对师尊这个称呼不感兴趣，他用一根手指戳着苏木的眉心，将他推开半步，摇头道：不好听，把我都给喊老了，再换一个。苏木一想，公主殿下。叶幽禅身为魔族公主，这样的称呼早就听腻了，再次摇头，要能体现咱们亲近的关系。苏木再次一想，那就喊姐姐吗？不是已经很亲近了？叶幽禅捏了捏他的脸，你这小东西真是一点都不开窍，喊我一声夫人、娇妻、好老婆，我不就什么都教你了？苏木当场懵住，早知道他性情奔放，轻佻不着调，却没想到居然奔放到了这种地步，居然主动说出这样的话来。苏木看着叶幽禅妖娆的脸蛋和身材，脸庞不由一红，忙挠头道：这不好吧？叶幽禅看他腼腆的样子，轻笑一声：怎么，你不喜欢姐姐？我……苏木心道，喜欢是肯定喜欢的，那么漂亮，那么强大的女人，谁不爱呢？塔内的两女随便娶一个都能吹一辈子，顺便一辈子吃软饭，再也不用做任何的努力。不过这种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叶幽禅根本就是在逗自己玩，要是自己当真了，反倒被他嘲笑。想到这里，苏木立即调整过来，不再害羞，干脆主动起来，说道：要是姐姐不嫌弃，我们现在就可以拜天地。叶幽禅笑盈盈道：好啊，我们现在就结为夫妻，你是塔主，我是塔主夫人，让宁无雪给我当洗脚丫鬟。说完，啪的一下把苏木按跪在地上，自己也扑通一下跪在一旁，口中念念有词：天地为鉴，日月为证，我叶幽禅今日与苏木……不是，叶姐姐，你来真的啊？苏木惊了，本想和他过两招嘴上的架，看看能不能顶得住他的调戏，想不到他居然这么狠，真要拜天地。叶幽禅巧笑嫣然地看着他：怎么，郎君反悔了？苏木遇上这么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魔女，也是没辙了。好姐姐，你还是先教我秘法吧，我怕去晚了来不及。他试图转移话题。叶幽禅扶着他的后脑勺说道：不急，拜完天地，入完洞房再去也来得及。你这小处男，姐姐数3个数就让你完事。苏木愈发震撼，还要入洞房？还3个数？他又不是真身进来，在这里入洞房算什么？做春梦吗？那也不至于才3个数啊。没等他想好，叶幽禅就按着他哐哐磕了2个头。在即将磕第3个头的时候，一道清冷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宁无雪看不下去了，现身来到附近，呵斥道：叶幽禅，你又玩什么把戏？那冰冷的气息让周围的温度骤降许多，原本舒适宜人的山间清风变成了刮骨的寒刃。叶幽禅看着突然出现的女剑仙，理所当然地回道：拜天地啊，你看不出来吗？哦，我明白了，你是爱喝喜酒的。宁无雪没好气道：收收你的魔道作风，休想利用双修之法夺取塔主元神。他若出了意外身死，求仙塔下次认主，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苏木一听这话，顿时心里一凉，看向叶幽禅的目光多了几分惊惧。叶幽禅则是非常不爽，哼道：宁无雪，你少来！我被囚禁1000年，寂寞难耐，想和弟弟玩点刺激的，有什么问题？你看不过眼，就自封无感躲远一点，别往我身上泼脏水。宁无雪面不改色，清冷依然，究竟如何，你自己心里有数。叶幽禅不怕他，拉着苏木的手继续道：好弟弟，好郎君，我们入洞房去，不理这个冰坨子。苏木看了看叶幽禅，又看了看宁无雪，摆手道：别了，我感觉你俩都挺不正常的。玩归玩，闹归闹，不能拿自己性命开玩笑。万一叶幽禅真有什么办法夺取自己的元神，那事情可就很难收拾了。见他露出畏惧的样子，叶幽禅更加不爽了，对着宁无雪怒斥道：臭女人，滚回你的雪山！烦死了！宁无雪冷声道：不用你说，我也不爱来这儿。然后看向苏木：跟我走，他能教你的，我也能教。苏木夹在中间，看看这个，又看了看那个，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叶幽禅挽起他的胳膊：进屋去，把姐姐伺候舒服了，姐姐就教你魔形术，幻形随心，奥妙无穷。唰！一道剑气飞射，将叶幽禅逼退。宁无雪隔空虚抓，将苏木射到自己身边，淡淡说道：无需理他，为师传你神魔百变。语罢也不管叶幽禅在说什么，便拉着苏木踏空离去。喂，把我郎君还给我！
宁无雪，你太过分了！你这还叫仙子呢？你跟我抢男人，你不要脸！叶幽蝉在原地叫嚣怒骂，一副很生气的样子。但随着宁无雪和苏木的身影远去，她的嘴角却是逐渐上扬。显然，刚才的一切都是在演给宁无雪看的。苏木啊，苏木，姐姐我为了帮你，可是连名节都不要了。宁无雪是座宝藏，整个天界不知道多少人眼馋她的身子和她的传承，恭敬她，畏惧她，只能得到皮毛赏赐。只有把她逼急了，让她自己主动传授，主动现身，交出最宝贵的那些东西，你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天界霸主。啧啧，姐姐这般用心良苦，也不知道你这个呆子能不能看出来。她暗暗想着，有点小得意。不过转念一想，宁无雪价值那么高，而自己除了九死涅槃经之外，好像哪都不如对方。万一苏木铁了心要孝敬他的仙子师尊，将自己这个魔女视为坏人，以后岂不是会很糟糕？这样一想，叶幽蝉的危机感又上来了，心中暗道，看来还是要拿出点真本事，把这小子的魂勾住，要不然宁无雪成了大房，我的苦日子就来了。苏木跟着宁无雪回到冰天雪地里，脑瓜子还有点懵。这两位仙魔美人的脑回路好像都挺不正常的，一会儿要拜天地，一会儿要学法术，搞得他都有点分不清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师尊，那个……他张口欲言，宁无雪打断他，语道：我既收你为徒，自会传你一切手段。你除九死涅槃经之外，不得与叶幽蝉学任何魔道邪术，更不得与他过于亲近。苏木挠了挠头，师尊，您好像对叶姐姐很反感。宁无雪锐利的眼神瞪了他一眼，怎么，你想走魔道？苏木摇摇头，比起魔道，他感觉还是正道好一些。但是吧，叶姐姐看起来也不是很坏，我既是塔主，她有求于我，应当不会害我。苏木说了句自己感觉的公道话。宁无雪一脸你太天真的表情，说道：她是魔帝的女儿，得了魔帝真传，虽然修为不如我，但各种艰险邪恶的手段，又岂是你这个毛头小子能揣测的？苏木不知道说什么好，直觉告诉他，叶幽蝉对自己是没有恶意的，也许他的行为举止有些轻浮不着调，但本性并非邪恶。不过宁无雪却很排斥叶幽蝉，求仙塔千年的相处似乎没能让他们变成朋友。宁无雪见苏木眼神闪烁，摇摆不定，心下一叹，语气缓和了几分：你还幼小，不知道人心险恶，总而言之，你和叶幽蝉闲谈说笑，打闹玩耍都没关系。他助你涅槃，你可以安心接纳，因为这是交易，是他换取自由必须付出的筹码。但除了这些，别的都不行，尤其是亲热的举止，很可能为你带来灭顶之灾。这位冷冰冰的仙子很少一口气说那么多话。苏木从他语气之中读出了多层心思。一方面，宁无雪似乎真的把他当成了真传弟子看待，经过这几日的接触，已经认可了他的悟性，在乎他的安危。另一方面，宁无雪也在担心，万一他被叶幽蝉夺魂控制，塔中三人的关系就将发生很大改变，这位修为最高的仙王反倒会成为地位最低的人。哪怕没有夺魂之术，仅仅只是苏木和叶幽蝉肉体结合，对宁无雪而言也是个危险信号。因为苏木太年轻太稚嫩，遇上叶幽蝉这个魔女根本没有招架的能力，只会被迷得神魂颠倒，沦为魔女的裙下之臣。到时候叶幽蝉吹点枕边风，苏木这个塔主略施手段，宁无雪这个囚徒就有的受了。因此在宁无雪的眼里，无论叶幽蝉是好心还是歹意，都得防着，不能让苏木与之过于亲近。搂搂抱抱亲亲嘴什么的也就算了，叶幽蝉那轻浮的性子，什么下流事情都做得出来，不算出格，但入洞房绝对不行。想明白这些，苏木对宁无雪和叶幽蝉之间的关系又多了几分理解。我会注意的，不与叶姐姐太过放肆。他回了一句。宁无雪这才满意，点头道：如此就好。接下来我传你秘法神魔百变，你静下心，摒除杂念，好自参悟。语罢，他抬起素手，一指点向苏木的眉心。等等。苏木抓住他的手，问道：师尊，参悟此术需要多久？我外面的事情还来得及吗？仙人意念授学，效率远比自己翻阅经书一点点理解要快得多，但再快也是需要时间的。宁无雪的小手忽然被他抓住，脸上一抹不自然的神色一闪而过，口中应道：我是以自身感悟直接照搬给你，半个时辰足以让你悟出最基础的变化之道。苏木一听，欣然道：那好，有劳师尊。乖乖松开了宁无雪那冰凉之中带着几分柔软，好似羊脂白玉般的素手。下一秒，指尖落下，
一道道仙人意念涌入识海之中。神魔百变是一门非常复杂的神通，吃透它便可自由变化形态，大到日月星辰，小到尘埃蝼蚁，皆可一念变换。当然，想要做到随心所欲的地步，需要先拥有极其强大的修为。以苏木目前的境界，就只能做到最基本的一个气息变化，连外貌都变不了。神魔百变6层境界：气息、大小、躯壳、魂魄、本事、天地。从宁无雪的仙念之中，苏木得知，即使是宁无雪这位仙王，也未曾吃透神魔百变，仅仅只领悟到第3重躯壳的境界。消化学识，感悟师尊的感悟，转眼就是半个时辰过去。宁无雪用心传授的手段，在苏木识海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使得他直接领悟了第1重气息变的奥妙。等苏木睁开眼的时候，宁无雪已经重新回到了他清修的山崖上。苏木发现自己一下子领悟了那么高深的东西，忍不住问道：“师尊，你既可以直接教会我本领，为何之前传授剑道的时候不这样给我？”宁无雪淡淡回道：“变化之术是死的，剑道是活的，你要有自己的感悟，才能成为真正的剑仙。”我明白了。苏木点点头。宁无雪道：“你去吧，取得烈焰魔莲，准备再次涅槃。为师还有大仇要报，需要你尽快成仙，还我自由。”苏木还是头一次听见他说这个，忍不住问了句：“您如此强大，还有什么人敢得罪您吗？难道是仙帝级别的强者？”宁无雪睁眼看向他，随后又看向塔内虚幻的天空，叹道：“仙王也算强大的话，我就不该囚禁于此。苏木，你悟性不俗，也许能解开求仙塔的秘密。你要知道，这座塔连仙帝都恐惧，我和叶幽禅只是7层古塔最下层的弱小囚徒而已。”一番话道尽他的无力与悲哀。仙王绝对是担得起强大2字的，可他遇到的人更强，更可怕。面对求仙塔，他如同蝼蚁般渺小，毫无反抗之力，而这古塔甚至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要比这还要恐怖。苏木看着他清冷的仙颜，露出苦涩表情，忍不住心中一紧，连忙说道：“师尊放心，您被囚禁的日子不会太久的。”宁无雪道：“全靠你了。”苦涩之中多了几分欣慰。我先出去了，明日再来练剑。苏木道了声，将神念撤散，回归肉身。雪地之中再次空荡，没有杂色。苏木走后，叶幽禅的声音远远飘来，说道：“宁无雪，你是要动真格的？教他混天剑道，还教他神魔百变，这可是真传待遇。”宁无雪闭上眼，平静道：“他的悟性是顶级，当得起这些。”叶幽禅调侃道：“只是这样吗？我怎么感觉你别有用心，是打算将他据为己有，然后拿来对付我？”宁无雪淡淡回道：“卑鄙的人看什么都是卑鄙的样子。”叶幽禅闻言也不气恼：“行，我卑鄙，你正义，咱们就好好斗一斗，看看苏木到底是喜欢你这个假正经的闷骚仙子，还是喜欢我这个直率热情的魔女。”宁无雪眉头微皱，胡言乱语，显然对闷骚2字有很大的意见。叶幽禅轻笑一声，又不承认了：“这1000年来我们之间发生的每一件事，我可都记得清清楚楚呢。”滚！提到这个，宁无雪立即翻脸，一声呵斥，震得山谷上方的积雪摊落下来，同时白嫩的脸上也飘过了一抹红晕。苏木睁开眼，已经是4更天，好像有些晚了。他走到窗户边，看向西北方向，那是黑焰山的所在。皎洁的月色映照出山峦轮廓，火山的形状很好辨认。也不知道炎神宗外宗执事到了没有，是否已经登上黑焰山与黑焰山主展开大战，不管了，先去瞧瞧。苏木心道，连斩灵剑也不带，快步走出客房，消失在夜色中。无论黑焰山主还是炎神宗执事，实力都远超于他，不可能战胜，带兵器在身上只会碍手碍脚，还不如空手轻松。赤龙城很大，不过苏木的身手也很迅捷，认准一个方向疾驰，不一会儿就出了城，朝着西北方向的山林之中飞速穿梭。行至半路，深入密林之后，他略作停顿，按照宁无雪传授的秘法，在自己身上几处穴道点了一下，同时催动体内气血减缓流速，宛若归西，将自己的一切生命波动都压制到了最低点。神魔百变第1层，以变化气息为核心，可以让气息变得很弱，绕过他人感知，也可以变得很强，用来吓唬别人。苏木隐去气息，整个人如同幽灵，悄然无声地沿着崎岖山道迅速往山顶赶去。轰！行至半路，苏木听到夜色中传来一道沉闷的轰鸣，好像有人在交手，而且双方都是强者。果然开战了，看样子
我来的正是时候。苏木心下一喜，将速度提至更快，身影如同山中灵猴，一窜就是好几米。不多时，苏木来到山顶的环状火山口附近。火山口周遭有很多人，黑焰山的弟子们正围绕在四周，严阵以待。而底下的凹坑之内，则是几位高人。苏木小心翼翼避开黑焰山的弟子，翻身越过最高点，进入火山凹坑的内侧。这时，前方传来说话声，有老者呵斥道：“齐浩峰，你这炎神宗叛徒，还敢负隅顽抗？”回应他的是一道中年嗓音：“丁志海、秦静纯、雷谢，就凭你们3个，也想从我手中夺走灵药？”苏木心中了然，说话双方正是今次冲突的首脑人物。秦静纯果然来了，希望他死在此地。苏木心中暗道：轰！那4人的战斗异常激烈，火山口凹坑之内传来一波又一波的震荡，感觉整个地面都摇摇晃晃，随时都可能破碎。苏木藏在树林里，这火山虽然是活火山，但此时并非喷发时期，凹坑之内并无岩浆，也看不见烈焰魔莲的踪影。他环顾四周，试图找到4品灵药，可惜目之所及，除了人就是树，完全没有任何酷似莲花的东西。大战在进行，黑焰山山主齐浩峰以1敌3，炎神宗3大外宗执事都是真武境9层的高手，但一时之间也难以拿下他。4个人打得轰鸣不断，真武境气息震荡地面，火山口的地表好像蛋壳一样，随时可能破碎，露出底下深藏的岩浆。嗖！就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一道风声忽然从远处疾驰而来，有天人境高手御空而来，而且不止一位。苏木藏在密林里，抬头望去，顿时一惊，是孟玉晨。那暗红色的劲装，长长的高马尾，非常好辨认。在他身旁是一位白发老者，看起来至少80-90岁，但气息却很强悍，丝毫没有老态。他们来干什么？不是说天人境强者不屑于争夺4品灵药吗？苏木心里暗暗焦急。他的神魔百变第1层变化，只能隐藏气息，对于高出自己境界太多的人几乎无效。在真武境高手附近，他小心一点还可以隐匿，可若是2个天人在场，他稍微靠近一些就会立即暴露。苏木不敢擅自乱动，将身子藏得严严实实。这时，天空中的白发老者朗声道：“你们几个立即停手！”交战双方察觉到天人强者出现，飞速拉开距离，暂时停止争斗。刘老、孟特使，你们2位为何而来？黑焰山主齐浩峰问道，带着几分戒备。炎神宗秦静纯色厉内荏道：“刘老先生，这是炎神宗的家务事，还请不要插手。”那白发老者正是赤龙城武道大赛冠军柳玄的家族长辈，天人境强者柳莲宗。他沉声道：“似你们这般交手，这黑焰山10有8九要被引爆，赤龙城千万百姓可遭受不起这样的灾难。火山爆发对强大的修炼者来说不算什么，轻轻松松就能离去，可赤龙城中并非只有修炼者，还有许多平民百姓。”齐浩峰呵呵一笑：“刘老说的对，我本无意出手，只是这3个不懂事的炎神宗走狗非要前来招惹，咱们赤龙城的生存环境可不能让3个外来者给破坏，还请刘老、孟特使出手，助我擒杀这3人。”秦静纯等人闻言一惊，立即呵斥道：“齐浩峰，休得胡言！我们来此只为清理门户，柳老与孟大人何等人物，岂容你挑拨？”双方开始争辩。孟玉晨见状，制止道：“你们若是非要分个高下，就去旁边那座大山，那边宽敞。”炎神宗丁志海果断道：“去就去，就怕这姓齐的不敢。”齐浩峰并不畏惧他们：“你们3个这点手段，老子不出片刻就料理了你们。”然后对空中2人语道：“刘老、孟特使，你们都是大人物，想来不会趁我不在之时夺我灵药。我出门一战，这火山之下的烈焰魔莲，还请替我看管片刻。”柳莲宗点头道：“你去吧，有老夫在，无人能够擅入此地。”“好，多谢。”齐浩峰对着空中抱拳一礼，旋即看向炎神宗3人：“3个老狗敢来战否？今日必杀你！”秦静纯呵斥道。4道身影立即动了起来，一个在前，3个在后，迅速离开火山口，消失在远处。苏木眨了眨眼，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好事！正主全走了，整个火山口的凹坑之内只剩下他这个鬼鬼祟祟的外来者。天上的2位天人似乎没有落地下来的意思，就只是定在空中，环顾四周，阻止其他人靠近。有密林和上百米的距离阻隔，即使他们是天人境强者，也感应不到苏木隐匿后的气息。真是天助我也！苏木心道一声，忍住心中的激动，立即在密林之中轻手轻脚小步移动，
开始搜寻烈焰魔莲的踪迹。烈焰魔莲生长在岩浆之中，这火山口并未岩浆踪迹，显然还需往山腹内部寻找。他沿着林子小心翼翼转了一圈，没过多久，就在靠近火山口中部，先前4大强者交战的区域边缘，看到了一个漆黑的地洞。一定是这里！看到地洞，苏木眼前一亮，瞥了一眼天上的2人，果断跳了进去。地坑之下一片漆黑，苏木只觉得自己一口气下坠了10多米，随着一股热气袭来，双足才终于落地。死！这个高度把他摔得不轻，还好他体魄不俗，才没摔断腿。定睛一看，黑暗地洞的下方隐隐可见微弱红光传来。他朝着光亮的方向走了几步，拐过一个弯，前面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亮无比。耀目的红黄之色映入眼帘，那是岩浆的光彩。地洞之下是个岩浆湖，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充斥在空气中，伴随而来的还有高温。苏木往前行去，只见整个岩浆湖大约30-40米长，6-7米宽，如同月牙形状。而在月牙的中心处，一株暗红色的巨大花株正亭亭玉立，完全无视了烈焰高温的焚烧，开得灿烂，好美！这就是烈焰魔莲。苏木不禁惊叹，世间灵药真是神奇。那么滚烫的岩浆之中，居然有生物能够存在，甚至还长得那么好。仔细一看，烈焰魔莲露出火湖表面大约1人高，莲叶只有一大一小2片，莲茎接近2臂粗细，莲花主体比斗笠还大1圈，中间是个宛若饭盆大小的莲蓬，上头镶嵌着12粒鸽卵般的莲子。魔莲已经完全成熟盛开，随时可以采摘。苏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要上前将其摘下，不料这时旁边竟然传来一道声音：这东西比烙铁还烫10倍，凭你的实力强行采摘，手就废了。声音是从身后传来，苏木大惊，扭头看去，只见一个赤裸上身的光头老者坐在地上，枯瘦的身躯和石壁几乎融为一体，没有散发出任何的气息，如同一尊石像。你是何人？苏木问道。光头老者反问道：你来我的地盘上窃取灵药，却不知道我是谁。你的地盘？你也是黑焰山的人？苏木心道糟糕，这老头的实力他完全看不穿，感觉好像比黑焰山主齐浩峰还要强大。遇上这么个手保人，今日别说夺宝，恐怕连脱身都难。光头老者呵呵一笑：黑焰山，老夫明明记得这里叫做赤焰山，莫非我100年不出，连地名都被人改了？啊！苏木睁大了眼睛，100年不出，意思是这老者至少100多岁，而且在100年前就已经能够在这种极端环境下闭关修炼，不吃不喝，直到现在。您是天人境强者？苏木问道。光头老者沈道：天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苏木完犊子，这回撞铁板上了。很久以前就已经是天人，这老头的实力比黑焰山主还要恐怖不知道多少倍。整个火山湖都是人家的闭关地，齐浩峰那个自称黑焰山主的人来了这里无数次都没发现光头老者的存在，可想而知这老头究竟有多可怕。这火湖地洞明明很热，但此刻苏木的内心却是一片冰凉。他小声道：前辈，那个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有这老头在，他是不可能夺走烈焰魔莲了，当务之急是先想办法保命。此时苏木也明白了，天剑宗、萧族等大势力的人之所以不参与争夺烈焰魔莲，根本不是因为天人强者不在乎4品灵药，而是他们早就知道这里有个强得离谱的老怪坐镇，不想得罪这个老怪。孟玉晨和柳莲宗2个天人的到来，多半也是知道些什么，故意制止4大真武境强者的战斗，怕他们打出真火，震碎地表岩层，惹怒这个闭关了上百年的超级强者。站着，老夫有话问你。苏木刚抬起脚，光头老怪就叫住了他，苏木只好乖乖停下。老怪说道：现在外头是什么局势？苏木回道：炎神宗的3个外宗执事在和黑焰山主交战。老怪摇摇头：我问的不是这个。苏木不解：那你想知道的是赤龙城的局势？老怪再次摇头：小小赤龙城，老夫一念即可洞察，何须问你？我想知道的是龙武皇朝现在是谁做皇位？100多年前西极圣土坠落的那位仙人可曾称霸天下？苏木听得有点迷糊，一知半解地回道：皇位好像从来没换过人，一直是龙武帝君坐着。至于西极圣土、仙人什么的，晚辈没听说过。光头老怪面露沉思之色：那龙武皇朝之外的格局，你可知道？苏木果断摇头，对他来说龙武皇朝就已经很大很大了，对于皇朝之外的消息，他就只知道一个百国千域、浩土无疆的概念。光头老怪闻言又问出一个问题：
武神殿还在不在？苏木点头道：在的，在的。武神殿一直是最为强大的势力，据说在皇朝之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光头老怪呵呵一笑：你拿龙武皇朝和武神殿比，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旋即自言自语道：神变境的国主没死，武神殿也没倒，看来那一战是仙人败了。世间无仙，我亦无需再躲，天大地大，从此逍遥快活。说着，他缓缓站起身来。苏木惊讶地发现，这老者的身躯居然有一半都是和山壁嵌在一起的，走出来的时候还有种胶水黏黏的拉扯感。前辈，您要离开？他问了句。是啊。光头老者呵呵一笑，对他道：小伙子，你我也算有缘，老夫赐你一段造化。语罢抬手一指，哗啦，岩浆湖瞬间沸腾起来，那一株花开正艳的烈焰魔莲顿时好像受到了巨力冲击，整株从池底喷飞出来，连根带藕脱离岩浆湖，飞落到苏木的身侧，而且在其底部根须的位置还缠着一颗火红色亮晶晶的宝钻。前辈，这是？苏木见状惊讶。光头老怪解释道：莲花只是俗物，这宝钻才是真品，收好它，将来踏入天人境，你会明白它的奥妙。语罢一步踏出，身影竟就凭空消失了。消失了？我去，这是什么实力？苏木愕然当场，这老头的修为太高了，估计比起皇朝国主也是不遑多让，比炎神宗宗主炎无心那种法相境高人都要强大得多。刚才老头踏出的步伐，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神通手段缩地成寸。还好这老怪没有恶意，否则哪怕身怀求仙塔，苏木也绝不可能活命。一个无法操控的天界至宝，在人间强者面前也不过是个硬一点的疙瘩块罢了。好在最后结果是可喜的，苏木高兴极了。烈焰魔莲就这么被连根拔起，放在了他的面前。整株魔莲的高度足有4米多，此时仍然散发着惊人的高温，根须部位紧紧缠绕着那颗赤色宝钻，好像将其当成了养料的来源。有这东西在，我的修为短时间内还能更上一层楼。苏木心情激动，原本他只是想在天骄大赛上崭露头角，用自己的资质为家族找个靠山，但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太小了。有九死涅槃经和烈焰魔莲做基础，再加上宁无学所说的本事，他完全可以和天下英才争锋，走上更瞩目的高峰。收！苏木伸出左手，用尾指上的空间宝具将整株烈焰魔莲和火红宝钻一起收了进去。随后看了一眼现场，确认没有留下自己的脚印痕迹之后，便快步走向狭窄的甬道，沿着来时路离开。先前他坠落的那个地洞，洞壁是狭窄的，刚好可以攀爬上去。苏木保持着神魔百变的气息变之术，掩去自身的呼吸与心跳，悄然钻出洞口，趁着夜色昏黑钻入火山口的丛林当中。从林子里往天上看，孟玉晨和柳莲宗的身影依然还在原来的方位，似乎没动过一下，根本不知道沿江湖畔的光头老怪已经离开。这一幕更加让苏木坚信光头老怪的实力远超天人境极多。月色照着大地，孟玉晨和柳莲宗望向西边，应该是在关注齐浩峰和秦敬纯等人的战斗。附近山头上的黑焰山弟子也都在朝那边观望。苏木见状，果断轻手轻脚溜之大吉，从众人的视野盲区之中翻越火山岩壁，如同一只灵巧的飞鼠，快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一路弯弯绕绕，避开人群。回到武神殿客房的时候，已经是拂晓了。苏木一看自己放在桌上的字条还在，干脆一把火烧了，解除气息变化之术，脱去外衣躺在床上假装睡觉。此时他心情激动，自不可能真的睡着，在躺下的一瞬间，意识就进入了求仙塔。塔内，苏木现身在冰雪山谷之中。宁无雪带着几分惊讶之色睁开眼，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苏木喜道：师尊，我成了。烈焰魔莲已经到手，而且还得到了一颗更加珍贵的火红色宝钻。宁无雪感到诧异，以你的实力，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在几位真武精面前夺走灵药，还安然离开？是这样的，苏木说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宁无雪闻言，嘴角不禁微微抽搐了一下。你倒是福缘深厚，怪不得能成求仙塔的主人。苏木问道：师尊，那火红宝钻，您可知道是什么宝物？光头老怪随手就送的东西，珍贵程度应该达不到顶尖级别，但那种层次的东西，对于现在修为低微的苏木来说，应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宁无雪看不到宝钻，但他见多识广，只需略微推测便能知道个大概。生于火山熔岩之中的火属性宝石，无非就那么几种。依你所述，应该是颗火灵晶，
五品上级宝料，可以用来增进火灵根，改善资质，或者直接炼化，提升修为。苏木恍然，这么说，等我涅槃产生灵根之后，就可以吸收它了。光头老怪说，要天人境才能知道那东西的奥妙，估摸着应该是能量强度太高，实力不够的话，身体会吃不消。不过苏木的涅槃之躯与众不同，2次涅槃以后，踏入真武境，应该就能试着逐渐炼化。宁无雪道，既得灵药，接下来就努力提升修为。明日起，你每日服用1颗莲子，12颗莲子吃完，差不多也就到化龙境巅峰了。随后服下剩余部分，让夜幽禅辅助你进行第2次涅槃。苏木点头道：好，等和孟前辈分开之后，身边无外人，我便潜心修炼。12颗火莲子要分12次吸收。这一路上有孟玉晨在，他不好明晃晃地取出烈焰魔莲，只能等去皇城以后再说。对了，师尊，那位光头前辈提起一个西极坠仙的事情，好像与天界有关。苏木想到刚才的阅历，对宁无雪说道：仙人、龙武帝君、武神殿这些东西，好像是个敌对关系，仙人陨落后，两者才能活。求仙塔是天界至宝，按理说不该出现在凡间，这2件事情之间说不定存在某种联系。宁无雪平静说道：你修为尚浅，不必关心这些，知道再多也无用。苏木皱了皱眉，其实我主要是想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和我娘有关，毕竟求仙塔是她留给我的。宁无雪还是那句话，实力够了再去想。好吧，苏木无奈，只能点点头。他才踏上修炼之路，而求仙塔却是天界至宝，连仙王都能镇压。仙人、求仙塔、母亲，还有武神殿等等，这一系列的秘辛都不是他现在能够企及的。苏木向宁无雪告辞，意念回归身体。天色渐渐发亮，武神殿也慢慢热闹了起来。一些修炼者来到武神殿的交流大厅，聊着有趣的事。苏木在客房里刚好能够听见。喂，听说了没？昨晚上炎神宗的外宗3大执事和黑焰山干起来了。啊？什么时候的事？我昨晚3更才睡，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见？嘿嘿，那你睡早了，这是4、5更时候发生的事情。快说快说！昨晚上炎神宗的3大外宗执事登上黑焰山，索要烈焰魔莲，那齐浩峰不肯给，便打了起来。结果才打了一半，武神殿孟特使和柳家家主柳莲宗联袂出现，喝止战斗，将他们4个驱逐去了旁边的山头。啊，这是为什么？据说是担心他们不小心打崩火山，致使岩浆溢出，生灵涂炭。不过这是有蹊跷，战斗结束之后，齐浩峰回到山上，往岩浆湖里一看，嘿，你猜怎么着？怎的？灵药被人偷了？哈哈，还真让你给说对了。那烈焰魔莲不翼而飞，齐浩峰气得当场跟孟玉晨、柳莲宗翻脸。可惜他实力不行，打不过这2位，只能咬碎牙往肚子里咽。这意思是孟特使和刘老头偷了灵药？孟特使和刘老头都自证清白说没有拿，但具体如何咱就不清楚了。啧，当时在场最强大的就是他们2个，就算他们2个没有亲自动手，也肯定是派人暗中潜入偷走了灵药，否则若是其他人插手，他们肯定会发现。谁知道呢？哈哈，总之现在情况很热闹，黑焰山的人快气炸了，炎神宗的人灰溜溜离开，柳家和孟特使百口莫辩，也不知道谁最委屈谁最赚。众人聊着，完全没有遮掩的意思，估计很快全城的人都会知道此事。苏木坐在屋内偷偷地笑了。嘘，小声点，孟特使回来了。外头忽然安静了下来，一身红衣的孟玉晨出现在门口，黑着一张脸，闷闷不乐地走进大殿。有胆大的人喊了句：孟特使，黑焰山那事儿有说法没？你和刘老到底拿没拿烈焰魔莲？孟玉晨本来是个温和的人，但这种被人污蔑的感觉却是让他窝火得很，怒目瞪了那人一眼，好像想用眼神打人。他一言不发，没有回答，大步走向客房，对着房里的苏木喊道：走了，起这么晚，哪有修炼者的样子？苏木作为害他被冤枉的始作俑者，这会儿屁都不敢放一个，老老实实背上包袱和宝剑，跟着他一起走出武神殿。看着孟玉晨步履如风，行色匆匆地走在前头，苏木心中暗道：孟前辈啊，孟前辈，我可不是故意要坑你，但这件事我也没法说出来，否则黑焰山主非杀了我不可。辛苦你背几天黑锅，等我用实力威震皇朝各路天骄之后，再向你赔罪。孟玉晨人挺不错的，他心里挺愧疚，不过事情的轻重他也拎得清。武神殿门口，柳玄已经到了。这位击败陆翔、方彦霖等人的赤龙城比武大赛冠军，是个身材偏瘦长类型的小伙子，
身上散发着化龙境的修为气息，面容白净，衣着颇为朴素，丝毫没有大家族公子哥的傲气。走！孟玉晨心里憋屈，不想说话，甩出御空舟，只说一个字，便一手一个把两人扔到船上，立即出发。御空舟缓缓升高，朝着北边的方向行进。地上演武场方向可以看到陆翔等人在挥手，对着他们大喊：苏兄弟，柳大傻，要打出咱们南方人的威名，要是你们一轮游，我一辈子瞧不起你们。柳玄站在船舷边，对着底下喊道：陆二愣子，你看着吧，小爷我天下第一，永远领先你100步。苏木不了解这些人之间的交情，不过看起来他们的关系好像不错。舟船飞远，地上的人逐渐变成了小蚂蚁。柳玄看向苏木，笑呵呵地打招呼：苏兄好，在下柳玄，来自柳家，天人柳莲宗是我曾祖。久仰久仰，在下苏木，来自延州苏家。苏兄英俊潇洒，气血澎湃，不愧是破格入选的天骄奇才。柳兄神采英拔，修为精深，更是赤龙城独一无二的少年英雄。两人互相恭维起来。没等他们商业互吹太久，孟玉晨就从船头走了过来，虎着一张脸，训斥道：这点能耐也好意思吹捧，能不能通过初选都是问题。进内舱去，好好修炼。哦。挨了教训的两个人讪讪一笑，乖乖走进御空舟的舱屋里。苏木取出聚气丹服用，柳玄凑过来小声问了句：苏兄，昨晚的事情你听说了没？苏木微微点头，今天一早武神殿都在说那事，我也略有耳闻。柳玄一拳打在自己大腿上，恨道：他奶奶的，也不知是哪个狗东西，竟然在我曾祖和孟姨的眼皮子底下偷走了烈焰魔莲，搞得我曾祖父晚节不保，孟姨的人品也遭到了质疑，真是可恶。苏木干笑着附和道：那人是有些缺德。柳玄道：岂止是缺德，简直就是畜生不如，我要诅咒他生儿子没屁眼，生女儿俩屁眼，然后一胎生8个，个个不像他，再诅咒他一天死10次，吃饭噎死，喝水呛死，走路摔死，和媳妇同房被一屁股坐死。苏木，先修炼吧，孟前辈要不高兴了。为了不在这个尴尬的话题上继续下去，他果断摆出了修炼的姿态。柳玄心里挺不爽的，又嘀咕着骂了句：不对，这种恶贼哪里来的媳妇？但凡是个人都不可能看上这种畜生。苏木，赤龙城内炎神宗的办事堂口，遭受重创的秦晋纯狼狈地推开大门走进来，双臂缠着纱布的楚炼阳看到他，喜道：师尊，你来了，太好了，弟子正想回去找你。但下一秒他就看到了秦晋纯苍白的脸色和虚弱的气息，惊道：师尊，你怎么了？秦晋纯喘着气，咬牙切齿，齐浩峰这个老鬼还真是天赋异禀，看来不得不禀报宗门，让内宗的天人境执事出手对付他了。阳儿，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可曾截住苏木那个小子？楚炼阳面露惭愧之色，对不起师尊，我不是他的对手，险些死在他的手中。秦晋纯眉头一皱，那小废物有那么强？他的侄儿秦觉分明说过，苏木的势力应该只有先天巅峰，可以挑战化龙境一层，但比不上真正的化龙境。可现在的情况却和他所听说的不太一样。楚炼阳点头道：他的战力应该比肩化龙境4、5层的人了，若非武神殿只是在旁边，我多半难逃一死。秦晋纯闻言立即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短短几天就突飞猛进到这种地步，看来此子身上有大秘密。走，我们去武神殿，我要当面搜那小子的身，看看他的身上到底有什么好东西。楚炼阳一叹，解释道：师尊，苏木已经离开了，我前不久刚刚看见武神殿的御空舟从天上飞过，速度很快，算算时间，这会儿他们估计已经到了100里开外，追不上了。该死！秦晋纯一听顿时愈发恼火，但此时发怒没有意义。他想了想，自语道：看来要到皇城才能下手了，我养伤需要一些时间，便让我侄儿跟随宗门天骄一起去皇城将他。楚炼阳闻言喜道：太好了，师尊，我也一起去，我修为低，不容易被人发现，也许能帮上忙。擂台上被苏木击败的事情对他来说是个耻辱，若能杀死苏木，哪怕不是他自己动手，也足以让他喜悦。秦晋纯点头道：你在此地等着就行，本宗的御空舟也快到了。是。楚炼阳欣然道。舟船航行，两人先后进入修炼状态，增进自身的实力。孟玉晨虽然心情不太好，但也没忘记自己的职责，操控着御空舟平稳飞行，越过山川，逐渐朝着皇城的方向靠近。太阳从东方升起，又朝西方落下，一个白天过得很快。
苏木全程没有分心，连吃了2粒聚气丹，一直处在修炼状态下。直至入夜以后，他的修为已经来到了先天10层巅峰。御空舟不停，苏木的修炼也不停。境界已到，他没有犹豫，服下第3粒聚气丹，当场开始进行化龙蜕变。每个大境界之间的无形门槛会拦住许多资质不足的人，使他们无法突破，只能停留在第10层。而化龙境这个小小门剑，对于已经涅槃过一次的苏木而言，则完全形同虚设。嗡！随着九死涅槃经的心法运转，先天境与化龙境之间的那层隔膜轻松告破，一场小小蜕变悄然开始。扑通扑通，苏木的心脏跳得比平时更加有力，宛若雷鸣，将一身热血迸输出去，流转全身。每个功法都有一个特定的蜕变方向，例如苏家3大祖传功法，分别是对皮肤、骨骼、内脏进行强化。蜕变过后，这3者的强度会大幅度提升。不过与之相比，九死涅槃经显然要高明得多。蜕变刚一开始，苏木就感觉自己的全身皮膜、筋肉都在发痒，似乎正在疯狂生长。苏木的身形没变，但骨肉密度却随着蜕变的进行而飞速增大。同样的身体有了更强的力量，自愈能力、爆发力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展。这场蜕变持续了近半个时辰。等到蜕变结束，苏木只觉得自己的力量一下子增大了整整1倍。此时的他无需任何技巧，光靠蛮力就能击败陆翔之流，即使是化龙境4层的赵天鹏，在他面前也走不出20招。孟玉晨在旁边看着他突破，见苏木气息暴涨许多，问道：“你的功法好像很强，可我怎么还是感觉不到你的真气波动？”经过1天的调整，这位特使大人的心情好转了不少。苏木回道：“我将真气和血肉相融，以蛮力的方式呈现。现在真气薄弱，所以不外显，等修为再高一些就会清晰起来。”孟玉晨是武神殿的人，见过各种神妙功法，闻言没有深究，只是微微点头。正式踏入化龙境以后，你的战力应该可以闯过1轮筛选。再有2天，我们就会抵达皇城，大赛还未开始，可以先认识各路天骄，提前做好准备。是，孟前辈。苏木欣然答应，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皇朝中心，天下奇才，这一趟全都要领教一下。2天后，御空舟降落在皇城的武神殿大门外。苏木刚刚结束修炼，一睁眼就看到一栋高大巍峨的殿宇横在自己面前。那高耸的屋檐、栩栩如生的浮雕以及霸气十足的3个大字，形成了强烈的压迫感。苏木，你可算修炼完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刚才错过了怎样的美景。柳玄在一旁说道。苏木看了看四周，自己已经落地，错过了空中俯瞰皇城的机会，确实有点可惜。没事，有机会慢慢看。他回了句，看向孟玉晨：“孟前辈，初选何时开始？”孟玉晨道：“随时可以，这个对你来说没难度，跟我来。”语罢，便带着2人登上台阶，走进大殿之中。武神殿的总殿跟别处相比，反而要冷清得多。这里的功能区域做了分割，修炼者的交流、切磋、进修场所都建立了独立的殿宇，主殿仅作为办事和仪式场所使用。来到殿内，孟玉晨取出特使令牌，对着一位低级执事说道：“登记天骄名录，赤龙城柳玄，延州苏木。”是，孟大人。那执事看到孟玉晨，眼里闪过激动与仰慕之色，连忙提起笔，快速记录苏木和柳玄的身份信息。写完之后，他恭敬道：“孟大人，初选检验房在左侧，您自己带他们进去就行了。”孟玉晨点点头，直接领着2人走向旁边的房间。殿内的其他武神殿人员看向孟玉晨的眼神都充满了敬慕之意。柳玄看得好奇，忍不住问道：“孟姨，你在这里好像很受欢迎。”孟玉晨淡淡回道：“武神殿职务从上到下分5级，殿主、长老、特使、执事、散士。殿主1位，长老3位，特使10位。我是特使，在旁人看来身份比较尊贵。执事和散士才是武神殿的主要人员配置，可以再细化出多个等级。而特使级以上则是真正的大官，平时很少能够见到。”苏木和柳玄听了这话，都不禁感慨：孟玉晨才是真正的天骄，不到40岁的年纪就有如此成就，放眼皇朝，能和他比肩的人都没几个。但他这样的人，当年天骄大赛上的成绩也不过是几10名而已。很难想象每一届的天骄大赛是多么的残酷。初选测验房，苏木走进其中，看到里头有个少女正在接受测验。孟玉晨指着房屋中心处的一尊石像，说道：“
那石像头部的双眼会根据受击力道亮起不同颜色的光，红光最次，橙光略次，黄光合格，绿光优秀，紫光最佳。只要你们能打出黄光，就能参赛。这是非常简单暴力的一个选拔测试，无论是比武大赛冠军还是各族天骄，都要走这么一个过程。力量够了，直接入选天骄名录，反之，直接取消资格。砰！说话间，那位少女已经一拳打了上去。那石像稳扎不动，将力量全部吸收，转化成能量，注入双眼宝石之中，亮起一抹明亮的绿光。绿光，优秀！恭喜严小姐！负责初选的执事笑着道。少女神态清冷，点了点头，就直接离开，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柳玄见状忍不住问道：梦姨，这女的谁啊？连执事都不搭理，真是高傲。孟玉晨解释道：看她胸口族徽，应是皇城严家的千金。严家？苏木和柳玄都表示没听过。孟玉晨道：皇城作为皇朝中心，无数强者汇聚于此，整体实力超乎你们的想象。一些家族虽然在外名声不显，但论强者数量，其实比起六宗四族也不会逊色多少。苏木点头表示理解。越是富饶的地方，大家族就越显低调，因为当地强者实在太多，太过招摇不会有好下场。但这种家族若是放到延州那样的地方，那就是绝对的巨无霸。我也来试试，看看我能打出什么光。柳玄跑上前去，黄光就是合格。严家小姐一拳打出绿光，已经非常优秀。作为男人，柳玄不想输给女孩子，当即卯足了劲，将真气调动起来，一拳轰在石像身上。砰！石像依然纹丝未动，将所有能量吸收。不一会儿，石像的双眼亮起一抹淡淡的黄光。柳玄愣了一下，不是吧？那只是笑着道：黄光还不错，你入选了。柳玄非但没有高兴，反而是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郁闷道：我居然比他弱，不行，我不服，再试一次。然后深吸一口气，将全身真气调动，后撤6步，蓄力前冲。呵，这一回柳玄动用了自己短时间内能够积蓄的全部力量，轰出了更强的一拳。但石像依然只是黄光，仅仅比刚才更亮一些。啊，我这么弱吗？柳玄一看这个结果，顿时哭丧着脸。孟玉晨莞尔道：怎么样，知道厉害了？你小子别以为自己是赤龙城冠军就可以傲视一切，光是赤龙城就有赤剑公子、萧天女实力远在你之上，到了皇城，比你强的人更是比比皆是。刚才还激动兴奋的柳玄一时间垂头丧气。哎，孟姨，你别打击我了，我有眼睛，已经看到成绩了。苏木见状感到有趣，上前道：我也试试。柳玄见状立马又来了精神：苏兄，来个橙光。苏木笑道：那不至于吧，橙色是不及格的意思，若是打出这个结果，连天骄大赛都没资格参加。踏入化龙境以后，他感觉自己的实力应该比柳玄要强些，最差也是个明黄色。开始吧。执事将石像复原，说道：呵。苏木一步上前，右拳汇聚一身蛮力，猛然一击打出。轰！他这一拳全是蛮力，还运用上了一些苏家祖传的发力技巧。随着一声轰鸣，石像吸收全部力量，将双眼部位的宝石点亮，明亮的黄光在室内亮起。果然，苏木微微点头，这结果和他的预料完全一样。柳玄见状捂住眼睛：哎，我居然是最差的，还测不？只是笑问。苏木摇摇头：不必了，他还有剑招，剑意未动，若是动用，肯定能激发绿光。不过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初选测试，没必要暴露太多本领，能过就行。真正的手段还是留到以后再和高手对决使用。走吧。孟玉晨带两人离开，刚走到门口，一道身影从外头走了进来。苏木下意识抬头看过去，只见来者是个少年，17、18岁模样，身材偏瘦，面容俊美，唇红齿白，长得比女人还好看。而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赫然是真武境。和少年同来的是个中年高手。孟玉晨见了别人都是不打招呼的，唯有见到此人才主动拱手问候：杨大哥，你也来了，这位小兄弟就是你举荐的怪胎云沧海。特使杨笑龙点头道：这孩子天赋异禀，可谓百年难遇。我有感觉这届天骄大赛要破纪录，纪录是指天骄实力的上限。龙武皇朝定鼎天下800年，举办了200多届天骄大赛，最强大的一届修为达到真武境1层，破坏力是真武境4层。
而杨啸龙的意思是，云沧海的破坏力有望超越这个极限。苏木和柳玄都不由自主地打量起这位最有希望夺得天骄大赛冠军的人。好强！真武境的气息对于化龙境的人来说强得可怕。明明是同样的年岁，但这云沧海却是深不可测，让人不敢直视。苏木之前见过赤剑公子，但他感觉就算是赤剑公子，在这位云沧海面前也有很大的不如。更让苏木惊讶的是，云沧海这么厉害一个天才，居然半点傲气都没有，非但没有对他们摆脸色，反而面露温和的微笑，对他们点头致意。柳玄忍不住问了句：“云兄，你这修为是怎么练的？”云沧海语气平和，开口道：“勤学苦练，日积月累。”他的嗓音中正平和，如他外貌一般，有些分不清男女。苏木看着此人，心中莫名闪过一抹怪异的熟悉感，好像自己在哪见过这个人，但他可以确定自己绝对没见过云沧海，这应当是错觉。云沧海的双眼也落在苏木身上几秒，上下打量，并且在苏木胸口的小塔吊坠上停顿了一会儿，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亚色。云沧海，你去测一下力道，随手一拳就行。杨啸龙对云沧海道了声：“好。”后者收回目光，微微点头，从苏木的身边穿过，走向石像。在他路过的一瞬间，苏木分明嗅到一股异香气息，如兰四射，非常好闻。这人到底是男的女的？苏木忍不住暗自嘀咕。一个大男人，长得那么漂亮，身上还带香气，关键是实力还那么强，太不正常了。此人怕不是妖精变的。砰！正疑惑间，云沧海已经一拳打在了石像上。他看起来没用力，但石像却直接亮起了一抹青光，直接超过了之前的严家小姐，比苏木和柳玄高出一大截。孟玉成看得连连赞叹，一成力量就如此强横，不愧是妖孽怪胎。柳玄捂住额头，我的天，这才一成力。苏木心里也惊叹，自己哪怕倾尽全力，使出耗尽力量的剑意，也顶多打出个明亮的绿光。这家伙随手一拳就清光，差距真的太大了。即使他有烈焰魔莲托底，短期之内还能实力大涨，但想要战胜这样的人，依然具有很大挑战性。走吧，都通过了，干脆带你们一起去办个入住。孟玉成说道。天骄大赛期间，这些来自各地的英才少年都可以住在武神殿，免费使用此地的修炼室和饮食。大家离得近了，也方便交流切磋，不一定非要在擂台上才能对战。云沧海走了过来，目光又往苏木身上看了两眼，随后三个少年在两位特使的带领下一起离开主殿，往旁侧稍矮一些的几座房屋走去。路上，孟玉成问杨啸龙：“杨大哥，今年有云沧海这样的散修奇才出现，各宗各族的高人应该都会到场吧？”杨啸龙点头道：“我听店主说，这一届的观赛阵容将会空前强大，剑王会提前出关，丹王、民族等诸多高人也都会来，这些都是皇朝最顶尖的人物，个个都是威震一方的霸主级强者。若能被这样的大人物看中，收为弟子，飞黄腾达也就简简单单了。”剑王。孟玉成听到这个名字，忽然想到了什么，回头看了一眼苏木，说道：“杨大哥，我带来的这个小子用剑方面颇有天赋，隐约有几分剑帝的影子。”杨啸龙闻言一笑：“那你应该是看走眼了，剑帝已经陨落多年，所留传承皆在他的灵前一剑之中。这孩子生在延州，并未接触过剑帝，怎么可能得其神韵？”孟玉成坚定道：“话虽如此，可我感觉苏木当日那一剑却有几分剑帝意境。”杨啸龙摇头道：“巧合而已，世间用剑者不计其数，但归根结底，剑道不过那么几个风格，有些相似之处也是在所难免。”苏木不禁疑惑，问道：“两位前辈，何谓剑帝意境？”他的建议是宁无血教的，莫名其妙和别人产生联系，感觉有点奇怪，掉档次了。孟玉成解释道：“剑帝是天剑宗老祖，曾与龙武帝君齐名，都是神变境的绝世高人。他于100年前寿终正寝，我去过天剑宗，见识过剑帝所留神剑，其中一缕剑意与你当日对阵赵天鹏所使的那一招颇为相似。”苏木连连摇头：“我没去过天剑宗，想是杨前辈说的那样，纯属巧合。”孟玉成问他：“那你当日所使剑招是何处习得？”苏木道：“家传剑法，加上我自己瞎琢磨，是个顾前不顾后、不要命的拼杀手段。宁无血的存在不便告人，只能这般解释。”杨啸龙闻言笑道：“这么说来，苏木小友的剑道天赋倒是极高，也许真能成为剑王弟子。”苏木脸上笑着：“那样最好。”心里却是暗暗比较，那所谓的剑王剑帝，比起自己的师尊宁无血，能有几分功力？到了。
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了住宿处。武神殿安排的住处条件肯定是很好的。这住宿的房屋宽敞舒适，还自带一个聚拢灵力的法阵，可以直接在屋内清修提升，效果比起寻常客栈要强数倍。现在房间还很多，你们可以随意挑选，想住哪间都行。杨啸龙说道。时间还早，来到皇城的天骄不多，给了他们当先选择的权利。苏木喜欢安静，直接挑了个走廊尽头最偏远的屋子。柳玄喜欢热闹，选在走廊的前端，方便出门。云沧海则是完全没有挑选，随手抓起一把钥匙，一看号码，刚好在苏木的隔壁。孟玉晨一看，笑道：“还挺巧。苏木，云沧海实力强劲，这阵子你可以多向他请教请教。”是，孟前辈。苏木应道，下意识看了一眼云沧海，总感觉这个漂亮少年怪怪的，但又说不上哪里怪。两位特使很快就离开了。三个年轻人走向各自的房间。柳玄推开第一个房间的大门，走了进去。长长的走廊上只剩苏木和云沧海两个人。两个人并肩而行，苏木不经意地瞥向云沧海，却发现他也在看自己，心中那份异样的感觉愈发浓厚。云兄，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苏木率先打破沉默，问道。云沧海摇头道：“没有，今日是头一回见面。”苏木纳闷：“那我为何感觉你好像有点熟悉？”云沧海饶有兴趣道：“哦，苏兄这是何意？”苏木摇摇头，说不上来。云沧海笑了笑：“曾有不少人都这样与我搭讪，他们有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苏木下意识问道。云沧海目光悠远，带着几分调侃之意：“以为我是女人？”苏木顿时无语。老天作证，他虽然也觉得这个云沧海像是个女的，但绝对没有和他搭讪的想法。他是满心只想变强大，用自己的肩膀扛起苏家的兴衰重担，追逐真仙大道，探寻母亲的下落和求仙塔的奥秘。女人什么的随时都能找，哪有搞事业重要？再说了，求仙塔那两个不比这不男不女的家伙有魅力。云兄一定是误会了。苏木道。云沧海点点头：“那些人也是这么说的。”苏木，氛围变得古怪，再聊下去只会更尴尬。苏木拿钥匙打开房门，道了声：“既非熟事，我便不叨扰了。云兄修为高深，有空再讨教。”说完就打算进屋。云沧海面带笑意，点头道：“好啊，我一定好好的指教你。”这话语的语气带着几分戏谑，耐人寻味。苏木感觉自己好像被这个男人调戏了，心里很是膈应。他不再接枪，直接进屋，反手关了门。云沧海看他那副吃瘪的模样，嘴角微微扬起，暗自低喃，想不到会这么顺利，如此轻易就找到了他。屋内，苏木皱着眉头，脑海里闪过云沧海那似笑非笑的表情，有点烦躁。未知的东西往往是最危险的。这云沧海来历不明，善恶不明，修为又如此高深，有他住在隔壁，凡事都应小心谨慎。他看我的眼神很不对劲，像猫戏耗子，哼，我可不是泥捏的。先修炼，1个月后我必超越他。苏木的战意被引燃，将房间配置的聚灵阵开启，隔绝内外气息，而后取出储物戒指里的烈焰魔莲。时隔3日，烈焰魔莲依然滚烫炽热，取出来的瞬间就将苏木的手掌烫黑了一块。不过这种程度的烫伤疼痛对苏木而言不值一提。他将12颗莲子全部抠下，收起其中11粒以及整株莲花，随后将手中剩下的那一粒硕大莲子直接纳入口中，整个吞咽下去。关于烈焰魔莲的用法，叶幽禅已经在前2天夜里告诉了他。这种灵药潜力巨大，若是生长在洞天福地，品级还能更高，远不止4品。它功效繁多，每个部位都是宝贝，只要花点时间逐渐消化掉，实力必然暴涨。1颗莲子入腹，滚烫的热力立即化作洪流，冲向4肢百骸。死！苏木倒吸一口气，感觉自己的5脏6腑都好像被放在了烈火上焚烧，一股热汗立即从额头上冒了出来，转眼间湿透全身。他顾不得烈火焚身的痛苦，立即运转九死涅槃经的淬体之法，将这股热力疏导到经络之中，开始淬炼自己的身躯。滋滋滋滋，体内仿佛在做烧烤，每一寸血肉都被烧得焦黑，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而在焦香冒出来的一瞬之后，一股热血流转而过，又将那烤熟的血肉滋润复苏，再一次变得鲜活。烧死复苏，烧死复苏，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着，每一次变化都会让血肉壮大几分，增长力量。尽管过程充满了痛苦，让他有种度日如年的煎熬感，但实力的提升也是看得见的。
苏木咬牙忍着痛，坚持了一遍又一遍，不知不觉，体内的热力就渐渐的少了。72个周天运行过后，那热力化作一抹清凉的涓涓细流，涌向全身各处，渗透到血肉之中，将经历过残酷淬炼的每一寸血肉浸润，使其壮大。总算结束了。苏木长长舒了一口气，睁开眼睛一看，时间过去了一天。他不知道该说太快了还是太慢了。修炼的过程那么难受，每一个呼吸都好像一整年般漫长，但在结束修炼以后，却又好像只是一场梦。苏木握住拳头，感应自身力量。经过一天的修炼，他的实力在烈焰莲子的推动下又前进了一步，达到了化龙境2层。如此明显的提升，让苏木心生喜悦，暗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没有好处的受苦才是受苦，有好处的那叫磨砺。出去吃个饭，歇一会儿，然后继续。苏木心道，他还没到天人境，无法免除吃喝拉撒的琐事。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苏木起身走出房间，前往膳房。没想到他才从1楼大门走出去，前方就传来一道浑厚的真气拳劲。砰！苏木随手一挡，化去真气。定睛一瞧，原来是有人在门外空地上切磋，其中一人正是与他同来的柳玄。哎呦！没等苏木了解状况，柳玄就被对手一拳击中胸膛，整个人倒飞了过来。柳兄！苏木打出一股绵劲，将柳玄接住，问道：你怎么样？他们是谁？对方有3个人，都是少年模样，显然也是天骄大赛的候选者。柳玄捂着胸口，嘴角染血，气息紊乱，回道：苏兄，他们是皇城本地人，自称皇城3杰，来此寻衅。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去叫云沧海来，那家伙真武劲，足以将这3人打服。皇城3杰？苏木皱眉道：都是天骄大赛参与者，迟早会有一战，切磋尚可，何必闹成这样？柳玄咬着牙：我倒是不想闹大，但他们态度太嚣张了，说什么天下武道出北方，南方修炼者都是旁门左道，不堪一击。我气不过，想给他们个教训，只是……柳玄恼火得很，偏又打不过对方，有种深深的无力感。小子，你也是南方人？那3人看到苏木来了，嚣张的态度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说起话来趾高气昂。苏木看到这一幕就明白了，这是对方先挑事，不是柳玄的问题。于是不再客气，上前2步道：不错，我是延州苏木，阁下是想指教一番。这种场面以和为贵什么的，无疑是个笑话。对方主动来挑衅，那就非战不可，要么打到他们服气，要么夹起尾巴做人，没有第3个选项。延州？皇城3杰互相对视一眼，同时笑了。就是那个南方中的南方，毗邻赤色荒漠的边缘小城。哈，那地方都10几年没人来参赛了，想不到今年居然冒出来一个愣头青。有意思，有意思，我倒想看看延州边境来的乡巴佬能有什么手段。3道身影，一个上前，2个退后，显然是想和苏木单挑。柳玄见状提醒道：苏兄当心，那家伙的身手非常灵敏，拳劲也很大，大概有化龙境4、5层的战力。4、5层？苏木笑了，这不就是赵天鹏的战力吗？若是7日之前也就罢了，但今日的苏木拿捏这等对手，根本无需动用杀招。我不做无名之辈，报上名来。苏木伸出一只手，勾了勾手掌。对方本是来挫南方参赛者锐气的，见苏木非但不怕，反倒摆出这么高的姿态，顿时怒了。出阵者断喝一声：我名王波，今日3招拜你。语罢，脚下一跺，化龙境真气喷薄而出，一拳积蓄起千钧之力，对着苏木的面门砸来。大言不惭。看到对方出招，苏木不屑一笑，这等身手远远配不上柳玄所说的灵敏2字，充其量就是个略有手段的化龙境修炼者而已。在对方拳风即将到来的瞬间，苏木脚下微动，侧踏半步，同时右手一掌平推，使出了家传武学镇月镜。砰！瞬间，苏木的掌风击打在王波的左肩处，对方的拳劲半途散去，身影倒飞而回。扑通！王波倒在地上，捂着肩膀，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怎么可能？你居然比我还快！苏木沈道：天下武道出北方，此话不假，但你这个北方人好像没练到家。龙武皇朝修行界一向是北方强势，南方除了萧族、天剑宗、炎神宗3家之外，基本上没有太拿得出手的势力。不过大势是大势，个人是个人，南方灵脉稀少才是南北差距的根本原因，并非天赋和才学的差距。王波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本想教训人，没想到自己反被打脸，顿时怒意升腾，弹身而起，低喝道：
再接我一招，使出了更加刚猛的杀招。这一拳是他所学最强的武学之一，爆发力足以威胁到化龙境6层的高手。苏木眯起眼睛，只觉得一道罡风扑面来，速度和力道都很强，的确有几分高手风范。不过可惜的是，比起宁无雪残念塑造的冰雕玉人，还是要慢了2分。在对方出招的瞬间，苏木的身影也动了，脚踏弓步，一击手肘往前猛击，砰，咔嚓，伴随着一声骨裂的脆响，王波的身影再次倒飞而回，如同败革一般跌倒在地上，口中喷出了一口血沫。不过如此，苏木微微摇头。皇城3杰的另外2个见状都惊了，柳玄则是双目放光，跳起来大喊道：“苏兄威武，不愧是破格入选，斩杀过比武大赛冠军的天才。”然后指着王波嘲笑道：“再叫啊，再叫啊，服不服？你服不服？”得意的样子，好像这一架是他打的一样。我噗！王波爬起来想再出手，却被柳玄得意的样子气得吐了口血。庶子休要逞狂，我来战你！另外2人同时上前。苏木面无惧色，淡淡一笑：“好，你俩一起上。”什么？那2人只是因为激动才同时上前，并未想过要2个打1个。但苏木却好像完全没有瞧上他们，重复道：“2个一起上，你们尚有一些机会赢我。单人出手，下场和他一样。”皇城3杰闻言都恼了，一个是因为落败而气愤，另外2个则是因为被轻视而感到受辱。我先来。左边那人上前断喝道：“记住了，击败你的人名叫韩清墨。”急冲而出。他们自是不可能真的2个打1个，否则就算赢了也丢脸。韩清墨独自上前，真气鼓荡，罡风烈烈，一拳击出，引得风声如炮，势头比王波要强3分，一上来便已是全力。苏木嘴上瞧不起，其实内心不敢轻视任何一个对手。见对方攻来，脚下立即踏动风雷步，风意潇洒，雷意磅礴，一退一进，局势顺变。砰，轰，2股力量在空中相撞。韩清墨的拳劲先一步达到顶峰，却未打到苏木，而是在风雷步的飘忽身法之下被拉开了1尺的距离。苏木的拳头晚一瞬抵达，与之碰上，实打实的接触，带动涅槃之躯，化龙蜕变的狂莽神力，与对方的拳头撞击在一起。这一刻，苏木再次听到了骨裂声。啊！韩清墨痛得发出惨叫声，指骨一瞬断裂3处，连小臂的肌肉都被震得麻痹，连连后退，脸上露出痛苦之色。力道不错，速度不行。苏木点评道：“论速度和力量，他这个纯粹炼体的化龙境明显要强于同境界的其他人，再加上被宁无雪特训出来的应变能力，若非境界高于他的人，很难在拳脚方面和他抗衡。”韩清墨吃了亏，却不气馁，咬牙忍住疼痛，口中低喃：“苍炎真气爆！”嗡！刹那间，一股炽烈的战意从他身上涌现，左拳挥出，隐隐可见赤色蟒龙缠绕其上，在呼啸声中扑向苏木。这是搏命的杀招，苏兄小心！柳玄看出这一招非同小可，连忙提醒。苏木暗暗调动气血能量，准备以撼山拳硬碰。然而，在对方的招式到来之前，一道声音忽然响起：“何人在此吵吵闹闹，扰我修行！”下一秒，轰！韩清墨的身影好似撞上了无形的弹簧，以比来时还快的3倍倒飞出去，砸在了数10米外，当场昏死过去。这一刻，所有人都惊了，场面一时鸦雀无声。什么人？前辈高手竟然出手欺压小辈！皇城3杰的最后一人李元同发出色厉内荏的低喝：“前辈！”呵呵，一声沈笑从苏木的身后传来。云沧海信步走出，看着2个躺着一个站着的3个人，淡淡说道：“别遇到打不过的人就喊前辈，论岁数，说不定你比我还大几个月。你是真武境？”李元同脸色大变。云沧海走到苏木身边，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抹动人心魄的浅笑：“西部边城芒州云沧海，随时欢迎挑战。”你就是云沧海？李元同和王波连退数步，看着眼前这个比女人还漂亮的少年，眼里写满了不可思议。云沧海摊开手：“怎样，还要打吗？”对面2人光是听到这名字就已经失去战意，亲自目睹真武境气息之后，更是再不敢大声说话。但打不过归打不过，身为皇城人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属于他们的骄傲，冷喝道：“你别得意，等我们温月郡主来了，照样击败你。”然后也不管云沧海怎么回答，扛起昏迷过去的韩清墨，直接跑路。云兄果然强大，不愧是本届天骄大赛最有希望夺魁之人。
柳玄看到皇城三杰被打跑，高兴极了，立即夸赞道。云沧海不骄不躁，平静道：跳梁小丑而已，不值得称道。你俩没事吧？苏木心情怪怪的，本来是自己动手切磋的机会，想不到才打到第二个人就被这家伙给破坏了。没事，他回了句，然后又道：我去吃点东西，直接走开，不想跟云沧海多接触。但后者却偏不让他如愿，跟上来道：巧了，我也正准备去吃饭，刚好一起。苏木、柳玄刚吃过东西，不过看他们两个都要去膳房，便也一起跟上。从住处到膳房也就几十步路，很快就到了。柳玄走在两个人中间，嘴里吐槽着：以前我觉得萧族和天剑宗的人有点高傲，看不起普通家族的修炼，如今到了皇城，我才发现这里的人更是眼睛长在头顶，对于任何不属于皇城的人都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简直气人。苏木回了句：不用和他们一般见识。柳玄立即说道：我倒是不想，但他们非要挑衅啊。那个态度你也看到了，谁能忍得住不出手？今天要不是你俩出面，我可真是要难受死了，骂又骂不赢，打还打不过，可气，实在可气。云沧海道：强者歧视弱者，富人歧视穷人，放眼天下随处可见，这都不算什么，真正的瞧不起不是鄙夷挑衅，而是根本看不见。柳玄不解：云兄这话怎么说？什么叫做看不见？云沧海解释道：比如你生在赤龙城的中等家族，你能看到千里之外某座偏远小镇里为了一把米一口饭而跪地乞讨的贫苦百姓吗？柳玄想了想，回道：看不见是看不见，但我不会瞧不起他们，他们也不会怨恨我，跟今日这个情况还是不同的。云沧海摇头道：本质没多大区别，这世界充满不公，只要你活着，永远都有人比你强，比你弱，只要有强弱差距，矛盾就永远不会停止。柳玄若有所思，这话倒是有些道理，纷争是永远不停的，所以我们才要不断修炼，提升自己，免得被人欺负。云沧海笑道：是啊，努力修炼，今日的事情就会发生的少一些。柳玄点点头，斗志一下子就上来了，但仅仅一瞬，他又哭丧着脸，惨兮兮道：依我看，这次天骄大赛我十有八九要垫底，即使别人不主动欺负我，大赛上遇见了，照样会把我打得很惨。苏木和云沧海听到这话都笑了。苏木道：实在打不过，你就认输。柳玄猛摇头：那怎么行？不战而降是最耻辱的，我柳家男儿，哪怕打不过，也要打2拳。云沧海拍了拍他的肩膀，往好处想，即使天骄大赛垫底，也已经超越皇朝上下至少几千万人了。柳玄一想，这话有道理，顿时自信心又回来了。三人各自打了一份自己合口味的饭菜，坐下用餐。云沧海的目光往苏木脸上飘，问道：苏兄的境界似乎比前日提升了一些。苏木回道：运气不错，小有进步。柳玄瞪大了眼睛：咦，我怎么没注意到？苏兄，你前几天在御空舟上不是才刚突破吗？怎么这么快又突破了？苏木含糊其辞地回道：可能是厚积薄发吧。柳玄面露狐疑之色：厚积薄发吗？我感觉你应该是有灵丹妙药。苏木笑了笑，没接话茬。这家伙的曾祖父就是烈焰魔莲事件的背锅人之一，他可不想暴露真相，让柳家老爷子追到皇城找自己麻烦。喂，一会儿去演武场逛逛吗？我听说炎神宗、浩劫宗、夜族等大势力的参赛者已经到了，正在演武场那边逮人切磋。柳玄闲不下来，又找他们聊天。苏木一听炎神宗之名就来了兴趣，问道：他们也住在这里吗？柳玄摇头道：这些大势力在皇城有自己的产业，无需和我们同住。不过演武场是共用的，谁想切磋比试都可以来武神殿这边。苏木微微点头：那就去瞧瞧，看看他们实力如何。炎神宗的麻烦现在还没解决，黑焰山一战，秦晋纯没有死，秦家依然可能威胁到苏家。炎神宗的天骄弟子应当就是秦少云的准师兄，可以试着接触一下，探一探炎神宗的行事风格，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云兄，你去不去？柳玄问云沧海。后者摇头道：不感兴趣，我吃完饭回屋继续修炼。柳玄不禁感慨，真是个修炼狂，怪不得你的修为那么高。很快一顿饭就吃完了。云沧海和苏木两人告辞，直接扭头走向住处。苏木看其潇洒离去的背影，心中暗道：这人好像还挺好相处的，没有什么高手架子，平易近人。前天在楼道里，要不是自己先说熟悉感，对方也不会误以为自己是搭讪。算来算去，反倒是苏木自己的不对。
想到这里，他对云沧海的排斥感淡去了许多。走吧，去演武场。柳玄招呼道，带着苏木一起往武神殿的前门走去。两人走后，云沧海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望着苏木远去的背影，这位天骄目光闪烁，露出了沉思的表情。这小家伙一天一层境界，提升速度比我还快。灵丹妙药不能乱吃，这一点他肯定清楚。能有这等神速，看来是找到了某种特殊的途径。那个小塔该不会已经被他研究明白了吧？想到这里，云沧海脸上的表情连续变换了数次，先是诧异，再是喜悦，接着又有些担心。云族10大长老用了100年都没弄明白的东西，品阶之高定然超乎想象。小外甥啊，小外甥，你可得当心点。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件仙人遗物，若是让那几个老怪看见了，我也护不住你。皇城演武场可容纳10几万人观战，此时大赛还未开始，但已经有10余位少年天骄在各个擂台上切磋，围观者也有上千人。苏木和柳玄才刚刚走进场内，就看到有个红衣少年手持铁鞭，一击抽出炽热火光，将其对手轰飞下台。好，打得漂亮，不愧是炎神宗的天之骄子。看台上的观众欢呼道。红衣少年杵着铁鞭，看向台下，还有谁要挑战我？浑身上下散发着不可一世的傲气。那人是炎神宗的？苏木对柳玄问道，目光之中充满了兴趣。柳玄回道，他叫葛燕，是炎神宗宗主的亲传弟子，据说已经化龙境6层，是炎神宗新一代弟子之中天赋最高者。苏木闻言非但不慌，反倒闪过兴奋之色，看来这一届天骄大赛的质量很高。柳玄苦笑，是啊，赤剑公子、萧族天女、问月郡主、民族圣子、不夜楼少东家，还有云沧海，这些人可都是怪物。遇上这样的对手，咱们这些人纯粹就是来献丑的。苏木淡笑道，那也未必，时间还有1个月，加把劲，实力还会有提升。柳玄一叹，我们在提升，他们一样在提升，而且提升的比我们还大。苏木正想再安慰一句，不料这时看台上忽然传来一道怒吼声，苏家贼子，你果然在此！这声音很熟悉，是秦爵。苏木面色微变，循声看去，只见空落落的看台前排方位，秦家家主秦爵、大长老秦德赫然在列。两人对苏木怒目而视，尤其是秦爵，双目布满血丝，杀意几乎凝成实质。他们怎么跑这里来了？苏木心里闪过一道疑惑的念头，下一瞬就看到秦爵和秦德从看台上一跃而出，气势汹汹而来。擂台上的葛燕也听到动静，问道，秦爵，此人就是杀你儿子的仇家？秦爵低吼道，不错，就是他。葛少，助我击杀此子，你要的残图立即归你。说话间，他已经冲入演武场，身上真武境气息爆发，快步杀向苏木。大胆，竟敢在演武场放肆！演武场一直都有武神殿的执事坐镇，看到秦爵入场，果断出手阻拦。秦爵对此并不意外，只是重复喊了声葛少帮忙，和秦德联手，和那武神殿执事开战。苏木顿时明白过来，这秦爵肯定是打听到了自己要参加天骄大赛的事情，为了截杀自己这个真正的杀子仇人，暂时放下延州的事情不管，搭上炎神宗的关系，万里迢迢来到此地。秦爵最大的目标就是杀死自己，给他2个儿子报仇，至于其他的根本就顾不上。此人已经疯狂，完全不可理喻。好在今日轮值的武神殿执事实力拥有真武境巅峰修为，秦爵就算再疯狂，再不顾一切，也翻不起什么浪花。轰！随着武神殿执事的出手，秦爵和秦德瞬间倒飞回去，鲜血狂喷，连一招也挡不住。可少，出手！秦爵大吼催促，那眼神恨不得生吞了苏木。擂台上的葛燕犹豫了一下，武神殿不禁止私斗，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击杀其他选手，难免会遭受非议，有点麻烦。不过考虑到残图的重要性，他还是下定了决心，从擂台上一跃而下。苏木，要怪就怪你自己，不该杀我师尊内定的弟子。轰！他一刀斩出，刀光如焰，炽热难当。柳玄惊道，疯了吧？这是干什么？苏木看葛燕来势汹汹，一把推开柳玄，心头一声低喝，风雷步！嗖嗖嗖！他连踏3步，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炽热的一刀。唰！刀光落在地面，直接在青石地板上留下了一道黑色的焦痕。秦爵见状大喜，葛少，杀了他！杀了他！武神殿执事眉头一皱，呵斥道，
葛燕，演武场上不得下重手。葛燕回了句：执事大人，我只是在与苏木切磋。说话时又是一刀劈斩，气势比起刚才在擂台上跟别人切磋，至少要刚猛1倍。苏木手里没有兵刃，只能先用风雷步进行躲闪。够了，当我是瞎子吗？只是呵斥道，这样的情况无疑是在挑战他的威严。他想出手制止战斗，然而秦觉和秦德却是再次出手将他缠住。葛少，快，我们拖不了多久。秦觉催促着。葛燕出招变得更加凌厉，一招一式皆藏杀意，化龙境6层的力量挥洒不停，是要将苏木撕碎。苏木躲得很狼狈，此刻他修为处在劣势状态，手里也没兵器，根本无法和葛燕抗衡。炽烈的真气携着刀光斩断了他几根头发，眼看局面岌岌可危，一道风声忽然传来：苏木，接剑。是柳玄，给他扔了一把长剑过来。多谢。苏木心下一喜，单手接住未开封的寒铁剑，一身蛮荒猛兽般的力量猛然爆发。断山式，唰！剑光绽放，与烈焰刀刃碰撞在一起。轰隆！苏木和葛燕脚底下的青石地板同时破碎，连续跌退了好几步。苏木感到一股热意袭来，胸前一片炽热，衣服都烧焦了，露出健硕的胸膛，灼痛难忍。葛燕则是感到持刀的右臂震得剧痛麻木，虎口开裂出血，被苏木强横的力量打出了不轻的损伤。单从这一招来看，是苏木赢了，有点意思。葛燕见苏木居然有这么强的爆发力，面露惊讶之色。他的身上燃起火光，战意更烈，脚步踏前还想再攻。这时一道清冷的断喝声传来：都住手！反了天了！嗖！一道赤红色的倩影破空而来，孟玉晨凌空站在数十米的天上，俯瞰下方情景，天人境气息毫无保留释放而出，顿时压得众人喘不过气。苏木等人都感到自己好像被一座大山压在头上，刚刚提起的力量一下子都被分散，无法再战。孟玉晨看向秦觉和秦德，冷冷道：擅闯演武场，扰乱秩序，压下去，打入监牢，囚禁7日。是，特使大人。只是立即领命，一手一个将无力反抗的秦觉和秦德拖走。孟玉晨又看向葛燕：特使，我们是在切磋。葛燕先声夺人。孟玉晨冷哼道：还敢狡辩，拖下去，关押3日。是。另一位执事快步赶过来，想要把葛燕压下去。这时看台上一道身影站了起来，淡淡说道：孟特使好大的威风，我炎神宗的人自有我炎神宗管教，不劳你武神殿分忧。苏木看向场边，说话的是个白发老妪，隔得太远感应不到对方气息，但估摸着至少也是天人境，否则不可能站出来与孟玉晨抗衡。看到自家大人站出来撑腰，葛燕脸上泛起得意之色。然而这份得意之色仅仅存在了1秒钟，就变成了一脸铁青。孟玉晨看向场边的老妪，冷然道：怎么，你炎神宗要罔顾我武神殿的条例，在天骄大赛的会场上肆意妄为？炎神宗老妪闻言，气息顿时弱了几分。老身无意挑衅武神殿，不过这点小事。没等他说完，孟玉晨就道：知趣就好。来人，将葛燕带下去，禁闭3日，好好反省。不是，长老，这……葛燕闻言顿时急了，想让自家长辈搭救，但即使是炎神宗的长老，在武神殿的演武场上也得乖乖的收敛气焰。葛燕逞凶在前，本就不占理，禁闭3日已经是最轻的惩罚。很快葛燕就被带走了。炎神宗的老妪面色不悦，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坐下。孟玉晨看向苏木，问道：可曾受伤？苏木摇头道：我没事，幸好孟前辈来得及时，否则今日怕是要遭毒手。断山一事已经几乎抽干了他的力量，但却没能击垮葛燕，再打下去结局可想而知。孟玉晨无奈道：你的私人恩怨我不便插手，往后的日子自己多加小心。苏木拱手道：我会多注意，多谢孟前辈解围。孟玉晨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又回了主殿。苏木环顾一圈周围的看台，不少人都在看他的好戏。此时此刻坐在周围的人起码有上百个真武境和天人境的强者，不过他们都没插手，保持冷眼旁观。皇城的水很深，各宗各族的恩恩怨怨非常复杂，谁也不想无故树敌。像他这样的乡下小修士，没有人脉，没有靠山，哪怕被人打死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出手搭救。出门在外，只有自己的实力才是最好的倚仗。苏兄，我们回去吧。
柳玄走过来说道：“苏木点头，将寒铁剑还回，和柳玄一道离开。回到住处以后，苏木先是静修调息，将损耗的力量恢复，随后取出火莲子服下，运转九死涅盘经的内炼之法，在炽热的焚烧之中提升修为。葛燕的那一刀在他胸口留下了灼烧的痕迹，不过这一抹痕迹随着功法的运转，很快就看不见了。那残留的热力甚至还被火莲子给同化，变成了一种资源，成为苏木淬体的能量。清修中一天一夜很快过去，在火莲子的推动下，苏木的修为又增长了一层小境界。这烈焰魔莲真是个好东西。苏木看着手中还剩下的10粒火莲子，心中一阵满足。有这东西在，追赶上葛燕只需要短短几天时间，即使是云沧海也没那么遥不可及。他有感觉，要不了多长时间，自己就能横扫全场，成为天骄大赛的最强者，并且在第2次涅槃之后，他还将拥有真气，不再是只会肉搏的莽夫。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苏木将第3颗火莲子服下。这时敲门声忽然响起，刚刚服下火莲子的苏木一肚子热气，闻声眉头一皱，关闭聚灵阵，问道：“谁？”门外传来柳玄的声音：“是我，有消息告诉你。”苏木问道：“我还在修炼，是什么消息？”体内的热意滚烫的，好像要把他烧死。柳玄回了句：“武神殿刚刚传开消息，说是天骄大赛要提前开始，5天之后就进行首轮比赛。你闭关别太久了，否则错过首轮，等同于弃权。”苏木不由愕然：“提前开赛？为什么？本来还有20多天，这一下子提前到5天，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给他20多天，他炼化完所有火莲子，并将烈焰魔莲的其余部分也吸收掉，绝对是可以完完整整进行第2次涅槃的。一旦涅槃成功，踏入真武境，同境界之中基本上无人是他的对手。若是只有5天，他就来不及炼化全部灵药，顶多再吃几颗火莲子，提升到化龙境6、7层左右。”柳玄在门外回道：“具体原因武神殿没说，只说这是帝君的旨意。帝君下旨提前开赛。”苏木更不理解了，龙武帝君何等存在？那可是神变境的超级强者。这位国主早在800年前就已经纵横无敌，如今修为有多高深，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传闻帝君很少关注天骄大赛，因为即使是最优秀的天骄，与之相比也不值一提。但这次国主却特意下令大赛提前开始，这情况很不寻常，莫非是有什么特殊的目的？苏木对柳玄回了句：“好，我会注意时间的，多谢。”而后便将聚灵阵再次开启，一边修炼淬体，一边思索其中的奥妙。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过了一个枯瘦光头老者的形象。那位火山溶洞之中的光头老怪，实力好像不比帝君逊色多少，大概率也是个神变境的超级霸主。这件事情会不会和那个光头老怪有关呢？苏木暗忖着。大赛时间更改，通常来说有几种可能： 1. 天灾发生，为了避免麻烦而调整赛程； 2. 人事变动，与大赛相关的重要人物遇到了不得不抽身离开的事，所以调整时间与其适配； 3. 外来因素，可能是某些外部原因将会对天骄大赛形成巨大干扰，所以帝君打算提前开赛，提前结束，将影响降到最低。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参赛者而言，结果都是一样的。唉，一口提前了大半个月，计划都被打乱了。苏木心中暗叹，对此相当无奈。现在他只能期盼赛程过得慢一点，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提升，否则短短5、6天内想要追赶云沧海那样的真武境天骄，真的太难太难。为了争分夺秒，他开始一心二用，把火莲子的炽热能量炼化到一半，对身体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便将意识沉入求仙塔，去跟宁无雪学习剑法。等到在火莲子能量彻底耗尽以后，又再次服下1粒，马不停蹄地继续苦修，甚至为了抓紧时间，连饭都不去吃了，吃包袱里头的干粮，不饿着肚子就行。1天、2天、3天，时间过得很快。苏木每天都在大汗淋漓之中度过，整个人不断地沐浴着烈焰与汗水，全身血肉经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淬炼，稳步提升。求仙塔内的意识体也在和宁无雪的冰雕化身交战过程中越来越灵敏，越来越善战。一转眼，天骄大赛正式开赛的日子到了。苏木结束修炼，看着储物戒指里还剩下的5颗火莲子，暗暗叹息，还是不行，再怎么压榨自己，也只是多服下1颗莲子，无法全部吃掉。这5天，他一共炼化了6颗火莲子，9死涅盘经的霸道炼体之法，使得他狂吃灵药而不产生后遗症，一口气从化龙境2层
提升到了化龙境6层。但这样的实力，想要挑战云沧海，依然是痴人说梦。叩叩叩，房门被人敲响，柳玄在门外喊道：“苏兄，该走了，今天就是首轮大赛，可别迟到。”苏木回道：“好，你先去，我马上来。”连续苦修6天，他浑身上下被热汗浸泡了不知道多少遍，整个人都快腌入味了。临出门前，苏木先冲了个凉，换上一身干净衣服。走出房门之后，他才发现这栋楼里已经住了很多人。此刻大家都刚刚出门，准备前往演武场。柳玄并未离开，还在门口等他。看到他出来，立即瞪大了眼睛，发出一声怪叫：“我操，苏兄你这气息！”几天没见，柳玄也有提升，达到了化龙境2层。然而苏木却是一口气飙升到了化龙境6层，直接把柳玄给吓懵了。可低调低调。苏木拍了拍他的肩膀。柳玄茫然眨眼：“不是，你这……”无法理解他是怎么办到的。这时候隔壁的房门开了，云沧海伸着懒腰走出来，比女人还美的脸上带着一抹慵懒之色，好像睡了个大觉刚刚起床一般。“哟，苏兄，柳兄，你们也刚睡醒吗？”柳玄看了看真武境的云沧海，又看了看突飞猛进的苏木，仰天长叹一声：“人比人气死人。”哈哈，别这么说，大家实力都差不多。苏木笑了笑，招呼一声，三人一道走向楼梯。楼里多出很多人，但他都不认识，碰面了也只是互相点头表达善意。离开住处，三人一边往演武场走，一边闲谈。苏木问道：“柳兄，大赛提前那么多天开始，会不会有人来不及赶到皇城？”柳玄回道：“应该不会，因为武神殿有传讯宝物，可以很快将消息传递到皇朝各处城市。那些离得远的人知道要提前，就会借助武神殿的御空舟加紧赶过来。”苏木微微点头，御空舟赶路的话的确是很快。云沧海问道：“这届大赛一共多少人？确定了没？”柳玄回道：“确定了，我昨天去主殿那边看名单，一共是186人。”这么多？苏木惊讶。之前孟玉晨说过，参赛者通常100出头的样子，很少超过150人。柳玄解释道：“今年这一届称得上是盛况了，无论是人数还是质量，都远超过去10几届。我听武神殿的前辈们说，我们可能会是皇朝有史以来含金量最高的一届。龙武皇朝800多年历史，天骄大赛一共举办了200多届，每一届都有佼佼者产生，成为名动一方的豪杰。但有史以来含金量最高的一届这种称号，听起来还是有点夸张了。毕竟过去的200多届之中，可是产生过剑王、未央公子、萧族老祖等精彩绝艳的大人物，想要超越这些人，难度可想而知。”云沧海淡笑道：“有我在，含金量确实高。”苏木和柳玄闻言都下意识地想对他2句，可是考虑到云沧海恐怖的真武境修为，又都憋了回去。没办法，人家是真的雕不多时。三人来到演武场，12座比赛擂台此刻下沉到平地高度，形成了一个空旷的巨大场地。来自皇朝各个地方的少年天骄们正在陆续抵达，来到场中站队排列。而在四周的看台上则聚集着10几万人。这些观众之中，有一方势力的首领，有修为高深的独行者，也有平平无奇的皇城普通民众。有些人来观赛需要抢票购票，而有些人则拥有专属座位。好多强者。苏木扫了一眼周围，虽然距离遥远，感应不到那些人的修为深浅，但仍是有察觉到一道道令人心悸的强横气息。柳玄说道：“是啊，据说这次是因为有贵宾到来，帝君为了迎客，才让大赛提前开始，想以天骄大赛来展现龙武皇朝的国力。6宗4族等各方势力的强者们接到消息之后纷纷赶来，也是为了撑场面，让贵宾看到我们的强大。”贵宾？苏木眉头一皱，脑海中再次闪过光头老怪的身影。看来他的猜测8、9不离10，大赛提前的确和那个老怪有关。三人走进内场，所以找了个位置站着。苏木随意扫了一眼周围，发现参赛的天骄们好像大多数都不如自己强大。这些人的气息主要都是化龙境1层、2层，和柳玄相差无几。达到3层以上的数量就少了很多，更不用说4层以上。他站在人群里，犹如大白鹅站在一群鸭子中间，相当的醒目。不过有云沧海这个仙鹤一般的天才在，他那点光芒也不是多么引人注目。我的老天，这是真武境气息，太强了，太强了！他真的是18岁以内的年轻人。周围的少年天骄随着云沧海的到来，纷纷惊叹，连道不可思议。云沧海看到众人都在关注自己，笑了笑，说道：“
各位同道不必惊慌，我这人脾气很好，一会儿谁遇到了我，只要喊一声大哥，我云沧海绝不下重手。话音刚落，人群之中就有几个人立即开始喊大哥，不过也有人面露不服气的表情。能被称为天骄的，个个都有不俗的实力，表面境界是一回事，实际战力又是另一回事。真武境固然可怕，但还不至于吓退所有人。快看，魏越郡主来了！人群中传来一道惊呼声。苏木循声看去，只见远处正有一道身影在多人拥簇之下缓缓走向场内。那是个17、18岁的少女，身穿水蓝色的衣裙，容貌清丽，气质出尘，像个不食烟火气的仙子。在其身边拥簇的那几个，苏木也见过，正是之前被他和云沧海击败的皇城三杰。3个人跟在问月郡主身边，不停说着恭维的话，但问月郡主一句话都不搭理，甚至有点不耐烦。这份清冷孤傲的气质让苏木感觉有点像裘仙塔里的宁无雪，不过相比起来，宁无雪更强大，更绝美，也更冰冷。问月郡主终究只是个没长大的女孩子，比起那位万古之前就已成名的女剑仙要稚气得多。郡主大人，就是她，她就是云沧海。来到人群附近之后，跟在郡主身边的皇城三杰立即发现了苏木和云沧海的身影，指着他们大声嚷道。问月郡主虽然对他们很不耐烦，但听到云沧海之名，还是看向了这边。云沧海也下意识看了过去，两人四目相对的瞬间，空中似有一抹电光闪过，摩擦出了火药味。苏木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很想知道这两个最顶级的天骄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然而悠闲看戏的他仅仅只衔了一弹指，旁边就传来了一道凌厉的目光。炎神宗葛燕也来了，看向苏木的眼神充满了战意，冷然道：苏木，上次还未打够，今日正式开赛，我等着你。苏木扭头看去，只见这位炎神宗天骄双眸血红，杀机沸腾，被梦玉尘关禁闭的怨念全都转化成了对自己的敌意，再加上他对秦爵手中那份残图的渴望，最终汇聚成一份必杀苏木的决心。我等着看你表现。面对杀气腾腾的葛燕，苏木的反应十分平静。尽管距离上次见面才只过去几天，但他的实力已经提升了不少。葛燕虽为炎神宗的奇才，但想要从他手中讨得好处也没那么容易。各位年轻人，抓紧入场抽签，再有1刻钟便要开始了。这时候武神殿主殿内飞出一道身影，朗声说道。那是个黄袍老者，留着2尺长的白胡子，眉毛垂落到胸口，像个慈眉善目的老神仙，是南庭老叟，武神殿的3大长老之一，法相境高人。柳玄看到老者，激动的道：法相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传说级别的存在，放眼皇朝百州也不过几十人而已，平常很难见到。天骄大赛规格高，需要法相境强者坐镇主持，防止意外发生，因此才请出这位武神殿长老。场内的年轻人数量已经很多，基本上都到齐了。远处几个还在路上的，听到动静也都加快了步伐，飞奔过来。苏木环顾四周，看着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天骄少年，心中不免有些激动。半个月前，他还是个人人嘲笑的废柴，无法踏入先天境。短短半个月，如今的他却已经来到了皇城，和这些天骄站在一起。而且仅凭表面境界来看，他甚至还是其中的佼佼者。皇朝郡主、大族世子、宗门少尊，这些人物放在以前他连见都见不到，但在不久之后，他却可以将这些身份尊贵的天骄之辈一一击败。时辰已到，1刻钟过去，南庭老叟开口截止了报名时间，然后双手缓缓摊开，将一道透明的真气结界升起，笼罩住整个内场，避免场边观众被擂台上的少年天骄招式余波打伤。接着他说道：各位同道，今日是本朝第207届天骄大赛，共有少年天骄186人参与。前不久帝君传旨将赛期提前，各位可能有些好奇原因，今日老朽在此正好说明一番。大赛开场总会有一段说话的时间，不过南庭老叟的话却并不枯燥，让很多人感到好奇。前辈，是什么原因？有人问道。南庭老叟不卖关子，直接说道：帝君有言，他将在半个月后离开皇朝，和一位神变境强者前往远方，去探寻一桩古老的密室。帝君一向乐见少年成长，故而将赛期提前，想看看这一届能有多少好苗子。此话一出，现场氛围立刻变了。帝君要远行，守护神不在，会不会有人趁机入侵？该不会出什么事吧？很多人都开始担心。帝君就像一颗定心丸，有他在，百姓安居乐业，高枕无忧。他若不在，
情况则相反。苏木闻言有些不解，帝君要出门就直接出门，何必这么公开说出来呢？这样一说，搞得人心惶惶，总感觉不太符合大人物的行事作风。他暗暗猜测，这里头应该是有什么没说出来的原因，否则以帝君和武神殿的智慧，不可能故意这样说一句。南庭老叟继续道，由于这次帝君要离开较长时间，故而本届大赛的奖品也是格外丰富。他说起奖励的内容，所有参赛的年轻人，无论胜负如何，都拥有一次龙庭悟道的机会，随时可以前往皇宫使用。在此基础上，进入64强者赏聚气丹100粒，入32强赏4品秘术1门，16强赏5品宝甲1件，8强赏5品神兵1口，4强可获藏仙秘境试炼资格，第2名可入地宫寻宝1刻钟，第1名。说到这里，南庭老叟停顿了一下，众人听得正兴起，看他停下来，忍不住问道：前辈，第1名给什么？老叟神情唏嘘，这第1名的奖励前所未见，珍贵异常。观众们更好奇了，快说快说，到底是什么？这届的情况很特别，帝君要出远门，所以提前举办。提前也就罢了，奖励比起往届要提升了足足1个档位。地宫寻宝是以前冠军才有的奖励，而现在第2名就可以拿到。在众人期待的目光注视下，南庭老叟缓缓说道：本届天骄大赛冠军可获得真龙宝血1份。老叟的声音平静，但那4个字却是让观众们的双眸瞪得滚圆。等最后一个话音落下，整个演武场都沸腾了。什么？真龙宝血？我的老天爷！开什么玩笑？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包括那些来自大宗门的法相境大人物。真龙宝血，那可是连皇族核心都无法享用到的天地奇珍。众所周知，龙乃神兽，上能遨游9天，下能深潜4海，吞云吐雾，变化万千。天地间真龙的数量少之又少，每一位真龙都是世间1等1的强者，哪怕是只有一点点龙族血脉的混血，在修炼方面都会比寻常生灵优越。1份真龙宝血意味着大造化，可以将龙血吞服炼化，改善自身资质，也可以直接化作修为，实力大涨，或者以其为引，吸收龙血精华，将自身的某一部分化作龙族的模样，各种奥妙，3言2语说不清，总之就是无价瑰宝。苏木的反应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听到真龙宝血4个字，心里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龙武皇朝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听着龙的传说长大的，传说中龙武帝君有位生死兄弟，是一头神龙，修为强大。也有说法称龙武帝君本人就是那个神龙，传言很古老，传了几百年，可能已经脱离了现实。但今日南庭老叟一句话，却是坐实了传说的真实性。不管真龙是谁，反正龙武皇朝至少有一位真龙，否则真龙宝血从何而来？这一份宝血的奖励，不仅仅对参赛的天骄们来说是份巨大的诱惑，同时对于观赛者乃至天下百姓而言，都是一份强心剂，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咱们皇朝有真龙。刚才还因帝君远行而慌乱的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下来。帝君要远行，真龙却不一定。若非真龙在，帝君又岂会公开说自己要离开呢？龙武皇朝的江山还是安稳的。南庭老叟压了压手，沸腾的观众席渐渐安静下来。赛事大奖很诱人，不过难度也会很大。这一届我们的年轻人都很优秀，出现了很多个实力不弱于往届冠军的精英才俊。接下来我宣布赛程，首日和次日，也就是今天和明天，12座擂台同时开启，以完全随机的方式进行积分赛。每个选手需要参战12次，胜场积3分，平局积1分，负场不计分。最终积分前64的人进入下一轮。第3日，晋级的64人。老者耐心地讲解大赛流程，基本上和小城市的比武大赛一样，就是一层层筛选下去，最终决出最强者。整个大赛一共分成8天，中间没有休息，部分轮次甚至可能打到深夜，因此参赛者还需要注意调整身体状态，万一受伤了要及时疗伤，否则将会吃大亏。苏木听到在老叟说规则的时候，柳玄发出了一声叹息。柳兄，为何叹气？他问道。柳玄面露苦涩表情，咱们这些小家族的人底蕴不够，没那么多灵丹妙药，疗伤调整的效率肯定比不上别人，万一伤得太重，下一轮就输定了。苏木看了一眼周围100多号人的表情，大致可以分成3种，一种是柳玄这样的，在担心即将遇到的问题；第二种是自信昂扬，无所畏惧的，一看就知道家族底蕴非同小可；最后一种
就是苏木这样面无表情，好像完全没听懂规则似的。不多时，南庭老叟宣读完赛程和规则，朗声道：“现在由老朽进行首轮对决的随机抽选。”他停留在空中，身前凭空浮现出一个透明的桌案，桌案上堆放着代表186位参赛者的号牌。只见老叟屈指一弹，其中24块号牌就飞了出来，两两成对悬浮在空中。1号擂台，延州苏木对阵炎神宗葛焰。2号擂台，明州郑浩然对阵皇城轩辕问月。3号，一个个名字被老叟念出来，苏木愕然地发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出场的，而且对手还是葛焰。一旁的柳玄闻言怪叫一声：“我去，这要巧吗？苏兄，你是不是被人做局了？”云沧海也很诧异，问道：“苏兄，有把握吗？”苏木短暂惊讶过后，很快平静下来，点头道：“没问题。若是早几天开赛，他的确不是葛焰的对手。但现在，呵呵。”轰隆隆，12座擂台缓缓升起，每一座擂台的表面都覆盖着1尺厚的寒山神铁，即使是真武境巅峰的高手，都很难将其完全破坏。我上了。苏木跟2个同伴道了一声，快步走向最中间的那个最大擂台。炎神宗的葛焰比他还快一步，迫不及待地登上了擂台。苏木，这就是天意啊！葛焰站在擂台的另一边，看向苏木的眼神，如同看着一头待宰的猎物。场边，囚禁7日刚刚放出来的秦觉和秦德看到这一幕，激动地站起来。葛少，弄死他！秦觉歇斯底里地大喊道，对苏木的恨意比天高比海深，巴不得苏木死在擂台上，最好死无全尸，碎成渣子，烧成焦炭。对此，苏木的反应非常平静，随手取下一柄未开封的寒铁剑，面朝着葛焰说道：“如你所愿，上次没打够，这次继续。”说话间，另外11座擂台上的参赛者也已经登台。2号台上的主角正是万众瞩目的问月郡主。这位郡主无论出身、天赋、实力、地位，亦或者容貌身段，都是顶尖。她一站上去，对手就先切了3分，观众们也都被其吸引了目光，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木和葛焰的这一场。比武切磋，点到即止，开始吧。南庭老叟说道。12个擂台都有一位天人境的武神殿特使或者执事在看守，作为专场裁判。南庭老叟则是总主持，主要负责抽取名字，安排赛程。场内24人都已做好了准备，随着一声开始的落下，一道道真气立即从各个擂台之上爆发而出。苏木，受死！葛焰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手持战刀，身影宛若飘飞的焰火，直扑苏木而来。这一刀直接就是爆发，威势和前几天在苏木胸膛留下焦痕的那一刀如出一辙。但苏木的应对方式变了，上一次面对爆发的葛焰，他不得不调动全身力量，用断山式来化解，占得些许优势。而这一回，他却仅仅只是手握寒铁剑，足踏风雷，使蛮力迎击。当，刀剑碰撞，一股雄浑的力量顿时从兵器交接处爆发，形成了一股气浪，扫向四周。苏木感到手臂和胸前传来一股热意，炎神宗的火焰真气依然具有不小的威胁性，不过也仅此而已。葛焰的爆发和他的爆发正好打了个平手。在接触的瞬间，葛焰就惊了，因为他发现苏木的力量明显比上次更加强大，还未使出杀招，就已经和自己齐平。如何？苏木问他。葛焰自是不肯相信他会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提升那么多，冷哼道：“装神弄鬼，终究难逃失败下场。接招，炎神八刀斩！”语罢，身上气息愈发凶厉炽热，战刀挥舞，一击横扫。苏木步伐变换，尽量避开对方最凶猛的锋芒，同时剑尖点刺，以点破线，击碎对方的刀光。唰，当，轰！两人的交手充满了火药味，每一刀都是爆发，每一剑都很刁钻。葛焰没把苏木当活人，苏木也没把葛焰当成人。在葛焰的视野里，苏木就是一张会动的宝图，上面写着古圣残卷，只要打死或者打残，使其无法继续参赛，残图就是他的了。而在苏木的视角下，葛焰则是一尊笨拙的冰雕，比起宁无血残念构成的那一具冰雕，要迟缓笨重得多，只能说堪堪够打，完全没有半点威胁性可言。交手不过片刻，葛焰的脸色就变了。你怎么变得这样强大？他喝问道。苏木强横的力量和灵敏度，让他的炎神八刀斩成了笑话，本该斩杀强敌的手段，却一次次被剑尖点破，10成力量发挥不出5成。苏木笑而不语，挥剑由手转攻，铿锵之声连绵而起，
同品质的刀和剑继续碰撞着，只不过进攻和防守的角色已经进行了对调。葛燕挥刀迎击，看着苏木越来越快、越来越密集的剑光，刚刚还很得意的心情逐渐被惊慌所取代。怎么会？怎么会？太快了，太快了！他的体魄到底有多强？难道上一回他在扮猪吃虎，故意以弱示人？面对苏木那暴风雪一般的凛冽剑招，葛燕节节后退。葛燕慌了，苏木的身手根本不是寻常化龙境修士能够比拟的。纯肉身的修炼方式使得苏木的力量远超同境界修士，足以和寻常真武境高手比肩。虽然没有真气，但巨大的力量优势却足以弥补这个缺陷。再加上宁无雪这个恐怖的仙王级陪练，他现在的实战经验不亚于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葛燕只不过是温室里长大的花朵，在炎神宗没人敢惹，在外也没经历过真正的生死厮杀，又如何能抗衡苏木这个每天被冰雕仙子割喉上百次的狠人？唰！随着一缕剑光扫过，葛燕的手腕上多出了一道血痕。这是因为比赛武器没开封，否则的话，此时葛燕已经失去了一只手。还不认输？苏木渐渐指着葛燕，语气充满了压迫感。我……葛燕脸色涨红，写满了屈辱与不甘。堂堂炎神宗天骄，当代弟子之中天赋数一数二的存在，居然在天骄大赛的第一轮第一场就输给了一个野路子的小家族修士，甚至这个人以前还是个废物。十几万人在看着，炎神宗的各位长老、内门弟子以及他的师尊宗主炎无心也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此时落败，将给他的修炼生涯钉上一个耻辱的记号，永远也无法洗刷。想赢我，没那么简单！葛燕低吼一声，目眦欲裂，额角青筋骤然浮起。轰！他的气息爆发了，在一瞬间，竟然从化龙境6层攀升到了化龙境8层。拼命的招式！苏木面露亚色，想不到才第一轮第一场就把这家伙逼到了这种地步。名门大派的弟子多少都会掌握一些绝境爆发的杀招，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出超过自己真实境界的力量。而这样的秘法代价无疑是很大的，用完之后就会虚弱很长时间。第一轮比赛一共12场，按照总人数和晋级率来看，只要赢个8、9场就可以晋级了，输一把其实没什么。但葛燕明显不是这么想的，他不想输给苏木，更不想成为整个赛事第一个输掉的人。苏木死！在力量爆发出来的一瞬间，葛燕对苏木这个带给他耻辱的人的杀意也达到了顶点，战刀自下而上猛然抽斩，一股湛蓝色的烈焰从刀刃之上泼洒而出。苏兄当心！柳玄在台下惊呼提醒。擂台边缘的天人境特使也做出了救人的准备，不过苏木的反应很快，没有等到特使插手，便已将手中寒铁剑刺出。这一剑力量同样很强，更重要的是巧妙。叮！在湛蓝刀光落到苏木身上之前，剑尖和刀尖先行碰撞，紧接着咔嚓一声，寒铁锻造的精品刀剑就这样碎掉了。轰隆！刀刃之中浓厚的真气无处释放，直接轰然爆开，形成了一场烈焰的爆炸。苏木的身影险被吞噬，好在他天天被冰雕仙子特训，练出了猫一般的反应速度，在热浪降临前就抽身退后了好几步。葛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没料到这一刀会被封堵，爆发出来的火焰力量反射他自己，一下子将他身影淹没，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修炼火焰功法的人也不是完全不怕火，这种临时爆发出来的烈焰是葛燕无法承受的，一时间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坐镇1号擂台的特使见状，不再犹豫，挥手一道真气，直接扑灭了火焰。本场比赛，延州苏木胜。特使朗声说道。苏木暗道一声可惜，没有多烧葛燕一会儿。烈焰焚烧仅仅持续了2、3秒，葛燕衣服烧得七零八落，皮肤也皱了几处，但都只是皮外伤而已。落败的葛燕还很不服气，握着刀柄对苏木喊道：“你只会躲避和抵挡吗？有种和我正面硬碰硬！”苏木耸耸肩：“你都破不开我的防，拿什么叫我硬碰？”葛燕本就感到屈辱，听到这话更是恨意滔天。苏木，我必杀你！他嘶吼道，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这时候，炎神宗的长老开口，在场外低喝一声：“葛燕，还不退下！”葛燕这才清醒几分，看了一眼场外，冷眼看着自己的师尊炎无心以及各位长老，面露惭愧之色，低下头离开了擂台。苏木看了一眼场外，炎无心是个中年男子，身穿火焰色的衣袍，头戴玉冠，坐在那里不怒自威，高人气息远远就能看出来。此人一言未发，但给人的压迫感很强。
从对方的表情上，苏木看不出此人对自己的态度是怎样。不过现在是天骄大赛期间，除非颜无心疯了，否则不可能因为秦少云那点小事就对自己出手。苏木扔掉剑柄，向特使抱拳一礼，退下擂台。1号擂台很快又有2个人上去比武，而同一轮的其他对决选手亦有不少人迅速分出了胜负。苏木才刚刚走下擂台，就看到选手们专用的座位那边，那位气质仪态有点像宁无雪的问月郡主已经坐下。苏兄，牛啊！你这也太牛了，居然连葛燕都能击败。苏木刚回到休息区，柳玄那咋咋呼呼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苏木淡笑道：“还行，我的招式刚好克他。”这话是实话。葛燕善攻，而他攻守都很强，尤其防守能力是被宁无雪专门训练起来的。苏木最后用出的那一剑，并非随手所放，而是他最近几日顿悟的新招，名为分流式，主打一个弱点击溃，在对方招式的威能达到顶点之前，破其气门，使其真气泄散，无法形成绝杀之势。比起断山，分流的释放无需耗尽全力，以守待攻，更适用于这种连续的战斗。柳玄一脸崇拜之色：“你小子真是一天一个样，我起初还以为咱俩是半斤八两，没想到你完全是在扮猪吃虎。现在看来，我是半两，你是8斤。”苏木笑道：“你这么夸，我可要翘尾巴了。”柳玄正想继续夸他，这时空中的南庭老叟说道：“9号擂台，赤龙城柳玄对阵萧族萧卫雪。”柳玄说到嘴边的话顿时变了，脱口而出一句：“我靠，怎么第一轮就遇到他？”苏木不了解萧族，见状问道：“怎么了？这位萧族天骄很厉害？”柳玄哭丧着脸：“化龙境7层，你说厉不厉害？”苏木一下子理解他了。柳玄虽为赤龙城冠军，但他这个冠军其实是有水分的。萧族和天剑宗的天才都没有参赛，而是在本家内部进行角逐。若大势力内部人才凋零，这种情况相当于一个保底名额，让他们能够稳定入选。反过来说，当大势力人才兴旺的时候，则是给外界的人机会，再多的天才都不会和外界争夺名额，只保举那么1、2个最优秀的参赛。萧族的情况显然就属于后者。柳玄垂头丧气地走向擂台，苏木坐下休息，观看其他人的战斗。场面有点混乱，12个擂台都有人在打，远看去就像一场大混战一样。本来这些人都是龙武皇朝最优秀的精英才俊，但放在这个场面下，却有种十分平庸的错觉。这是因为大赛在赶时间，想更快地推动进度，否则按照往届的流程，最多同时启用3座擂台的话，光是首轮筛选就得打上好几天。12座擂台上的年轻人表现各不相同，有的人在保留实力，也有人一开始就全力以赴。每个人的实力、战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喜欢低调点，先藏一手，等到后期再一鸣惊人，而有的人则是因为实力接近垫底，若不拼尽全力，就要被淘汰出局。苏兄，你和炎神宗是有什么恩怨吗？这时候，旁边的云沧海忽然问道。苏木扭头看向他，云沧海补充道：“我就随便问问，你要是不方便说，可以不回答。”苏木解释道：“前不久我杀了个人，是炎神宗宗主预定的弟子，虽然是他动手在先，但这些大宗门可不会跟我们小小家族讲道理。”说话时，他看了一眼之前秦觉和秦德所在的方位，发现那2人在葛燕落败之后就离开了看台，不知道去了哪里。云沧海面露感兴趣的表情，这么说来，是他们仗势欺人？苏木回道：“算是吧，我苏家弱小，扛不住炎神宗的压力，所以我来了这里，想崭露头角，找一处强大的师门做靠山，护住苏家。”云沧海抬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这个好说，以后我罩着你。”一副义干云天的架势。苏木诧异地看向他：“你？”云沧海：“对啊，我。”苏木哭笑不得：“你虽然天赋高绝，但终究只是孤身一人。等等，莫非你身后有什么强横至极的宗门势力？”话说到一半，他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这云沧海虽是跟着武神殿特使来到皇城，无人陪同，不与其他人走近，但这并不代表他是独自一个人。也许这家伙和赤剑公子、问月郡主、民族圣子等人一样，都是背靠一方巨擘，生在超大势力的核心弟子，否则他怎会如此年轻就拥有真武境修为？民间修炼者即使天赋再高，在资源和功法的限制下，也是一路坎坷，不可能提升的那么快。正常来说，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大量资源栽培的人，哪怕天赋再高，17、18岁的年纪，最多也就出入化龙境。这也是天骄大赛的准入门槛为化龙境1层的关键所在。
无靠山的天骄通过大赛寻觅去处，找一个好师门继续深造，提升实力，然后报效师门。出身大势力大家族的天骄，则通过大赛展现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为家族宗门争光。这便是举办天骄大赛的2大意义。而云沧海的情况显然与后者更加接近，但云沧海却是摇了摇头，没有，我就一个人到处流浪，四海为家。不过我实力挺强的，肯定能罩住你。苏木刚刚冒出来的期待感一下子被他浇灭了，我还以为你是叶族、江族、浩劫宗这些巨头宗族的核心弟子。喂，别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好吗？我的实力难道不强？看他这副失望的样子，云沧海立刻有点不高兴。苏木一叹，你是很强，但比起那些修炼了上百年的前辈高人，差距还是很大的。若炎神宗为秦族出面，对我苏家出手，仅凭你我2人，如何抗衡？云沧海自信满满的道，有我在，他们不敢。苏木不解，为何这么说？云沧海挺起胸膛，目眺云天外，因为我这样的人，注定要成为天地间一大雄主，将来跺跺脚，整个世界都要震一震。炎神宗也就在龙武皇朝威风，出了这片国土，连3流宗门都算不上。放我面前，不够格。他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好像自己已经成为话语中的雄主了似的。苏木摇头道，未来是未来，我也知道自己将会成为一方强者，但我放不下我的家人，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因为我的事情而被炎神宗的人毁灭。如果他像云沧海这样独自一人四海为家，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但他不是，他有家族，有至亲，有对他呵护备至的父亲。苏家上下300多口人，若是因为他的事情而遭遇不测，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云沧海想了想，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而是问道，苏兄，你家里都有什么人？苏木回道，我爹，我堂叔伯、叔祖、堂兄弟、表兄弟。一个传承上百年的家族，人员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能说好长时间。云沧海听完若有所思道，所以说你娘不在了。苏木微微一愣，想不到他听了半天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重点吗？重点不在这里啊。苏木揉了揉额角，感觉这家伙思维有些跳跃，不知道如何继续交谈下去。云沧海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淡笑地看着他，继续问道，那你见过你娘吗？苏木脸色一黑，兄弟，这不是你需要了解的吧？好端端的聊着家族事，怎么就扯上这个了？云沧海见他不高兴，忙解释道，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随便问问，我也从小就没了娘，是我姐姐把我一手带大的，在我心里，姐姐就是娘的样子。苏木听到解释，心中那份不爽的感觉散去许多，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忧伤。你姐姐比你大很多？他随口问道。云沧海点点头，是啊，我出生的时候，她孩子都几个月大了。我2岁那年，家里出了意外，她为了照顾我，抛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回到娘家，一直到现在。苏木不解，照顾你就照顾你，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孩子呢？不能把你接过去夫家养着？云沧海面露无奈之色，因为他是瞒着家人成亲的，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了喜欢的人，擅自结合，没有被家族认可。苏木皱眉道，那后来呢？你姐夫有没有去你们家找他？云沧海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也很久没见到姐姐了，关于她的记忆已经5年没有更新。啊？苏木一愣，疑惑道，你不是你姐带大的吗？怎么就多年不见了？云沧海叹了口气，解释道，因为我姐姐是家族圣女，肩负着家族兴衰的重任，为了拥有接掌家族的实力，她不得不进入一个特殊的地方进行磨练。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她大概5年后可以出来，如果不顺利，说到这里，他的脸上泛起担忧之色。苏木闻言感叹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然后醒悟过来，看向云沧海，这么说你不是孤家寡人啊？你姐姐是圣女，一般小家族的大小姐可不敢叫做圣女，最起码也是萧族、叶族那一级的吧？云沧海捂住嘴，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连忙解释道，那个，我其实是离家出走来着，不敢用真实身份，否则被我族人发现，肯定会抓回去关禁闭。苏木这才明白他的来历，有些哭笑不得的道，那你还参加天骄大赛？这么盛大的活动，想不引入注目都难。云沧海小声解释道，我不是龙武皇朝的人，这边没人认识我，可以随便玩。苏木恍然，然后又好像明白了什么，目光盯着云沧海上下打量，试探道，所以说你可能真名根本就不叫云沧海。云沧海点了点头。苏木的双眸扫过他那张比女人还白皙细腻的脸蛋，又问一句，并且你可能也不是男的。这一句
云沧海没有承认，而是反过来问他：“你看我像男还是像女？”苏木不敢确定。武神殿特使说他是男的，照理说应该不会有错，但结合刚才云沧海所说的情况来推测，他又有很大的可能是为了掩盖身份外出游玩，故意更改了姓名和性别，防止家族的人听到消息将他抓回去。真实的情况恐怕只有脱了衣服才能一窥究竟。云沧海见苏木一副拿不准的样子，也语道：“看样子我扮女人还是有点天分的。苏兄已经开始产生遐想，甚至可能已经开始对在下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兴趣。这意思，他本质是男，故意扮得不男不女。可真的是这样吗？这细腻的皮肤，这清瘦的身段，的确不太像男人啊。”苏木愈发感觉糊涂，已经分不清云沧海到底是什么扮什么了，只能道一声：“有时候性别这东西还是搞得纯粹一点比较好。”后者笑道：“玩玩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可别想太多，更别喜欢上我，咱俩之间是不可能的。”苏木无语了，反唇相讥：“你也别想太多，我心里有人了，正儿八经的女人。”哦，云沧海上一刻还在调侃，听到这话立马就变成了好奇，凑近问道：“展开说说，是哪家姑娘？在现场吗？让我瞧瞧。”苏木看他越来越不正经的样子，完全不想搭理，直接扭过头去，留下一个帅气的侧脸。云沧海见状也不恼，笑着道：“不着急，反正迟早要见面。”苏木想把这话对回去，但转念一想，算了，大赛结束之后能不能见面都难说。此地相识之人，十有八九都是人生之中的匆匆过客。与之相比，还是做好手头上的事情，守护好自己的家人最重要。擂台上空，南庭老叟念出了芒州云沧海的名字。云沧海道了句：“我去玩玩。”起身一个纵跃，身姿潇洒地上了擂台。他前脚刚走，苏木就看到柳玄灰头土脸地回来了。“柳兄，你这是打输了？”苏木见状问道。刚才光顾着聊天，忘记了观看对战的情况。柳玄坐回原先的位置，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唉声叹气道：“他奶奶的，第一场就赢得这么艰难，往后还有11场，我可怎么活啊？”苏木闻言知道他打赢了，笑道：“能赢一把是一把，不用想得太远。”柳玄有气无力道：“话是这么说，但第一轮就淘汰，还是会很不甘心的。老天保佑，希望我能连续遇到11次化龙境1层的垫底选手。”苏木闻言不禁一笑，要是真能这样，那也未尝不是一种实力，毕竟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时间过得很快，苏木观赛之余，将大部分心神都沉浸在求仙塔里，和宁无雪的残念分身对练。他被叫到了几次名字，和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天骄少年进行对决。也许是柳玄许的愿望应验在了他的身上，除了第一场遇到葛燕实力较强以外，后面的几次战斗对他来说都非常轻松。云沧海的情况也差不多，遇到的对手都是化龙境1层、2层，没有太过强势的敌人，以至于从早上打到傍晚，6场对决打完之后，他仍然没有使出真正的实力。太阳下山，今日的赛事结束了，10几万观众有序退场，参战的少年们从内场通道走向武神殿主殿那边。186个人，有人欢喜，有人愁。今日每人都打了6场擂台战，表现好的6战全胜，而最差的已经可以宣布淘汰。186选64，淘汰率接近2/3，败局4场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但落败5次以上的肯定要被淘汰。当然，能够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不肯轻易言败的，哪怕明知道自己已经出局了，明日的赛程也要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排名而来，更重要的是展现自己。哪怕是输掉的人，只要展现出足够的潜能，就有可能被大宗门、大家族看中，得到招揽。苏木和柳玄、云沧海走在一起，从通道口离开。武神殿主殿和演武场之间有一个小广场，此时聚集着许多人。当186位天骄走出来的时候，那些人立即快步迎了过来。云沧海小友，我是烈风宗长老，听说你还没有宗门，考虑一下来我们这里不？云小友，我是陈族族长，诚邀你加入我族，只要你肯来，你就是陈族少主，我族女子个个都肯嫁你为妻，并且绝对不会抵制你纳妾。云沧海，来沧海宗，我们有缘。看名字就知道了，一道道充满诚意，甚至带着诱惑意味的话语，齐刷刷地朝着云沧海的方向压过来。正在和苏木柳玄随意言谈的云沧海，看到这阵仗，顿时脸色一变，搞什么？要不要这么夸张？朝他跑过来的人，最起码100个。这些人可不是路边的贩夫走卒，个个都是名号响当当，来自各家宗门族群的资深修炼者。
但此时他们无一例外看向云沧海的眼神都充满了渴望。苏兄，这可如何是好？云沧海连退了几步，求助的眼神看向苏木。苏木哭笑不得，还不跑，等什么？虽然早料到云沧海这种没有背景的奇才会受到追捧，但大家都没料到比赛第一天就会有那么多人过来抢他。看到那群饿狼一般的人，云沧海果断道了声：“此言在理，我先行一步了，告辞。”然后运转真气，嗖的一下直接开溜。那些试图招揽他的人，很多都是抱着有早没早打一竿子看看的心理，有很多都是小势力，根本上不得台面。见他跑得那么快，众人也只能涂炭奈何，不敢追逐。过了一会儿，那些人的目光从云沧海离去的方向收回，看向了苏木等人。柳玄看到那种饿狼般的眼神，碰了碰苏木衣袖：“苏兄，我们要不也跑？”苏木想了想，点头道：“跑。”他是想跟大宗门搭上关系，但眼前这些宗门看起来也太小了，有的甚至还不如苏家。跟他们说话完全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赶紧吃了晚饭回屋修炼，进求仙塔里找魔女姐姐和仙子师尊去。夜里，苏木再次服下一枚火莲子，在炽热高温的煎熬下修炼了3个时辰，直至后半夜，体内灼热感降下来，他才敢分心旁骛，将意识沉入求仙塔。塔内雪地的景象早已无比熟悉，冰雕玉人的凌厉剑锋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苏木拔出地上的冰剑，一边与冰雕玉人战斗，一边说道：“师尊，今日天骄大赛正式开始了，奖励挺不错的，第1名可以得到一份真龙宝血，第2名可以进入地宫寻宝，3、4有秘境磨练，而且这些奖励应该都是向下兼容的。我若成为冠军，肯定爽死了。”宁无雪是个冷冰冰的仙子，不爱说话，但苏木却是喜欢跟他汇报一下每日遇到的事情。苏木在外头没什么朋友，也就最近跟柳玄、云沧海才有点话说，平时在家就是个闷葫芦，心里的话没地方说，求仙塔就成了他宣泄表达欲的地方。龙血，山崖上的仙子听到奖励内容，睁开眼帘，带着几分意外之色：“你们此界有真龙？”苏木不太确定的道：“我自小就听闻，国主龙武帝君是真龙天子，要么他本人是龙，要么他身边有一条真龙。只不过不知道我们人间百姓口中的真龙和你们天界强者眼里的真龙是否是同一种东西。”宁无雪道：“自3万年前发生4地屠龙之事以后，龙族分崩离析，存世的真龙寥寥无几。你们凡间与天界隔绝，反倒可能逃过当年的灾劫。言下之意，帝君的真龙应该是真的。”苏木挑开冰雕玉人递过来的剑尖，反手取对方要害，同时口中问道：“那师尊可知龙血的用途？那东西对我未来的涅槃会不会有好处？”宁无雪回道：“龙血是不多得的宝物，既可改善资质，又能祭炼神兵。你尽量一试，若将龙血拿到手，夜幽禅会教你如何用它。”这边话音刚落，不甘寂寞的魔女姐姐就来了。那婀娜多姿的身影出现在宁无雪对面的另一边山崖上，悠然道：“龙血那么好的东西，只拿1份也太没意思了，不如将你们帝君宰了，放干他的血，给弟弟泡个龙血澡。”苏木汗颜道：“叶姐姐，帝君是神变境高人，在你们眼里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我眼里，那可是100年内都难以企及的境界。”叶幽禅轻笑一声：“100年？傻弟弟，你是瞧不起自己，还是瞧不起姐姐教你的功法？”不然呢？苏木弱弱地问道。关于各个修炼境界，民间是有传言的。以上等资质来说，踏入天人境通常需要60年左右，法相境是200年，神变境是500年。尽管传言只是民间说法，和真实情况存在出入，但多多少少也可以做个参考。苏木说100年已经是很大胆了。叶幽禅微微摇头，美眸之中带着几分骄傲之色：“我们魔族的九死涅槃经虽然修炼难度极高，最后2次蜕变几乎无人成功，但在前期改善资质、提升修炼速度方面，绝对是3000世界最顶尖的功法。只要你不偷懒懈怠，每一次涅槃都能找到相应的天地奇珍辅助自己，我敢肯定，最多50年，你就能追上你们帝君。”50年？苏木眨了眨眼。帝君可是800年前就天下无敌的开国皇帝啊！800年过去，现在的帝君有多强，恐怕谁也不敢妄下定论。50年追上帝君，这若能成真，那将来天地间岂不是又要多个苏家帝君了？叶姐姐，那你可得好好教我。”苏木说道，对他口中的这个50年无比期待。叶幽禅看向山谷对面的宁无雪，轻哼一声：“我倒想教你，可你天天就知道陪着这个冰块脸师尊，眼里哪有我这个姐姐？”苏木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两女都在此地，无论偏向谁，
都会引起另一边的不满。他只能回一句：那我以后多抽点时间待在塔内，3个时辰练剑，3个时辰跟叶姐姐修炼。叶幽禅撇了撇嘴，算了，你又不是没事做，哪能天天待在这里头？能够隔几天来见我一次，我就心满意足喽。这语气像个深闺怨妇。苏木感觉氛围有些不太对，忙转移话题。对了，叶姐姐，我的火莲子已经吃掉大半，不出意外，明日一早应该就能踏入化龙境7层。剩下的那些魔莲部位该如何使用？烈焰魔莲很大一株，足有4米长，苏木母亲留下的储物戒指都有些装不下，需要弯折了才能扔进去。目前他只吃了莲子，其余部位都还没动。叶幽禅说道：莲花瓣价值高一些，你将它们细细剥下，贴附在自己身上，承受它们的高温灼炼，运转涅槃经第2层心法，将其熔铸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吸收成功以后，你就等同于多了一层皮肤，可以抵抗高温与酷寒，韧性方面也大幅提升。苏木恍然，这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叶幽禅继续道：莲叶和莲晶需要炼制成药才有用，你没那个技术，直接拿去卖了便可。至于藕根，拿来煲汤。苏木啊，煲汤？那玩意比开水还滚烫得多，怎么煲？叶幽禅轻笑道：你若不喜欢喝汤，直接抱着啃也行，就是有点烫舌头。苏木哭笑不得，这意思，火莲藕也和火莲子一般，可以直接吃掉，用来淬炼体质，提升修为。不过那东西可是距离火灵晶最近的根部产物，热度是整株火莲最高的，比火莲子烫多了。苏木吃个火莲子都感觉胃里好像着了火，要是抱着小腿粗的藕根一口一口吃，那还不得从嘴到肚子全部烫得烂熟。东西虽好，还是要有实力才能消化，这件事情只能放在最后。苏木与冰雕玉人的剑招交错速度逐渐加快，此时的他已经颇有高手风范，一招一式宛若行走天下几十年的老牌剑客，不动则已，一出手就是直取要害，没有半点多余的动作。名师指导是成才的关键，宁无雪这个师尊无疑是上上之选，在他的实战指点之下，苏木可以比别人少走很多弯路。练剑闲谈间，苏木想到了白天在演武场和云沧海的对话，他偷偷看了一眼山谷两侧的魔女和仙子，心中不由自主闪过了一抹特殊的念想。如果未来的妻子是这2位，那该是种怎样的体验呢？爽到极致，还是窝囊到极致？该不会连他们的身都进不了，就被一脚踢开吧？仙子师尊和魔女姐姐一副水火不容的架势，会不会天天吵架？噗呲，心思一多，出招就乱了。宁无雪的意念分身一剑刺中苏木的心脏，声音带着几分责备：怎又慢了？发什么呆？师尊，我……苏木老脸一红，好像坏心思被看穿了似的，连忙甩掉杂念，疯狂出招。叶幽禅看到这一幕，调侃道：小弟弟脸红了，是在想和姐姐入洞房的事，还是在想将来成了仙，掌控了这座塔，要把你的仙子师尊收拾得服服帖帖？宁无雪冷声一声：闭嘴，我弟子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叶幽禅揶揄道：是吗？那你看他为何脸色更红了？宁无雪睁眼一看，那个与冰雕分身对练的少年出招章法完全乱了，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明显是心思被看穿之后才有的表现。叶幽禅，你给我滚！宁无雪银牙紧咬，怒瞪了叶幽禅一眼，将这一切都归结于魔女的恶意引导。叶幽禅笑得灿烂：滚就滚，反正在哪都一样。宁仙子，我等着看你表演。你这张冷冰冰的小嘴喊自己的徒弟主人，一定有趣极了。1个时辰之后，苏木从房间的聚灵阵里走出来，整个人倒在床上，一脸疲态。这日子没法过了，叶幽禅这个坏东西点破了他对宁无雪的爱慕，一下子引爆了宁无雪这位冷冰冰的仙子。刚才1个时辰的对练，苏木什么都没学到，完全就是单方面被虐。本来还势均力敌的冰雕分身，战力至少提升了20倍，每一招都能精准命中苏木的心脏，每一剑引动的劲风都能穿透他的身躯，在身后牙石上留下深深的缺口。不过看着冰雕分身疯狂进攻的样子，他竟然感觉有点好看。冰雕分身和宁无雪本体的轮廓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没有具体五官而已。他出手的时候，苏木会下意识地将宁无雪的五官给脑补上去，当冰雕急切出招之时，亦有几分清冷仙子面红耳赤恼羞成怒的韵味。我好像陷入情网了。苏木撇了撇嘴，自我点评道：10多天的相处让他领略到了塔内2位仙人的种种迷人之处，一颗少年心不由自主就萌生出了特殊的情感。尽管自己修为低微，和他们差距极大，但有求仙塔这个桥梁在，追赶上他们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未来的日子
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他有感觉自己的那点野心是有机会实现的。天亮了，苏木起床洗漱了一下，准备出门散散步，缓解一下每日高强度修炼的疲惫感。今日的他修为不出意外来到了化龙境7层，纯肉身的化龙7层力量已经大到了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的程度。昨日迎战葛燕未尽全力，不需要动用杀招，若是今日更是轻松碾压。穿过走廊来到楼下，同住这栋楼的许多天骄少年都已经睡醒。延州苏木早。有个少年看见他立即主动过来打招呼。苏木不认识此人，客气地回应道：早，你是？对方笑着道：我叫钟牧尘，是丹王谷弟子，昨天就在留意你，你的实力很强，有没有兴趣来我们丹王谷？咦，丹王谷的人？苏木感到意外，你们这种大宗门不是有产业在皇城吗？你怎么会住在这边？丹王谷是6大宗门之一，影响力比延神宗还要大一些，以出产丹药著称，堪称修炼界最大的豪门，富裕程度超乎想象。这家宗门在皇城不但有产业，而且还是占据了一整条街的丹药方式。丹王谷的弟子干嘛屈尊跑到武神殿的精英宿舍住？钟牧尘笑呵呵解释道：住在这里才方便和你们这些大天才打交道嘛。我们丹王谷可是一向最喜欢招揽天下英才的地方。苏兄，你应该也知道我们丹王谷的实力，若是感兴趣，随时可以加入我们，我保证你这样的天赋待遇一定很好。哦，仔细说说。苏木立即接道，他对这个还真挺有兴趣的。丹王谷足以抗衡延神宗，要是自己成了丹王谷的核心弟子，秦绝就算说破天，颜无心也不可能再为其撑腰，出手对付苏家。钟牧尘拉他到旁边的凉亭里坐下，慢慢说道：我们丹王谷和另外5大宗门不太一样，单论功法战力要稍微逊色一些，不过我们宗内有许多丹道大师，他们炼制出品的丹药受到天下修炼者的追捧，无数人为求一粒好丹药，而欠下人情，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有着非常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以及财富。苏木点点头表示明白。然后呢？我若加入丹王谷会如何？钟牧尘继续道：由于宗内的真传弟子大多数都沉迷炼丹，所以我们的战斗人员就比较稀缺，外面招来的强者靠不住，很容易变成引贼入室的局面，只有自己从小培养起来的弟子才是真正靠谱的心腹。因此我们会在每届天骄大赛之中寻觅合适的少年天才，将其招揽，给予最好的资源和丹药作为栽培。而这种天骄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在丹王谷遇到敌人的时候挺身而出，帮助宗门抵挡外敌。苏木恍然，简单来说就是培养打手。钟牧尘点头道：是的，可以这么理解。苏木若有所思，单论修炼的环境和待遇，丹王谷无疑是上上之选，只要加入就有吃不完的丹药和用不完的宝贝。可是如此一来，自己也就相当于成了丹王谷的护卫，虽然地位没有护卫那么低，名义上是核心弟子，但从工作性质来说终究还是护卫。钟牧尘期待地看着他：苏兄感觉如何？我们的丹药是真的很好，有很多是吃完了直接就能提升修为，而且没有副作用，神兵利器、宝甲灵石等方面也是一点都不缺。苏木想了想回道：诱惑很大，这点我是真的很心动，但我情况特殊，恐怕无法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短期来说家族需要他，他不能长久离开；远期来说，以后为了寻找九死涅槃经一次次涅槃所需的灵药气针，他必须走遍天下，更不可能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丹王谷的富裕并不等于要啥有啥，涅槃经需要的那些东西，有一部分可能整个凡间世界也就1-2份，必须自己亲自去寻才有可能得到。钟牧尘一听这话就知道苏木有顾虑，他没有强求，笑说道：没事，不着急，可以慢慢考虑，只要你想来，我们随时欢迎。苏木欣然道：我会认真考虑，如果实在没得选，丹王谷也不错。现在大赛刚开始，他的表现还不是特别出彩，过几日随着对手强度的增长，应该会有更多名门向自己抛出橄榄枝。苏兄，那我就不打扰你了，祝你赛事顺利。钟牧尘起身离开，苏木也没在凉亭里久待，很快起身走向膳房去吃饭。两人走后，远处一座假山后方缓缓走出了一道身影，那人双目阴森地盯着苏木的背影，浓烈的杀意几乎凝成实质。苏家小贼，我2个儿子的仇今日必报。今日的比赛还要等太阳出来才开始，苏木起得早，吃完早饭仍有一些时间。苏木独自在附近溜达，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刻。转了一小会儿，有人喊道：苏木小友，可算找着你了。扭头一看，是个精神矍铄的老者，
身上散发着真武境7、8层的真气波动，站在远处挥手。苏木不认识此人，礼貌地回应道：“老先生，找我有事？”老者乐呵呵走过来，满脸热情地道：“我是天剑宗的外宗执事，奉命前来咨询小友，看你是否有想法加入天剑宗。”天剑宗？苏木闻言，先是感到高兴，紧接着心头一突，又有种不好的预感。自己之前和天剑宗的少宗主见过面，如果对方决定邀请自己的话，肯定会优先派遣之前见过面的人来，即使不是赤剑公子和古一心，也应该是当日坐在酒楼里的长辈之一。可眼前这位老者却是眼生得很，从未见过。苏木暗暗留了个心眼，表面上乐呵呵的道：“原来是天剑宗的前辈，久仰久仰，我对天剑宗可是向往的很，不知道前辈此来是天剑宗哪位高人的示下？”老者带着几分骄傲之色回道：“乃是本宗宗主剑王大人亲自开口。”语罢还补充道：“宗主有言，以你散修小卒出身，能击败炎神宗葛燕，资质至少是100年不遇的级别，只要你答应加入，就将得到全力栽培，待遇不亚于当今少宗主赤剑公子。”这话说的头头是道，好像真是那么回事。但苏木本能地感到质疑，对方既然都提到了赤剑公子，又怎会不知道自己与之见过面呢？莫非赤剑公子两面三刀，嘴上说欣赏自己，会向长辈引荐，背地里却完全没有行动？不，赤剑公子那种人出身尊贵，地位崇高，根本无需恭维其他同辈，既然说了欣赏，那就是真的欣赏，而不是随口说着玩。想到这点，苏木立即探了探对方的口风，赤剑公子的待遇那肯定好极了。我一直十分敬慕这位同代天骄，可惜一直无缘得见。今日既然遇到前辈，不知道您可否为我引荐，见一见赤剑公子？老者哈哈大笑，爽朗地拍着胸脯道：“好说好说，少宗主也说他很想与你认识一下。既然小友的想法不谋而合，不如现在就去见见。”苏木心中暗笑，看来自己的直觉没错，这老头果然有猫腻。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一会儿到了演武场就能遇到他，到时候再请前辈引荐。苏木回了句。老者表情僵住了一瞬，然后立马继续笑哈哈地应道：“没问题，这个好说。”然后话锋一拐，又道：“不过关于入宗之后的待遇方面，在大庭广众之下交谈多有不便，小友你若是真感兴趣，还是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来，一边饮茶一边详谈更为合适。”苏木皮笑肉不笑，回道：“那肯定，先见面认识，后面再谈具体的吗？赛程还有好几天，待遇之事可以晚点再说。我要是打出好成绩，也能多要些好处不是？”老者见他一副很好骗，但是又不肯跟着走的样子，心里暗暗着急，想了个理由，又说道：“这些东西其实早谈比晚谈更好，趁着你的实力还没被完全定位下来，可以要得高一些。”苏木摇摇头：“我是个正直的人，无需模糊欺骗宗门长辈，凭实力打到什么层次，就拿什么层次的待遇。”老者笑道：“苏木小友还真是诚挚朴实，看来宗主没选错人。只是宗主他事务繁忙，不久就要离开皇城，到时候小友可就见不到他本人了。换做其他人与你谈论入宗事宜，可能要吃亏一些。”苏木见他一再邀请自己离开此地去见大人物，心中已经清楚明白这是个陷阱。尽管不知道这老者是谁派来的，但可以肯定，只要跟他走了，绝对没好事。皇城高手如云，但凡有人想要对他不利，他都没有能力反抗。武神殿精英宿舍这边有天人境高人坐镇，扫地的、喝茶的、散步的，个个都是高手，只有待在此地才是最安全的。苏木说道：“只要加入天剑宗，总有机会见到剑王前辈的，不用急在一时。老前辈，您是不是赶时间？怎么好像非要立刻带我去见人？”直接试探对方。老者闻言忙解释道：“不赶时间，不赶时间，就是想尽快把上头吩咐的事情办妥。小友你也知道，我这种真武境的修为在天剑宗不算什么，要是这点事情都办不好的话，回去之后怕是要被宗主责罚。”苏木心中暗笑，连道德绑架这招都用上了，还真是用心良苦啊。这么迫不及待想让自己离开保护区出去送死的人会是谁呢？苏木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懒得继续和这老头扯皮，道了一声：“晚点再说吧，我还有事，回头聊。”语罢直接扭头走向住处。老者一看就急了：“哎，苏木小友，再谈谈吧，别急走啊。”苏木背对着他挥挥手：“前辈慢走，我就不送你了。”那老头急忙想跟上来拦住苏木。这时旁边扫地的中年妇人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道友留步，天剑宗的人应该知道规矩，此地是精英天才们居住的地方，除武神殿人员，外人不得靠近。一旦越线，武神殿执事
可以直接出手。老头看了一眼扫地的妇人，感受到一股宛若山岳般的气息压迫而来，当下怂了，拱手道：“您见谅，我先告辞。”雨霸心情复杂地看了看苏木的背影，叹气离开。苏木并未走远，老者才离开，就又扭头回来了。他问扫地的妇人：“前辈，你认识这位老者吗？”妇人摇摇头，区区真武境，还没到天下闻名的地步，不认得。苏木又问道：“他这修为有几分可能是天剑宗的执事？”妇人面露亚色，看向苏木：“你怀疑他？”苏木毫不避讳，点了点头：“我看他用意不纯，不像好人。”扫地妇人笑了：“你这小家伙倒是有意思，小小年纪那么多心眼子。”雨霸认真想了想，说道：“天剑宗的内宗执事至少都是天人境，不过此人声称是外宗执事，外宗的话职务复杂，有些负责文职的的确不需要太强的修为，那就是说也有可能是真的。”苏木微微皱眉，他最初起疑的原因就是老者的修为太低，真武经6、7层，也就比老爹苏胜天强一点。天剑宗那么大个门派，不应该派个真武境出来招揽天才。扫地妇人看他拿捏不准，便提议道：“要不我去抓了他，问个明白。”苏木摇头道：“那还是算了，万一真是天剑宗的，岂不搞得很难看？”妇人一想，便转个说法，说道：“那就去问天剑宗长老，看他们是否真的有要邀请你，还可以这样。”苏木笑了，旋即摇头道：“不用如此麻烦，待会儿比赛开始，我直接问赤剑公子就行。武神殿家大业大，若肯出面帮忙咨询事情，肯定能问清楚。不过这点小事倒是不必麻烦人家，平白欠个人情。”苏木没有着急，继续溜达消食，呼吸清晨的灵气，将身体调整到最适合战斗的状态。不多一会儿，太阳在东方的苍山之上露出一抹耀眼的金光。苏兄，走了。柳玄和云沧海也已经准备就绪，三人一道往演武场走去。路上，云沧海一脸苦闷之色，实力太强也是种烦恼啊。吃个早饭的功夫，30、40个人问我交朋友，还有几位姑娘想跟我深入交往。柳玄调侃道：“那还不好，我可是看到了的，那几位姑娘都挺漂亮，修为也高，跟你相当般配。”云沧海撇了撇嘴：“儿女情长是修炼大道上的绊脚石，长生路上的拦路虎。我辈修士应当一心一意追逐高远境界，任何影响心境的都要扼杀在摇篮里。”苏木拍手称赞：“说得好。”得到赞同的云沧海十分满意，继续道：“就算要成亲，那也是等成为天下第一以后再成亲，到时候我天下无敌，看上哪个就睡哪个。”柳玄问道：“那如果你成不了天下第一呢？”云沧海一挥手：“不可能，算命的说了，我命格不凡，注定成仙。”苏木笑道：“算命的是不是还说你性情高洁，不落凡俗，秉性忠厚，没有邪念，乐观大方，前程似锦，总之就是变着法子夸你，然后骗你钱？”云沧海无语了：“你不信就算了，等我成仙之时，第一件事先拿我的仙力揍你一顿，让你为今天说的话后悔。”柳玄乐呵呵道：“云兄天赋异禀，说你会成为顶尖强者，我是信的，不过要说天下第一，那还是夸张了些。不说皇朝之外的那些千古巨头，就咱们帝君，便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云沧海淡定道：“50年内，我将超越帝君。”苏木连道：“好家伙，叶幽禅堂堂天界魔族公主，对他的期许也不过是100年内超越帝君，这家伙倒好，直接干到了50年。难不成他也身怀异宝，有天仙指点？”谈笑间，三人来到演武场。刚进场，看台上立即响起了一连串喊着云沧海名字的口号声。柳玄震惊道：“云兄，你人气这么高的吗？”刚刚还很自信的云沧海看到这场面立刻蔫了，捏了捏鼻梁根，无语道：“我就说实力太强是种烦恼吧，你们还不信？”柳玄郑重点头道：“我一开始就是信的，只不过我的意见上让你享受，尤其是天才美少女这方面，真的，再过几年他们就不年轻了，质感会差很多。”云沧海一脸鄙夷之色，满脑子下流思想：“苏兄，咱们走，免得近墨者黑。”我下流？柳玄挠了挠头。演武场上人声鼎沸，观战的10几万人早在昨天半夜就已经排队入场，就为了现场目睹今日的精彩赛况。苏木在选手们专用的座位席上看见了赤剑公子和古一心的身影，便朝着两人走过去：“喂，你干嘛去？”云沧海不明所以，跟着他一起上前：“赤剑公子，古兄。”苏木打了声招呼，直接在两人旁边的空位坐下。旁边几位参赛少年见状都暗暗吃惊，赤剑公子这个天剑宗少宗主
一身剑地剑意凌厉无比，常人根本不敢靠近。现场空位多得很，大家都本能的敬而远之，隔开至少4、5个座位。苏木反其道而行，主动靠近，立即引起众人的猜想，暗道双方是不是有交情。云沧海看苏木坐下了，也跟着坐在一旁。赤剑公子看过来，那天生凌厉的双目之中带着淡淡惊讶之色，问道：苏兄所来何事？莫不是想向我引荐这位真武境的第一天骄？云沧海立即撇清自己，跟我没关系啊，是他自己要过来的，我对你没啥兴趣。赤剑公子闻言微怔，周围的其他少年听了也是一阵哑然。堂堂天剑宗少宗主，还是头一次被人这般轻视。不过这个人是云沧海，一个天赋高到堪称妖孽的野路子散修，好像也可以理解。苏木不想双方误会，立即单刀直入，说道：早上有个人来找我，自称是天剑宗外宗执事。赤剑公子闻言面露亚色，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苏木笑了笑，我有点怀疑他是冒充的，所以来找你们确认一下。旁边的古一星眉头大皱，什么人这么大胆，竟敢冒充我们天剑宗的执事，招摇撞骗？苏兄，你说将此人样貌、气息特质道来，我立即请宗门长辈将他抓捕。事关宗门形象，他们都很重视。苏木想要的就是这个态度，当即将早上遇到的老者样貌以及谈话的内容说出来。赤剑公子闻言，本就天生凌厉的双眸已是酝酿起锋锐的剑意。他对古一星说道：师弟，你去找王长老，让他请武神殿配合，将进入访问的那个老者抓住，记得要活的。于霸又对苏木道：苏兄放心，任何以天剑宗名义为非作歹、暗算别人的人，我天剑宗都不会轻饶。苏木拱手道：有劳贵宗帮忙调查，若知道那人是谁指使，还请告诉我一声。赤剑公子点点头，应该的。云沧海听到这里，问道：苏兄，你是不是得罪谁了？难道是昨天败给你的炎神宗葛燕？苏木摇摇头，应该不是他，等人拿住了再说吧。他想说秦爵来着，但说了也没用，除非他立即加入某个宗门，否则自己一没实力，二没靠山，就算知道秦爵想暗算自己，也没办法弄死对方。秦爵的姑姑是炎神宗的执事，即使顺藤摸瓜找到他，他也可以搬出关系求个自保。天剑宗只比炎神宗强一点点，还不至于因为这点事情就直接要了他的命。所以说此事只能是个警告，真想杀秦爵，还得再等几日，直到苏木自己再次涅槃以后，凭真本事亲手斩杀。到我上场了。赛事已经开始进行，不一会儿，苏木就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离开座位登上擂台。他今日的第一个对手是来自6宗4族之一的顶级宗门不夜楼的一位少女。少女名叫叶楼兰，身穿黑色劲装，使的是一杆长枪，颇有几分沙场女将军的飒爽气质。其修为达到化龙境9层，刚上擂台，身体四周就布下了3尺气墙，给苏木很大的压迫感。苏木今日才突破化龙7层，若是拼尽全力与之一战，使出一往无前的剑意和断山式，倒也有几分可能战胜。不过为了后面的5场，他没有太拼，持剑与之对拼100多招之后，便在对方狂风暴雨般的枪芒之中败下阵来。这是他自从涅槃之后首次在交战之中落败，虽有几分放水的嫌疑，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叶楼兰实力很强，在本届186位天骄之中，应该能够保10争5。苏木败阵回到座位上，云沧海调侃道：输给女人喽，好惨啊。苏木一点也不生气，乐呵呵道：输就输呗，能晋级就行，不像某些人走到哪里都跟个猴似的被围观。云沧海取笑不成，反被打击，恼道：回头遇到我，非把你打成猪头不可。苏木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随时恭候。过了一会儿，赤剑公子也上台了。这位据说传承了剑帝剑意的天骄，昨天遇到的全是弱者，和苏木一样，赢得很轻松，没有机会表现。今天他也和苏木一般，遇到了强劲的对手。这个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被寄予厚望、名气极大的皇室成员问月郡主。两人一个是犹如绝世神剑一般锋芒毕露的少年，一个是好似清秋明月一般高洁孤傲的少女，往台上一站，还真是赏心悦目。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有种宿命相逢的巧妙感。两个本届最顶尖的天骄相遇，使得他们所在的7号擂台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视，尤其是天剑宗和皇室的人都眼巴巴看着，想知道这两人谁更厉害。只是众人期待的精彩大战并未出现，两个人好像有种默契，都不想在首轮比赛中就展现出真本事，于是上台对视了一会儿过后，同时后退了一步，异口同声地说道：算他赢。本来被调动起激情氛围的现场，
顿时响起一片失望的嘘声。苏木也挺失望的，本想看看两个最有实力的竞争对手会是何等战力，没想到他们居然连简单出一两招都懒得出，直接就罢手了。本场结果为平局。武神殿的裁判给两人都记了分。在嘈杂的议论声里，赤剑公子回到了座位上。古一心问道：师兄，为何不战？苏木和云沧海都竖起耳朵听。赤剑公子回道：没必要。古一心问道：逢战而退，不怕折了剑心吗？赤剑公子微微摇头：我之剑心是一往无前，但并非愚昧的鲁莽，什么时候该战，我心里有数。苏木听到这个，心里咯噔一声，本来看热闹的心情一下子多出了一阵古怪的感觉。他忍不住道：一往无前的剑心，那是什么？赤剑公子回道：是我自宗门祖师剑帝的灵前残剑之中悟出的一份剑道真意。剑道真意？苏木心里顿时翻江倒海，是巧合吗？宁无雪传授给他的第一份本领就是名为一往无前的剑意，而赤剑公子从剑帝残剑之中悟出的也是这个。如果只是名字相同，那倒还好，但若是连其中的真意也一样，那就有点耐人寻味了。苏木不禁暗暗思忖，随着赛事的推进，自己迟早会使出宁无雪传授的剑意。要是这个剑意恰好和赤剑公子的一样，或者相似度很高的话，那会不会被人当成是偷师者？剑帝是天剑宗祖师，和国主龙武帝君同境界的古老强者，其传承的重要性对天剑宗来说可想而知。如果被视为偷师之人的话，那后果恐怕就很严重了。晚上去塔里问问师尊，看看他有没有弟子传人。此时苏木才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好像忘了问宁无雪，自己是否有师兄师姐。宁无雪修行万年，乃仙道王者，有几个徒弟的话是非常正常的。尽管天界和人间距离遥远，但求仙塔能够落到凡间，仙王传承来到凡尘，似乎也不是不可能。擂台上的人换了一队又一队，比赛推进的效率很高。一个白天很快过去，接下来苏木遇到的5个对手实力都挺一般，没有像叶楼兰和葛燕那么强大。他轻轻松松拿下5场胜利，最终以12战11胜1负的成绩轻松进入下一轮。傍晚时分，在所有战斗结束以后，大赛的总主持人南庭老叟以真气凝结文字，在空中公示了所有人的成绩。名列第一，以12场全胜晋级的，赫然就是云沧海。与之并列的全胜者还有7个人，分别是民族圣子东明一希、萧族大小姐萧卫雪、不夜楼少东家叶楼兰、江族小少爷江行天、焦王府世子轩辕毅、浩劫宗核心弟子贺军。这7个人实力参差不齐，最强的已经达到化龙境巅峰，是打出来的成绩，而稍微弱一点的则只有化龙境6、7层，是运气好没匹配到强大的对手才能轻松全胜。186人打12场，遇到强敌的概率其实不高，这个全胜者的数量已经算少了。主要是有很多人都和赤剑公子对问岳郡主那场一样，知道对手实力和自己相差无几，不想耗费力气，所以主动退步，以平局或者认输收场，导致了成绩下跌。天色渐渐暗下来，苏木和2位同伴起身准备返回住处。这时候古一心喊了声：苏兄留步，有话跟你说。苏木当即停下脚步看向他。赤剑公子先离开了，古一心独自走过来，看了一眼左右，示意借一步说话。你们先回吧，我等会儿来。苏木对云沧海和柳玄道了声，随后跟古一心走向旁边无人的角落。古兄，调查清楚了？苏木问道。古一心点头道：我们宗内长老亲自出面，已经弄清楚了。那老者名叫许清泉，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之所以冒充天剑宗的人去找你，是为了诱你离开武神殿的范围，对你不利。苏木道：基本上和我猜测的差不多，还好我当时留了个心眼，不然搞不好真有可能出事。幸好他在赤龙城的时候就见过了赤剑公子和古一心，否则警惕性不会那么高。若是许清泉那老头编个别的来历，比如假装成浩劫宗、炼魂宗什么的，可信度也会高些。事已至此，苏木安然无恙，终是好事。古一心道：我们长老已经将那人带走了，你无需再担心。苏木问他可曾问出幕后主使者，他与许清泉完全就不认识，对方没理由想害自己，多半是和秦爵有什么关联。古一心摇摇头，那老头很讲义气，宁死不肯说。苏木一笑，他不说我也知道是谁。这一问只是想听个确定的结果，即使对方没有交代，也没什么可多猜的。古一心道：如此最好，你独身一人，出门在外多加小心。我先告辞了，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可以来找我，
天剑宗的驻地就在演武场北边那条街的尽头，最大的那栋青瓦房便是。古兄慢走。苏木拱手道。两人各走一个方向，离开演武场。苏木心中暗暗感慨，这天剑宗的办事效率是真的快，早上听到事情，立马就派出高手去调查，然后弄得清清楚楚。许清泉好歹也是个真武经6、7层的高人，结果就因为冒充天剑宗的外宗执事，便就这样被料理干净了。人命在这种顶级宗门的实力面前，真是微不足道。不过苏木没有因此而觉得天剑宗太霸道，正相反，他喜欢这种霸道。奸佞小人，干坏事之前就该有为此丧命的觉悟。天剑宗此举杀伐果断，手段凌厉，犹如他们所修的剑道一般，丝毫不拖泥带水，一下子让苏木产生了很大好感。也许我真可以拜入天剑宗，去接触一下那位剑帝的传承。苏木暗道。今日听了赤剑公子的剑心所向之后，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有可能和他们是一脉同源。晚点进塔里问问宁无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加入天剑宗也就顺理成章了。真要算起来，搞不好苏木的辈分比他们的祖师爷剑帝都高。离开演武场之后，苏木本想直接返回住处，没想到才走出通道大门，就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将今日参赛的选手们围得水泄不通。昨天够离谱了，今天还来？他哭笑不得，远远看见云沧海被围住的情景，庆幸自己没和他走在一起。他绕开人群，不想掺和这些乱糟糟的事情。没想到云沧海竟然发现了他，并且还很不讲义气地大喊了一声：苏木在那边，我跟他生死兄弟，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听到这话，围住他想要拉拢他入门的那群人顿时眼都红了。一个云沧海就能让一个小宗门翻身崛起，起码100年内高枕无忧，要是再加一个苏木，那还不翻天了？一时间全场哗然。苏木小友，来我们地刀宗吧，我们和天剑宗差不多厉害。一个人群外围的中年人果断扭头朝着苏木的方向跑过来，其他人有样学样。苏木，来我红族，你要什么我们都给。加入欢乐宗送10个绝色侍女。来我们奇遇宗吧，我们这里有断崖、山洞、古墓，遍地都是小绿瓶、小珠子、烧火棍，总有一款奇遇适合你。那么大一群人，立即就有将近1/3朝着苏木冲了过来。苏木瞪大双眼，脑子里立即蹦出一大堆骂人的词。不过这会儿他也顾不得骂了，赶紧提一口气，踏出风雷步，嗖的一下直接闪人。风雷步是仙品身法，尽管他现在只能使出其中2步，但2步反反复复的用，速度也是相当可以。不一会儿就回到了住宿区，有天人境执事看守，那些人不敢跟进来。云沧海身边的人群松散一些，也凭着身法成功脱身，反倒是资质较为一般，不那么受欢迎的柳玄以及其他几位天骄少年被追不上2人的人群重新围住。精英宿舍1楼的茶水厅，苏木停下喝水，缓了口气。云沧海从外面进来，看到他就笑道：多谢苏兄帮忙解围。苏木没好气道：生死兄弟。云沧海点点头：早晚的事。苏木又道：我去哪里你去哪里。云沧海再次点头：那必然。苏木无语了，说的好像咱俩有多熟一样。云沧海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没事儿，总会熟的。你要相信咱俩命里有缘，注定会做朋友。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我还能做你的长辈。苏木瞪了他一眼：拉交情就拉交情，还占我便宜？咋地？你想做我后妈？我……云沧海气息一滞，脸上闪过一抹恼色，立即反驳道：我是男子，怎么做你后妈？我的意思是，我这么强，说不定你爹也想跟我称兄道弟，你得喊我叔叔。苏木呵呵一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就你还叔叔？我看你找个叔叔还差不多。这人嫩得像个没长开的孩子，又矮又瘦，除了没有胸之外，完完全全就是小姑娘的身材。云沧海感觉自己被瞧不起了，但是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能甩下一句：你等着，总有一天你要恭恭敬敬给我喊出长辈的称呼。说完3步并作2步，直接上楼回屋了。苏木笑了，这个第一天骄真是一点天骄奇人的高冷风范都没有。不，也不能说没有，云沧海对其他人就挺高冷的，可能是相遇早几天，先建立了关系，所以对苏木的态度显得要亲近得多。苏木喝了2杯茶，随后起身也回了房间修炼。从头到尾，他都没把他去哪我去哪这句话当回事。不过云沧海所说的生死兄弟一词，他倒是有点感觉，也许这次来皇城可以收获几个朋友，不再是独自闷着苦修。回屋后，苏木照例取出一粒火莲子，吞服入腹，炼之炎尽用于淬体，身体冒出大量热汗，
他的感觉就像生吞了烧红的烙铁，无论第几次吃火莲子都一样难熬。不过次数多了，总归是有点适应。现在苏木只需要在灼热状态下保持1个时辰的静修，将对抗炎热变成习惯，产生惯性，便可以将部分心神沉浸到求仙塔内去和宁无雪练剑。当然，这种一心二用的状态比较脆弱，如果有人在旁边喊他，他的心神就会瞬间清醒，修炼状态也可能被打破。塔内还是那片冰雪山谷，地面的积雪早已被苏木多日以来练剑的步伐给踩踏严实。冰雕玉人站在地上，完美的轮廓看上去圣洁清冷，让人不由自主想要多看2眼。苏木虽然天天来练剑，每天都能看到宁无雪，但还是每次看到她都会不由自主暗暗惊叹她的美。这种美不是单纯的皮囊表象，她是从内到外，不仅有着举世无双的仙子容颜，还有着仙王强者独霸一方天地的自信与孤傲。那种远离尘世和众生相隔千万里的清冷距离感，会让人更加叛逆的想要去接近她。即使是被求仙塔镇压了1000年，这份气质也没有丝毫改变，至少苏木是这么认为。师尊，我今日又遇到了天剑宗的人。苏木拿起地上的冰剑，开始与冰雕玉人对练，同时说着今天发生的事情。他说道：那个赤剑公子说他所修剑心是一种一往无前的意境，好像和你教我的那道剑意十分相似。宁无雪坐在山崖上，未曾睁眼，淡淡道：可曾见他出手？苏木回道：没有，他2天12场战斗，有1场双方各退一步，平局收场没打起来，另外11场都是碾压获胜，随手一掌就结束了。说完又问：师尊，你在天界可曾有过传人？会不会有人将你的独门剑道传递到凡间？宁无雪回道：你是我门下首徒啊？那……苏木闻言微怔，动作慢了半拍，瞬间被割喉。不过他一点事都没有，摸了摸脖子就继续练剑，一边练一边问道：那会不会有人刚好顿悟出和一往无前相似的剑意？宁无雪回道：我现在传授你的都只是粗浅手段，凡间力量层次虽低，但也不乏悟性出众之辈，自悟这等剑意实属正常。这么说可能只是巧合。苏木略有些失望，他还想着剑帝可能是宁无雪的弟子的弟子的弟子，然后自己进入其中，隐藏老祖师的身份，慢慢考察他们是否符合师尊对后代子孙的期待。现在看来完全是想多了。苏木练着剑，不再想这件事情。过了一会儿，从不主动交谈的宁无雪忽然开口说道：1000年前我被上代他主抓来的时候，将一道剑气打入虚空裂缝，那虚空裂缝的彼岸也许是凡间。苏木闻言一愣，再次被割喉。他再顾不得练剑，被冰雕玉人连刺了好几下也没还手，惊愕道：师尊，你的意思是那道剑气造就了我们世人口中的那位剑帝？宁无雪不太确定，回道：虚空裂缝会磨灭大部分力量，我全力所发的剑气被削弱万倍之后落入人间，应不至于将整个世界摧毁。若是当时有见到奇才正好看见，从中悟出些许意境，也是有可能的。苏木震惊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剑帝还是有点厉害啊！仅凭一道跨越虚空，由天上落下的残存剑意，就能从中悟出宁无雪的部分本领，这等悟性，这等天分，堪称妖孽。而且时间方面，好像也对得上。剑帝是神变境强者，神变境强者的寿元大限是1000年左右，现在这位强者已经寿终正寝，大约死了100年左右。往回推算，1000年前剑帝可能还只是个天人境的修炼者，因为看到宁无雪残落的一剑，然后看来有机会的话，我要去了解了解这位天剑宗老祖了。苏木语道：剑帝不在人世，但他所留的传承以及一生故事都有天剑宗的门人专门收纳整理，接触那些传承可能有点困难，但若是只想看看剑帝的故事，应该不难。宁无雪听到他的低喃，问道：剑帝，凡间竟有如此狂傲的名号？苏木解释道：我们人间不对，是我们皇朝内部把神变境强者称为帝皇级，帝君是神变境，剑帝也是神变境。剑帝的弟子，现如今的天剑宗宗主，人称剑王，是法相境的修为。宁无雪沉默了片刻，不知道是不是太无语了，过了半晌才回了句：在人间倒也合理。苏木偷偷地笑了，他可以猜到此时宁无雪心里肯定很不爽，他修炼了那么多年才成为天界的仙王，而且名号也只是剑仙而已，并没有带上什么王侯帝君的赘词。凡间对他而言弱小不堪，一根手指头就能毁天灭地，却冒出来那么多帝皇君主，相比起来就显得很儿戏。不过这种事是环境决定的，
即使是仙人，也无法改变亿万凡俗生灵的习惯。一夜修炼不觉结束，天蒙蒙亮时，苏木体内的热力散尽，修为堪堪达到化龙境8层的门槛。他睁开眼，意念探查储物戒指，看着最后3粒火莲子，心道：化龙境9层肉身应该需要吃2粒火莲子才能突破，只靠最后1粒还不足以冲击第10层，更不用说10层巅峰。看来我得找个炼丹师，将烈焰魔莲的多余部分炼制成药。烈焰魔莲各个部位的效果皆有不同，除了莲子之外，能够提升修为的就只有藕根和莲蓬。夜幽禅让他煲汤喝，但这明显不现实，唯有通过炼丹师的丹炉溶煮，才能将其中的药力提取出来。正好昨天才认识丹王谷弟子钟牧尘，今日便找他咨询一下，看看炼制这一炉丹药需要多少费用。苏木手里还是有些小钱的，老爹苏胜天对他呵护备至，临出门前给的东西相当不少，足以让他挥霍一阵。就是不知道拿出烈焰魔莲的藕根会不会招来麻烦。没多会儿，苏木就在1楼的茶水厅里看到了钟牧尘。这家伙热衷于给丹王谷招揽弟子，每天闲着的时候好像都在搭讪别人。这次被他盯上的是个穿黄色衣服的小姑娘，看起来秀气温婉，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钟牧尘对姑娘道：诗诗，昨天送你的丹药吃了没？感觉效果如何？吕诗诗的声音软绵绵的：用过了，药效比普通聚气丹好很多，多谢钟兄。钟牧尘一嘴子人贩子的语气：只要来我们丹王谷，这种优品聚气丹可以随时免费领取哦，就算拿出去送朋友都没关系。而且我们还有更好的丹药，比如说增加突破大境关卡几率的天机丹，延长60年寿元的长命丹，让皮肤变得更加紧致润泽的玉肌丹，还有……说话间，苏木已经走了过来。钟牧尘眼角瞥见他的身影，立即面露喜色：苏兄来得正好，我为你说一段姻缘。苏木一愣：啊？钟牧尘拉着姑娘的袖子介绍道：那这位吕诗诗吕姑娘是南部城市新州的比武大赛冠军，和你家延州城也就200-300里路途，非常近。她不仅人长得好看，修为高，而且性格也很好，要是和她在一起，保证你骄傲一辈子。苏木没料到这家伙这么会来事儿，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在那里说媒。他瞧了吕诗诗一眼，正好姑娘也抬头看他，4只眼睛对了个正着，搞得姑娘很不好意思，赶紧扭过头去。那个，我是来跟你谈事情的。他尴尬地说道，完全不想接这个招。钟牧尘笑呵呵道：这就是正事啊。苏木见他还想把话题扯回去，果断再次转移，直接道明来意：我想求见你们宗门的长辈，请他们替我炼制一下丹药，不用太过强大，真武境或者天人境就可。4品灵药炼制出来的通常是4品大丹，或者与多种同级药材配合制成5品小丹。以丹王谷炼丹师的能力，通常来说境界第几阶就是第几品的炼丹师，真武境对应4品，天人境对应5品，很少有例外。吕诗诗趁此机会赶紧起身说道：那你们谈正事，我先去演武场了。直接开溜。哎，吕姑娘等等，再坐一会儿啊。钟牧尘喊道，可惜没有起到作用。他惋惜地叹道：苏兄错失佳人，太遗憾了。苏木有些无语：你这乱点鸳鸯谱的，也不怕得罪人？钟牧尘还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哪里会？他的出身我了解，小家族出了个天才少女，迟早要被大宗门、大家族盯上。这年头坏人多，像她这种没背景、没靠山的女孩子，很容易被人欺负。若能来我们丹王谷，再与苏兄这样的盖世天骄喜结连理，那她这辈子就可高枕无忧了。至于你吗？这么漂亮的姑娘，你不心动？苏木更无语了。我说你这人想的是挺多，可惜没有考虑到最关键的一点，人的想法。大家都17、18岁，正是闯祸的年纪，那么早给人考虑安定养老的事情做什么？说不定人家姑娘正在期待一场巧妙的偶遇和轰轰隆隆的爱情，这般乱牵红线只会令其反感。钟牧尘笑了笑：好好好，不说这个，不说这个。你说想见我宗门长辈，不知道是想炼什么样的丹药？苏木道：是一种偏火焰性质、灼热异常的。哟，苏兄起这么早？话音未落，身后传来柳玄的声音。苏木表情一僵，顿时有种做贼被抓现场的紧张感。钟牧尘热情好客，看到柳玄，精准说出对方的名字，招呼道：柳玄兄弟，过来一起喝茶。好啊。柳玄欣然道，走过来就是一坐，拿起刚才吕诗诗喝过的茶就往嘴里送。在聊什么呢？他问道。钟牧尘道：也没啥，就是苏兄觉得我们丹王谷炼丹技术强，想请我宗门长辈替他开一炉。对了，苏兄还没说完呢，
灼热异常的什么？苏木看了一眼柳玄，一下子不知道该不该说，但转念一想，死就死呗，反正这里是武神殿。于是继续道：是灼热的灵药原材，我想将它的药性提炼出来，凝聚成丹丸。柳玄好像有点口渴，又给自己倒了杯茶，看着苏木问道：苏兄身上有药材吗？我和你同路而来，居然没看见，难道是储物宝具？苏木略显尴尬的点点头。储物宝具放在外界很珍贵，不过对于这里的天骄少年来说，倒是不算太过稀罕。柳玄好奇心被勾起，拿出来瞧瞧，是极品的。钟牧尘也道：对，先看看是极品的药材，我好给你选定对应的炼丹师。苏木用眼角瞥了一眼柳玄，竖起4根手指头，居然是4品。两人都倒吸了一口气。柳玄表示震惊：好兄弟，你有那么好的东西，居然不告诉我。苏木心道：我倒是想告诉你，主要怕你老祖宗跳出来揍我。钟牧尘则是满脸讶异之色，除了那些洞天福地之外，4品以上灵药非常少见，即便有发现，也是在幼体阶段就被人霸占，很少能够流落到自由修炼者的手中。苏兄那一株是哪里来的？可以看看吗？苏木自然不可能在这里取出烈焰魔莲，要不桌子都能给他烧了。他有些糊弄地解释道：是我前阵子偶然所获，我想着这几日天骄大赛压力有点大，所以便想将其提炼转化成修为。柳玄没有任何的猜疑，闻言只是一个劲的震惊：我操，你不说我都没注意，才1晚上没见，你的气息怎么又变强了？钟牧尘也反应了过来：是啊，苏兄，你这气息起码化龙境7层了吧？由于苏木是纯粹的炼体，无法用真气波动来判断境界高低，所以他们的感应略有些模糊。苏木解释道：假的假的，气息是唬人的，其实我现在也就化龙境3层。是吗？两个人都是一脸狐疑的表情。苏木有点顶不住柳玄的眼神，怕再说下去真让这小子联想到烈焰魔莲，于是催促地问钟牧尘：钟兄，你就说能不能给我安排吧。钟牧尘点头道：当然可以，火系药材4品的话，正好我师叔徐正贤在这方面较为拿手。这样，今日赛事结束以后，你跟我去一趟丹王坊，我让他现场给你炼制，而且不收任何加工费。苏木一听这话就放心了。好，那就多谢钟兄了。语罢又补充道：加工费用还是要给的，又难又累的活，可不能让徐前辈白干。钟牧尘笑哈哈道：我这不是想让你欠我们一个人情，方便拉你入伙吗？想不到被你看穿了。苏木怕的就是这个，人情这玩意虽然是延续友情的纽带，但也是一种困住步伐的羁绊。在没决定好去哪里之前，他不想欠人太多。当然，这种话不能说出来，否则就太伤感情了。他也笑哈哈地说道：丹王谷家大业大，还差我一个毛头小子。我看你这几日可是拉拢了不少人，到时候这栋楼里只怕有一半天骄都要跟你走。钟牧尘连忙摇头：那不至于，那不至于，能有个1/10我都偷着乐了。这栋楼上下一共住着36位天骄少年，但凡有3、4个愿意跟他加入丹王谷，丹王谷的前辈们都能笑醒，毕竟这些人可全都是天才。走吧，去演武场看看今日的分组情况如何。事情说到，苏木心情大好，招呼一声准备出门。柳玄不知怎的忽然不说话了，坐在那里单手托腮，沉思某个问题。柳兄，走啊。钟牧尘看他没动，喊了一声：啊，哦。柳玄这才起来，眼神有些奇怪的看了苏木一样，嘴里好像在低喃着什么火系4品药材的字眼，不过最后也没说什么，一起闲聊着走向了演武场。昨天首轮赛事结束，淘汰掉了很多人，还剩下64位天才，柳玄和钟牧尘都在名单上。这俩人虽然看起来修为不算太过出众，但另外100多人也几乎都是化龙境1层、2层的实力，大家底板差不多，只要运气好一点，不遇到太强的对手，压低胜率，还是能够晋级的。接下来64进32将以小组对战的方式展开，一共分成8组，每组8人，每组有4个晋级名额，先随机配对进行1轮战斗，然后败者对战胜者，胜者对战败者，连胜2场直接晋级，若无人连胜2场，则以同样的规则继续竞赛，最终胜场最多的4个人进入下一轮。从规则来看，这一轮就没有太多运气可言了，实力强的2连胜直接晋级，实力弱的则只能连败出局。规则是明白的，现在大家好奇的是自己会被分在哪个组。万一那个组里8个人有4个都是超级强者，那剩下的4个人就只能自认倒霉了。不过这种情况通常来说不会发生，毕竟武神殿也不是傻的，
真要是随机将4个以上最强的人扔到一起，也会人工调整，把他们分开。很快，苏木等人来到演武场。今天选手席上的人少了很多，尽管淘汰掉的人依然可以来那场近距离观战，但很多人在淘汰以后都默默地离开了。也许他们已经有了去处，被某些大宗门、大族群招揽。苏木屁股刚坐下，还没开始查看分组信息，就看到云沧海虎着脸走过来，没好气地说道：“你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把我一个人扔在后面？”苏木解释道：“刚跟他们聊着，顺路就过来了，没想起来你。”云沧海气得不行：“你小子，真是一点尊老爱幼的德操都没有！”苏木一脸懵：“什么尊老爱幼？你是不是睡糊涂了？”我……云沧海想回对，但我了半天也没憋出一个字来，倒是把他自己给气得够呛，闷闷不乐地坐下。苏木有些疑惑地看着他：“我怎么感觉你怪怪的？刚认识的时候也不这样啊？难不成……”兄弟，我是直的。云沧海本来就不高兴，听到这话，顿时气得双拳紧握，咬牙切齿，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把你打弯？”苏木被他这股子怒火整得一头雾水：“你到底怎么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忽然那么暴躁，跟女孩子来那啥了似的。”啊！苏木，我弄死你！云沧海终于忍不住了，跳起来就是一拳，想把他揍成熊猫眼。不过苏木反应很快，单手一挡，就将他那有些小巧的拳头给拦了下来，然后一脸和蔼老人的表情，劝道：“大庭广众之下，注意形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晚点再说。”云沧海看了一眼周围，见其他人都在好奇地盯着自己，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想到苏木并不知道自己是他的什么人，早上没等他好像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便将心里的那股子火气压了回去。他微微瘪嘴，重新回到座位，右手搭在扶手上，精准地掐住了苏木的胳膊。苏木死！下一秒，胳膊肉被拧得剧痛无比。苏木震惊了，这是什么？大男人的谁掐人胳膊？云兄，你……他不得不正式开始怀疑云沧海绝对是个女人。苏木扭过头，盯着这位第一天骄的侧面，想看看他的喉结和他的胸脯轮廓到底是什么模样。结果看到的却是一双凶巴巴的大眼睛。轰！这一瞬，苏木识海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炸开，恍惚间看到了一道埋藏在记忆深处早已忘记的身影。这么凶，跟我娘一模一样。苏木愣了一下，嘴唇微动，未曾出声，只在心里喊了一声。但仅仅一瞬，他又惊愕地回过神来。怎么会呢？云沧海的眼神居然让他想起了10多年没见的母亲。这一瞬，苏木心中掀起了惊涛，感到不可思议。喂！云沧海看到苏木表情和眼神的变化，心中的那份不满渐渐偃旗息鼓。眼看苏木眉头紧皱，好像想到了什么，他说道：“对不起啊，刚才有点凶了，你别介意。”苏木回了句：“没事，我皮糙肉厚。”但却不由自主又看了他2眼，心中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暗暗忖道：这小子的眼神和我娘那么像，难不成他是我弟弟？可是这也不对啊，自己并无孪生兄弟，不可能是弟弟被娘带走，自己留着给爹养。而且云沧海和自己一个岁数，也不可能是娘亲离开以后又跟别人生了一个。罢了，胡思乱想，也许只是巧合而已。世间人口100千亿，再特别的脸也会有完全相似的另一人，更何况只是眼睛。苏木摇了摇头，将荒唐的想法甩出去，开始查看赛程的分组情况。一旁的云沧海见他恢复了平静，暗暗松了口气。想到自己今日的失态，他也暗暗恼火，心道：终究是身体害了我，我要赶紧冲到天人境，摆脱凡体困束，否则这般被身体激素左右情绪，迟早要暴露真面目。虽说暴露真面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还是想再玩一阵子，至少要等见了那个男人，看看他秉性品行如何，再道明自己的来历。演武场中央，12座擂台降下去了3个，现在只剩下8座小的和1座大的。今日大赛会在小擂台上进行，中间的主擂台仅作为赛事晋级的播报场地。8个小擂台对应了8个小组，每个擂台上空都有用能量凝聚而成的8个名字静静悬浮，代表了小组的名单。苏木在距离自己最远的星字擂台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8小组，他在第8组。同组的人有王波、聂明远、陈义鸾、葛燕、高志才、黄怀宇、吕诗诗。苏木有些惊讶，这7个名字里居然有3个都是他认识的，尤其是葛燕，竟然还能再遇到一次，真是缘分呐！苏木差点笑出声来。这小组好像是8个组里最弱的一个，
除了自己之外，葛燕就是最强的，其他人应该都不超过华龙境4层。再看看其他小组，甲组叶楼兰、萧卫雪，乙组东明一熙、贺军，丙组轩辕毅，丁组花城燕、赤剑公子，戊组叶凌天、叶族世子，己组轩辕问月，庚组云沧海。乍一看，每个小组里都有一位要么之前12战全胜，要么出身格外强大的世家贵子，只有星组完全没什么压力。哦，不对，葛燕貌似也是来头很大的人，背靠炎神宗，化龙境6层修为，同样称得上是一方少年天骄了。只是放在如今的苏木面前，已经有些不够看。主擂台的上空，南庭老叟朗声说道：“规则都明白，这里不再宣读。各个小组的战斗将在1刻钟后开始，自己做好准备。”许多人摩拳擦掌，期待战斗。也有人看到同组里的那些种子选手表现得有点气馁。苏木右侧座位的柳玄唉声叹气：“我完了，同组2个大佬，剩下几个好像也都比我强，估计要止步在今日。”苏木安慰道：“已经很出色了，不必对自己要求太高。”柳玄心情复杂地看了他一眼，回道：“毕竟我可没有什么奇遇，老实巴交的修炼人，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对得起我家里人。”苏木感觉他的语气有点怪，扭头一看，眼神更怪，看来这家伙是猜出来了。苏木暗自苦笑，刚才跟钟牧尘说的事还是暴露了很多细节，柳玄不是傻子，从只言片语之中产生联想，再略一推理，也就猜到真相了。不过柳玄没说出来，估计也是有所顾虑，怕给他招来麻烦。这个认识不到半个月的少年还是很讲义气的。1刻钟很快过去，新字擂台报幕，第一队出战者是吕诗诗和王波。王波就是之前见过的皇城3杰之一，这3人实力不错，都进入了64强，其中王波是较弱的一个。不过对于来自小家族、没有太大修炼底蕴支撑的吕诗诗，仍然是个压力。2个人走上擂台，战斗很快开始，其他擂台也有人陆续入场开战。钟牧尘跑过来，坐在苏木后面一排座位，趴在苏木的椅背上说道：“你看，你家诗诗上去了，对手是王波，很有难度啊。”苏木翻了个白眼：“你别凭空污人清白，人家吕姑娘还是独身。”钟牧尘：“你看那个王波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下手那么重。”苏木一瞧，还真是，王波拿着一把双手大刀，对着吕诗诗一顿狂劈猛砍，真气跟不要钱似的挥洒，凶狠的模样好像想把吕诗诗剁成肉酱。吕姑娘仗着风系真气灵动，暂时能够躲避，但若无制敌手段，久守必失。果然，才不到半刻钟，吕诗诗就被王波逼到了擂台边缘。随着一道灿烂的刀光迸发，吕诗诗无奈喊出一句：“我认输。”钟牧尘见状很是不爽：“苏兄，一会儿你可要为吕姑娘出口恶气，狠狠教训那个王波一顿。”苏木无奈道：“胜者对阵败者，他是胜者，我肯定也是胜者，怎么打？”小组赛的规则是不会让胜者和胜者进行对决的，王波能赢一场，下一次对手必然是败者，不会是苏木。钟牧尘道：“你认个输，去败者组揍他不就行了？以你的实力，先败1场，再赢2场，一样可以晋级的。”苏木心想，这倒是可以，但这样搞很容易让吕诗诗误会啊，到时候吕姑娘真以为自己喜欢她，岂不是麻烦？苏木正犹豫着，报幕出来了，下一轮的选手是苏木、葛燕。我操！在看到名字的一瞬间，旁边的柳玄就激动地喊出了声，拍手道：“苏兄，来个梅开2赌。”苏木也是不由得笑了，看来这把没法认输，替吕诗诗出气教训王波的事，还是交给别人去干吧。钟牧尘之前是有关注过赛况的，知道苏木和葛燕打过，但并不清楚两边的恩怨。看到柳玄激动的样子，不解的道：“干嘛呢？认输不好吗？既可以顺理成章去揍王波，还能顺便跟炎神宗打好关系，两全其美啊！”苏木没说什么，起身就走出了座位。柳玄代为解释道：“那个葛燕被苏木的仇家收买了，之前出手想杀苏木来着，上回擂台上他们就是全力在拼斗，这次估计也一样。”钟牧尘恍然，看样子有好戏看了。小组赛的匹配情况很难出现高强度的精英对决，也许这一场就是整轮赛事之中最精彩的一战。苏木走向新字擂台，葛燕也在同一时间进入场内，两人再次相遇，颇有种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意思。这是他们第3次交手，第一次的时候苏木对抗他还很勉强，若非孟玉晨到场解围，可能会有危险。而第2次时，苏木就已经战胜了葛燕。今日再遇，他的心情是轻轻松松，没什么压力。反观葛燕，
脸色铁青，一脸阴沉相，眼里闪烁着好胜的光芒，似乎想将上一次的耻辱双倍奉还给苏木。葛少，别来无恙。苏木打了声招呼。葛燕冷哼一声，今日你必败。此人的气息似乎比前天稍微强大了一些，估计是吃了败仗以后回去奋发图强，有所精进。不过他的精进程度和苏木比起来，差距可就有点大了。苏木随手取出武神殿提供的未开封寒铁长剑，笑道：但求一败。嚣张，看招！葛燕看他这副样子就来气，抽出一口战刀，身上立即爆发出炎神宗赖以成名的火焰真气，一刀掀起狂猛热力，朝着苏木杀来。苏木天天跟宁无雪的残念分身厮杀对练，虽然从没赢过，但从仙人战法之中吸收到的经验却远超同龄人。面对声势刚猛的葛燕，他没有急于求胜，而是足下生风，行云流水的用巧妙剑势去招架对方的杀招，泄力对方的刀气。一边打，他还一边说道：这2日怎么不见秦觉和秦德那几个家伙？莫非又在筹谋什么骗我外出偷袭行刺的计划？葛燕冷哼道：他的事情与我何干？苏木问道：你不是和他做了交易，想用我的性命换秦觉手中的一份什么残图？一提到这个，葛燕顿时咬牙切齿，那蠢货见你未死，竟不惜得罪我，将残宝图藏了起来。苏木，今日你若输了，我尚可原谅你的得罪，否则后果自负。苏木略感诧异，没想到秦觉居然在一门心思想抱炎神宗大腿的情况下，还有胆量把许诺过的残图收回，看来那份残图对其而言非常贵重。葛少这话听来颇显无能，莫非你要取胜，只能靠嘴？苏木如今已经不怕得罪人，反正该得罪的也已经得罪过，就算现在认输，对方也只会觉得自己是怂了怕了，而不会从此改观以礼相待。既然如此，又何必拿热脸去贴人冷屁股？要战就战个痛快，管他什么炎神宗冰神宗的，先揍再说。唰，一缕剑光乍现，苏木不再只是招架抵挡，开始了反击。剑名铮铮，他连出3剑都是从冰雕仙子身上学会的刺喉招式。这招式没有名字，全靠技巧，但在近身厮杀的时候效果出奇的好。刚刚还在穷追猛打想要击败苏木的葛燕，仅仅被这3剑连刺，就逼得从进攻变成了收招抵挡，刹那间流露出的狼狈样，让明眼人都看出了他和苏木之间的差距。苏木手腕一拧，剑刃偏转，体内血气奔涌如洪流，一记仍然无名的简单剑招扫过。葛燕低喝一声，携大力劈击抗衡，试图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正面击溃苏木。可惜的是，他完全错估了苏木的力量。当，刀剑十字磕碰，发出清脆的声响，伴有肉眼可见的火焰真气溢散而出。葛燕立时感到双手被震得酸麻，一时失了对兵器的控制。反观苏木完全没事，甚至还有余力，将剑刃压下，把刀柄挤压到了葛燕的胸膛附近。庶子猖狂！葛燕大怒，将更多的真气源源不断挥洒而出，整个人的气息猛然攀升了一层小境界。斩龙诀，烈焰千重浪。他一声断喝，使出炎神宗内门弟子才能学习的高深战法，真气催成赤红烈火，一刀卷起滚滚热浪，凝聚出2丈长的烈焰刀光，隔空劈下。厉害啊！苏木赞叹道，别的不说，这一刀的卖相是真好看，火光刀气，哪个少年看了不得夸一句真帅。就是威力方面差了点，想是光顾着花里胡哨，忘了将力量收紧。苏木单手持剑，心中流转过自己从战斗中领悟的剑诀，分流式逆着璀璨的烈焰迎了上去。叮一声轻响，紧跟着轰，火光大战。葛燕的杀招在气势达到顶峰，即将爆发的前一个刹那，被苏木的剑尖点中刀刃中脊。一时间，他的刀势宛若被刺破的皮球，瞬间倾泻，化作火海，四散蔓延到整个擂台，再也无法对正面的对手产生威胁。葛燕愣住了，又是这招，上次也是这招，他竟然在同一个招式底下连败了2回。不，这不可能！葛燕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苏木分明没有使出真气，仅仅在用最简单的肉身搏杀之计，而自己却使出了化龙境7层的全部真气。如此巨大的差距，怎么可能被轻松击溃？可事实摆在眼前，他的力量已经散了，即使重新蓄力，也难保苏木不会再这样给他来一下。认输吧，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苏木劝道。葛燕非但不服输，反倒燃起更加炽烈的战火，有本事与我正面一碰。苏木微微歪头，这还不算正面。葛燕咬着牙，我是说以强对强。
哦，苏木恍然大悟，就是说技巧方面差距太大了，所以对方要求不用技巧，纯拼蛮力。可以。苏木点了点头，善解人意。葛燕也没料到他会同意，见状心下一喜，低喝道：“再来！”语罢又使出了刚才那一招，同样的招式再次出现，那漂亮的火焰刀光再次满足了10几万观众对高手对决的期待。第二次面对这个破绽百出的一招，苏木下意识又想用分流式去点他，但是刚刚说好了，用强招对强招的，不能失言。他心道一声，就用3成力好了，免得出招之后力竭，导致后面的比赛惨遭失败。心念流转，下一瞬他就动了。久未在人前使用，但天天在求仙塔里风甩的断山式低配版就这样从他手中挥洒而出。铮！一瞬间，剑鸣宛若龙吟，苏木的澎湃血气化作能量洪流汇入一剑之中，一道比葛焰火焰刀光还要耀眼几分的剑气瞬间冲霄而起。唰！剑光过处，烈焰之刀宛若遇上了泼天大水，当场偃旗息鼓。苏木的剑光擦着葛焰的耳朵飞掠而过，冲出了擂台边缘，打在一道无形的能量壁垒之上，逐渐隐去。而这一剑引发的恐怖气势却是久久弥漫不散。当啷！葛焰手中的寒铁战刀碎成4块，掉在地上，发出清越的声响。他的手在颤抖，心也在颤抖。这怎么可能？他全力的一刀在苏木的剑诀面前，如同豆腐般软弱，不堪一击。若非苏木不愿将炎神宗得罪的太死，刻意将剑刃偏斜，从他旁边掠过，此时他已经被一剑劈开，变成了2半。战斗结束了，苏木随手一甩，寒铁剑飞回兵器架上，精准嵌入格位。你输了。我输了。葛焰失魂落魄，抬眼看向苏木，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眼前之人的对手。原本还战意沸腾的他，在连遭2次破招的打击之后，终于恢复了冷静。回想之前的2次战斗，每次都是他自己咄咄相逼，不断对苏木施压，最终才走到这一步。如今败局已定，虽然比赛并未结束，晋级资格依然还在，但他和苏木之间已经不会再相遇了。多谢手下留情。葛焰好似变了个人似的，嚣张气焰都收敛起来，对着苏木拱手一礼，而后转身退下了擂台。看到葛焰的变化，苏木不由挠了挠头，这算啥？难道是这一剑太强，把对方吓得转性了吗？3成力而已，不至于啊。苏木有些哭笑不得。不过葛焰不再喊打喊杀，至少是件好事，兴许跟炎神宗的矛盾还有缓和的余地。苏木下了擂台，返回座位。这一战之后，他和葛焰就不可能再相遇了，因为每个小组晋级的4个选手都会在下一轮的淘汰赛之中被分开，分别进入4个不同的赛区，然后赛区内部2-2对决，胜者晋级，败者淘汰，直至只剩1人。除非葛焰和苏木都能成为4大赛区的胜出者，进入半决赛，否则不可能再战第3回。赢下这一场，为苏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要再拿下1局，之后的对手基本上就不会太强，都是其他小组里的次等得分者，仅仅只会遇到一个和他同样的连胜者，且2人即使相遇，也是1/4赛上相遇。换句话说，只要再赢一场，苏木差不多就可以保送8强，这是其他小组很难享受到的待遇。别人的组内赛强度跟他比起来，真不是一般的难。皇城上空，一道由数十位强者意念交织而成的无形交流空间内，众位强者正在闲谈。其中一道神念调侃道：“老严，你家小徒有点惨啊，连续败给一个人2次，只怕心气都要受损了。”严无心回道：“无妨，遭遇挫折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磨练，只要他能调整好心态，就依然有成为强者的潜力。”另一道神念，不夜楼大东家未央公子笑说道：“这个苏木有点意思，我记得初次见他和葛焰战斗，力量没那么强，短短2天多，提升那么快，想是身怀秘宝。”丹王谷谷主孙玄狐阴阳怪气的道：“怎么，未央公子该不会想要夺取小辈的宝物吧？”后者立即回道：“瞧你说的，我不夜楼附的流油，还差那3瓜2枣。我只不过是好奇，什么样的宝物可以让人连续破境而不产生后遗症？”孙玄狐淡淡道：“我炼的丹，随便吃，没后遗症。”咦，莫非孙谷主早已出手，截取了这位天骄？其他人闻言都感到诧异。孙玄狐冷哼一声：“还没有，但这是必然之事。苏木小友与我丹王谷有缘，本届大赛我只要他，其他人随便你们。”这话听起来挺令人意外，因为丹王谷一直以来都是最喜欢拉拢人的一家大宗门，很少这么专一过。但是众人转念一想，不对啊，老孙这一届真正优秀的野路子天才，
也就苏木和云沧海2个而已。你这意思是直接要走一个，剩下一个云沧海，让我们这么多人抢？萧族族长萧恒吐槽道。孙玄狐道：那咋了？不服就抢呗，看看谁抢得过谁。众位法相境强者闻言都无语了，大家都一把年纪了，生平爱好几乎都已经索然无味，也就抢天才、养徒弟的事情有趣一些。但这丹王谷，他不讲武德啊！别人抢弟子都是凭宗门势力、待遇情况来诱惑年轻人，丹王谷则不然，他们在这个基础上还会对当事人的家人、长辈、朋友，乃至于敌人下手。比如某天才家庭贫苦，丹王谷便会派人偶然的和他们相遇，编造各种合理的理由，给对方一大笔钱，建立起深厚的信任感，然后直接拐走全家，弄到丹王谷去养老。当事人一看，全家都被拐跑了，还能咋样？又比如某男子自幼父母死亡，无依无靠，丹王谷便会派出一位风韵犹存的少妇与其偶遇，用母亲般的关怀，逐渐赢得当事人的认可，然后发生各种不便为人道哉之事，最后顺理成章拉拢入门。像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干了100多年了，每一届都有新套路，让人不得不怀疑丹王谷除了招天才之外，是不是还专门招了一大批研究心理博弈学术的专家。通常来说，丹王谷看上的人，其他势力就算砸大成本也很难抢走，毕竟丹王谷是既给经济待遇又给情绪价值，正常人很难不沦陷。老孙，你为啥不把云沧海也给包了呢？这时候有人问道。孙玄狐闻言略微沉默，少顷才道：想过，但有些看不穿此女来历。她定非野路子散修，而是有大背景之人。以我多年识人术所见，还是离她越远越好。众强者都曾简单探查过各位天骄的气息，以他们的修为，自是一眼就能看穿云沧海是个女子。只不过此人的具体来历，却不是光看气息就能猜出来的。孙玄狐又道：不过此女和苏木走得有点近，万一她非要跟苏木一起来我们丹王谷，我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收下。众人果然，丹王谷就没有不贪人的时候，嘴上说不要，其实恨不得把演武场内那64个人全抢走。苏木的第2轮第2战，在击败葛燕之后，不到半个时辰就开始了。当对手身份揭晓的时候，他听到后排座位的钟牧尘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卧槽。星字擂台第2轮，延州苏木对阵新州吕诗诗。柳玄调侃道：苏兄啊，之前钟兄还说让你揍王波一顿，给吕姑娘报仇，这下可好，你自己也要做坏人了。苏木哭笑不得，那没办法，我总不能认输吧。他连葛燕都能击败，要是故意放水输给吕诗诗，怕是要被武神殿当场警告，甚至取消后续参赛资格。钟牧尘叹道：看来这次撮合计划要以失败告终了。苏木没有接枪，直接起身走向擂台。台上吕诗诗好像已经确定了自己要被淘汰的结局，脸上一副看开了的表情。见苏木来了，抱拳道：请苏公子指教。连续2胜意味着提前晋级。苏木回到休息区，开始悠闲地观看别人的战斗。不过他看了一会儿，仔细一看赛程安排，好像也没什么太过精彩的强对决。于是在晌午时分，便对后排的钟牧尘道：钟兄，你的赛事结束了没？钟牧尘点头道：我2胜1负，勉强晋级，还能再玩1轮。身为一个有宗门靠山支持的人，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苏木道：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去你丹王谷的方室拜见高人。时间是很宝贵的东西，他晚上还要修炼，若能在白天就把烈焰魔莲植株的炼丹之事解决，修炼时间就不会受到影响，仍可快速提升。钟牧尘一看赛场内的情况，这一轮8个擂台同时进行，效率很高，基本也都快结束了，便点头道：行，那我带你去。柳兄和云兄可要一起？柳玄今日连败出局，心情比较沉闷，摇头道：算了，你们去吧，我一会儿去跟古一星谈谈，看能不能进天剑宗，离家近些。云沧海则只是微微摇头，道了声回屋修炼，便不再多言。看他的样子，好像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明明都打赢了，不知为何板着个脸。那我们走吧。苏木对钟牧尘道了声，2人起身提前离场。在2人离场的时候，观众人群之中亦有不少人也离开了座位，朝着他们离开的方向尾随而上。才出演武场没走几步，苏木就听到身后传来声音：苏木小友，苏木小友请留步。回头一看，数十位相貌身材年龄各异的修炼者追了上来，一副巴结讨好的表情。钟牧尘尴尬道：好像是来拉你入门的，怎么说？苏木果断道：跑。现在的他已经不缺关注度，
只要天骄大赛正常进行下去，最终结果必然是6大宗门级别的去处任他挑选。这些小宗门小家族的，有的还没苏家强大，跟他们纠缠纯粹是浪费时间。两人提了一口气，准备加速跑掉，没想到追上来的那群人速度更快。苏木小友，谈一谈吧，不管你来不来，认识一下也好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我拜月宗虽然不是什么名动天下的大门派，但每一代只收一个弟子，宗门的一切将来都是你的，绝对不会亏待你。屁了，你拜月宗那是不收弟子吗？你们是穷的养不起弟子。苏木小友别理他，来我们九阳宗，我们的九阳天宫可以让男人的那方面变得格外持久，保证让你下半辈子花丛得意，神枪不倒。来我们合欢宗，师姐师妹包括师尊都可以当你双修道侣，临时的也行。这帮人就没一个正经的，张嘴说出来的话搞得苏木一个头两个大。各位，眼看被这群真武境的高手堵着跑不掉，苏木没有办法，只好压了压手，示意众人冷静。等众人花里胡哨的广告词念完了，他才正色说道：苏某理解各位前辈苦寻弟子，待传一波的心情，但我已经心有所向，无法接纳各位的好意。诸位前辈可以将这份热情留给其他天骄少年，我想他们一定会很乐意成为你们的传人。说完拽着钟牧尘就想走。且慢！这时一位中年男子拦住他，说道：小苏啊，你可能误会了，并不是所有宗门都要求你必须独留一处，我逍遥宗就是个例外。你可以先成为我逍遥宗的弟子，然后再去其他大宗门求学，我非但不会阻止你，还会为你送上盘缠细软。苏木闻言一愣，心道：那你这算什么宗门？这是叔叔吧？没等他开口，旁边一人就骂骂咧咧的道：找你娘的！你这是想让小苏去偷大宗门的心法，然后光大门楣吧？就你这狗狗碎碎的心思，也好意思叫逍遥宗？小苏，我宗门也叫逍遥宗，你来我这，我保你10年之内踏入天人境。道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未免太过恶毒。我啄你娘的君子！还装？别以为我不知道，昨晚在春月楼你点了4个。绝无此事。苏木揉了揉额角，这帮人真的是各位请回吧，我还有事，请别耽误我时间。他说道，不想再跟这帮人废话。小苏，要不再考虑考虑？众人还想争取一下。钟牧尘见状无语道：我说，你们好歹看看我腰上的玉牌吧，我一个丹王谷核心弟子就站这儿呢，你们跟我丹王谷抢人，有那实力？众人闻言果然一下子牺牲了一些。那交个朋友也行啊。还有人不肯放弃。苏木拽起钟牧尘的胳膊就走，极其敷衍地对众人道：下次啊，下次一定。众位真武境的小势力首领一脸失望之色。这时众人看到有2道身影跟着2人离去的方向尾随了上去。刚才那2位逍遥宗的宗主同时喊道：人家都不乐意了，你们还跟？2个尾随者，一个沉默不语继续往前走，另一个则是解释道：我随便逛，刚好也走这边。众人看其眼神有些怪怪的，但不是自己的事，终究没必要插手，便不予理会，各自散去。苏木和钟牧尘的身影很快就出了武神殿的范围，而那2道身影也一路随行，悄然地跟着他们一起离开。皇城本名叫做黄龙城，城市规模宏大，光是主街就有8纵8横共64段。正东面第3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名叫藏龙道，是皇城最繁华的贸易大道。整条大道从头到尾40余里，分布着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方式店铺，而丹王谷的丹药方式就占了其中1/8，也就是一整段街道。此时天骄大赛在进行中，演武场聚集着10几万人，但比起皇城的总人口来说微不足道，因此皇城各处大街依然十分热闹拥挤。苏木跟着钟牧尘一路前行，只觉得入眼所见到处都是人，比老家延州赶集的时候都要繁华。前面就是丹方路了，那里所有店铺都是我们丹王谷的人开的，最大的丹王坊更是由我们宗主亲自署名负责。钟牧尘介绍道。苏木往前看去，丹王路比其他路段的人流还要更密集一些，看样子丹药这种商品在皇城很受欢迎。这么多家药房，不会影响自己人的生意吗？苏木问道。钟牧尘笑道：不会，大家卖的都不一样。你别看这里有100多铺子，但其实按照丹药的种类细分下来，每家依然有数十种货品，根本不怕重样。再说了，就算重样也不要紧，对内可以竞争激励，让丹师们更加致力于炼制优质丹药，对外还可以互相衬托，让好丹卖得更贵，让差丹降价大量出售给手头拮据又不得不买药治病的人。说完又补充一句，苏兄可能不知道，
我们宗门内部之间也是有竞争考核的，谁卖出去的丹药多，为宗门缴纳的贡钱更丰富，谁在宗内就越有话语权。即使是我们宗主孙玄狐，也会没日没夜的炼丹，出产一些4品、5品等对他而言低阶的丹药来维持销量。苏木听得脑瓜子嗡嗡的，这就是大宗门吗？果然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100多家丹药店铺，每家几十种不同的丹药，这炼丹真是一门大道啊！想学精学透彻，可比练剑难多了。那你呢？你会炼丹不？他问了句。钟牧尘果断摇头，我是宗门培养的战斗人员，虽然也略通丹道，但更多是在于辨识品鉴，让我炼制的话，我顶多调制个1品的凡俗小药。苏木道，能入品的药就不便宜了，在我们延州，1品丹药师的地位不亚于化龙境修士，3品炼丹师更是连真武境的各家家主都得送礼8件。他之前吃的那些聚气丹，就是出自延州城唯一的一位3品炼丹师之手。苏家为了与其交好，每年没少往那边送珍贵的药材和钱财。钟牧尘笑道，那你来我们丹王谷，以后莫说3品、5品炼丹大师都能随时请动，6品的几位长老、宗主一样可以为你开炉炼制需要的丹药。啧啧，你这说的我真的很心动啊。苏木忍不住道，和炼丹师做朋友是大多数修炼者梦寐以求之事。丹药作用千奇百怪，疗伤和聚气只是其中极其微小的一个分类，还有诸如临时爆发、危机保命、延长寿元、返老还童、美容养颜、变形异性等等各种奇特的用途，可以说是包容万象，只有常人想不到的，没有炼丹师炼不出的丹药。只不过苏木本人不会炼丹，再加上宁无雪的关系，他现在心里的首选还是天剑宗。钟牧尘嘿嘿一笑，心动不如行动，一会儿见了我师叔，你直接跟我喊一声师叔，从此就是丹王谷的人了。苏木莞尔道，那还是有些草率了，有时间慢慢考虑。钟牧尘闻言便知苏木心里还有别的想法，于是不再纠结这个话题。看，这边这家是我同脉一位师兄的铺子，我带你进去白嫖几罐丹药。来到一家丹药店铺，钟牧尘拉着苏木走了进去。不一会儿，两人又出来了，苏木的腰间多了个漆红葫芦，脸上也多了几分捡到好处的憨笑。走走走，再去那边，那边那家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师傅的师叔开的，咱们去蹭他几粒吃着玩。钟牧尘像个爱炫耀的孩子，带着苏木到处串门，顺便捞取各种免费的丹药。短短几十步路的距离，两人走了快1刻钟还没走完，而苏木的身上也多了好些个瓶瓶罐罐。在两人到处白嫖丹药的时候，街道的后方2个身影装作路人模样，静静地跟随着。其中的老者看着正在到处串门的苏木，皱眉道，家主，这一整条街都是丹王方的地盘，在这里动手太危险了。另一位中年人沉声道，纵然危险也必须杀他，刚才你一直劝我人多别动手，可这皇城哪有人不多的地方。老者秦德叹息道，家主，你现在已经被仇恨冲昏头了，这般鲁莽行事只怕要闯大祸。中年人秦觉声音森寒，我2个儿子都死于苏木之手，不杀他我枉为人父。秦德再劝，那也得等待更好的机会啊，此时出手一旦惹怒丹王谷高人，咱俩命都得搭进去。秦觉语气带着几分恼怒与绝望，你是没看到他提升的速度吗？再给他时间成长，只怕连我也不是对手了。可是不必再言，你怕死就别跟着，回去顾好秦家，我若得手，死亦无悔。若是失手遭遇不测，你就告诉我姑母，铭记此仇，为儿孙们报仇。秦觉语气决然地说道，随后脚步无声，快速地往前走去。家主，哎。秦德见状无奈一叹，看了看四周，终究不敢跟上去，继续隐迹在人群之中。前方，苏木与钟牧尘又白嫖完了一家铺子，怀里塞得鼓鼓囊囊，整个腰部都粗了一圈，里头全是瓶瓶罐罐的轮廓。钟牧尘一旁笑着，你应该有储物宝具啊，怎么不收进去？苏木正想解释，忽然一阵强烈的危机感从身后传来，苏家小贼，受死！一道迅猛凌厉的罡风猛地袭来，是秦觉。苏木瞬间汗毛倒竖，感到受了死亡的威胁。真武境强者出手何其迅捷，他刚意识到危险，还没来得及转身应对，那凌厉至极的一掌就已经落了下来。不死血遁。仓促间，苏木只来得及运转九死涅槃经中记载的保命手段，将一身气血集中于后背。砰！下一刻，掌风落下，真武境4层强者全力一击，实实在在地拍打在了苏木的背上。这一刻，苏木只觉得好似有一座大山从天而降，轰击在了自己的身体上，全身骨骼都要破碎，
连血肉都有被击成血沫的趋势。地板碎裂，人群惊散，整条街道瞬间乱作一团。苏木的身躯不受控制地向前飞出，撞碎了一堵又一堵的墙壁，摔在一家店铺的后院里。剧烈的痛楚让他喷吐出一口血雾，连意识都模糊了。然而危险还未结束，秦绝人如其名，是个很绝的角色，即使境界高出许多，又是竭尽全力的偷袭一掌，仍然不放心，怕苏木不死，又追赶了上来，拍出第二道疾风催命掌。再挨一掌必死无疑。苏木心中闪过一道念头，他不想死。求生意志驱使着他不顾疼痛与虚弱，强行将储物宝具之中的斩灵剑取出。掌风逼近，无需肉眼去看也知道是怎样的杀伐手段。苏木甚至来不及回头分辨，仅凭本能出招，将长剑倒转，汇聚起自己此刻能够调动的所有力量，将宁无血所受的一往无前剑意和断山剑招一并使出。铮！剑光倒射，从他腋下反刺，犹如一只翅膀，向着身后展开。秦绝的第二掌在同一时刻落下，掌风与剑气触碰，发出巨响。轰！巨大的劲风震得两人都不受控制后退，本就破碎的房屋彻底坍塌，扬起无数烟尘。苏木的身躯宛若败疾，失去了一切力量，滚过碎石和木屑，倒在尘土飞扬的废墟之中。秦绝睁大眼睛，不敢相信自己全力所发的第二道杀招居然被苏木挡了下来。没等他再出第三招，身后已经传来钟牧尘的嘶吼声。一息之前，钟牧尘被秦绝袭击苏木的掌风气尽震飞，受了内伤。看到苏木被偷袭，生死不知，他作为领路的向导，心中瞬间产生了浓烈的懊悔与自责。他顾不得自己伤势，第一时间便大喊：有人当街行凶，丹王谷同门何在？但还是稍迟半步，秦绝的第二掌已经落下，与苏木的剑光发生了剧烈碰撞。苏兄！钟牧尘快步上前，完全没有考虑自己是什么实力，一拳对着秦绝的背影攻去。与此同时，这巨大的动静也惊动了附近各家店铺的主人。什么人胆敢在我丹王谷的地盘逞凶，找死不成？伤我丹王谷弟子，必要你血溅满门！一道道断喝声同时从四面八方传来。秦绝反应迅速，知道自己的机会已经耗尽，无论苏木死没死，都必须尽快离开，否则必将葬身于此。他闪身飞跃而起，想要逃离。斜刺里十几道金针飞射，带着凌厉真气，尽数没入他的身躯之中。秦绝闷哼一声，顾不得伤，燃烧本源真气，整个人化作一道黑风，快速远遁。抓住他！抓住他！钟牧尘在地上大喊，几位丹王谷的高手立即追了上去。苏兄！苏兄！钟牧尘扑进烟尘滚滚的废墟堆里。当他触碰到苏木身躯时，只觉得入手一片湿黏血腥，苏木整个人都被鲜血染红了。不，别死！你别死啊！钟牧尘慌了，自己带出来玩的朋友，要是死在丹王谷的地盘上，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慌乱之下，他立即从储物宝具之中掏出一只小葫芦，倒出仅有一粒的金色丹药，就要往苏木的嘴里送。慢！这时，一道声音制止了他。钟牧尘抬头一看，一道长者身影穿过烟尘来到旁边，看了一眼浑身是血的苏木，又看了一眼钟牧尘手中的丹药，摇头道：用不着保命大金丹，他命硬。钟牧尘看着地上几乎不成人形的苏木，急道：都这样了还命硬？他是我朋友，我不能害了他。长者从怀中取出一粒丹药，蹲下身来喂进苏木口中，再送出一缕真气帮忙炼化，口中解释道：这孩子的气血旺盛程度比很多真武境的都要强横，这样的伤你就不救他都不会死，给一粒补元益气的丹药就行了。钟牧尘愣在原地，真的假的？他怀疑师叔是怕自己内疚才故意这样说的。然而仅仅一下子，苏木就动了。苏木还清醒着，没有昏死过去。遭受这般重创，他只觉得此刻自己好像从一个完整的人变成了一个破碎的七零八落的手脚零件，虽然能动，却提不起一点力量。他试着动了动手指头，发出一声微弱的声音：扶我起来。秦绝的袭击太突然，让他来不及反击，但好在秦绝只出了2招，第2招还被他挡了下来，所以最终情况并不致命。现在真正让他提不起力量的原因是剑意与剑招齐发，再加上先前的不死血遁抽干了他所有精气。涅槃之躯远非凡俗可比，哪怕现在只是涅槃一次，想要杀死他，难度也比寻常真武境都要高。苏兄，你这都没事啊？那可是真武境好几层的强者，而且还是偷袭。
钟牧尘震惊道：“不敢想象苏木的身体到底有多硬，那2掌下去，就算是铁打的人也拍成铁饼了。苏木不但没死，还能说话，简直刷新了他的认知。”苏木闻言想要苦笑，却没力气笑，只能虚弱地回了句：“你看我像没事。”钟牧尘反应过来，他只是没死，并不是没事，于是忙对旁边的长者问道：“师叔，他现在情况如何？要如何救他？”他的师叔赵仲明已经迅速检查过苏木的身体状况，回道：“都说了无碍，你就别瞎紧张了。他这样强横的肉身，有丹药辅助，最多3日即可恢复行动能力。3日？那比赛怎么办？他可是天骄大赛的选手，有机会进8强的。”钟牧尘皱起眉头。赵仲明反问道：“命重要还是赛事重要？”钟牧尘回不上来，面露自责之色：“苏兄，对不起，我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今日这个，我……”苏木有丹药吊命，缓过来一口劲，看他内疚的想哭的样子，嘴角微微一动，安慰道：“不关你事，那是我仇家，估计盯着我很久了。是非恩怨，他自分得清，不会因此责怪钟牧尘。反倒是在这种情况下，钟牧尘的表现令他喜悦，感觉这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可是我终究有些责任。”钟牧尘皱眉道，仍旧感觉自己这个向导没有尽到地主之谊，害朋友受伤是件非常惭愧之事。他对赵仲明道：“师叔，请务必将那恶贼抓住，我要宰了他为苏兄出气。”赵仲明回道：“那人中了我的定气金针，真气运转，很快就会陷入凝滞，走不远的。除非有人接应，否则咱们那几个同门足以将他擒下。好，到时候给他喂1罐废气丹，先废他真气，再喂他1瓶软骨丹，化去他一身力量，剩下的我亲自招呼。”钟牧尘恶狠狠地说道：“已经想好了要如何替苏木发泄报复。”苏木微微摇头：“秦爵还有同伙，多半不好抓，除非你们派出天人境强者。对方既然敢袭击，就是做了撤离的准备，他对这基本不抱希望。”赵仲明道：“无妨，我就是天人境，定气金针有我真气烙印，他跑再远也能抓回来。小友你先不要说话，疗伤最重要。多谢前辈。”听到这话，苏木放下心来，当即将脱臼的手臂又扭回来，原地坐在废墟里吸收丹药的效果，调理体内伤势。赵仲明说他要3天才能恢复行动，这是小瞧他了。以涅槃之躯的强韧程度，顶多明天他就能活蹦乱跳。至于秦爵，过几日就亲手宰了他，药效分解，融入血肉之中，顺着血液循环流淌全身，带来良好的治愈效果。钟牧尘守在旁边，看着苏木身上那些被掌力震裂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一点恢复，惊愕地张大了嘴，下巴都要掉了。赵仲明本想离开，看到这一幕也是惊叹不已，什么样的功法竟能让一个年轻人拥有如此强大的体魄？他问钟牧尘：“师侄，这孩子是什么来头？”钟牧尘回道：“他来自南方的延州，是个小家族的少爷，修为很高，一天比一天高，其他的我也不清楚。南方边境似乎并无炼体名门，难道是因奇遇而成才？”赵仲明思忖着。这时他耳朵一动，似是听见了某种声音。少顷过后，对着空中拱手摇拜：“是，弟子明白了。”钟牧尘见状讶道：“师叔，有长老跟您传音。”赵仲明解释道：“是宗主。”宗主？他说什么了？钟牧尘面露期待之色。赵仲明无奈道：“宗主说苏木小友在我们的地界受伤，是我们亏欠他，要我以后免费给他炼丹，要是我练不了，就去找长老。”钟牧尘一听这话，顿时笑了：“好啊好啊，师叔阔气，我先替苏兄谢过。本来高阶炼丹师开炉费用是很高的，4瓶以上丹药炼制一次，无论成功与否，至少都得1万两黄金，甚至是用更加稀有的灵玉来支付。但丹王谷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对自家人大方，对苏木他们有拉拢之意，自然不会吝啬。2个时辰过去，太阳开始西斜，已到下午了。附近的废墟都已经被收拾好，倒塌的房屋正在修补，苏木的模样也逐渐恢复健康，除了一身血污和破碎的衣服之外，基本看不出受伤的样子。只不过他还是很虚弱，体内血气亏空，不是那么快就能弥补过来的。苏兄，你怎么样了？在苏木睁眼的时候，钟牧尘就第一时间问道。没大碍了。苏木捡起地上的剑，有些费劲地爬起来，扫去衣服上的尘土，问道：“抓到秦爵了吗？”钟牧尘摇摇头，去追的师兄说有2个真武境的替他掩护，让他给跑了。不过我赵师叔可以感应他的方位，知道现在还在皇城，没有跑远。
苏木想了想，点头道：“那我过2日再问赵前辈，将他揪出来。”秦觉这个仇家就像一只恶臭的老鼠，隐在暗中，时不时跳出来恶心人。之前苏木实力不够，无法与之抗衡，但今日的接触却是让苏木明白了2人之间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巨大。只要他再前进一步，进行第2次涅槃，击败秦觉，绝非难事。苏兄，你真没事了吗？你这个身体怎么练的？钟牧尘看着他衣衫褴褛之下完整复原的皮肤，忍不住问道。苏木虚弱地笑了笑，这个不好解释，有机会慢慢再说吧。你不是要给我引荐炼丹高人吗？那位赵前辈似乎就是，他还急着炼制丹药呢，能不能在最近几天突破，就看丹王谷炼丹师的实力了。啊？哦，对，我差点忘了今天的目的了。钟牧尘这才反应过来，当即带着他走向这条街最大的那座建筑丹王坊。丹王坊是整个皇城乃至整个皇朝最大的丹药交易场所，这里有零售，也搞批发，想要什么样的丹药都可以下单购买或者定制。作为丹王谷最大的产业，此地自然是有许多丹王谷高人坐镇。赵仲明是天人境2层的修炼者，同时也是一位4品上级，接近5品的炼丹师，以他的实力完全足以满足苏木的需求。在钟牧尘的带领下，苏木从丹王坊的1层和2层路过，直接来到3层。赵师说：“我苏兄来了。”钟牧尘敲开炼丹室的大门，走了进去。苏木一瞧，这房间的地上刻画着5行8卦阵法，中央处摆着一尊半人高的铜色炼丹炉，里头小火微燃，飘出丹香，似是正有什么丹药即将炼成。赵仲明面朝丹炉而坐，正好也能看到门口这边，见2人来了，点头道：“先坐一下，等我收火。”好的，师叔。钟牧尘拉住苏木，在阵法外头坐下。师叔，您这炼的是什么丹？石化丹，3品陷阱丹药，吃了立刻原地石化，1个对时无法动弹，真5境以上真气可解。这才2个时辰没见，您就炼好了，真快啊！哪有那么容易？这一炉是昨天的，我离开不久，有你师兄帮忙照看，所以没坏掉。叔侄俩随意闲谈着，赵仲明的炼丹技艺高明，即使一边聊天一边操纵丹炉，也不会出现意外。苏木倒是听得津津有味，没想到居然还有石化丹这种奇怪的东西。看来以后行走江湖可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丹药，否则可能就要着了别人的道。不一会儿，丹炉开启，一股浓郁的香气飘出。苏木吸了一口，顿时感觉身体僵硬，有种走不动路的麻木感。钟牧尘更惨，张着嘴正准备说话，却被定在了原地，整个人一副时间静止了的模样。赵仲明笑道：“忘了说了，这丹气也能让人石化。”语罢，袖袍一挥，用天人境真气将2人身上的石化丹气驱除。苏木由衷赞叹道：“赵前辈炼丹之技，真是令晚辈叹为观止。”赵仲明将丹药一粒一粒收进空瓶里，徐徐问道：“小有所求，我已知晓，将你的灵药取出看看，我若能炼，现在就炼。”这位赵前辈是个爽快人，一点都不浪费时间。苏木也干脆不遮掩不拖拉，直接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了那一株被他摘去帘子的烈焰魔莲。离开岩浆多日的烈焰魔莲依旧散发着炽烈的高温，刚刚取出就让炼丹房的温度上升了许多。钟牧尘面露亚色，这是什么灵药？好高的火属性灵力！赵仲明也是双眸一亮，好一株4品烈焰莲，这东西在龙武皇朝非常罕见，以化龙境修为，竟能从火山熔岩之中摘取它，还是如此完整的一株，真是稀奇。这株烈焰魔莲是那位光头老怪连根拔起送给苏木的，完整的连细小根须都没放过，若是换个岩浆湖放进去，说不定还能重新栽种成火。以化龙境的实力，不可能办到这一点，但苏木也不需要解释来历，只需要说出自己的需求就行。他对赵仲明道：“前辈，这灵药之中蕴含很强的灵力，我想请您将它蕴含的力量提纯成丹药，用于淬体。”赵仲明不解道：“你的身躯已经这么强了，还要继续淬体？”苏木道：“远未到极限，还可继续增强。”赵仲明看着烈焰魔莲，认真思忖了一番，少顷之后说道：“苏木小友，我有个想法。”他提议道：“这烈焰魔莲论品级只是4品，但龙武皇朝火山地脉非常稀少，单论稀缺性，它其实不低于5品了。我早有计划炼制一炉焚天大丹，苦于没有主料，一直拖到今日，而此物正好可以胜任。”言下之意是他想要得到这株灵药。苏木知道丹王谷长辈不会当着钟牧尘的面欺负自己，便耐心听着。赵仲明继续道：“小友若能将此灵药赠我，我可以给你双倍于他产出的淬体丹药，满足你的修行所需，你看如何？”
拿一株原药换2倍数量的成丹，不但不用支付昂贵的炼丹费用，还可以白赚1倍，听起来完全是好事。可赵仲明却是一副小心询问的意思，生怕苏木不同意。看来烈焰魔莲的稀缺性已经超过了它的品级价值。苏木点头道：“好，便依照前辈的意思来。”赵仲明欣然道：“多谢小友，我再赠你一个贵宾徽剑，今后来丹王坊买卖，一律按最优价结算。”语罢，将2瓶丹药和1枚戒指取出，用真气托着，隔空送到苏木面前。这是我亲手炼制的焦骨虎心丹，对别人来说是临时强体抗击打的，对你来说可以内炼吸收，化作血气能量。苏木收下贵宾徽戒，又将瓶子接住，打开倒出来看了一下。焦骨虎心丹一粒就有龙眼大小，银白通透，宛若珍珠，入手微沉，内部蕴含的能量相当丰富，属于是4品中级的珍贵丹药了。这一瓶子大约12粒，2瓶24粒，足够苏木修炼到第2次蜕变，还有盈余。多谢赵前辈。他将药品收起，拱手道：“互惠互利。”赵仲明将烈焰魔莲整株摄取到身前，伸手抚摸滚烫的灵药，目光落在空空如也的莲蓬，闪过一抹惋惜之色。以他的眼界，自是能够看出烈焰莲子已经被苏木吃掉了。对于一个炼丹师来说，直接生吃灵药是最浪费的行为，但事已至此，他也没有办法。赵前辈，今日因为我的事情，使得丹王坊的店铺遭到破坏，我赔你们一些银两，以作修缮吧。苏木取出一些银票，丹王谷对他很有诚意，各家店铺都送了他丹药，烈焰魔莲的交易也没吃亏，他也不想平白占太多的便宜。谁知赵仲明闻言却是摆手道：“千万别这么说，你在我们的地盘上受伤，我们已经很愧疚了，哪里还能要你的钱？这事要是传出去了，我丹王谷至少要被天下宗门笑话几十年。”苏木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这里的规矩好像和延州不太一样。赵仲明接着说道：“小友你天赋异禀，实力强横，不用等天骄大赛结束，就会受到各家宗门的追捧与拉拢。我丹王谷的意思，钟师侄应该对你说过，不知你意下如何？”苏木道：“我已在考虑了，等大赛结束，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老实说，他真的对丹王谷非常心动。短短几日时间，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丹王谷的底蕴和对门下徒子徒孙的呵护。只是剑帝和宁无雪的那一点联系，却又让很想去天剑宗一探究竟。二者之间，现在是丹王谷占7分，天剑宗占3分，具体如何，等大赛结束，他自会有决断。赵仲明闻言也不催他，只是笑呵呵道：“那你在后面的赛事中多多努力，争取打出更好的排名。若能取得天骄大赛冠军，再来我们丹王谷，那待遇，保证让你心花怒放。我很期待。”苏木笑道：“虽说夺冠难度很高，有云沧海那个妖孽拦着，机会不超过30%，但人总要有个念想，谁知道会不会出现万一？赵前辈，我就不打扰您炼丹了，咱们改日再见。”苏木起身告辞。赵仲明摆摆手：“去吧，好好养伤，这2日动手悠着些，别损了根基。”“我会注意。”“师叔，弟子告辞。”2个年轻人从炼丹房走出，顺便将大门给关上。钟牧尘面带笑意：“怎么样，苏兄可还满意？”苏木笑着道：“满意，相当满意。此行不仅得到了需要的淬体丹药，而且数量、品级都超出了之前的预料，甚至还不需要等待炼制，直接就拿走成品，可以说是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再加上一路上白嫖的各种低阶丹药、贵宾徽戒，总价值也是不低。挨秦爵那一掌算是没白挨。走，我再带你逛逛丹王坊，这地方可是大有洞天。”钟牧尘拉着他，又想去别处逛。苏木制止道：“钟兄，下次吧，我想先回去修炼。”今日碰上秦爵，让他意识到了2个问题，一个是自己和秦爵的差距已经不是2代人那么大了，稍微努力一下就能追上，甚至碾压对方；还有一个是现在的他基本已经可以无惧秦家和炎神宗这个烦恼，在未来去向宗门选择这些方面有了自主的权利，而这一切的倚仗无疑是力量。所以他现在是迫切的渴望修炼突破，将叶幽禅所说的第2次涅槃开启。一旦涅槃成功，他不仅会踏入真武境，而且还能让灵根蜕变，从纯粹炼体变成拥有真气的修炼者。到那时，他能从宁无雪手中习得的剑招也会更加丰富。回到住处的时候，天还没黑透。苏木看到一群天骄少年们聚集在门外的凉亭，长廊附近正在聊着什么话题。仔细一听，原来是关于明日的赛况。这一届的质量真的很高啊！4区之中皆有不止一位强手，看来无需等到最后就能看到非常精彩的对战。
那个苏木真是倒霉，明明实力挺强，却和赤剑公子分到了一个组，顶多止步8强了。听到这些对话，苏木不禁暗自皱眉，和赤剑公子分到一个组，这可不是好消息。虽然未曾交手，但他看得出赤剑公子的实力相当强大，表面上看是化龙境7层，实际上应该有隐藏起一部分境界。再加上剑帝剑意传承，比起化龙境巅峰的问月郡主、民族圣子，应该也不差多少。好在两人的相遇不是在明天，而是在8进4的那一场，还有时间可以追赶。走进大厅，苏木看到柳玄和吕诗诗面对面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谈笑。钟牧尘见状，对苏木小声道：“苏兄，不妙啊，我给你说的媒好像被柳兄截胡了。”苏木无奈道：“你可别扯了，吕姑娘跟我没有半文钱关系，柳兄倒是跟她挺般配的。大家都是17、18岁的年轻人，又都是修炼界的天才，若是有人能在这届大赛之中走到一起，那也称得上是一段佳话。”苏木走上前去跟柳玄打招呼：“柳兄，冒昧打扰你的雅兴，明日赛况表可否给我说一说？”柳玄正撩妹呢，闻言连头都不转，直接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丢给苏木：“那自己看。”然后接着他之前的话题，继续对吕诗诗道：“我曾祖一听说我曾祖母打完大赛就要回老家，当场就急了，拉住他的手说。”吕诗诗认真听着，好像对这场100多年前发生的2位天骄的恋情颇感兴趣，浑然不觉天色渐晚。苏木和钟牧尘没有打搅他们，走到一旁另一个座位坐下，展开手写的赛况图。苏木看到了上下左右4个分区，他的名字出现在右侧。和他同区的有花城燕、江微微、钟牧尘、古一星、柯慕龙、贺军、温魏玄。苏木认不全这些人，但钟牧尘都认识。看到列表，钟牧尘先是一叹：“完犊子，我第一场的对手就是你，止步32强了。”苏木无奈道：“我怀疑武神殿故意搞我们。”钟牧尘撇了撇嘴：“也搞了赤剑宗那2个。”哈哈，好像是的。他们2个在淘汰赛第一场相遇，赤剑公子和古一星这对师兄弟也是在第一场就相遇，好像非要他们自相残杀不可。小组的另外4个人里，贺军也是相当强大。此人来自浩劫宗，有化龙境7层修为，因为败给东明圣子，所以以小组第2的成绩被分到了这边。再看其他小组，云沧海和叶楼兰分到一起，轩辕翼和轩辕问月2个同族强者分到一起，东明圣子和叶凌天、萧卫雪3个名门天骄分到一起。每个小组都会有极其强劲的对决出现。看起来我这组好像依然是最弱的。苏木忍不住说道，感觉自己的运气好像有点离谱。钟牧尘摇头道：“不弱了，你不要看轻自己。对比一下，赤剑公子和东明圣子差不多，你和萧卫雪差不多，贺军和叶凌天差不多，江微微和葛燕差不多，其实每个小组都挺均衡的。”苏木笑了笑，不管怎样，反正成绩不会太差。接下来的3天，他将分别对战钟牧尘、贺军、赤剑公子。若是输给贺军，后面的就都无需再提；而若是全都赢了，成为4区之首，便要面对另外3大顶级天骄，参加最后的2轮角逐。换句话说，苏木的最差成绩也是16强，上限则是第1。吃个饭，然后回屋修炼。苏木道了声，起身离开大厅。明天的战斗是个缓冲，可以让他调整好今日的伤势，把状态恢复过来。后天开始，每个对手都很强，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才行。深夜，塔内空间，苏木在练剑的过程中，将今日的遭遇都说给了宁无雪听。叶幽禅不请自来，也坐在一侧山崖上聆听。听完以后，还一脸愤愤地骂道：“那个叫秦觉的真是混账，弟弟不过是杀了他2个儿子，他倒好，竟然想报仇，真是不识好歹。”苏木无语道：“叶姐姐，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才是坏人似的。”叶幽禅道：“我的意思是，那家伙既然主动寻死，那咱们就成全他，让他下去和他2个儿子团聚。”苏木点点头：“我也正有此意。”然后问道：“叶姐姐，再有不久我就可以进行第2次涅槃了，需要提前准备什么吗？”叶幽禅回道：“有3颗火莲子和2瓶焦骨虎心丹应该够了。你手里现在有很多丹药，突破之时，将所有丹药、火莲子这些东西全都一口气吞下去，以烈焰之力焚灭肉身，再从大量丹药之中攫取生机，涅槃再造，便可渡过难关。”苏木有点不太放心，所有丹药一起吃，会不会药性相冲，引发负面作用？叶幽禅果断摇头：“不可能，九死涅槃经乃我魔族上古圣贤所创，极其霸道，它几乎可以吞纳世间一切能量为己用，
莫说只是几种不同丹药，就算你把我和宁无血吃进肚子里，只要你修为足够，一样可以炼化。这……苏木不禁啧舌，他知道九死涅槃经很霸道，但这也太霸道了。不过转念一想，自己这半个月来，天天不是聚气丹就是火莲子，一点辛苦的外练都没经历，全是吃。如此狂吃灵药修炼，换做别人早就出问题了，而他非但没事，反是根基越来越扎实。这就是天界功法的独到之处。由此魔族奇功傍身，胡吃海喝的确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以后境界高了，别人一道剑气打过来，直接吞进肚子里炼了当营养，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这时叶幽禅忽然拉长了声音，带着几分顾虑说道：等到第3次涅槃，你就要认真一些了。苏木问道：此话怎讲？叶幽禅解释道：涅槃次数越多，难度就越高。前面2次都是最简单的，只要做好准备，就没有性命之忧。但第3次开始，每一次都是死亡边缘打滚，即使做足准备，活命的概率也仍然不高。那我如何应对？苏木问他。他徐徐说起一些注意事项。第3次涅槃必须准备3种东西：一处高品质的灵根地脉，一头法相近的妖兽遗体，一枚或者多枚6品丹药。这3者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个，涅槃成功率都将低于1/1000。即使是3者齐全，成功率也仅仅只有30%左右。苏木一听，这3个条件随便一个都能难倒一大片的人。高品质灵根地脉基本都被天剑宗那样的顶尖宗门占据，不是说借用就能借用。法相近妖兽6品丹药更是需要至少法相近的力量才能获取，而第3次涅槃之前，他是到不了法相近的，这无疑将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好在现在他修为还浅，暂时不用担心那么远的以后，也许到那个时候，难题也不是难题了。等这次大赛结束后，我要么选一处好师门，想用宗门资源快速提升，要么就自己出去闯荡，到各种危险的地方去摘取有用的灵药珍粹。苏木道。叶幽禅提议道：宗门不是善堂，拿到好处的同时也要想着回报。你修炼涅槃经注定是个无底洞，即使是你皇城的帝君也会有被你吃垮的一天。与其亏欠宗门，拿他们一点微不足道的好处，然后一辈子被绑定，还不如靠自己。反正你要师尊有师尊，要功法有功法，根本无需宗门指引。苏木若有所思，叶姐姐说的是有几分道理。丹王谷、天剑宗这些名门虽然对现在的他来说格外强大，可以提供许多帮助，但以后的话差距是会缩小，甚至反超拉开。宁无雪闻言则是说道：你还幼小，我无法在外庇护你，若能暂得宗门硬币，将来再以强者力量反哺，也不失为一桩美事。两女的想法截然相反，一个支持他加入宗门，一个希望他独自修行。2条路其实苏木都能走得通，因为比起宗门来说，他真正的核心资源是求仙塔内的这2位美人。如何抉择，最终还是要根据利弊轻重来考量。我再想想吧。苏木一时间有点拿不定主意。这时宁无雪又道：改日涅槃之后，你可试着沟通求仙塔，看看能否开启第2层。第2层，苏木面带好奇之色，那里头会有什么呢？宁无雪道：我也不清楚，也许是其他仙人，又或者是前代塔主的宝库。宝库这2个字一下子让苏木来了兴趣。前代塔主能够活捉宁无雪这位仙王，可见其实力极其强大，哪怕是在仙帝境界之中都是最顶级的存在。这样的强者留下的宝库该有多丰富？叶幽禅摇头道：不可能的，那个该死的混蛋那么强大，就算有宝物留下也不会放在第2层。退1万步说，哪怕他将遗物放在2层，以弟弟这点软弱的力量也不可能取用。苏木被说软弱，却无力反驳，毕竟比起至少仙帝级别的前代塔主，他现在的确弱得可怜。那叶姐姐觉得第2层里面会是什么？她问道。叶幽禅捻着一撮发丝在指尖把玩，悠然道：我想应该会有一张大床，四周是粉色的幔帐纱帘，有洒满花瓣的浴池，还有各种低俗下流的艳画屏风。臭弟弟打开2层之后，学到一门霸道至极的双修功法，需要和他清冷艳丽的剑仙师尊结合修炼方可。哎呀，宁无雪，你干嘛打人？话还没说完，坐在山崖对面的宁无雪屈指一弹，一束剑光飞射，打断了叶幽禅屁股底下的山石，引发一阵积雪崩落。苏木在听到大床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魔女嘴里又没好话，看到这一幕偷偷的笑了，保持练剑不停，同时观赏着仙子和魔女的打闹。宁无雪只出了一剑就没再动，口中淡淡说道：叶幽禅，你若实在饥渴，我将苏木赏你
满足一回也无不可。只要你不损他性命，我也并非不近人情。苏木睁大眼睛，出招动作都慢了许多，被冰雕玉人戳破咽喉，但他一点都不疼，心里只有一句话：师尊，此话当真？叶幽禅闻言却是没有喜悦，反倒不服气地回怼：什么叫赏给我？弟弟本来就是我的，他的身体里流淌着我的魔血，就跟我亲弟弟一样，分明是我把他赏给你当徒弟才对。宁无雪懒得这个话题上掰扯，只是问他要是不要，若不要就别在这里说下流的话，误我耳听。叶幽禅果断道：要怎么不要？你这兵疙瘩不懂人伦美事，我可不像你。好弟弟，来，姐姐带你体验一下大人的快乐，让你这个冰雕师尊瞧一瞧女人该有的样子。说着就从崖上飘身下来，挥袖将冰雕扔到山谷另一边，一手搂住了苏木的身子，一手往苏木衣服里钻。这回轮到苏木愣住了，啊，这不是认真的吧？他实在是跟不上两位仙人的思维速度，刚刚还在说求仙塔2层的事呢，怎么一转眼就要同房了？还是当着另一人的面做？叶幽禅在他耳边吹气，怎么，弟弟不喜欢？苏木只觉得耳朵痒痒的，身子不由自主就软了，手中冰剑掉在地上，砸到自己脚背也不疼，整个感官都被魔女那诱人的气息所俘虏。宁无雪冷眼旁观，完全没有要干涉的意思，只那么静静看着，似乎很有信心，知道叶幽禅不敢当着他的面做出放肆的举动。然而仅仅一转头的功夫，宁无雪就看到叶幽禅香艳的红唇印在了苏木的嘴上。苏木，不是，来真的啊！玩归玩，闹归闹，这种事情怎么能……真爽！苏木心里冒出一个这不好的念头，但只存在了一瞬就被扼杀掉了。魔女不愧是魔女，小嘴一碰就让苏木体酥骨软，再轻轻一咬，小苏木便立刻站得笔直。宁无雪一看这架势，血色的眉毛微微蹙起，张口欲言又止。眼看魔女和苏木亲的火热，她终是看不下去了，身影一闪，化作一道双风飘向远处。苏木有点喘不过气，直到叶幽禅放开他，他才恢复思考的能力。叶姐姐，他伸出手准备主动一点，然而下一秒叶幽禅却是退后了一步，回头望向山崖那边，得意笑道：宁无雪啊，宁无雪，你还是输了，我才是苏木弟弟的心头好，你这个师尊始终差点意思。苏木愣了一下，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他道：叶姐姐，那个还继续不？叶幽禅风情万种地瞥了他一眼，嗔道：想什么呢？小小年纪不学好，整天想色色的事情。你现在正是该努力的年纪，快点好好修炼，不得懈怠。语罢，身影一晃，飘身退开数米。不是，你这……苏木顿时急了，刚刚还主动撩人，热情似火，怎么宁无雪一走，立马就换了一副面孔？这个魔女莫不是在调戏人？喂，别走啊！你们都走了，我修炼什么？苏木喊道。叶幽禅一步好几米，在一阵娇笑声中渐行渐远，调侃的话语远远飘来：在你师尊回来之前，你还有时间可以用自己的左右手做些简单的运动哦。苏木咬牙切齿，总算明白了这个魔女到底有多坏。他从头到尾都没想过要跟苏木亲热，所有轻浮放肆的举动都只是为了刺激宁无雪，挑衅宁无雪。换句话说，苏木就是他的工具人。叶幽禅，你给我站住！苏木气急败坏，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叶幽禅一点认错的意思都没有，甚至还挑衅道：怎么，弟弟生气了？生气也没用哦，姐姐给你才有的爽，姐姐不给你，你就只能像可怜的小狗一样挤得汪汪叫啊！苏木气炸了，这辈子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情。堂堂塔主竟然让塔内的囚徒给戏弄了，这还有天理吗？你站住！他追了上去，想给叶幽禅一个教训，顺便找回一点面子。叶幽禅笑呵呵道：我偏不站住，有本事你来追我呀，追到了姐姐就让你为所欲为。说完之后，脚下一步数十米，变得更快了。苏木发足狂奔，将速度提升到极限，但始终慢他许多，非但没能追上，反倒被拉得越来越远。过分，过分，太过分了！苏木直捶大腿，这个可恶的魔女，等将来掌控了求仙塔，在放他们自由之前，必须狠狠地将利息收回来。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雪谷，前面变成了峭壁青山、古木林立的景象。叶幽禅飘身跑到了大山上头，足尖轻点，落在一株倒挂枯松的细枝上，调侃道：还追吗，我的傻弟弟？苏木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追上仙人境界的叶幽禅，停下步伐，冷哼道：你等着，待我成仙，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叶幽禅掩口轻笑：“好啊，到时候你正式成为塔主，我就跪在旁边，喊你主人，任凭你处置。”苏木扭过头去，一言不发，但心里已经默认了，这是必须发生的事。叶幽禅见他不追了，摆摆手道：“我回屋睡觉喽，去陪你的冰山师尊玩去吧。哦，对了，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师尊和我性子完全相反，我说给你，其实不给你。他不说，但你要是问他要的话，他说不定……”雨霸咯咯一笑，化作一缕紫烟飘散。苏木站在原地生闷气，没有力量的感觉真是糟糕，嘴被亲了，身子也被摸了，可是自己一点主动的机会都没得到，刚想动手就立马被甩掉。若这果然没有话语权，魔女的最后一句话，她自是不可能当真。毫无疑问，这是一句挑拨的话语。宁无雪那么清冷的性子是不可能容许冒犯的，尤其现在苏木和他还有师徒名分在。虽说即使自己放肆一点，宁无雪也不会杀了他，但若是那样，再想学本领就没机会了。比起女人，苏木还是更看重实力一点。就算真要冒犯他们，那也是等实力足够以后。带着一肚子不爽的感觉，苏木扭头走回雪谷之中。宁无雪不知何时回来了，又是坐在他常待的那个位置。见苏木垂头丧气的回来，他既不讽刺也不调侃，只是淡淡道了声继续训练。哦，苏木闷声应了句，捡起地上的剑和冰雕玉人继续对练。过了片刻，宁无雪忽然说道：“等你练出真气，我教你更强的剑道，助你困住叶幽禅，将他拿下。”苏木一愣：“师尊，你说什么？”宁无雪的嘴角微微扬起，语道：“我的徒儿岂容他人欺凌？魔族公主而已，为师助你降服他。”苏木一听，竟然还有这种好事，仙子就是仙子，果然比魔女靠谱，多谢师尊。苏木喜滋滋道。宁无雪微微点头，不再言语。其实他有潜台词，是想告诉苏木，我都这样帮你了，你可要记住为师的好，将来不可辜负为师。求仙塔的霸道他是深有体会的，千年之前那一战，他连地境强者都能硬抗许久，不露颓势，但求仙塔一出现，却是立即将他镇压，直接封印至塔内，一身修为几乎彻底封锁，直至现在也才勉强能够调动1/1000法力。苏木虽然很弱，但他知道以此子的学习参悟能力，最多1000年左右即可成仙。到那时候，主动权就都落到了苏木的手里，塔中囚徒的生死、自由、荣辱，都是他一句话的事情。现在当他师尊，教他本领，对他好，种种一切都是在投资未来。只有让苏木真心实意将他当作师尊来爱戴、敬畏，将来苏木成仙以后，才有可能安然无恙、完好无损地走出求仙塔。至于那个满脑子坏心思的魔女，哼，死道友不死贫道。山崖上下，一师一徒各怀心思，想着以后的事情。而在百里之外的瀑布水潭边上，魔女也正一边泡澡，一边谋划着未来。叶幽禅心中暗存，苏木的仇敌马上就对他没威胁了，想让他有动力修炼下去，只能牺牲一下我自己。今日挑衅，是希望他为了睡到我而不断变强，将来他若是真的变强了，应该也会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哎，我可真不容易，堂堂魔族公主，竟然为了自由出卖自己的美色，不行，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努力。下次悄悄告诉弟弟，他师尊宁无雪其实是个闷骚的货色。2天后，皇城南部一所僻静的民宅，秦觉坐在地上，脸色苍白，一次次试图调动体内真气，却无能为力。怎么样，还是不行吗？秦德在一旁问道。秦觉睁开眼，双目爬满血丝，神情狰狞。丹王谷，好一个丹王谷！若非他们从中作梗，我早已大仇得报。秦德一叹，家主，算了吧，苏木如今已经不是我们能够触碰的了，再这样下去，最后吃亏的只会是我们自己。秦觉冷然道，算了，不，绝不可能，我就2个儿子，全都被他所杀，此仇不报，我秦觉誓不为人。秦德想要劝劝，但秦觉根本听不进去，整个人都疯魔了。苏木现在在何处？秦觉问道。秦德答道，还在武神殿住着，今日是淘汰赛第3轮，他击败了浩劫宗贺军，已经进入8强。秦觉咬牙切齿，这小废物定是服用了什么禁忌之物，否则绝无可能提升那么迅猛。得想个办法，快些杀了他，否则再这样下去，连我也不是对手了。丹王谷方士那2掌，他已经倾尽全力，却没能击杀苏木，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如今他修为被封，苏木却高歌猛进，日渐强大，这种被追赶，甚至可能被反超的感受，让秦觉满心慌乱，而后又从慌乱演变成了急切，迫不及待的想杀死苏木。秦德劝道，家主还是冷静一些吧，
你现在这样，已经没有任何沉稳可言了。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不说还好，他这一说，秦爵顿时更恼火了。小儿子被杀，大儿子也被杀，堂堂一家之主，竟落得这步田地，换谁不生气？如今他是报仇报不了，连自身修为都被封锁，处境之差，能不崩溃都已经算心理素质一流。秦德一脸担心地说道：家主，你听我一句劝，现在的苏木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得罪的了，放下此事，找个地方重新扎根发展，秦家才有一线生机。你才50多岁，还可以再生几个孩子，犯不着为了一个杀不死的仇人而把自己也给搭进去。秦爵抬手制止他的劝告：不必多言，我和苏木之间只能活一个，你若怕事，可以离开，我自己去找炎神宗高人帮忙。秦德皱眉道：炎神宗恐怕也不会帮你，你去了也没用啊。秦爵深吸了一口气，沉声道：请他们出手的确很难，但只是请求他们帮我解禁修为，总没什么可拒绝的吧。秦德心中一叹，知道秦爵过不去这个坎，思虑少顷，说道：我会在皇城再待3日，你若有失，我会转告你姑姑，至于他会怎么做，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姑姑。秦爵闭上眼追思过往，少顷叹道：他为秦家做的已经够多，还是不要连累他了。我若死，你带着秦家其他人去朱雀国重新开始，秦家血脉不能断，我的个人恩怨不必殃及整个家族。这一刻，他的疯狂似乎清醒了许多。秦德是看着他长大的，此刻心情非常复杂。过了少顷，点头道：你放心去，有我在，秦家不会断。两人相视，秦爵心中闪过数十年来的一幕幕，最终定格在2个儿子结束修炼时对着自己炫耀修为的一幕，随后不再作声，大踏步离开了住处。秦爵刚走，一道身影就来到了房间里，是炎神宗弟子楚炼阳。楚炼阳问道：秦德前辈，接下来有何计划？秦德摇摇头：没计划了，静待3日，准备离开。楚炼阳皱眉道：不再尝试了吗？师尊让我全力配合你们，我可还什么都没做呢。秦德再次摇头：不劳烦你了，你自便吧。若是见到你师尊，跟他说一声，感谢他这些年为秦家做的一切。楚炼阳愣了一下：前辈此言何意？秦德没有解释，说完就走了。楚炼阳挠了挠头，整个人一头雾水，搞不明白老头在想什么。过了半晌，才自语一句：这秦家真是废物，还好师尊年少时就加入了炎神宗，否则恐怕也要遭到牵连。深夜，苏木静坐屋中，炼化体内2粒焦骨虎心丹的药力。经过2天的调整，他的身体已经回到巅峰状态，修为也已经踏入了化龙境第9层。白天和贺军对战，几乎未使全力就赢得了胜利，让他晋升8强的同时，也赢得了大量的关注度。明天，他的对手将是赤剑公子，剑帝剑意的传承者。若胜，则进入4强，获得藏仙秘境的试炼资格；若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以丹王谷为首的许多宗门都眼巴巴地希望他能加入。可以说，走到这一步的他，已经完全脱离了最初的困境，迎来崭新的世界。至于以后怎么走，就看他自己的选择了。轰隆隆，体内气血奔涌，宛若山洪咆哮，每一滴血液蕴含的力量都超出常人数10倍。化龙境10层，好像需要后天才能达到，有些赶不上决赛了。他一边修炼，一边推测自己的境界。明天是4强争夺战，后天是半决赛，大后天就是总决赛。即使他可以战胜赤剑公子和半决赛的对手，最终遇到云沧海时，胜算也是非常渺茫。大境界的差距要比小境界大很多，那是一场蜕变的区别。无论修炼的是什么功法，都会有很大跨越。若苏木踏入真武境，真武蜕变加上涅槃蜕变，实力肯定会暴涨很多很多。可时间的问题无法忽视，在大赛结束之前，他似乎无法踏出那一步，一夜静修，不知不觉天快亮了。苏木睁开眼，想了一下，今天4场4强席位之战，我排在最后一场，还有一点时间再服一粒丹药。为了提升实力，他也是拼了，争分夺秒的丹药服下，继续埋头苦练。很快，其他人陆续醒来，钟沐尘和柳玄都来叫门，喊他一起去演武场。苏木婉言谢绝，保持修炼不动。云沧海也来喊了一次，见他还在修炼，便没打搅，也离开了。不过多久，住宿区就没人了，连同那些扫地做饭的也都去了演武场看比赛。过了快半个时辰，苏木才将药力炼化完毕，从房间里走出。应该没迟到吧？他暗忖着，没人来叫自己，就是还没轮到自己的意思。4强之战不会很赶，1天才打4场，个个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肯定会打得很精彩。他这最后一个上场的，此时溜达过去也来得及。这样想着，苏木离开房间，步伐轻快地往演武场方向走。然而，才离开住处没多远，他便看见一道身影鬼鬼祟祟地朝着这边过来。定睛一瞧，居然是秦爵。起晚了，晚点还有。秦爵也在同一时间看到了苏木，两人相隔数十米，在武神殿小广场和精英居住区的狭长过道上相遇，四周没有其他人，清静的连风吹小草摇曳的声音都清晰可闻。你怎么会在这里？苏木皱眉道。秦爵冷笑，你说呢？下一秒，他的气息暴涨，脚下重重一跺，快速冲了过来。果然又想来搞刺杀。苏木心念一动，斩灵剑凭空出现在手中，不退反进，迎了上去。这秦爵应该是请高手替他解开了定气金针的封锁，今日专程想来杀他。敢在武神殿动手，说明此人已经彻底疯狂，根本没想过要活着离开。整个武神殿从演武场到主殿区域，不知道汇聚了多少强者，随便一个天人境的武神殿大执事、特使都能轻松将其拿下，甚至当成击毙。秦爵是没有任何机会成功的，除非他能在各方强者反应过来之前瞬息击杀苏木。但这可能吗？嗖！两道身影都很快，一闪身就已经到了近前。秦爵是为复仇而来，带着满腔杀意，为了不被强者们制止，出手是毫无保留。第一招爆发出了12成的力量，掌中酝酿一道深青色的旋风，一掌拍下，试图将苏木绞杀。面对真武境4层修炼者的全力一击，苏木的回应很简单，出剑。铮！剑啸如龙吟，带着他那远超同境修炼者的浑厚血气，喷吐出9尺剑光，与青色旋风撞在一起。撕拉！锋锐的剑气几乎将旋风撕碎，但秦爵毕竟是真武境高手，在实力方面压制苏木一头，硬生生压碎了剑光，继续轰向苏木的身躯。变招需要时间，苏木来不及躲避，仓促之间以左掌相迎。砰！一股猛烈的力量伴着旋风击打在身上，撕裂了他的衣衫，在手掌、手臂、胸口等各个部位留下了一道道血痕。苏木的衣衫瞬间被血染红，不过这种程度的皮外伤对他而言无足轻重。秦爵，你也不过如此，除了会搞偷袭，还会什么？苏木冷声道。修为达到化龙境9层之后，已经完全无惧秦爵。秦爵面目狰狞，会什么不重要，能杀你就行。轰！又是一掌落下，带着他心目中的血海深仇，朝着苏木的面门拍击。轰轰轰轰轰！苏木挥剑抵挡，分流式、震月镜、不死血盾，各种招式随着浑厚的生命血气打出，抵挡敌人的进攻。修行不久，苏木的手段还比较匮乏，面对秦爵这种境界较高的长辈，压力不小，但也仅仅只是压力而已。秦爵想杀他，根本就不可能。苏木甚至都不曾使出最强的剑意，仅仅只是在防守。他很清楚自己无需拼命，这里是武神殿，有诸多强者在场，随时可能出手支援，自己只要撑住片刻就能安然无恙。果然，在秦爵打出第7掌的时候，武神殿的特使也到了。嗖嗖！空中传来2道风声，孟玉晨和杨啸龙联袂而至。看到有人袭击天骄大赛选手，2位特使都怒了，敢在武神殿行刺，找死！杨啸龙在空中一指点落，噗呲！秦爵立刻如同被一座大山轰在身上一样，整个人身形下坠，砸进地里，足足1丈深。苏木，你怎么样？孟玉晨闪身来到苏木身边，关心他的情况。孟前辈，杨前辈，我没事。苏木回了句。他上前一步，看向被打入地坑之中的秦爵。坑底，秦爵衣袍染血，面对天人境巅峰的杨啸龙，一招也承受不住，直接就重伤濒死了。他抬头看着苏木，目光阴狠，带着浓浓杀意，但身体已经无法动弹。看到他疯狂的眼神，苏木的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苏木道：秦爵，丹王谷的前辈给过你机会了，你不去逃命，还来送死，看来是真的恨我入骨。秦爵咬着牙：苏木，我纵然化作厉鬼，也绝不会放过你。苏木摇了摇头，语道：你真是失败。秦爵咬牙不语。成王败寇，他已经输了，今日必将死在此地，说再多都是多余。但苏木看别人这么拼了命的想杀自己，心中有几句话不吐不快。秦爵，你在视我为仇敌之前，可曾想过我为什么要杀你儿子？苏木问道。秦爵不言不语，死死盯着他，目光如同欲择人而噬的毒蛇。苏木道：这一切的根由在你身上。
是你也心勃勃，想和苏家全面开战，是你挑衅在先，唆使你儿子对我下杀手，也是你输了一次还不知悔改，让你大儿子继续挑战我。说到底，害死你2个儿子的人是你自己。秦觉怒道：一派胡言！苏木，别以为你得势了就可以歪曲事实，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是你该死，该死！苏木面无表情，我不是在跟你争辩对错，只是想告诉你一句话，同样是当爹的，你跟我爹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唰！语罢，一抹寒芒从斩灵剑末梢吐出，抹过秦觉的脖颈，取走了最后一口气息。秦觉死！这个曾经让苏家感到十分头痛、十分棘手的敌人，如今在苏木的面前已经毫无分量可言，如同跳梁小丑。杀了这个仇家，苏木心里没有很高兴，仿佛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相比起来，天骄大赛显然更加重要。他看向孟玉晨，问道：孟前辈，到我了吗？孟玉晨点头：快了。你这伤会不会影响比赛？苏木一笑：不碍事，皮外伤而已。秦觉的罡风气劲刮破了他的臂膀和胸膛，但入肉很浅，只是流血而已，对于气血充沛、肉身强大的他来说，影响度微乎其微。苏木看了一眼秦觉的尸体，没找到储物宝具的踪影，料想这家伙是抱着必死之心来的，已经将遗物交给了秦德。他有点失望，对孟玉晨道了声：有劳孟前辈替我处理一下这具尸体，我先去演武场了。去吧，好好表现。孟玉晨点头道：没有因为苏木杀了个人而产生什么特殊的情绪，一切都很平静。一个秦觉的死，对天骄大赛、对武神殿、对皇城、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影响。本局获胜者云沧海。下一场延州苏木对阵天剑宗花城夜。苏木走进演武场的时候，上一场刚好结束，马上就到他了，还好没迟到。他心道一句，加快步子走向擂台。这时候四周的观众看到他一身是血，衣衫破烂，纷纷惊呼：你们看那边，苏木他怎么了？他受伤了，好像很严重，该不会是天剑宗的人为了稳赢，派人袭击了他吧？这届天骄大赛进行了那么多天，还是头一回看见有人带伤上阵，观众们都感到不对劲，以为是天剑宗背地里下黑手。惊讶的不只是观众，参赛的各位选手一时感到不解，尤其是即将和苏木对战的赤剑公子，看到苏木这副模样，立即开口问道：苏兄，你怎么这副模样？苏木摆摆手：无妨，一点小伤，不影响接下来的战斗。苏木刚从擂台下来的云沧海也看到了苏木的模样，获胜的喜悦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快步跑了过来，剑眉蹙起：谁把你打成这样？谁干的？他这紧张关切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关系有多亲近。苏木又说了遍没事，但云沧海却是不放心，伸手搭了一下他的脉象，然后迅速取出一只瓷瓶，将一粒丹药强塞进苏木嘴里。苏木本想拒绝他的丹药，但这家伙的动作太过自然，根本来不及拒绝，丹药就进到嘴里了。一股清凉的气流在口中化开，融入躯体之中，激发了他本就很强的自愈能力，迅速修复身上那些罡风切割造成的伤口。到底是谁？云沧海又问道，非要查个清楚，把伤他的人揪出来。这份关切搞得苏木有点毛毛的。大家虽然有点交情，但说到底只是普通朋友。云沧海忽然如此热心，一副把自己当亲人的架势，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苏木回道：没什么，就我之前的一个敌人已经被我杀掉了。云沧海闻言怒意收敛了些，想起之前苏木提及过的秦家仇人，大致猜到了状况。他道了声：你这家伙真不让人省心，语气带着几分埋怨，将手里的瓷瓶整个塞给苏木，随后才离开赛场。喂，你丹药？苏木一脸懵，自己现在根本不缺丹药，云沧海这个普通朋友莫名其妙就送一整瓶，显得很奇怪。云沧海背对着他摆摆手：大哥照顾小弟，应该的。苏木头一歪，自己啥时候成他小弟了？云沧海的脑子好像有点问题啊，莫名其妙那么紧张，又莫名其妙那么亲近，搞得好像大家是亲兄弟一样。明明两人才认识没多久，说的话加起来也就几十句，甚至还没柳玄、钟牧尘来的熟络。他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这家伙果然是玩的。苏木暗忖一句，心里一阵发毛，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苏木，速速登台。这时南亭老叟催促了一句：哦，来了来了。顾不得想太多，苏木快步走到了擂台上。此时此刻，十几万观众、数十万只眼睛都盯着演武场中心的主擂台。
就连演武场外的许多高楼之上，亦有人在远距离观赏比赛。赤剑公子花承彦站在擂台的另一边，看苏木形象狼狈，问道：“苏兄，可需先行疗伤？”苏木一脸轻松：“没事没事，已经服过丹药，顷刻痊愈。”对手很有风度，照理说他也应该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表示尊重。不过这点皮肉伤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每日修炼时淬体过程的剧痛可比这个厉害多了，再加上又有云沧海所赠丹药修复，现在伤口微微发痒，血肉蔓延，好得很快。赤剑公子见他气色良好，也就不再废话，随手取出一把寒铁剑，抱拳道：“既如此，就请苏兄多多指教。”苏木也取了一把一模一样的寒铁剑，同样持剑抱拳一礼，不敢当，互相切磋。两人相隔大半个擂台，摆出架势，开始吧。南庭老叟挥手布下结界，防止力量外泄伤害到观众。两人也不再犹豫，同时出手。唰！赤剑公子先是隔空甩出3道剑气进行试探，苏木踏上前去，随手斩灭，在接触瞬间，只觉得对方剑气凝练锋锐，犹如真正的利器，显然真气的强度很高。距离逼近之后，苏木挥剑进攻，同样只是试探性的出手。赤剑公子苦修剑道多年，剑法方面十分精湛，看苏木抬手便知道他的招式是什么，轻易抵挡下来。铁剑磕碰，发出清脆的声音。苏木强大的肉身力量很快就将赤剑公子手臂震得发麻，抽身退开。苏兄，小心了！对方低喝一声，右手一甩，寒铁剑直接脱离掌控，拖拽着一道道残影朝着苏木飞袭而来。离手飞剑，苏木不敢大意，快速挥剑抵挡。天剑宗以剑道闻名于世，这一手飞剑之技便是他们的常用手段，以真气控制宝剑飞袭杀敌，凶险异常。真人持剑，由于身体结构的缘故，很多动作是可以预判的，因为人再灵活也是个人，不可能把手臂掰下来，也不可能将宝剑从脚底下刺出。但离手之后就不一样了，一切操控全凭真气，没有身躯的限制，灵敏度和刁钻程度都大大提升。普普通通的寒铁剑在赤剑公子的操纵下，划过一道道诡异的轨迹，频频朝着苏木难以防御的薄弱角度刺来。苏木且战且退，一边用蛮横的力量抵挡进攻，一边暗暗庆幸，还好自己天天被冰雕玉人逮着揍，无论多刁钻毒辣的角度都曾经体验过，要不然光是这一门离手飞剑就够喝一壶的了。抵挡了数十次飞剑的袭击之后，苏木渐渐掌握到了对方的一些规律。飞剑再次从侧后方袭来，他把握住机会，将力量汇聚于右臂之中，寒铁剑往后背一扫，破！当一声脆响，赤剑公子的飞剑被苏木的巨力直接磕飞数十米，刺在擂台下的石板地面，没入1尺深。好大的力量！赤剑公子赞许道：“看招！”苏木出声提醒，趁着对方两手空空，脚踏风纱步，闪身到赤剑公子身前，一剑直刺。赤剑公子不慌不乱，双手合十，掌心之中浮现一抹赤色光芒，凭空凝聚一柄赤色器剑，迎头撞上苏木手中的寒铁剑。轰！气浪震荡，整个擂台都摇晃了一下。苏木退了几步，等到气浪散去，赤剑公子隔空虚抓，将飞剑射回，局面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两人绕着擂台踱步，互相观察对方的气息。第一轮交手只是试探，试探过后，双方都感到这次的对手有些厉害，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取胜的。苏兄的剑法十分出色，不知是从哪里学的？没人教，胡乱练。哦，如此悟性，真是罕见。若能来我天剑宗，得名师指点，不出几年，定能威震天下。哈哈，就怕天剑宗的高人看不上我这赌钝之人。两人闲聊几句，马上又开始了战斗。苏木自知短板，不想挨离手飞剑的压制，果断逼近上前，采取贴身厮杀的战略。赤剑公子一时知道他肉身强横，不愿和他纠缠，脚下踏着行云流水的步伐，试图拉开。两人一追一躲，在擂台上腾挪辗转，手中寒铁剑不时爆发出一道剑气光芒，打得难解难分。看台上观战的皇城居民们看得入神，见到两位剑法如此精妙，身法如此灵活的少年交手，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叫喊。人群之中，几位气度不凡的大人物亦在现场观战。其中一人是个中年，身穿华贵衣袍，一脸满意之色。这个苏木实战技巧不错，像个常年在战场厮杀的老将。我丹王谷要的就是这种人才。此人便是丹王谷谷主孙玄狐，法相近7层的高人。在其身旁邻座是另一位大人物，叶族的族长叶东阙。叶东阙摇头道：近战技巧实无大用，
真气秘法才是出路。这苏木徒有非凡肉身，却没有半点真气，料想是灵根有缺，只怕终身难以踏入真武境，更不用说天人。旁边的炎神宗宗主炎无心点头赞同道：我早有耳闻，苏木是个废人，练不出真气。虽不知他的肉身为何这么强，但没有灵根，终究无用，不值得大力栽培。孙玄狐呵呵一笑：非也，非也，灵根这东西亦可人造，只要他一心向着修行，有大决心大毅力，我不介意耗费巨资替他塑造一条丹脉。众位大人物闻言都有些动容。老孙，你来真的？塑造一条丹脉，成本不亚于炼制一炉7品上级丹药，就算是你也得元气大伤吧？浩劫宗宗主聂狂徒惊讶道。孙玄狐抚须而笑：锦上添花百次，不如雪中送炭一回。你们只知道拉拢天骄，予以栽培，又岂知恒心才是天赋，人定可以胜天。我要的从来不是最优秀的天分，而是最赤诚的强者之心。擂台上2个年轻人越打越激烈，寒铁剑不断交错，打得未开封的剑刃都崩了好多口子，火星子四溅，强横的力量震得金属地面都好像要碎裂了似的。天剑宗宗主坐在众人的前面，看着爱徒迟迟无法取胜，赞叹道：孙谷主的眼光一向毒辣，这个苏木的确很出色，我也有些心动了。孙玄狐闻言笑道：怎么，剑王也要争一争这个孩子？剑王回道：我徒弟的实力我清楚，苏木未经名师指点便能抗衡至此，足见天赋之高。若他能够练出真气，参悟我天剑宗4大剑诀的任意一种，将来在天人境里也会是顶强的一个。颜无心摇摇头，终究要过灵根那一关。剑王沉默：是啊，灵根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的苏木虽然力量很强，但终究没有任何真气方面的表现。除了孙玄狐，其他人都没有强行塑造灵根的能力，就算有也不一定舍得给。场内的战斗节奏越来越快，2个年轻人打得难解难分，观众席上许多看客忍不住喝彩叫好。随着战斗的进行，赤剑公子逐渐展现出了真正的力量，寒铁剑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时不时脱离掌控，绕着苏木的身体从刁钻角度发起袭击，极难对付。苏木的身上增添了几道剑伤，虽然不致命，但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在观众们看来，赤剑公子取胜是迟早的事情。不过就在众人都不好看苏木的时候，苏木的气息却是猛地一变，一股凌厉的剑意从他身上奔涌而出，手里崩了口子的寒铁剑好像活了过来一样，再次刺出时力道明显猛增了3倍不止。刷刷刷，一道道剑气将本来占据优势的赤剑公子压得不住后退，局面开始倒转。稳坐钓鱼台的剑王见状面露亚色，这是剑意。其他人也都感到意外，是意境。苏木小小年纪竟然悟出了意境。修行之路有3重难关：招式、意境、法则。学招式最简单，悟意境很难，悟法则更难。苏木才10几岁，竟能悟出剑意，这一点就算是很多比他年长的人也无法企及。然而即使如此，众强者仍然只是惊讶而已。颜无心嘴角泛起一抹淡淡的讽刺之色，可惜了，拥有这等悟性的人竟然没有灵根。言语之中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意思。唉，剑王一叹，没有取笑，没有嘲讽，是真心觉得惋惜。只有孙玄狐面色平静，看着擂台上越来越勇猛的苏木，坚定了要倾力栽培的决心。轰！战至激烈时分，赤剑公子也使出了真本事。2人的身影在擂台上交错，苏木带着一往无前的剑意，不再防守，亡命进攻。赤剑公子亦是招招凌厉，打出了不要命的疯狂。他们的剑意极其相似，都有种豁出一切的疯狂之意。赤剑公子的表情随着交手回合的增多而不断变化，诧异之色越来越浓。当在2人一次重击对撞之后，他皱眉看着苏木，问道：你这剑意从哪学的？苏木回道：刚才不是说了吗，无人指点，我自己瞎练的。怎么可能？赤剑公子表示无法相信，因为这分明是剑帝传承。一往无前的剑意就是豁出一切，拼了命也要击杀对手，每一招都是全力以赴，每一剑都不考虑自己会不会受伤，只考虑能不能干掉对手。这种剑意会随着使用者的修为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强，若是搭配上天剑宗的祖传剑诀一起使用，威力将会非常惊人。苏兄如此大才，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这是天剑宗秘术剑诀，请小心。赤剑公子低喝一声，这次不再保留，整个人凌空而起，暂时悬浮于空中，真气滚滚而出，双手同时握住剑柄，一道道凌厉的气息不断涌现，
汇入寒铁剑中，酝酿起今天的剑气。苏木明白，这是杀招，若挡不住，便是落败的下场，甚至可能重伤濒死。来吧，他低声道，同样没有保留，将一身气血注入右手掌握的长剑之内，以最强的剑招迎战对方的惊天一剑。不过短短一个呼吸时间，两人的气息就攀升到了顶点。这一刻，苏木清清楚楚地感应到，赤剑公子的修为是化龙境10层，之前所表现出来的化龙境7层完全就是个假象，此人距离真武境已经只剩下一小步。苏兄，看剑！赤剑公子低喝一声作为提醒，下一秒手中长剑转动，化作一道长达6丈的赤色剑芒，斜向擂台中央的苏木落下。断山！苏木心中低吼，一身力量尽皆汇于一剑之中，挥剑斩出一道灿烂的光芒，与天空坠落的巨大剑光正面相遇。滋！这一瞬间，似有烈焰遇冰雪，又好像天雷在洗礼铸铁大山。轰隆隆！蛮横至极也锋锐至极的两股力量在空中互相倾轧碰撞，试图将对方碾碎。然而他们的力量太接近了，一个是化龙境9层的涅槃之躯，一个是化龙境10层的剑道奇才，此时同样打出最强的杀招，根就分不出高下。伴随着一声轰然巨响，这两股力量爆炸开来，形成了一股剧烈的风暴。观众们睁大眼睛，生怕错过半点细节。只见风暴中，苏木连续跌退7、8步，整个人受到了强烈的能量冲击，浑身气血激荡，不由自主吐出一口逆血，染红了金属地面。赤剑公子也从空中坠落下来，体内真气所剩无几，脸色一片苍白，靠铁剑杵的才能勉强站稳。好强！赤剑公子惊叹道，看着对面正在擦去嘴角血迹，依然站得笔直的苏木，心中涌现出一抹挫败感。他已经尽全力了，虽然还有很多剑诀没用，但那些都是用来对付弱者的，面对平级对手，只有刚才这招才能起到杀伐效果。可即使是最强一招，也没能击溃苏木。天剑宗的剑法果然名不虚传。苏木喘息道，拖着寒铁剑缓步向前。他提起剑，对着赤剑公子问道，还能再战吗？后者咬了咬牙，调动体内所剩无几的真气，把剑举起来。铿锵之声再次出现，两把剑互相碰撞，你来我往，互相进攻拆招。只不过比起先前的凌厉和狠辣，此刻的交手显得格外粗浅简单。显然他们都已经是强弩之末。苏木的断山式极其耗费力量，每一次动用都几乎要吸干他的全身力量，即使现在达到化龙境9层也不例外。赤剑公子的杀招则是耗费大量真气，此刻的他真气亏空，全靠肉身力量在和苏木打，使不出什么特别的手段。同样是肉身力量与技巧的拼斗，二者相较，终是苏木更胜一筹。不多时，赤剑公子就撑不住了，面对苏木那仿佛凶兽一般的蛮力，整个手臂都被震得麻木，手中铁剑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你赢了！赤剑公子发出一声轻叹，止步8强，心中多少有点不甘，感觉自己为宗门蒙羞，对不起长辈。但苏木实在太强了，那妖魔般的身体是任何一个选手都无法比拟的，在两人都力竭的情况下，谁也无法战胜苏木。承让！苏木这会儿也差不多到极限了，听到对手认输，手上一松，寒铁剑也掉在了地上，直接断成了4、5节。这场战斗持续了足足半刻钟，算是持续时间比较久的一场激烈战斗。观众们都看得很过瘾。随着南庭老叟宣布本局获胜者延州苏木，立即爆发出了一阵海啸般的喝彩声。苏木，苏木，强啊！太强了，连天剑宗少宗主都能击败，而且还是用剑道。苏木简直是千年不遇的奇才，不愧是我看好的人，无敌！哈哈，苏木赢了，3倍赔率，血赚。苏木力竭疲惫，不过听到周围传来的欢呼声，心里还是很高兴。爹，你没来皇城真是可惜了，好想让你也看到这一幕。他在心中暗道，想将这份喜悦分享给自己最亲的人。今日真是个大喜的日子，先是斩杀秦绝，断了秦家这桩祸患，又战胜了赤剑公子，扬名天下，可谓好事成双。但没有亲人在身边，光是自己一个人开心，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苏木转身准备离开擂台，这时赤剑公子喊道，苏兄，晚点聊聊吗？苏木停顿脚步，点头道，好。刚才的战斗，两个人使出了几乎相同的剑意，这件事情肯定会引起天剑宗的疑惑，对他进行询问。苏木问心无愧，没有偷师，不怕他们盘问。
只是不知道天剑宗的长辈会用怎样的态度来解决这件事情。带着几分好奇与期待，苏木离开赛场。南庭老叟朗声宣布道：4强阶段的赛事已经结束，4位胜出者获得藏仙秘境的进入资格。明日一早将在此地进行2场半决赛战斗。现在由店主进行随机抽取，决定明日的对战人选。今天决出的4强人员分别是苏木、云沧海、轩辕问月、东明一希。4个分区第一的人如何匹配是完全随机的，没有更高一级的分区了。在现场10几万人的注视下，南庭老叟缓缓用真气凝成4道金符，抛向远处的武神殿店主。店主接住4道金符，两两掀开，念出名字。第一场，皇城轩辕问月对民族东明一希。第二场，延州苏木对芒州云沧海。苏木才刚走下擂台，听到这个赛程安排，不禁皱了皱眉。这下麻烦了。云沧海可是真武境修为，差了一场大境界的蜕变，与之对战，胜算微乎其微。若是再多给他1天时间，兴许机会会大一些。但明日开战，他只有1个晚上的时间，就算拼了命的吃丹药疯狂修炼，顶多也就是踏入化龙境10层，还不足以完成第2次的涅槃和蜕变。这个安排，有人欢喜，有人忧。买苏木继续晋级的人都露出了悲伤的表情，感觉要亏钱了。轩辕问月和东明一希则都是悄悄松了口气，不用直接对上云沧海，进入决赛的机会明显要大很多。今日赛事结束，人群有序散场。擂台上2个年轻人都已经几乎力竭，十分虚弱。赤剑公子将手中寒铁剑放下，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走向苏木。你的建议似乎与我同源。他开口问道，似是询问，又好像是在质疑什么。苏木早在之前就已经预想过会有这么一刻，此时拿出备好的说辞，用比对方还惊讶的语气回道：我也正想问你，为何与我所悟剑法意境如此相似？这种时候任何解释都是自爆，唯有把皮球踢回去，让对方自己圆说，才能最大程度的化解麻烦。赤剑公子连连摇头，你说这是你自悟的？怎么可能？这是我的师祖剑帝所留的3大剑意之一，你就算再如何天才绝顶，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年纪自己顿悟出他老人家200多岁才领悟的高深意境。他的语气很激动，虚弱之躯都因用力说话摇摇欲坠。剑帝剑意吗？苏木故作不知，沉吟思索。这时一道身影从观众席上踏空飞起，来到擂台上。剑王到了。南庭老叟还未离去，看到来者立即开口阻拦，剑王有何贵干？同时分出一缕真气将苏木护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苏木和赤剑公子用的是同一种手段，虽然一个全靠肉身蛮力，一个用的是真气，在出招的形式上区别很大，但内核是相同的。苏木一个没有跟脚背景的野路子小修士，却拿出了天剑宗的核心手段，势必引起天剑宗的高度重视。南庭老叟担心剑王因此而动怒，出手伤害苏木，因此提前做了准备，预防剑王突然发难。苏木看向空中，剑王是个浓眉大眼的壮年男子，衣袍样式简约，身上有股不怒自威的上位者气质，虽未散发真气波动，但给人的感觉犹如深海，无法看透。这位强者语气平和，说道：南长老不必紧张，我只是来与这位苏木小友说说话。随后从空中落下，对着苏木问道：小友适才所用剑法相当精妙，不知是何人所传？苏木拱手一礼：剑王前辈，这都是我自己瞎练的粗浅武功，全凭一身蛮力使唤，入不得您的法眼。剑王面露亚色：哦，粗浅武功，可你却凭他站上了我悉心调教的徒，这个侥幸而已。苏木谦虚了一下。赤剑公子上前一步，严肃道：师尊，我的感觉不会错的，他用的也是师祖的第1层剑意，而且好像比我还精纯些。我知道，你先退下。剑王摆了摆手：是，师尊。赤剑公子状态不佳，没有撑着，当即退后几步，原地坐下调整内息。这时候看台方向又飞来几位高人，个个都是气度不俗的法相境强者。这些人表情各异，有人是幸灾乐祸的表情，也有人满脸好奇。剑王，这事儿怎么说？你天剑宗莫非被偷师了？剑帝陵寝可是你们天剑宗的禁地，还能让人偷摸靠近不成？几位强者一人一句，显然都在怀疑是苏木偷学的剑帝剑意。苏木眉头皱起，心中有些不悦，不过剑王却没有责问怀疑的意思，语气转向温和，对苏木说道：小友莫慌，我并无敌意，只是很意外你竟能习得与本门秘传剑意如此相似的手段。关于偷师的可能性，剑王心里清楚得很，
完全不可能。天剑宗禁地的钥匙在他的身上，除非有人能够把他这个法相境巅峰的人神不知鬼不觉打晕，否则绝无可能擅自进入禁地偷学剑帝剑意。在他看来，苏木要么真的是偶然之下刚好顿悟了这份一往无前的剑意，要么就是祖上与剑帝有关，是剑帝在外头收的某位记名弟子后代。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天剑宗来说这都不是坏事，完全可以将苏木收入门下，悉心教导，成为一家人。苏木猜不到剑王在想什么，只能谨慎地回道：我也不知道会这妖巧，可能就是运气吧。剑王问他：那你可有自悟出其他剑招？苏木点头道：有。他拿起一把完好的寒铁剑，随手耍了几下，将自己跟宁无雪练剑时悟出的一些无名小招式使出。这些招式虽然没那么强，但都是生死厮杀间总结出来的精妙剑招，也都是上得了台面的。剑王看了，微微点头，的确是个剑道奇才。苏木问道：剑王前辈相信我？剑王笑道：天下修炼者亿万，有人参悟出完全相同的2个招式，并非什么稀罕事。剑道，既然是道，便可通行。你是学来的也好，是自悟的也好，最终都是得道。我天剑宗并非顽固迂腐之地，你能自悟我师尊所创剑意，恰恰是缘分的体现。说到这里，他正式邀请道：苏木小友，你可愿来我天剑宗做我门下弟子？没等苏木回应，一旁的丹王谷谷主孙玄狐立即跳了出来：哎，别急。他拦在剑王前面，对苏木说道：小友，我是孙玄狐，钟牧尘那孩子应该跟你提起过我，今日我亲自出面邀请你加入丹王谷，你可愿意？剑王没好气道：孙谷主，你这是什么意思？孙玄狐笑道：好苗子，大家一起抢，我们各自开条件，苏木想去哪家由他自己决定，有问题吗？剑王表示不爽：这孩子是天生的剑道奇才，你个炼丹的宗门跟着凑什么热闹？孙玄狐道：谁说炼丹宗门就不能收剑道天才了？有这条规定吗？你算了，各凭本事争取。剑王懒得与之争辩，对苏木道：苏木，只要你来到天剑宗，你将和程燕一般享有首席弟子级别的待遇。你适才所用，是我师尊剑帝所创3大剑意之一，等你修为够了，另外2门剑意亦可参悟修习。孙玄狐也上前继续补充：你若来我丹王谷，我亲自为你塑造灵根，帮你开启真气修炼之路，另外再每年赠你1粒6品丹药，直到你踏入法相境为止。苏木哭笑不得，本来还以为会有一场麻烦，没想到麻烦没出现，倒是陷入了被争抢的局面。面对2位宗主的热情，他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丹王谷财力雄厚，有用不完的丹药和非凡的财富，只要加入其中，接下来的修炼进境肯定会很快，每天吃各种丹药提升，要不了多久就能冲击天人境。而天剑宗则是剑道最强宗门，可以作为很好的借口，即使苏木有个剑仙师尊，无需学他们的本领，也可以用天剑宗来掩人耳目，随意施展剑仙手段，不用担心被怀疑。财力、前景、待遇、形象种种条件皆有诱惑，叫人两难。就在苏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道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云沧海来到擂台上，对着几位法相境高人说道：你们别白费口舌了，苏木哪也不去，他跟我混。云沧海一句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云小友何出此言？孙玄狐问道。云沧海来到苏木身边，手腕搭在苏木的肩膀上，淡淡说道：你们庙小，装不下我小弟这尊大佛。好大的口气。此话一出，剑王和孙谷主都是眉头一皱，感到不悦。云沧海天赋异禀，修为精湛，是所有人都很看好的天才。天才都有傲气，这点可以理解，但此刻云沧海所说的话已经不是傲气了，而是傲慢，是狂妄。连苏木都觉得他此言太过失礼，低声道：云兄，这是我的事，请别捣乱。云沧海回道：我没捣乱，这是认真在帮你。天剑宗和丹王谷档次太低了，配不上你的天分，你跟我走，我带你去个比他们强100倍的地方，那里才是你的归宿。这种话太得罪人了，苏木本能的感到不妥。各位强者都能听见他们的对话。剑王闻言冷哼道：比我天剑宗强100倍，我怎不知天下有这样的宗门？云沧海无视他的威压，回道：那是你眼界狭小。龙武皇朝之外天高海阔，有7大神殿，有9天10地，有世仙古族，有魔道极渊，这些势力哪个不比你强100倍1000倍？剑王脸色微变，没想到他竟会一口气说出这么多庞然大物。空中的南庭老叟已经落到地上，闻言问道：云沧海，你果然是境外来客？云沧海道：不错，我自西方而来，
游历天下，广交好友。苏木这个人，我看上了，你们谁也别抢。剑王冷哼一声，小丫头，说话之前先想想自己和他什么关系。你虽天赋异禀，可能来自某个顶尖宗门，但苏木想去哪里，还需他自己拿主意。刚才与他争抢的孙谷主附和道，没错，外面的宗门再强大，那也是远在天边，照顾不到家里。苏木小友故乡在延州，你想让他远离龙武皇朝，随你去远方修行，岂不问问他是否同意？众人的目光又都落回到苏木的身上。苏木满脸怪色，扭头看向身旁的云沧海，口中重复着剑王所述的3个字：小丫头。云沧海反问道，你没看出来？苏木无语，他早就觉得这家伙是个女人了，但之前几次询问，云沧海都反驳辩解，搞得他又打消了猜疑。如今剑王开口拆穿了云沧海的真身，这个伪装总算拆除。苏木微微摇头，你是男是女，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我选去处，总归是要考虑自己和家人。在他看来，云沧海只是个普通朋友，就算这家伙是女孩子，并且特别天才，特别漂亮，那也只是普通朋友而已。他不会爱慕，更不会跟着云沧海一起背井离乡。剑王和孙谷主闻言都笑了。剑王道，你看苏木小友是个清醒的人，他乡纵有万两金，也比不过家里一抔土。云沧海脸上挂着淡淡笑意，是吗？可我觉得他还是会跟我走。孙谷主抚须自信道，你只管试试，看看是你那远在天边的诱惑更大，还是我无尽丹药剑王的剑帝传承更吸引苏木小友。苏木一脸无奈之色，碰了碰云沧海的手，云兄，你别闹了，我对皇朝之外的东西真没什么兴趣，眼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能够倚靠的师门。他不知道云沧海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跟剑王、孙谷主争抢自己，也许云沧海是心善，希望自己能跟他走去个更有前途的地方。可问题是自己和他不熟啊，这阵子的交情只是停留在说说话、打架的程度，远没到交心的地步。他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跟一个刚认识不到半个月的朋友离开？云沧海莫名其妙跑出来说要带自己走，这是个很滑稽的事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但这只是苏木的想法。云沧海知道他信不过自己，当下用真气发声，不让各位高人听见，单独对苏木道，傻小子，我没跟你闹，龙武皇朝太小了，你只有去外面见见广阔的世界，才能开掘出小塔的真正奥妙。此话一出，苏木顿时震动，小塔，求仙塔，他居然知道这件宝物。你说什么？苏木错愕地看着身边女扮男装的假小子。云沧海再次近距离传音，但没有解释这句话，而是抛出了另一个重磅炸弹，我知道云清然在哪里，可以带你去见他。苏木本就满脸错愕，听到这话更是整个人僵住。云清然，这是他母亲的名字，即使是在苏家，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母亲的真名。若非父亲苏胜天曾经提及过几次，连苏木自己都可能不清楚母亲叫什么。而云沧海居然直接说了出来，并且瞧这情形是很清楚云清然这个名字对苏木的意义，直接以此为由想拉拢他离开。你是什么人？你从哪里来？苏木急问道，看着眼前的女子，心中一下子涌现出了万千个念头。云沧海、云清然都是一个姓氏，莫非这姑娘和母亲是一个地方来的，甚至可能是一家人？这个猜测一下子在苏木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是永远不会害你的人。云沧海回答，随后拉着他的手腕对剑王等人说道，各位的好意我带小苏心领了，但他已有去向，还望各位前辈不要阻挠。语罢便拉着苏木走下擂台，转身离开。这次苏木没有再拒绝，脚步有些踉跄的跟着他一起走了。这什么情况？他们说了什么？剑王和孙谷主等人面面相觑。云沧海真气传声，距离太近，即使他们都是法相境高人，也无法窃听刚才的对话内容。但从苏木的表情不难看出，苏木惊讶、错愕，对云沧海的态度一下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原先的有些排斥转为完全的接受。刚刚还在拒绝云沧海想加入天剑宗或丹王谷的少年，就这样直接被带走了。孙玄狐眉头大皱，搞了半天我一个人也没捞到。剑王更是大感不悦，一个掌握了剑帝剑意的人就这样被带走，要去加入别的宗门，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挑衅。南长老，这个云沧海到底是什么来头？剑王问南庭老叟。云沧海自天骄大赛开始以来未尝一败，每次都是轻轻松松拿下胜场，各家势力的掌舵人早已对他充满了兴趣，想要拉拢。
但每当他们向武神殿的人询问云沧海的来历，得到的答案总是不太清楚。南庭老叟今日的回答也是一样，此女1个月前出现在芒州，以男儿身份报名参赛，本殿执事见她修为精湛，欣然接纳。至于她的具体来历，却是无法断定。孙玄虎讽刺道：“你们武神殿那么大的能量，居然连一个参赛者的具体来路都搞不清楚，不怕天下人耻笑？”南庭老叟不气不恼，平静道：“天骄大赛只在广罗天下少年英才齐聚一处，比拼本领，无论境内境外都可参赛。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要身世清楚的人才能报名。你们若想招揽弟子，就自己去打听。”剑王沉默不语，目送苏木和云沧海的背影远去，心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一旁的颜无心淡笑道：“剑王，你如此人物，难得亲自下场招揽弟子，却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小辈破坏，难道就这么算了？”剑王回道：“今日下场，主要是为苏木身上那份酷似家师的剑意。他既不肯来，我也无需强求。一个没有灵根的剑道天才，即使悟性再高，终究前途有限。”颜无心道：“那云沧海呢？他驳你颜面，你不计较？”剑王冷哼一声：“颜道友是在挑拨是非吗？我堂堂天剑宗宗主，难不成出手对付一个真武境的小姑娘？”颜无心笑道：“你天剑宗人才济济，又不是非要你亲自出手。云沧海今日之举，完全没把你天剑宗和丹王谷放在眼里。换作是我可不会放他轻易离开。我没你那么小气。”剑王道了一声，旋即带上弟子离开演武场。颜无心看向孙玄狐，孙谷主也不计较。孙玄狐微微摇头，罢了，在弄清楚云沧海来历之前，还是少惹是非为好。帝君将要远行，任何一个外来者都有可能是外部势力放出的饵，能不碰就别碰。语罢也踏空离去。颜无心见两个当事人都没有把事情闹大的意思，不禁纳闷，他们什么时候这么好脾气了？通常来说，就算是天赋极高的小辈，冒犯法相境高人之后，也必然遭到严惩。可今日云沧海搅了剑王和孙谷主的收徒之事，却是一点代价都没有。叶族族长笑呵呵道：“外来者终究是有些不同，云沧海来头定然不小，反正没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他们自然不愿撕破脸。”颜无心道：“这么说，他们都放弃苏木了？”叶族长道：“应该是吧。那孩子毕竟没有真气，灵根方面肯定有很大问题，收了不一定有多大好处，反倒可能要浪费一大笔塑造灵根的资源。”颜无心摇头道：“看来我有些高看苏木了，早知这样，就不该那么快放弃秦绝这条细犬。”叶东却没说什么，脚踏清风离开演武场。颜无心也没多待，很快化作一道火光，消失在原地。南庭老叟目送众人离去，面带沉思之色。灵根、真气，真有那么重要吗？住处，苏木满脑子充斥着各种问题，直到被云沧海拽着进了房间，关门开启聚灵阵，才恢复清醒。云兄，你刚才所说都是真的？苏木问道，有点恍惚，只觉得这一切来得太突兀，有点不真切。云沧海将他按到椅子上，回道：“本来没想那么快告诉你的，可我想来想去，总觉得你不应该加入那些宗门，否则将来羁绊太多会很麻烦。”苏木大为不解：“什么麻烦？你到底从何而来？跟我娘什么关系？”他的疑问太多了，一口气都说不完。云沧海知道他的心情，双手轻轻按着他的肩膀：“稍安勿躁，听我慢慢给你讲。”“好，你说仔细点。”苏木耐着性子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云沧海搬了个椅子坐在苏木旁边，一边整理思绪，收拢附在脸上的真气，将修饰容貌的一些障眼小数散去。随着真气的回收，他那俊美的容貌立刻发生了细微的改变。变化不算大，看五官好像还是原来那样，但整张脸给人感觉却是一下子判若两人。原本有些雌雄莫辨的中性面容变成了纯正的少女，两弯柳叶眉，一双星子眸，精巧嘴唇，秀挺鼻梁，肌肤白嫩透红，眉宇间含着几分青春稚气，同时又有种不让须眉的英武。单论容貌，她远胜苏木在凡世之中所见的所有人，也就裘仙塔里那两位能够稍胜半分。苏木，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他嘴唇微张，声音也变了，听起来更加清透悦耳，一字一句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本名云蔚然，来自西海，是世仙古族云族中人。你的母亲云清然是我的亲姐姐。”只一句话，苏木就愣住了。亲姐妹？那岂不是你要叫我小姨？云蔚然语道，嘴角微微扬起，带着一份小小的得意。小姨？苏木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个看起来比自己还小一些的少女，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原本还在猜测这家伙和母亲同姓，
又能叫出母亲的名字，应该是来自同一个家族，可能是自己的表姐或者表妹。没想到居然是姨妈。早前云蔚然跟他提起过姐姐的事情，只是当时苏木完全没当回事。如今看来，故事里被抛弃的姐夫和外甥正是老爹和自己。云蔚然很满意苏木的表情，面带笑意，继续说道：“我这次是偷跑出来玩的，来龙武皇朝，就是想看看姐姐喜欢的人还有她的孩子会是什么模样。中途看到比武大赛，感觉挺好玩，报名参赛，不曾想居然就提前遇到了你。”苏木问道：“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云蔚然回道：“就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你穿的衣服比较宽松，我一眼就看到了你脖子上的小塔吊坠。”苏木再次愕然，低头将小塔从衣服底下捞出来，问道：“你知道它是什么？”云蔚然点点头，然后又摇头，回道：“这东西来自上界，是仙人遗物。至于它叫什么，有什么用途，我就不清楚了。”苏木品了品这句话的意味，上界仙人是仙古族，仙人遗物，所以说求仙塔是被某位仙人从天界带到下界的。那位仙人被云族强者联手击杀，小塔落入云族手中，交由他的母亲云族圣女云清然保管，之后才传到他这里。仙人被下界修炼者杀死，这种事情听起来不太合理，想来那位仙人实力应该不是很强，并非求仙塔的真正主人。云蔚然继续道：“起先我还有点担心，怕姐姐的夫家可能遭遇横祸，小塔落入其他人手里。不过再跟你说了几次话，弄清楚你的情况之后，便基本确定你就是我的大外甥了。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苏木问道。云蔚然笑了笑：“太早告诉你就不好玩了。我本来还想多瞒一阵子，和你做兄弟，然后让你无意中发现我是女的，不可自拔的爱上我，然后我再残忍的告诉你，咱们两个其实是亲戚，是不可以的，把你气哭。再然后……”苏木擦了擦汗：“你话本看多了吧？这么狗血的剧情，也就那些古代的话本小说里才有，但凡新一点的故事，都写不出那么老套的桥段。”云蔚然惋惜道：“现在没机会了，一下子揭晓了身份，你肯定会对我十分恭敬，乐趣少了很多。”苏木表示无语：“你这副样子，我可恭敬不起来。”他从没想过自己那位失踪多年的母亲居然还有一个亲妹妹，眼前这位貌似比自己还小几个月的姨妈，怎么看怎么不靠谱，很难让人当作长辈来对待。先不说这个了，我娘现在怎么样？云族在哪里？我能不能去找她？苏木问道。比起这位年轻的姨妈，他还是觉得失踪的娘亲比较重要，难得遇到知情人，必须立即打听清楚。云蔚然回道：“云族远在西海，距离此地不下40万里，我是用魔衣咒符撕裂空间来到东大陆的。姐姐现在在闭关炼化仙人遗物，估计还要过几年才能离开圣地，你现在去了也见不到她。”40万里，苏木听得都懵了。龙武皇朝南北最远距离也就1万多里而已，这么远的路，哪怕是天人也要飞上1-2个月吧。更何况外面的世界据说危机四伏，想要平安无事飞越数十万里路，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我娘当年离开就是为了回去照顾你吗？苏木又问了个问题，这是他心中最大的疑惑之一，已经困扰了他很多年。云蔚然解释道：“也不全是，当时各方强者为了夺取仙人遗物，联手进犯云族，杀了很多人。我爹娘都战死了，族内的长老传讯给姐姐，让她别回来，带着小塔和仙狐躲在外面好好修炼，等成为强者再为大家报仇。但姐姐不肯，独自一人杀回西海，借仙狐的力量闯入族地，用很大的代价开启了护族大阵，保住了云族的最后一点残部。再后来，她一边养伤一边照顾我，等到我稍微大一点了，便进入圣地，尝试炼化仙人遗物，直至现在。”苏木听完叹了口气，在刚刚听说母亲来自是仙古族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族内长辈不允许他和外界的小族通婚，强迫他回去，没想到竟然是因为灭族危机。这10几年，母亲只怕过得很不容易。与之相比，自己只是当了几年的废物的委屈，反倒不算什么。苏木拿起手中的求仙塔，云族大难之时，母亲却将这件最珍贵的仙人遗物留给我。看来当时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回去的，留下此物是不希望他落入敌人手中。云蔚然点头道：“是啊，姐姐跟我说过，她也没想到关键时候仙狐会发威，这几件仙人遗物比想象中的要厉害得多。对了，大外甥，你是不是已经参透小塔的奥妙了？否则怎么会每天一个境界，提升的那么快？”说到一半，他猛然想起最重要的问题。100余年前，云族是仙得到3件仙宝，葫芦、断剑，在这100年时间里，被云族高人摸索出了一些奥妙，大致知道是什么用途。唯有小塔，100年过去依然一无所知，
直到14年前云族巨变，也未弄清它的来头。苏木看了看手中的求仙塔本体，回道：这东西很复杂，我现在只是刚刚窥视到冰山一角。它有个特性，会认主人，若非塔主，就算是仙人得到它，也无法动用分毫。那你现在已经成为仙宝的主人？云蔚然满脸期待。苏木点点头，算是吧，虽然还不能掌控它，但的确已经认主。太好了！云蔚然欣喜不已，3件宝物都已经能够使用，等将来你和姐姐完全掌控这3件东西，就可以为我的爹娘、你的外公外婆报仇。提起这个，苏木问道：那些仇敌都有谁？是什么实力？云族之仇，他没有亲身经历，谈不上多么怨恨，但母亲的敌人自然也是他的敌人，将来若有机会，肯定要参与其中，血洗仇家。云蔚然伸出2只手，口中念着敌人的名字，每念一个就会收起1根手指。7大神殿之中，寿神殿、光明神殿；9天之中，黄泉天、红尘天、吉祥天；10地之中，金顶山、昆虚云海，还有扶摇国、朱雀国、雪域皇朝、扶桑岛，以及许多小家族、小宗门或独行的神变境强者。10根手指头全算上，也不能将所有仇人都囊括进去。这些名字苏木几乎都没听说过，除了朱雀国。朱雀国是龙武皇朝的邻国，位于南方，距离延州不足2000里，据说综合国力略胜于龙武皇朝。苏木知道这个大国，但这样一个大国在围攻云族的各家势力当中，似乎只是较为不起眼的一个。可想而知，当年云族所遭遇的阵容是多么的可怕。而在这样可怕的阵容之下，苏木的母亲竟然凭借仙人宝物硬生生地闯了进去，非但没死，还顺利开启了护族大阵，将敌人击退。岂不是说他的母亲比敌人还厉害？想到这里，苏木忍不住问道：云兄，我娘她现在是什么境界？云蔚然敲了敲他的头，叫什么云兄，都知道我身份了，还不乖乖喊姨妈？苏木看着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根本叫不出口。给我时间适应一下，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云蔚然轻哼一声，有点不满，但还是回道：姐姐本来修为很高，10几年前那一战，她临危突破到了通天境，单论战力，比起族内10位在世仙大战中重伤的长老都要强出1线。但开启护族大阵的时候，她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境界跌落，现在只有神变境的战力。通天境、神变境，苏木沉默了。他的母亲云清然居然强大到了这种程度。龙武皇朝最强者帝君的修为也才神变境而已。此时此刻，他总算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要让自己先达到真武境，再告诉自己母亲的来历和去向。通天境、神变境、云族各大仇敌势力，这些东西每一个都强得可怕，若无足够的实力，根本没资格去接触。哪怕踏入天人境，也仅仅只是有能力远赴西海去寻找云族的族地所在。不过叶幽禅说过，只要他肯努力，按照九死涅槃经的修炼速度，100年内冲击神变境不是问题。云族虽远，并非遥不可及。大外甥受打击了吗？是不是感觉自己很弱小，配不上我姐姐的儿子这层身份？云蔚然浅笑着捏了捏苏木的耳朵，一副大人逗小孩的架势。苏木拍开他的手，从容道：我没那么脆弱，既然母亲将求仙塔给了我，我便以此物追上她的步伐。云蔚然满意道：好，有志气，不愧是我外甥。那明天一战，小姨我让你，给你赢。明日半决赛，2人将是对手，胜者晋级总决赛，同时获得皇族地宫寻宝1颗中的奖励。若是输了，则止步4强。苏木果断回道：不用，你只管全力出手，我也想看看自己和真武境之间的差距。他是很想赢，但要堂堂正正靠自己的实力打赢，而不是靠关系。苏木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今天和赤剑公子一战，他已经竭尽全力。九死涅槃经初次涅槃的手段比较少，没有真气在身，很多本领都不能学，所以他和同境界的天骄相比，几乎没有任何优势。不过就算是必输的对决，他还是不会退缩。云蔚然看他一副斗志昂扬的模样，说道：好，那明天我们真刀真枪打一架，要是你输了，我会把后面拿到的奖品全部送给你。苏木讶道：全部？你意思是包括真龙宝血吗？那玩意那么珍贵，你自己不要？云蔚然微微一笑，龙血是挺稀罕的，但也比不过咱们血脉亲情重要。我是长辈，肯定要照顾你这个小孩子的嘛。说着还摸了摸苏木的头。苏木道：你这个长辈可一点长辈的威严都没有，我看还是你自己拿着吧。
云蔚然敲了他一下，强势道：“说什么呢？年龄是年龄，辈分是辈分，你姨永远是你姨，再过1000年也不会变。我给你的你，安心拿着就是，不许拒绝。”他似乎很想强调辈分这件事。苏木哭笑不得，道了声：“好吧，那就多谢小姨了。”碎了他的心思。好外甥，真乖。这一声有点不太自然的小姨，让云蔚然的心花怒放，当即从储物宝具里取出一件东西，塞到苏木手中。乖仔，之前没有相认，姨姨没送你见面礼，今天补上。苏木，乖仔都来了，他是有多想当长辈？苏木看向云蔚然手中的东西，那是一颗浅绿色的果实，圆润光滑，酷似桃李，散发着清甜的香气。这是什么？苏木问道。云蔚然道：“它叫仙杏，是我们云族特有的一种灵果，300年开花，300年结果，再过300年才成熟。吃了它可以延年益寿，并且提升修为。姨姨可是专门摘来送你的，为此差点被长老抓住。乖仔，快说谢谢小姨。”要说3遍。苏木这家伙估计是在云族当惯了小孩，所以格外强调辈分上的优势，想体验当大人的感觉。不过仙杏这东西好像真的挺珍贵的，世间灵药灵果100年以上就算罕见了，1000年以上的个个都是宝贝，可遇不可求。这颗果子从开花到成熟需要900年，若把果树成长的时间算上，1000年肯定打不住。论价值，它应该高于烈焰魔莲。谢谢小姨。有这好东西，苏木完全不介意嘴甜一下，连喊3遍。云蔚然开心极了，拍拍他的脑袋：“乖仔乖仔，以后姨罩着你，谁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姨替你出气。”苏木撇了撇嘴，就他这点修为，要不了几天就超越了，还帮出头呢。苏木有直觉，以后大概率是自己罩着云蔚然，而不是被他罩着。小姨，我娘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性格如何？苏木问道。母亲离开苏家的时候，他还很小，几乎没有印象。今日听到相关的消息，自然就好奇。云蔚然道：“姐姐聪慧睿智，处变不惊，大多数时候都很温柔。不过我小时候比较皮，有时候犯错了，她也会很严厉地教训我。”苏木又问：“她长什么样子？你有她的画像吗？”云蔚然摇头道：“画像没有，不过我和姐姐长得挺像的。你要是不介意，把我当做你娘也行。”说完还刻意摆出一副稳重的架势，但看起来不伦不类，完全没那个感觉。苏木嘴角一抽，还是算了吧。云蔚然就是个没长大的小丫头，之前装不认识的时候还能维持一下天骄少年的潇洒形象，这会儿关系揭晓，就暴露出了他稚气的本性。苏木又问了一些关于云族和母亲的问题，云蔚然努力摆出长辈的样子，时不时装作一副老成的语气给他讲解。聊着聊着，话题渐渐拉远，谈到了关于天剑宗等各大宗门的事情上。苏木觉得自己现在实力不高，加入天剑宗或者别的某个大宗门，好处大于坏处。但云蔚然却说，龙武皇朝将有大乱发生，各大宗门都难幸免。现在加入宗门可能会平添烦恼。苏木疑惑，问他什么样的大乱会席卷所有大型宗门？云蔚然道：“这个说来话长，乖仔坐好，听姨姨慢慢给你讲。”苏木被他一口一个仔的叫了半天，已经麻木了。你说，我听着。云蔚然捋了捋思绪，缓缓说道：“这件事的本质和天地大局有关。7大神殿、9天10地等等各家顶尖霸主势力，互相之间是有立场和矛盾的，大致可以分为3个派系：仙道派系、魔道派系以及人道派系。仙道、魔道、人道。”这个说法让苏木下意识想到了求仙塔里的情况，一个仙，一个魔，还有自己一个凡人，刚好对应了3个派系。云蔚然继续道：“3大派系的人互相看对方不爽，万年来争斗不止，已经发生过数次规模浩大的修士战争。修士战争不同于凡人战争，动辄毁天灭地，生灵涂炭。每当这样的大乱来临，这一方天地的格局都会发生巨大改变，重新洗牌。”苏木皱眉道：“修士之间有争斗我理解，但波及整个皇朝乃至整个天地，何至于此啊？有恩怨打架解决，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再怎么争斗，参与者也应该是构成矛盾的双方，而不是全世界。”云蔚然解释道：“这种修士战争的诱发因素往往不是1、2个人的恩怨，而是很多事情纠缠在一起，最终因为某个显眼的问题而爆发。比如上层修士互相争夺成仙的契机，中层修士争抢珍贵的灵药，下层修士争抢地盘和钱币，这些事情可能每天都在发生，次数一多就会积攒恩怨，像蓄水的大坝，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就会爆发。
苏木似懂非懂，问他：“那这个和天剑宗他们有何关联？”云蔚然倒了杯茶，润了润嗓子，继续道：“你们龙武国和邻近的惊天国、神水国立于人道派系，而另一边的晋国、朱雀国、西兰国则属于魔道派系。这两支派系近几年摩擦不断，已经到了大坝崩毁的边缘，就差一个发难的由头了。估计3年之内应该会有一场大战爆发。”苏木问道：“这个派系具体是怎么划分的？”云蔚然解释道：“主要看你们的顶层强者。像龙武帝君，他是武神殿成员，武神殿属于人道派系，他自然也是人道派系。朱雀女皇是兽神殿4大护法之一，兽神殿属于魔道派系，因此他站在魔道那边。”苏木若有所悟：“那帝君这次外出远行，是不是也和此事有关？”云蔚然回道：“应该是吧。现在局面还没到非战不可的地步，也许他是去和其他领袖、敌人磋商，如果谈得好，战争还可推延几年；反之，他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开战的时候。”苏木听得越多越好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云族不是与世隔绝了吗？你从哪打听到的？”听到这话，云蔚然立刻露出惆怅的表情，叹道：“当云族的孩子可是很辛苦的。我3岁读书识字，7岁开始修炼，白天要听老师讲解各种知识，晚上还得修炼够3个时辰。除去睡觉时间，一天下来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连1个时辰都不到。这么多年日积月累，知道的东西自然就多一点喽。”苏木一听，回道：“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们苏家也差不多啊，识文断字，经义道理，先学做人，再学武功。”云蔚然轻哼一声：“你也一天上6堂课，每堂课半个时辰？”倒是没那么多。苏木摇摇头，他又道：“你同时学18门学科，天文、地理、语言、算术、修行、局势、草药、金石、阵法、乐律，这些都有。”苏木再次摇头：“18个学科，光是想想就很恐怖了。”云蔚然抬手啪的一下打在他头上：“那你还说差不多？我们云族小孩的压力，你根本就理解不了。要不然，你以为我为啥离家出走？”苏木忙道：“那我收回那句话，是你比较惨。”云蔚然重新坐下，轻哼一声：“我学习压力那么大，心里还想着我的大外甥在外面吃不饱穿不暖，特意摘了鲜杏给你。你小子可不能忘恩负义，要对小姨好一点，多带我去吃好吃的，玩好玩的，要不然你就是不孝。”苏木一脸尴尬，扯了半天，他依然还是在强调自己的长辈地位。看来他是真的很想做大人，摆脱孩子的身份。好吧，反正被你这么一搅和，我也不用加入什么宗门了。等这次大赛过后，就带你去延州，逍遥快活一阵子。”苏木说道：“爹娘分开那么多年，老爹肯定也很担心母亲那边的情况。若能带云蔚然这个小姨回去，父亲肯定很高兴。至于宗门什么的，现在确实也没那么重要。他要功法有功法，要灵根有灵根，秦家的麻烦基本解决了，完全可以回到苏家安安心心的修炼。”云蔚然有些期待地问道：“大外甥，延州有什么好玩的吗？你爹他人怎么样？应该不会很凶吧？”苏木笑道：“放心，我爹人很好，要不然怎么可能让我娘看上？苏胜天只是真武境修为，却娶了个当年神变境，后来甚至踏入过通天境的超级强者为妻，这种事情要不是自己亲身所遇，根本没人会信。”此时苏木心里都有些痒痒的，很想立刻回家问问老爹当年是怎么追到母亲这个超级强者的。云蔚然道：“那就这么说定了，大赛结束，拿了奖励，我们就去你家。”说完顿了顿，又自言自语道：“这次我要扮成姐姐的样子，看姐夫能不能认出来。扮个7分像就好，让他能够看出我不是姐姐，但又10分神似。如果他接近我，就说明他对爱情不忠，我要告发他。如果……”苏木一阵无语：“你一天6堂课，是不是都在看话本小说？”云蔚然脸上一僵：“你在胡说什么？我学习很认真的。”苏木劝道：“别再扮来扮去了，做你自己就挺好的。”他都不敢想象，要是自己带个和母亲有7成相似的小姑娘回家，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以老爹对老娘那个忠贞的性子，看上云蔚然这个假货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自己带女孩子回家，而且这个女孩子的相貌和自己亲娘极其相似，这绝对是个挨揍的理由。云蔚然想了想，回道：“好吧，那我不办了，反正本来有7分像。”苏木，得，准备挨打吧。午后，苏木回了自己房间，和云蔚然聊了许久，让他知道了很多重要的消息。此时的心情相当复杂。苏木没有第一时间服药修炼，而是将意识沉入求仙塔内。宁无雪见他来了，有点意外，今日这么早。
苏木回道：4强之战结束得很快，明天半决赛只有2场，还会更早。然后立即说道：师尊，今日云沧海跟我表明身份，她实是女儿身，并且还是我的姨母。他将刚才和云蔚然所谈的话题一一说来，重点并非他和云蔚然的血缘关系，而是云族是先这件事情。求仙塔从上界而来，经云族周转，来到苏木手中，这对苏木、对宁无雪、叶幽禅而言都是个颇为重要的消息。苏木说完之后，叶幽禅也早已经到了，坐在山崖积雪的边缘，翘着2郎腿，若有所思道：看来我们被囚禁之后，天界应该发生了很多事情。初代塔主应该是死了，求仙塔流落到某个小辈手中，不慎来到下界。宁无雪道：能够下凡的修为最高不会超过元仙境，的确有可能被下界生灵合力击杀。不过求仙塔这样的宝物怎会移交给一个元仙？仙人有5境：元仙、天仙、金仙、太乙、大罗。宁无雪是太乙仙，俗称仙王；大罗就是地境，整个天界寥寥无几。求仙塔的上一代主人毫无疑问是一位大罗仙帝，以其修为，除非身死，否则不可能将求仙塔这样的至宝交给别人。若是死了的话，击杀他的人肯定也是仙帝，更加不可能被其他人夺得至宝。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初代塔主和围攻他的仙帝同归于尽，一大堆宝物散落在地，最终求仙塔被下凡的那位仙人夺得。至于那位仙人为何会下凡，则是另一个问题，或许是来避难，又或者是想下凡搜集东西。总之最后求仙塔还是来到了凡间。苏木说道：按云蔚然说的，那仙人一共留下了3件宝物，另外2个分别是一把断剑和一个葫芦。师尊，叶姐姐，你们可曾听过这样的2件至宝？叶幽禅莞尔道：傻弟弟，世上哪有那么多至宝？那2个东西多半只是普通仙宝，否则以你娘初踏通天境的修为，是不可能发挥出宝葫芦力量，力挽狂澜的。苏木讶道：通天境都不能发挥至宝的威能？叶幽禅道：是啊，就求仙塔这种品级的宝物，哪怕你达到通天境，最多也就开启第4层塔身，略微调动它的威能。想要完美掌控它，起码得宁无雪那样的修为才行。苏木不由唏嘘，看样子天界至宝和人间顶尖修为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的。想想也是，仙人有5境，塔主是地境，而通天境连仙人都不是，这之间的差距比凡俗百姓和通天强者都要夸张。宁无雪说道：求仙塔品级太高，云族之人未必明白它的用途，估计也以为只是普通仙宝。你不要对外透露我和叶幽禅的存在，只说这是一件镇压封印的宝物即可。苏木回道：我明白，莫说透露你们的存在，就是小塔本身，我也不曾告诉其他人。云蔚然是自己知道小塔的存在，苏木并未主动对别人提起这件宝物。宁无雪又道：照你姨母所言，天下将乱，正是修行魔力的好机会。你不必管他怎么说，抓紧时间加入一处宗门，好好提升自己。等到大战来临，多去和魔道派系的强者厮杀，实力自会突飞猛进。苏木微微点头：好，便依师尊所言。云蔚然不让他加入宗门，是希望他能置身冲突之外，做个自由自在的人，但太过自由松懈，反而不利于成长。苏木只想快点变强，早日掌控求仙塔，早日让父母团圆。至于修士战争的危险，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叶幽禅说道：那妮子送你的仙性是个好东西，比烈焰魔莲还好得多，而且贵在性质温和，不会损伤你的根基。你可以现在就服下它，兴许今日就能涅槃。苏木点头道：好，那我这就开始。涅槃再造，踏入真武境，他可是期待已久。要是今天就突破的话，明天对阵云蔚然，说不定就有胜算了。苏木当即将意识收回，打开房间里的聚灵阵隔绝气息，随后取出仙性，大口大口地吞服下去。仙性入口甘甜清香，蕴含着浓郁的灵力，每一滴果汁，每一块果肉都好似是由纯净的灵力构成。它不仅品级高，而且没有烈焰莲子那么炽热，不会带来痛苦，吸收炼化的过程要舒服得多。苏木运转心法，开始疯狂炼化仙性的灵力，用来淬炼身体。他在战斗中亏空的体能很快就恢复如初，达到巅峰状态，并且随着仙性力量的溶解，很快就踏入了化龙境10层，朝着更高的境界进发。苏木将一部分心神沉入塔内，聆听叶幽禅的指引。叶幽禅难得正经，没有挑逗他，认认真真的将第2次涅槃的关键之处一一讲解演示给他。第1次涅槃是净化血肉根基，由心脏起始，遍及周身，将每一寸躯体再造。第2次是再造灵根，你的经络之前已经重塑过了，接下来只需破碎丹田，
按照功法指引，将其塑造成有用的形态即可。原想用烈焰莲子做引子，如今有了仙性，效果更佳。2次涅槃之后，你的资质可能比起原计划的3次涅槃也不遑多让。叶幽禅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挖开他的腹部，将丹田子府掏出来，演示给他看。塔内的苏木虽是意识虚身，但每一分疼痛都是真实体验，跟宁武雪练剑的时候是这样，此刻被掏出丹田也是一样，疼的眼泪都出来了。不过经过半个月以来的淬体磨砺，他的承受力也已经提高了很多，咬咬牙便能忍住。仙性的灵力一点点融入体内，他的修为飞速增长，体魄很快就来到了化龙境的圆满。随后苏木心念一动，将磅礴的气血能量积蓄在丹田附近，用力一压，轰！他的丹田当场炸碎，整个身体为之一震，鲜血从皮肉筋膜之下渗透而出，整个腹部一片紫黑色，从表皮到内脏到处都是横冲直撞的血浆。蚍蜉撼树，并非狂妄，蝼蚁搬山，是为逆天。苏木在心底低吼。九死涅槃经最深层的精髓便是不屈命运，不甘凡俗，宁可冒着生死的风险，也要火中取栗，夺得那一线造化。丹田破碎，肉体崩塌，本是必死之象，但有古经引导，有仙性铺路，再加上一颗坚定不移的修行之心，对苏木而言，这只是一场伤势而已。一滴滴血肉重塑，一点点灵力汇聚，灵根开。伴随着一道道能量的流转，苏木破碎的丹田开始修复，并且在修复的过程之中，整个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先无法感知灵力，无法承载灵力的凡俗丹田，正在朝着上等资质的广阔丹田逐渐转变。在苏木涅槃之时，皇城中心的一座偏殿之内，几位强者正在闲谈。坐在主位上的，赫然便是龙武皇朝的开创者，神变境帝君轩辕明镜。在其左右坐着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个光头老汉。中年男子轩辕池乃皇室第2强者，法相境实力，封号蛟龙王。他感慨道，想不到剑王的得意弟子居然输了，还是输给一个自行顿悟同种剑意的野路子小伙。天剑宗未入4强，剑王估计气得没心情修炼。光头老汉乐呵呵道，那个叫苏木的小子还真有些奇特，上次见到他才只是化龙境1层，如今却已接近化龙境巅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的。这老汉赫然便是不久前在黑焰山岩江池附近出现的那位神秘强者，其本名叫做古垂云，修为极高，在龙武皇朝境内也就只有帝君才能压制一头。帝君闻言道，老古，你看那苏木如何？古垂云回道，似无灵根，但肉身强悍，提升如此迅猛，定是有特殊手段在身上，可谓天地间一枚艺术，可收徒否？帝君又问。古垂云笑了笑，这得看你自己，你要是喜欢，就算是个废物也可以收，你若不喜欢，神仙也可错过。帝君面露遗憾之色，若早几年遇到，我定收下他悉心教导，可惜如今灾祸将至，没那个精力了。焦王有些惊讶，伯父如此看好苏木。帝君点点头，资质上佳者不知凡几，但能成就非凡本领的终究是少数，比起天才，像苏木这样的异类更加值得关注。焦王想了想，提议道，既然这样，伯父何不赐他一枚龙神令，让他自由出入龙神塔，尽取所需？帝君摇头道，不行，我若下场，皇朝之内将无人敢动他，失去磨砺的机会，再好的良才也会荒废。焦王面露难色，那怎么办？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剑王等人都已经放弃那孩子了，要是没有宗门收他，光靠他自己修炼，只怕也难走到高处。帝君沉思了片刻，过了一会儿，说道，秘境之中可做安排。焦王瞬间会意，拱手道，侄儿明白了，这就下去筹备。焦王退下，偏殿之中只剩下帝君和古垂云。古垂云笑呵呵地看着帝君，你这老小子竟然这么看重后辈栽培之事，看来是真的老了。帝君叹了口气，这场大劫很难度过，我有预感，我的生命快到尽头了。古垂云道，卸下国主之位，天地之大任你逍遥。帝君摇头，谁都能走，独我不能。哎，可惜见你不在了，否则有他，有萧恒，再加上你，咱们4个神变境，倒是有希望跟朱雀大护法他们抗衡。古垂云连连摆手，别指望我，我是个怕死的人，只要有任何危险，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这老东西还真是现实。帝君笑骂道。古垂云不以为意，一边喝茶一边道，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恩怨纠纷，只要有立场就无法避免冲突，迟早会有战死的一天。我老了，
现在只想在繁华闹市里做个邋遢的老头，吃喝玩乐，调戏少妇，嘿，总之就是安享晚年。帝君不再说话，只是静静的喝茶，享受所剩无几的闲适时光。5个时辰一晃而过，苏木的身躯早已被汗水和血水浸湿，整个人看起来格外狼狈。不过狼狈的只是形象，此时的他气息比起5个时辰之前要强大不止1倍。丹田的再造即将完成，这一次涅槃要比上一次快了很多。在丹田重塑以后，苏木的感知系统已经完全变了，他可以清晰地感应到外界流转的天地灵力，身体里的仙性残存力量更是宛若反掌观文一般清晰透彻。嗡！伴随着一股低沉的灵力震荡，苏木的灵根彻底定型下来。第2次涅槃成了！呼！他呼出一口浊气，睁开双眼，感受着此刻的力量。在涅槃成功的一瞬间，他的修为也顺利突破，直接来到了真武境一层。体内由仙性转化而成的真气在粗壮的经络之中游走流窜，那种暖融融的力量和先前的血气蛮力截然不同，更加灵动轻盈，也更加深藏不露。想不到助我踏入真武境的竟然是云蔚然这个对手。苏木有些感慨，本来他都做好明天吃败仗的心理准备了，没想到云蔚然赠他一颗仙性，竟是直接帮他踏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如今实力达到真武境，和云蔚然一样，明日的半决赛战斗胜负就很难说了。还有几个时辰的时间，我先适应一下真气运用，免得到时候控制不好。苏木心道，掌心之中凝聚一缕真气，准备练习。这时脖子上的小塔吊坠发出一股吸力，直接将他那股真气给吸了进去。咦？苏木面露亚色，自从小塔认主以来，还是头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心下好奇，当即将更多真气运转到体外，供小塔吞噬。小塔源源不断地将苏木的真气吸取进去，持续了足足2刻钟。直到苏木的真气快被吸干时，小塔才微微一震，传出一道特殊的波动。这一刻，苏木心中闪过一抹明悟，求仙塔的第2层开启了。苏木迫不及待地将神念汇聚，沉入求仙塔内。在今天之前，他的意念只要靠近求仙塔，就会进入第1层世界，出现在宁无雪和叶幽禅的身边。而现在，随着求仙塔第2层的开启，意识靠近之后，却是出现了一座虚幻的宝塔形状。宝塔有7层，但只有底下那2层是开启状态，上面5层全都封闭，暂时无法进入。进第2层，苏木心道，毫不犹豫选择这个未知的新空间。唰！下一秒，一道吸力将他的意念吞噬进去，带来短暂的眩晕感。苏木看向四周，只见他出现在一间宽敞的8角形房间里，地面是灰色的方砖，墙壁泛着金属光泽，分明就是宝塔本来的样子。我这是钻进实体求仙塔之内了。苏木讶道，他还以为第2层和第1层一样，会是一个广大的独立空间，没想到居然这么小。这房间也就20步纵深，还没演武场的擂台大。2层房间空荡荡的，连个上楼的楼梯都没有，只有中心部位的地面上有一块地砖呈红色，略显不同。苏木走过去，脚踩在红色地砖上，嗡，好似机关被触发，在他落脚的一瞬间，宝塔房间就轻轻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一道道细丝般的光线从四周汇聚而来，在苏木的面前缓缓聚拢成了一个青年男子的虚影。这是……苏木心中一动，下意识警惕起来。青年男子相貌平平，但身材高大，体格健硕，身上有种久居高位养成的超然气度。他一出现，便开口说道：“欢迎你，我的继承人。”继承人？你是前代塔主？苏木立即意识到，然后惊问：“你还活着？那这求仙塔为何会落到我的手里？”男子虚影笑了笑，解释道：“当此物再次认主时，我早已经陨落多时了。你能来到这一层，说明你不仅得到了小塔的认可，还拥有不俗的肉身体魄。我猜，是不是那位魔族公主教了你魔道炼体功法？”这……苏木心里闪过诸多念头。前代塔主已死，那么眼前所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位强者很久以前留下的一道残念。既为残念，便无自主行动的能力，虽然能够对话，但其本身只具备前代塔主生前所留的一些本能意识，无法去窥视其他空间的事物发展。也就是说，苏木和叶幽禅、宁无雪之间发生的事情，这道残念是不知道的，所以虚影才会说出猜测的话语。苏木回道：“是的，他教了我炼体之法，助我改变根基，才有如今的修为。”塔主虚影微微点头，满意道：“看来我的安排没有出现太大的偏差，很快你就能成长起来，接任我的衣钵。”
苏木心中有许多疑惑，当即问道：“前辈，您不是地境强者吗？为何会陨落？还有您为何要将宁无雪和叶幽禅镇压在此？求仙塔的上面几层放着什么东西？”这就说来话长了，咱们慢慢说。前代塔主虚影语气平缓，很有耐心的样子。他首先说道：“仙帝只是理论上长生不死，但在大战之中仍有可能陨落。我是死于7位地境强者联手围攻，有敌人，也有自己人。”听到这里，苏木立即眉头一皱，天界不是只有5位地境强者吗？之前叶幽禅跟他说过，天界有5帝，2位仙帝，2位魔帝，1位妖帝，5大强者互相牵制，局势微妙。这5帝之中是不包含前代塔主的，算上他也才6位，显然达不到7帝围攻这样的场面。塔主虚影解释道：“世间不止一个天界，你所说的天界是叶幽禅他们的故乡，而我来自另一个同层次的位面，用你的话来讲，我其实是一个入侵者。”苏木心头一震，竟然还有这种事情，这可是连宁无雪和叶幽禅都不知道的事。塔主虚影继续道：“我们生活在广袤的宇宙之中，宇宙如同大海，大多数地方都是空无的海域，只有少数浮岛可供生存。你们的天界是一座大型浮岛，周边还有36座小岛拱卫，也就是凡间。而我的故乡是另一座浮岛，比你们这边还要大一些，有着上百座凡间围绕，并且存在8位地级生命和数百位王者。”他停顿了一下，给苏木消化信息的时间，随后继续道：“3000年前，我在游历宇宙时，无意中发现了你们的世界，于是用秘法召集我故乡的强者，试图入侵你们，占有这个世界。2个世界相隔遥远，需要2000年才能抵达。在他们赶路的时候，我一直隐匿气息，像个普通仙人一样在天界生活。2000年过去，我渐渐喜欢上了你们的世界，忽然有些后悔对故乡发出召集的消息，但可惜来不及了。后来的事情便是战争了。2个世界的大战规模浩大，打得天崩地裂，几乎将天界地表彻底摧毁。两边的顶层力量相差无几，塔主故乡的先帝并未全部出动，只来了5位，刚好势均力敌。前代塔主是第11位强者，他当时的心态是复杂的，两头摇摆，既不想和故乡的人为敌，也不想对天界出手。可别人理解不了他，天界5帝视他为大敌，不除不快；异界5帝视他为叛徒，怕他投敌导致入侵计划失败。于是这位塔主就成了众矢之的，最终被两边合力击杀。苏木听完后心里感觉怪怪的，说到底前代塔主是入侵者，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他后来改变了态度，但也没帮上什么忙，天界战争最终依然十分惨烈。不过有一些地方苏木还不是很明白，于是问道：“那您是何时将宁无雪和叶幽禅镇压的？”前代塔主解释道：“是在开战之前，我当时已经有了强烈的预感，知道自己会死，也知道自己阻止不了战争，于是便以一半命源为代价，推演未来，寻找挽救之法。找到了没？”苏木问他。前代塔主摇摇头：“没有，天道所示，两强相遇必有一伤，时局已定不可逆转。”随后又道：“根据推演的未来来看，你们的天界将会彻底被摧毁，终究是我故乡那边的人更强大。我改变不了结局，所以便想尽自己一份力量，替你们的天界保留一丝火种，以洗刷自己的罪孽。”我明白了。苏木恍然，所以宁无雪和叶幽禅就是他保存的火种。塔主虚影继续道：“这座宝塔本是我亲手炼制的至宝地器，不过在游历宇宙的时候，我曾偶遇一团奇异能量，疑似演化世界的根源使器，我取之融入小塔，使得小塔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品级似乎又提升了半档。”苏木问他：“你将此塔留下，可曾想过后果？若是你故乡的人得到，关在塔里的人怎么办？”塔主虚影摇头道：“不会的，我早已设下禁制，我故乡的生灵无法使其认主，哪怕是我自己复生都会被排斥，这是小塔的底层禁忌。”苏木又问：“那你都在塔内留下了什么？我何时能够将它完全掌控？”塔主解释道：“想要完全掌控此塔，至少要有仙人修为，我在它的每一层都设下了禁制，等你修为达到之后，便可开启，得到其中蕴藏的天界宝物或者传承。仙人境倒是和叶姐姐他们推测的差不多。”苏木微微点头，听塔主这个意思，求仙塔7层空间有6层都存放着关乎天界道统传承的珍宝或者生灵，即使天界被彻底毁灭，有这座小塔在，也可以将天界文明延续下去。不过要是天界真的被毁了的话，现在的天界恐怕就是异界强者的地盘了，一旦飞升上去，肯定是死路一条。未来该往何处前进，还需认真考虑才是。
塔主前辈，那这第二层呢？这里除了您的蚕食之外，没别的东西了。他想到此刻所在的这一层空间好像什么都没，便问了句。塔主解释道：这层空间留给你自由发挥，待我蚕食散去，此地最后一层禁制就会解封，你只需站在这块红砖上，便能随心所欲地改造这一层空间，甚至用它来打通各层通道，使得整个塔内空间连成一体。苏木面露喜色，自由改造，那岂不是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塔主虚隐笑道：别想太多，就算是先帝也不能无中生有。塔主的权限仅仅是改造空间布局而已，若想要山水草木，还需自己从外界移植进来。你现在修为不高，搬山倒海的本事，往后慢慢琢磨去吧。说到这里，他的身影也开始淡化了。苏木还想问他求仙塔的其他消息，但塔主虚隐却已不想回答，只是对他说了句：孩子，将来你也会成为强者，如果有天你去到了遥远的异土，切记不要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人生在世，可以仁慈，可以凶残，可以活成任何样子，但唯独不能做反复小人。我是死有余辜，你引以为戒。语罢，虚幻的身影便消散了。从始至终，他都没有说起过自己的名号，也未曾告诉苏木，他为何会后悔叫来家乡的人。苏木有些不太理解，堂堂先帝级别的至高存在，为什么会在天界生活2000年后就改变主意？强者的道心不应该非常坚定吗？区区2000年，对于一个能够横跨宇宙的地境强者来说，很短暂吧？这种事情听起来似乎有些儿戏，可仔细一想，强者也是肉做的，即便修行了万载、10万载岁月，大多数时候在闭关清修，真正感受生活的时间并不多。2000年不短了，足以改变一个人。也许是天界太美了，使得这位外来的先帝也为之着迷，不忍将其摧毁。但结果已经落定，1000年过后的现在，天界恐怕已是一片废墟。咔嚓，随着塔主残存意识的消散，地面红砖发出了轻微的声响，好像被激活了一样。苏木有些好奇，这个随心所欲到底是怎么样的，于是一步踩了上去。下一刻，他的身前浮现出了一个半透明的矩形窗口，上面显示着8角形状的房间布局，而在图形的旁边则是一列按钮，写着扩宽、拉长、增高、换色、填充等等10多个选项。苏木随意操作了几下，周围的房间立即发生了变化，原本20步到头的塔内空间一下子扩大数十倍，变成了一个岩石质感的灰色世界，有点意思。他又按了几下，头顶的天花板抬升到100丈高，灰色的版面也更换成了蓝天白云，还有一个虚幻的太阳在照亮大地。这简直就是梦境世界，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苏木笑了，感觉这玩意就像一张白纸，想画什么完全随自己心意。可惜的是他的颜料太少，弄了半天也只是将这个空间扩大到和宁无雪他们所在的第1层一般大小，而无法塑造青山绿水、白雪山谷之类的景致。打通第1层吧。玩了一会儿，苏木见没有什么新鲜玩意了，便下达了打通的指令。打通空间有个前提，就是对应层次的塔身必须是开启的状态。他现在只开启了前2层，所以也只能打通前2层的空间。滋滋，咔嚓咔嚓，随着苏木的指令落下，四周天地间立即响起一阵激阔传动声，还伴随着轻微的电流声响。过了一会儿，苏木便看到身前的虚拟界面上多了个选择的提示，让他挑选一个串层的方式。可以选择的有楼梯连接、空洞连接、平面连接或者高山连接。他想了想，选择了平面连接。紧接着，大地震颤，远处的边缘墙壁涣散而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色，那是宁无雪清修的山谷。同时，2道声音也传了过来：苏木弟弟，怎么回事？为何忽然天地巨震？一黑一白2道身影迅速闪身而至，叶幽禅和宁无雪都来到了他的身边。苏木看着本该被囚禁在1层空间内的2位仙魔美人来到2层，喜道：师尊，叶姐姐，我涅槃成功了，已经开启求仙塔第2层。2女闻言都露出惊讶表情。你是说这里就是求仙塔的第2层？魔女诧异道。宁无雪则是问了句：为何这般简陋，好像刚刚开辟的原始世界一样？苏木解释道：的确是刚刚开辟，我没办法无中生有，想要填补这片区域的空白，还需用巨大力量从外界搬运。2女都是修为高深的天界强者，很快就理解了过来。叶幽禅看了看四周空荡荡的天地，又看了看身后原本1层空间的绿水青山，嘴角扬起，何须那么麻烦，直接把那边的云过来一些便好了。语罢，玉手一挥，将1层空间的一座山峰直接连根拔起，好像搓泥巴一样，在
在空中就被揉成了一张薄薄的地皮，铺在了这片新土地上。就连山体表面的青草绿树也被均匀分布在了大地上，一片上百里长宽的平原就这样出现在三人的身边。苏木不禁赞叹，这就是仙人手段，果然强大。叶幽禅摇头道，修为都封印着呢，这点小把戏不算什么。好弟弟，先不说这个了，你快告诉我们，第二层都有什么宝物？该不会就这个空白的世界吧？两女都很好奇，被囚禁了1000年的她们，对一层空间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很感兴趣。苏木也没卖关子，当即便跟他们说起了刚才和前代塔主虚影所交谈的内容。听完后，两人的表现有些不同。宁无雪感叹道，本以为那是个恶贼，无辜欺压我等，想不到竟是这般缘由，看来那前代塔主还算有几分良知。叶幽禅则是有些哀怨，这么说来，咱们3个就是天界最后的希望了吗？那可惨了，天界覆灭，为了开枝散叶延续传承，我和宁无雪只能每天和弟弟洞房，不停地生小孩。苏木哭笑不得，叶姐姐，传承2字不是这么理解的吧？不然呢？叶幽禅非但不觉得自己有错，反而摆出一副愿为大局牺牲的模样，攥着拳头说道，倘若天界被异界强者摧毁，那现在的天界必然都是他们的人，咱们要努力的生，拼命的生，我1年生1个，10年生10个。宁无雪比较厉害，她可以10年生12个，然后再过20年，我们的孩子也可以继续生，一代又一代，大约几千年后，应该可以有几10亿人，勉强能和异界生灵拼一拼人口。至于强者，这个还需另外考虑。宁无雪一脸无语，没好气的道，别光说，你有本事真的给他生一个。叶幽禅在斗嘴方面从来没输过，当即回道，好啊，我先来，你可别偷懒。然后一把扑到苏木身上，来吧弟弟，姐姐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双小手不安分地往苏木身上到处乱摸。苏木前不久才被他调戏过，知道这个魔女纯粹是在闹着玩，任凭她玉手乱抓，小嘴乱亲，内心毫无波澜，直接无视了她的非礼。苏木说道，2层空间对我的实力好像没有任何增进作用，接下来我还是按照涅槃经继续修炼，争取早日更进一步，开启第3层。宁无雪道，也不见得，你再仔细看看，一个能够随心所欲操控的空间，也许没那么简单。那我再研究研究。苏木点点头，当即又踩在红砖上翻看改造的列表。过了一会儿，他还真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按钮叫做延缓，之前苏木也按过，感觉没有任何变化，还以为是个没用的功能。此时再看，这东西其实是改变2层区域的时间流速。塔内过去1天，塔外只过了半天，相当于凭空多出来1倍时间。虽说他现在无法肉身进入求仙塔，只能意识降临，但意识之躯亦可在此参悟剑道，学习功法，将有用的东西带到外界。发现这一点，苏木心情有些激动，有此神妙力量在，他的参悟速度将比别人快上至少1倍。师尊，快教我新的本领吧，你说过只要我踏入真武境，就教我更强的剑道。他迫不及待地说道。宁无雪微微点头，语道，叶幽禅，去别处发浪，我要教徒弟。魔女瘪了瘪嘴，撩拨了半天，苏木都没有反应，一时间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怀疑，轻哼一声，有些闷闷不乐地离开。等魔女走远了，宁无雪抬手虚握，远处的冰雪被他吸引过来，凭空凝成了2把细剑。细剑一把在他手里，一把给了苏木。仙子正色道，剑修一道，并非单纯的格斗与厮杀，武夫手段，你每日与我对练，早已入门，无需再教。接下来为师教你剑气和剑阵的运用。语罢，他手握冰雪细剑，将一缕微弱真气灌注进去，随手一扫，唰，细剑所过之处，空中立即留下了12道半透明的白色剑气。12道剑气悬停片刻，在苏木的注视下，咻的一声，齐刷刷从他身上直接穿透过去，带来一阵阵锥心的刺痛感。虚幻身躯不会受伤，但感受是真实的，这12道剑气杀伤力相当强。宁无雪演示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和他同境的力量，这剑气以真武境力量贯穿真武境肉身，威能可想而知。这就是剑气，和我之前打出去的好像有些不同。苏木有些没看明白。宁无雪解释道，你之前用断山式打出去的剑气是剑法本身的锋芒，如同疾奔带动气浪，重拳引发冲击。我现在教你的则是以真气为源，释放于外的剑道手段。说着，他开始手把手的教苏木如何凝聚剑气。苏木虽然刚刚踏入真武境，但仙性改造出来的丹田承载力相当博大，此时的真气比起同境界的其他人非但不弱，反倒还要略强一些。
有宁武雪这个仙王教导，他学得很快，没多久就学会了用真气凝结剑气，进行远距离的杀伤。剑气可以横扫，可以飞刺，可以悬停、绕圈、来回穿梭，也可以密密麻麻覆盖在自身周围，形成屏障。简单的说，剑气就是身体的延伸，奇妙无穷。只不过苏木现在感悟还浅，同时只能凝聚出2道剑气，无法像宁武雪一样以真武境修为弄出12道剑气。学完剑气，还有剑阵。宁武雪道，剑阵可以说是剑修最强的手段，每个人都会钻研出独属于自己的大阵，或以剑气不成，又或需要大量的灵宝飞剑。你如今修为还浅，贪多嚼不烂，为师只教你一个最简单的。语罢，他将手中的细剑抛飞出去，细剑泛光，凌空悬浮，随着宁武雪的真气流转，轻颤着分裂开来，变成了2道略显虚幻的剑影。1分为2， 2分为4， 4分为8， 8分16，很快，一把细剑就变成了64道发光的剑影，在头顶上空盘旋游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势。苏木惊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剑修手段吗？好壮观！”宁武雪的语气古井无波，此阵名为诛邪，需要一把品级够高、能够通灵的宝剑才能施展。你初入剑道，能凝聚4道剑影，便算入门；64剑的话，可谓小成。若修为高了，还可无限增长，百剑、千剑、万剑齐飞，凡俗世界无人能挡。他单手往前一推，64道剑影直使如臂，朝着远处的平地射去。轰轰轰轰轰，每一道剑气都好似一颗陨石坠落，砸得整个地面巨震不已，差点站不稳。苏木双目放光，好手段，好手段！我要学，我要学到大成，万剑齐飞。宁武雪淡淡道：“慢慢练，别偷懒。学得精了，压制夜幽禅不是难事。”苏木听到这话，才想起来之前宁武雪说要教他新本领的时候，就是为了帮他压制夜幽禅。等将来他修为上去了，剑阵也领悟到一定高度，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把夜幽禅那个撩人的魔女压制住，然后让她生一个。看到这里的书友们，点点评分吧，过阵子就开始爆更了，准备冲刺。太阳出来了，又是崭新的一天。苏木从修炼中睁开眼，整个人和昨天相比已经是焕然一新。他的身形不变，容貌也没变，但气息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丈气墙环绕在身侧，浑厚的真气气息是之前所没有的强势表现，再加上肉身在第2次涅槃之中也有精进，此刻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已脱胎换骨，远超昨日。不知道我现在的实力能否和云蔚然这个出身云族的天骄小姨较量。他在心中暗忖，对于今日一战充满了期待。他内学本领虽有1倍额外的时间，但剑修手段颇为复杂，一套下来还是折腾了挺长时间。眼看大赛开始的时辰就要到了，苏木简单洗漱了一下，走出房间。隔壁的云蔚然已经出门，没有等他，柳玄和钟沐尘等人也早早就去了演武场。苏木独自一人离开住处，穿过安静的步道。中途他看到一块颜色略微不同的地砖，那是之前秦觉用身体砸出来的窟窿被修复后的痕迹。苏木见此，不禁暗道，若是今日秦觉前来拦路，我说不定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正面斩杀他。秦觉是真武境4层，比他高了3层境界，但2次涅槃的根基加上宁武雪亲自传授的剑道手段，却足以抹平差距，甚至反过来压制秦觉那种普通散修。而这样的变化仅仅只是相隔1天不多时，苏木来到演武场。大赛还没开始，今天就2场战斗，第1场是轩辕问月和东明一夕，第2场才是苏木和云蔚然。苏木直奔内场的座位，在自己平时的位置坐下，云蔚然就在旁边。今日他又换回了男装，继续扮演云沧海的角色。看到苏木到来，立即敏锐地察觉到了苏木的真气波动，惊讶道：“苏兄怎么一夜之间气息大变？莫非……”苏木微微一笑，多亏云兄所赠灵果，我从昨日中午苦修到现在，终于踏入真武境。云蔚然张了张嘴，愣在原地，过了一会儿，才用错愕的语气说道：“你小子比我还夸张。昨天苏木才化龙境9层，今天却一口气冲到了真武境，这等神速，若非小塔在身，他是万万不敢相信。”苏木靠在椅背上，找了个舒服的坐姿，目光望向擂台那边，口中说道：“后悔了没？是不是感觉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指的是先信这份见面礼。云蔚然淡定道：“那倒没有，长辈照顾崽子是合情合理的，你能强大起来，我也很高兴。”周围没有其他人，其余参赛者基本上都去别处观战了，内场人很少。2人随意聊着，苏木问他：“你打算在这边待多久？何时回去？”云蔚然道：“暂时还不确定，
如果族里的老家伙没来抓我的话，我就玩到不想玩了再回家。云族是世仙古族，这个名称来自100余年前基维沙仙人的一战，而在更早之前，则是人道巨头世家，世人称之为西极圣地，是天地间少有的古老修行世家，比起九天十地等顶尖势力也不遑多让。云蔚然作为云族的二小姐，虽然本事不算厉害，但在外游历玩耍还是没问题的。修为低的人打不过她，修为高的人只要知道身份也不敢碰她，基本可以无忧无虑，随心所欲。两人闲聊了片刻，南庭老叟就来了，朗声宣布半决赛开始。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两道身影登上了擂台。民族圣子东明一息，皇室郡主轩辕问月，各自散发着化龙境巅峰的气息，站在擂台的两边。他们两个好弱，云蔚然调侃道。两场半决赛，一场是化龙境对化龙境，一场是真武境对真武境，看起来还真有些不均衡。苏木认真道，不要小看人，他们的家族底蕴深厚，真正手段估计也很强。正说着，战斗开始了。擂台上的两位天骄互相拱手一礼，引动真气，打出试探的招式。今日现场观众的数量是连日以来最多的一天，作为彻底超载，许多天人境以上的强者甚至是直接凌空漂浮在场外观看的。随着问月郡主和民族圣子的真气鼓动，整个现场的氛围立即紧张起来，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看着，生怕错过细节。苏木也认真看着，毕竟待会儿要是打赢了云蔚然，台上两人之中就会有一个成为他的对手。民族圣子率先拿出家传本领，身上涌现出一道道墨黑色的气流，幻化成一头头墨兽，朝着问月郡主扑去。后者飘身躲闪，足尖轻踏地面，宛若云烟飘渺，出尘姿态好似折尘仙子，颇有几分高人风范。东明一息见他身法灵巧，难以扑捉，便换了个战略，脚下重重一跺，一个漆黑的法阵以他自身为中心，迅速蔓延开来，化作一张大网。当问月郡主的脚步落下时，地上立即伸出一只墨汁构成的黑色手掌，将他脚踝死死拽住，甚至想要将他整个人按倒在地上。问月郡主挣扎了一下，没能拔出双脚，果断引动真气，一道强光从身上迸发而出，将那些墨色手掌撕碎。擂台上响起魔鬼痛苦的尖笑，女子身上的月光能量刚好克制民族的真气，一时间局势倾斜，民族圣子被压落下风。云蔚然一边看一边点评，寒月宝体是个好苗子，可惜龙武帝君好像没有对应的功法，有些浪费了这丫头的好资质。苏木眉头一挑，你知道的还挺多。云蔚然微微扬起下巴，那肯定，我可是认真听课的好孩子，博学二字放我身上都嫌小气。这话有点自吹自擂，但苏木挑不出他的毛病。战斗进行得很快，在问月郡主的特殊真气压制之下，民族圣子很快就被逼得拿出了压箱底的手段。只见那少年身上的黑衣猛然炸裂开来，原本略显苍白的皮肤被一道道墨色魔纹所覆盖，整个人的体型也一下子拔高了一半，背后张开一对由真气构成的蝙蝠翅翼。真气化翼，真武境。苏木面露亚色，真武境修士只要略微练习，便可将真气凝结成翅翼，借风飞行一段时间。此举耗气极快，所以通常没什么人会用，但若是在战斗厮杀之时，却可能建立奇效。民族圣子拍打双翅，凌空飞起，手中战刀挥舞，成百上千的刀气朝着问月郡主倾泻，宛若一场利刃暴雨。此刻的民族圣子完完全全就是个真武境修士，但是看到这一幕，许多大人物却是暗暗摇头。云蔚然也摇头说道，那男的要输了，先出绝招的往往都是弱势方。民族圣子没有坚持多久，临时强提上去的境界终究是虚浮的空中楼阁，无法支撑他长时间战斗。问月郡主开启寒月之力，浑厚真气覆盖全身，整个人化作一轮清冷明月，将那一道道刀气溶解。接着他抬手挥动，一道巨大月华剑气展出，民族圣子消耗过大，终是无法抵挡，从空中跌落下来。本场对决，轩辕问月胜。南庭老叟宣布结果。看台各个方向响起热烈的喝彩声，皇城百姓们看到皇室成员战胜远道而来的参赛者，都很高兴。云蔚然看向苏木，有信心赢他吗？苏木没有回答，而是说道，看起来问月郡主还未尽全力，赢得挺轻松的。他的真实实力估计是正经的真武境，而非民族圣子那样的临时境界。云蔚然点头道，龙武皇朝的皇室可以修炼龙变之术，他还没变身，一旦变身，战力成倍增长，就算是我也得费点手脚。龙变之术，苏木早有耳闻，其名龙神九变，共9重变化，层数越多越像真龙。
帝君所得功法并不完整，据说只有7重变化，后2重早已失传。但哪怕只是7重龙变，也已经能够笑傲天地间，独占一方浩土。郡主修为尚浅，应该只有3重或者4重龙变，但对于同样境界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个非常可怕的杀招。下一场，苏木、云沧海。南庭老叟念了2人的名字。走吧，该我们了。小崽子，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哦。云蔚然对着苏木眨了眨眼，起身走向擂台。此时此刻，无数道目光落在2人的身上，期待着他们的表现。其中大部分目光都是在看云蔚然，因为此人修为极高，天赋惊人，相貌方面也是无可挑剔。苏木与之相比，显得十分平庸。但那是以前，当一部分修炼者的目光落到苏木身上，注意到苏木身上的真气波动之后，整个演武场的氛围立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你们看，苏木的气息好像有点不对劲。最先察觉的人对着身旁的同伴说话，同伴们闻言立即一看，顿时也惊了。他竟然也是真武境气息，这小子怎么回事？之前1天1个境界就算了，今天跨度居然这么大，这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昨天还和赤剑公子打得难解难分，艰难取胜，今天一下子就成了真武境强者。一时之间，许多人都懵了，无法理解苏木的修为为何增进如此迅猛。昨日在场的剑王等人，此刻也终于发现了问题。那小子怎么会？剑王眉头大皱，感到不可思议。旁边的叶东阙、颜无心、孙玄虎等人表情也都是一样。身为法相境高人，他们即使隔着上百米，也能清晰地判断出苏木此刻的境界。真武境1层，而且是纯正无比，身后内敛的真气波动，这小子真的是……孙玄虎不停摇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苏木昨天还是化龙境修为，而且是纯肉身力量，无半点真气的那种。可现在，他非但拥有了真气，甚至还强悍到了这种程度。要知道，修炼真气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即便他昨天获得了灵根，拼了老命的修炼，开启10倍速度，疯狂吸收天地灵力，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猛蹿到这样的高度。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违背了自然的定律，根本不应该出现。怎么会这样？老孙，是不是你干的？你给他喂药了？颜无心一脸震惊之色，连连发问。孙玄虎比他还猛，此刻满脑子疑惑，没有回颜无心的话，只是呵呵干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坐在旁边不远处的赤剑公子，这会儿也是满脸错愕，说道：“师尊，他昨天难道是在让着我？”剑王彻底沉默，无话可说。昨天他亲口说出一个没有灵根的剑道天才，即使悟性再高，终究前途有限的话，而现在苏木直接用真武境的真气打了他的脸。什么灵根，什么真气，那是他没有吗？不，他只是懒得用，是对手太弱了，用不上。孙玄狐叹道：“原来他一直在扮猪吃虎。之前看他1天1个境界，我还以为他是有奇遇在身，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其实早就是强者，只是为了掩人耳目，隐匿了修为气息，自封真气，仅凭肉身力量在战斗。赛事推进，他一层层解封力量，直至今日才是全胜状态。这也太离谱了。”叶东却一脸郁闷之色，有些接受不了这种说法。但孙玄狐的说法是合理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苏木的提升速度为什么会这么快。若非如此，又怎可能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从化龙境1层暴增至真武境1层呢？赤剑公子苦涩一笑，可笑我昨天输给他以后，竟然还有点不甘心。几位名门领袖尽皆沉默，再也不想说半句话。剑王心情复杂，远远盯着苏木，心中暗道：此子绝非野路子散修，看来他的身上有大秘密。看向苏木的眼神之中多了一抹凌厉之色。擂台上，苏木和云蔚然站在擂台的两端。苏木操控真气，隔空摄取一柄寒铁剑，将真气注入其中，感受此剑的结构，尝试是否能用它来发动剑气。事实是，寒铁剑虽然没开封，但比赛专用的兵器品质还是可以的，疏导真气很流畅，不会形成阻碍。云蔚然见状，也取了一把寒铁剑。苏木见状说道：之前好像从未见你用过兵器。云蔚然回道：对其他人不需要，但苏兄修为如此强横，云某可不敢再拖大了。他客客气气，言行得体，没有像私底下那样一口一个乖仔的喊，在公众面前维持着云沧海这个天骄少年的形象。苏木也配合他的表演，持剑抱拳道：承蒙夸奖，云兄请赐教。云蔚然手腕一拧，将寒铁剑挽到身后，单手作势：苏兄请。下一秒，
两人身上的真武劲气息立时爆发。唰，一道剑气以极快的速度从苏木手中飞出。刚刚习得的本领虽然不够纯熟，但有真武劲的底子加持，威势已是不弱。云蔚然有意想看苏木本领如何，未曾抢攻，选择防守。苏木的此刻的剑气威力不比昨天对阵赤剑公子时打出的杀招逊色多少，但对于云蔚然而言却只是小手段，他连兵器都没动，单手一震，仅凭真气便化解了这一招。好强的真气！苏木一眼看出他的真气深厚程度远超自己，云族二小姐的底蕴绝非常人可以企及。刷刷刷！面对真正的绝顶天才，苏木不敢有丝毫大意，剑随身动，气随意走，眨眼间便是10余道剑气呼啸而出。宁无雪跟他说，剑气即是剑修的拳脚，出拳能有多快，剑气就能有多快。苏木的肉身根基奠定了他敏锐的身手，虽然体内真气的强度对比肉身来说显得十分平凡，但至少不会比同境界的普通修炼者差劲。这一道道剑气宛若延伸出去的臂膀，有的直线斩向云蔚然，有的则是绕过弧线。看台上的观众们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好迅猛的出手，好凌厉的剑气！有行家一眼就看出苏木的剑道造诣相当出彩，在同龄人中少有人能媲美。亦有人更加关注外貌俊美的云蔚然，点评道：苏木很强，但云沧海更强。这个俊后生绝对是龙武皇朝100年来最优秀的一株仙苗。擂台上剑气纵横，打得很激烈。云蔚然也不是完全防守，在挡住苏木的几波剑气之后，他亦是挥剑泼洒剑气，以同样的手段还击。苏木的剑气凌厉冰冷，宛若坚冰利刃，云蔚然的剑气则是轻盈迅捷，犹如疾风飞鸟。面对他的攻势，苏木不敢大意，挥剑横扫，肉身力量与真气同时喷薄，将其斩灭。砰砰砰砰砰，一道道剑气炸开，整个擂台上到处都充斥着混乱的能量波动。在一次次碰撞的瞬间，苏木清晰感应到云蔚然的真气比自己更加凝练，后劲更足。我才涅槃2次，在灵根资质、真气内息方面只是寻常水准，和真正的盖世天骄相比差距不小。苏木心中暗道，他最近的境界提升迅猛，是因为第一阶段是纯粹炼体，魔道功法在这方面极其成熟，可以硬吃天材地宝灵药真萃，把力量强抬上去。但步入真气领域之后，这个优势就将荡然无存，内息修炼的速度会慢很多。他和别人相比，也就只有肉身蛮力方面更强一些。云蔚然来自云族，底蕴深厚，所学本领既丰富又强横，虽然没有宁无雪的剑道那么高深，但以当前的修为来说，他能够运用的各方面能力都是强于苏木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苏木暗暗急切，感觉自己和云蔚然打架几乎是必败的下场。但他不想输，参赛者人人都想夺得第一，他来到这一步，距离冠军已经很近很近了。真龙宝血的诱惑，地宫寻宝的价值对他而言意义非凡，这2件宝物他要自己拿到手里。剑意，唯有剑意才是我对他的优势。苏木目光凝视，战意狂涌。铮！寒铁剑发出清脆的鸣唱，剑意涌现，一往无前的决然战意充斥着苏木的心灵。他放弃了防守，开始疯狂进攻。唰！剑意与剑气相合，气势和力道瞬时间暴涨1倍不止。云蔚然挡住这一剑，脚步不由自主地退了2下，面露惊讶之色。好小子，还真有些小瞧你了。刷刷刷！没等他多言，更多的疯狂剑气呼啸而来。云蔚然压力顿增，一边正色应对，一边夸赞：别的不说，单单这份剑道意境，苏兄胜我许多。剑有剑意，刀有刀意，拳有拳意，每一种意境都是需要精心钻研，苦练多年才能体悟出来的。这东西与修为没有绝对关联，通常和岁月的关系更大一些。年纪越大的人，越有可能悟出意境，乃至悟出更加深层的神通法则。云蔚然的修炼天赋绝对是凡间少有的天骄，但在意境的方面却是不如苏木和赤剑公子。这就是剑道方面的天分差别。轰轰轰轰轰，擂台上的碰撞更加激烈了。面对疯狂进攻的苏木，云蔚然的防守变得有些吃力。看台上的观众们都为云蔚然捏了一把汗，所有人都很诧异，没有想到大赛开始之前没什么名气的苏木，居然能把夺冠希望最大的人逼到这个份上。刚刚打完比赛的轩辕问月，此刻正坐在那场观战，看到台上的情形，不由得黛眉蹙起，暗感压力。昨日落败的赤剑公子，早前输给苏木的葛燕等人，看到苏木此时展现出的力量，则是不停地苦笑着，深深感到了彼此间的差距。轰！伴随着一声巨响，
擂台上的两人同时后撤一大步，落在了外圈。苏木的真气已经消耗了将近一半，云蔚然在他的疯狂进攻之下，也略显狼狈，不复最初的从容。云兄，一招定胜负如何？苏木提议道。战至此刻，云蔚然始终未尽全力，没有抢攻。苏木既不想输，也不想希望他一直这样放水，便想和他硬拼一招。云蔚然猜到了他的想法，欣然道：好啊，那就讨教一下苏兄的杀招。来！苏木低喝道，单手持剑，默默调动体内的真气与气血力量。云蔚然心眸微微眯起，也不再藏拙，激发出了真正的力量。下一瞬，他的气息陡然攀升，立！一道悠长尖锐的喝鸣声从不知何处传来。只见云蔚然身形一跃，身后似有一双洁白的鹤翼张开，整个人凌空飞起。他双手持剑，口中低喝：苏兄，当心了！下一秒，白光灿烂，压过了早晨太阳的光辉。云蔚然整个人如同一只发光的巨大仙鹤，朝着苏木猛然刺去。那剑尖便是仙鹤的尖喙，是大力沉，锋锐无匹。苏木只觉得一股杀机随着鹤影飞速逼近，宛若万千根尖针对准了自己全身每一寸皮肤，一旦失手，恐怕瞬间就要重创。这一刻，云蔚然所爆发出的力量足以威胁到秦绝那种级别的高手的性命。断山！面对杀招，苏木没有躲，而是选择了用同样的杀招去硬碰硬。他将自身所剩的所有真气、所有气血能量、肉身蛮力，以及那份一往无前的剑意，尽皆汇入寒铁剑中，迎着云蔚然所化的白鹤虚影，猛地冲了上去。新的1个月马上到来，求月票，求11月的票子。新书期就要结束了，爆更计划已经在路上。唰！剑光乍现，紧跟着便是碰撞。剑光与鹤影在离地9尺的空中相遇，两股同样强横的力量瞬间激发出了恐怖的能量，引发剧烈的爆炸。轰！一声巨响在擂台中央爆发而出，白光与寒芒互相倾轧，互相吞噬，都想将对方击垮，谁也不让谁。像是过了很久，又好像只是一个瞬间，两道力量碰撞之处爆发出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轰隆隆！冲击波扩散，一下子将两个人的身影都给掀飞出去。苏木清晰地感应到手中寒铁剑断裂的声音，连带着自己的右手虎口也被震裂，整个人不受控制地被冲击波推向后方，跌落在擂台的边缘。罡风肆虐，冲击波吹袭了一会儿才缓缓消散。等苏木看清楚眼前景象的时候，却是未曾找到云蔚然的身影。他掉下去了。俊美的少年云沧海摔在了擂台底下的地面上，手持断剑，嘴角溢血，两缕发丝稍显凌乱地垂落在脸颊之前，气息紊乱。苏木愣了一下，怎么会不应该的？刚才那一下，两人应该是势均力敌，分不出高下。莫非他是故意摔下去的？苏木心里闪过一道念头，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空中的南庭老叟看到此时的情形，没有犹豫，朗声说道：云沧海跌落擂台，本场战斗延州苏木获胜。整个演武场一片寂静。云沧海输了这个早早就被爆出拥有真武境修为的盖世天骄，居然在半决赛就输了，而且还是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起初完全没有一点风声的边境少年。一时间，周围10几万观众都有些无法相信这个结果，哪怕是那些买了高赔率苏木获胜的赌徒，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整个演武场安静了好久，直到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好，才响起稀稀拉拉的喝彩声。接着喝彩声越来越大，一道道诧异、震惊、狂喜或者不甘、怒骂、抓狂的声音从各个方向传来。赢了，苏木赢了，18倍赔率，哈哈哈哈，18倍，延州苏木，太棒了，你是我亲爹。不，为什么会这样？云沧海怎么可能会输？黑幕，绝对是黑幕，我抗议，我强烈抗议！啊！云沧海，我要杀了你！有人欢喜有人愁，一场天骄对决背后的影响力实在是大得吓人。此刻不知道有多少人翻身成了富豪，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濒临破产。即使是那些没有参与竞猜输赢的人，面对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也都是感言良多，心情复杂。整个演武场一片嘈杂，比菜市场喧闹了不知多少倍。苏木站在擂台上，耳朵都快被震聋了，但他没有心情在意这个，双目看着擂台底下的云蔚然，眉头微皱。云蔚然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摆出一脸遗憾的样子，说道：苏兄真是深藏不露，我输得有些不甘心，有时间定要再向苏兄讨教。装得挺像那么回事。苏木心里清楚得很，
云蔚然的实力绝对不至于此，如果继续打下去，历劫的自己必然落败。甚至刚才那个白鹤虚影都不一定是他最强的杀招，不过结果已经公布，晋级决赛的人是他苏木。南庭老叟朗声说道：“恭喜轩辕问月和苏木2位小友得到进入地宫宝库寻宝1刻钟的奖励。明日这个时候将是本届天骄大赛最后一场对决，获胜者可得帝君所赐的一份真龙宝血。2位小友务必倾力一战，夺此良机。”说完，今天的赛程就结束了。苏木走下擂台，往场外的方向行去，而看台上的10几万人却是不肯离去，有的在骂骂咧咧，有的在欢呼高歌，甚至还有赌赢的和赌输的打了起来，场面很乱。不过已经和苏木没关系了，他走出赛场，往住处行去。云蔚然从后面跟了上来，装着一副落败者郁闷的语气说道：“哎，好难受，竟然输给了你这小子。”苏木没说话，因为周围还有其他人。苏兄，苏兄，你瞒得我好苦啊！钟牧尘大喊着，和柳玄、吕诗诗等人从后面追了上来。来到苏木身边，钟牧尘立即拉住他一条胳膊，死死抱住，说道：“苏兄，今天我说什么也要把你拽到丹王谷去，你要是不跟我走，我就一直这样缠着你。”苏木哭笑不得：“钟兄这是干什么？让大家看到了可不好。”钟牧尘没有撒手：“那我不管，除非你答应来丹王谷。我这不是还在考虑吗？”苏木微笑敷衍了一句。一旁的柳玄悠悠说道：“苏兄，你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现在的修为和黑焰山莫名失踪的那株灵药有没有关联？”这件事在柳玄心里憋了好几天了，直到现在才说出来。苏木料到他会有所猜测，闻言笑呵呵道：“没有的事，没有的事。真相如何，大家都已心知肚明，没有必要非得亲口承认。”柳玄一叹：“可能这就是命吧。”苏木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结，看到柳玄和吕诗诗手拉着手，立即转移话题，打趣道：“我的运气也就那样，还是柳兄运气最好，短短几天就收获了家人芳心。”吕诗诗闻言脸上一红，连忙甩开柳玄的手，矢口辩解：“没有的事，没有的事。”这语气和苏木刚才一模一样，也是此地无银300两。众人顿时都笑了。“喂，有人关心一下我吗？我很惨的。”云蔚然看他们笑得那么开心，忍不住打了个岔。钟牧尘是个好人，当即安慰道：“云兄不要气馁，虽然你在擂台上输了，但你的翩翩少年形象远比苏兄更受欢迎。据我所知，现在皇城上下已经有超过10万少女对你芳心暗许，只要你登高一呼，马上就能建立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后宫。”云蔚然顿时无语了：“那还是算了吧，我身子骨弱，女人太多会吃不消的。”钟牧尘嘿嘿一笑：“你吃不消可以分几个给兄弟们啊，比如苏木，他打败了你，最可恶了，分给他3万个长得丑的，烦也烦死他。”苏木嘴角一抽：“我看这方面还是钟兄比较有需求。”几个人闲聊着，不知不觉回到了住宿区。这时钟牧尘的脚步忽然顿住，看着前方的一道身影，惊讶道：“焦王前辈！”前面荷塘中央的凉亭里，一位身披紫袍的尊贵中年静静坐着。苏木等人顺着钟牧尘的目光看过去，都感应到了这位强者的气息深不可测，和天剑宗宗主、丹王谷谷主等人在同一个境界。此人便是焦王轩辕池，皇室2把手，龙武帝君的亲侄子，轩辕翼的父亲，法相境大人物。他自顾自地喝着茶，语气平和道：“过来坐。”众人互相对视，这话没有特指某个人，最大的可能性是来找苏木或者云蔚然的。但既然没有特指，谁都不好这时候走掉，干脆一起走向凉亭，参见焦王前辈。几位年轻人一同拱手道。焦王没有看向谁，好像对所有人说话，语道：“南部边境近日妖兽横行，朝中有意调遣一批修士军队前往镇压，而等天骄小辈可趁此机会前往磨砺，不知几位可有想法？”他一开口，众人就都愣了一下。原以为焦王是来找苏木和云沧海这2位顶尖天骄谈论拉拢事宜，没想到居然是这种事情。南部边陲便是延州以南100余里外的苍莽大山区域，那片地方属于2国边境的缓冲地带，山高林深，毒虫猛兽繁多，2国子民都不在那里居住，是一片相当原始的蛮荒丛林。苏木自小就听说苍莽大山有很多妖兽，每隔几十年都会发生几次妖兽出山祸害百姓的事情，不过从他记事以来还是第一次真正遇到。听到这话，苏木果断道：“即使在我老家附近，我责无旁贷，等大赛结束后立即前往苍莽大山一探究竟。”
云蔚然跟着道：“闲暇无事，我亦可往。”钟牧尘则没有立即回应，而是问道：“交王前辈，这件事各大宗门知道了吗？您准备派遣多少修炼者前去？”交王回道：“暂时还没严重到需要各大宗门参与的地步。现在有800神龙卫正在调度，将会乘坐御空舟先行前往。你们这一届天骄也都会收到邀请，至于去不去，看你们自己的意思。神龙卫是龙武皇朝的一支修士军队，最弱都有化龙境1层修为，将官更是个个在真武境以上。他们修炼皇室专门传授的龙血霸天诀，战力相当不错，尤其多人联手之下，真气共鸣，就算是高境界的人遇到了也会非常头疼。神龙卫总共才9000人，这次抽调800人，已经是比较大的调动了。”钟牧尘对这方面十分了解，闻言立即拱手道：“承蒙交王看得起，我小钟愿冲在第一线。”柳玄和吕诗诗相视一眼，一起回道：“交王前辈，我也愿去。”如此一来，他们5个人就都答应了。交王微微点头，满意道：“明日上午大赛结束，下午会有御空舟从城南的营区出发，你们凭武神殿分发的参赛号牌前往即可。我预计会有不少和你们同届的年轻人一起去，我儿轩辕翼，我侄女轩辕问月必在其中。”言下之意，同伴很多，不必太过担心安全问题。众人都笑了，有800神龙卫在，就算苍莽大山之中出现与天人境同层次的5阶大妖，也没什么可怕的。正相反，人一多，猎杀妖兽的事情还得抢着做。高阶妖兽的价值是非常高的，从皮毛到内丹，再到血肉，几乎全身是宝。若非猎杀难度太高，且他们习惯群居，修炼者们早就深入远山去狩猎发财了。这种由军方发起的巡猎行动，意味着苍莽大山的妖兽数量已经多到会威胁边疆安定的程度。大家一起配合打杀妖兽，既可以磨练实战技巧，又可以赚取利益。对于年轻一辈的人来说，无疑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明天出发，好像有点赶对了交王前辈。这时，钟牧尘想到一个问题，指了指苏木和云蔚然，问道：“他们2个4强选手，不是说要进入藏仙秘境磨砺吗？会不会和我们的行程冲突？”交王回道：“藏仙秘境主要是给化龙境小辈磨练的地方，他们2个都已经是真武境里的佼佼者，不必浪费这个时间。赛后我会做主，将这份奖励更换成价值更高的宝物，给4位年轻人作为补偿。这一届天骄大赛的质量太高了，虽然整体奖励比起往届也有很大提升，但依然有些跟不上天骄少年们的实力。藏仙秘境本是帝君亲自开辟，用来帮助化龙境天才们冲击真武境的一个试炼空间，以前只有冠军或者冠亚军2人才能进入，但这一届的前4名，哪怕最弱的东明一息，也能爆发出真武境战力。因此，藏仙秘境也就失去了意义，完全没资格作为4强奖品。苏木问道：“那地宫寻宝和真龙宝血呢？”少个试炼机会他感觉无所谓，反正求仙塔里有个女剑仙，天天揍他磨练他，效果已经很够用了。前2和第1的奖励才是他最关心的。交王回道：“这个不会变，地宫寻宝只有1刻钟，你上午打完擂台，直接去皇宫走一趟，不影响行程。若你能够夺冠，到时候龙血也会一并给你。”苏木喜道：“明白了，多谢前辈解惑。真龙宝血对他而言价值很高，可以拿来淬炼身躯，使肉身品质再上一层高度，并且对灵根资质方面也会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堪比一次涅槃。至于地宫，则纯粹是好奇和贪心在作祟，毕竟那可是皇室宝库，谁也不知道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宝。你们几个玩去吧，云沧海暂且留步。”交王摆了摆手，事情已经说完，示意众人可以离开。苏木看了一眼身旁的年轻小姨，不知道交王是想拉拢这位天骄，还是看出了他今日擂台上放水要责备他。云蔚然对苏木使了个眼色，示意无妨，让他先走。苏木微微点头，拱手道：“是，晚辈告退。”与钟牧尘等人离开凉亭。走出一段距离之后，钟牧尘就收起了拘谨的样子，有些激动的道：“好机会，好机会啊！猎杀妖兽，掠夺兽宝，顺便采摘苍莽大山之中的百年灵药，这一波绝对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吕诗诗调侃道：“钟兄堂堂丹王古天骄，还缺钱财？”钟牧尘嘿嘿一笑：“这你就不懂了，正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宗门的东西终究是组织发放的，咱脸皮薄，不好意思索取太多。自己赚到的那就不同了，东西一卖，钱财在手，想买什么买什么，那才叫自在。”苏木深有同感，说道：“这些年我一直没给家族做过任何贡献，反倒耗费了不少资源。这次去苍莽大山，刚好离我家很近，若有收获，可以直接送回家里，孝敬我父亲和家族。”
再有2个月他就满18岁了。一个成年人不应该继续向家里伸手要钱，以后要用什么，要吃什么，都凭自己双手去争取。钟牧尘积极地到处走动起来，将进军苍莽大山的事情告诉其他天骄少年，准备多拉一点人一起去闯荡。柳玄和吕诗诗谈情说爱，苏木自己一个人没啥事情，便先回了房间。他服了一粒丹王古方式药铺白拿的回气丹，将今日一战亏空的真气恢复。过了一会儿，敲门声传来，苏木起身开门，云蔚然一言不发，直接走进屋中，看脸色好像有点不高兴。怎么了？苏木问道。他反手关了门，走到桌边，屁股挨着桌子，直接坐了上去，双臂抱在一起，虎着一张脸，轻哼道：这个骄王当我是3岁小孩好忽悠，竟然想让我出力帮助龙武皇朝度过这次修士战争。苏木面露亚色，什么意思？他猜出你的来历了？云蔚然回道：那倒没有，他只是猜到我来头很大，并不知道我的具体身世。听他的意思，这次龙武皇朝遇到的困难不小，兽神殿可能要出动10几位神变境甚至通天境强者，扫除东大陆以南这片区域的所有敌人。武神殿组织松散，能够提供的帮助有限，你们的帝君陛下已经在考虑同归于尽的事情了。苏木听到这话，顿时眉头大皱，有这么严重？云蔚然不置可否，也许骄王是在吓唬我，单纯是想借我背后的势力，但如果是真的，你该考虑带着你爹他们跑路了。苏木认真思索了片刻，摇头道：举族搬迁绝非易事，苏家上下300多人，若无大型御空舟，很难在短时间内跋涉万里，横穿国境去到安全区域。再者说，交战区域不只涵盖一国，就算去到远方，也有可能是从战场的一边去到另一边。云蔚然抿着嘴思考，唏嘘道：早知道出来的时候就从宝库里拿一艘大船了，那你有什么办法？不跑的话，万一被神变境强者交战的余波波及，以你家族成员的修为，恐怕骨头都捡不回来。苏木眉头紧锁，我也没有好办法，若真有，那时候就只能尽量带几个亲近的人逃跑了。可惜他还没有真正掌控求仙塔，无法把活人放进塔内空间，否则的话完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云蔚然微微点头，也只能这样了。我有一艘小型御空舟，要是真到存亡关头，就带上你还有你爹回西海找我姐姐。想到他说的情景，苏木不禁苦笑，那我爹岂不成了上门女婿？国破家亡，被迫流亡异乡，想想还挺惨的。不过对他们个人来说倒不是太难接受，毕竟投奔母亲投奔妻子总比无家可归要强。云蔚然嘴角扬起，上门女婿，到时候你爹肯定会很惨。我姐姐可是云族圣女，是我们全族的宝贝疙瘩，你爹胆坏她清白，即使木已成舟，也少不得被我族各位长老还有我姐姐的仰慕者狠狠教训。苏木一时无言，只能暗暗祈祷龙武皇朝坚挺，别真发生这样的事情。让爹娘相见是他的一个心愿，但这件事情必须是在2人对等的情况下发生。父亲对自己百般呵护，苏木时不愿看到父亲被别人欺凌，尤其是母亲那边的亲人。不想了，先修炼。他摇摇头，把杂念甩出脑海，回到巨灵镇里坐下。这次南部边境的狩猎行动，其实就是修士战争的一个前兆。亲身参与其中，可以更加清楚地感知兽神殿和武神殿这2大派系之间的冲突，以便判断局势，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云蔚然还没走，坐在桌上踢踏着双脚，饶有兴趣的道：乖仔，明天对阵轩辕问月，你有几成信心？苏木闭着眼回道：以他今日表现来看，胜算10成，但他肯定有别的手段，我仍需拼尽全力。云蔚然微微一笑，那个丫头长得很漂亮，又是皇朝郡主，要不要小姨帮帮你，把她讨来当媳妇？苏木身子一垮，睁眼看向他，有气无力道：你怎么跟钟牧尘似的，一言不合就想给人说媒？云蔚然一脸正经的道：我是认真的，娶个郡主不辱没你的身份，她可是寒月宝体，修炼资质一流，相貌身材俱是极品，哪个少年见了她能不心动？苏木摇摇头，反正我不心动。他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谈情说爱的事情，心里只有修炼。不是说他年纪轻轻的就对女人没兴趣了，主要是塔里那2位魅力太强，完全碾压了生活中能够遇到的姑娘，以至于他见谁都觉得差点意思，要么没有宁无雪漂亮，要么没有夜幽蝉妖娆，要不就是修为太低，气场太弱，总之就是一句由奢入俭难。见过太好的，一下把他胃口养刁了，就算是问月郡主那种身份、气质、容貌，在他眼里也只是低配宁无雪而已。啧，小小年纪的怎么会这样呢？云蔚然盯着苏木，上下左右一阵打量，过了一会儿，好像想到了什么，
懊恼道：“都是我的错，一定是我这个小姨过于优秀，导致了乖仔对异性认知产出了偏差。凡是没我漂亮、没我厉害的，都入不得你的眼。”苏木，事情的确是这么一个事情，但引起问题的主人公不是你啊。他很想吐槽，但塔内的仙魔二叔不可对外透露，他只能摆摆手，一脸嫌弃的道：“是你行了吧？赶紧走，别妨碍我修炼。”云蔚然嘴角扬起，很得意，但又装出一副很自责的样子，感慨道：“人太优秀，有时候也挺烦恼的，连亲外甥都为我着迷。哎，可惜太早告诉你身份了，要不然你肯定会爱我，爱到无法自拔，在最终揭晓身份的那一刻，痛苦的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大喊不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这一定是骗人的。”苏木翻了个白眼：“你戏真多。”云蔚然笑嘻嘻的调侃道：“现在不可以了哦，这是禁忌的事情，最多只能在心里偷偷喜欢，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可是要进猪笼的。”苏木已经不耐烦了，呵斥道：“快滚！天知道为什么娘亲的妹妹会是这样一个抽象的人，有时间得想个办法，验证一下两人之间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交王带来的消息引起了年轻天骄们的热烈讨论。由于行程仓促，明天就要出发，不上船的话，靠自己跑过去很费时间，于是很多人都来不及通知家里，直接就定下了主意。苏木没有去和大家交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潜心苦修焦骨虎心丹。他依然是每次吃2粒，用来提升肉身力量。至于真气方面，就没什么捷径可走了，老老实实修炼，提升速度比其他人快不了多少。叶幽禅说过，想要在真气方面也如肉身一样强横，碾压铜镜，还需再涅槃2次才行。第3次涅槃是在天人境巅峰，涅槃过后即可凝聚法相，掌握神通。第4次涅槃是在法相境巅峰，涅槃成功即可踏入神变境，反之死亡。也就是说，在真武境至神变境的这个阶段里，他的优势依然是在肉身方面。肉身强则身手灵敏，出招迅捷，经络粗壮，承载力量的上限更高，可以释放出比别人更强的杀招。但由于真气方面较为平庸，可能会出现极其凶猛、极其彪悍但不持久的尴尬局面。翌日清晨，苏木结束修炼，境界依然是真武境一层，没有再像之前那样迅猛提升。下楼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看他。苏兄，期待你夺魁。苏木，拿下第一，我押了你1万两，赚了钱分你一半。一代星星冉冉升起，下一个时代，苏兄就是修炼界的主宰。众人都说着好听的话。住在这里的人大多都是来自皇朝各地的比武大赛冠军，算是修炼界的草根。在苏木和问月郡主之间，他们自然更希望苏木这个同样出身平庸的人能够取胜，为没有背景的修士们打出一个响亮的招牌。苏木缓步走下台阶，语气古井无波：“我尽力而为，胜负就看天意了。走，去演武场，一起目睹这一届最精彩的一战。”钟牧尘起身，大手一挥，招呼众人一起出门。30多位天骄，有男有女，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走向演武场。苏木和他们走在一起，看着身边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免不了有些感慨。来皇城短短10余日，他的一切都变了。摆脱困境，击杀仇敌，涅槃再造，提升修为，成为万众瞩目的天骄，这一切都是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完成的。不仅如此，他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知道了娘亲的去向和许多重要的信息，并与丹王谷建立起了一些联系。今日今时，他已不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带给他这些改变的是一座尚未完全解封的小塔。求仙塔解封2层就带给我那么多的好处，真不知道以后7层全开，天界传承进入我手，会是怎般壮阔的景象。苏木心中暗道：不急，未来很远，先走好脚下的路。演武场到了，今天内场的坐席恢复了大赛初期的热闹，很多年轻人都来近距离观战。苏木没去座位，径直走向了擂台。苏兄，云蔚然在后面喊了一声，提醒道：当心龙变之术，你肉身虽强，但也不见得能硬抗龙形态的利爪。苏木点点头，我会留意。皇室血脉，龙神9变，这是皇朝的传奇，而今日他要以平民修士的身份挑战传奇。走上擂台，问月郡主还没到场，苏木直接在台上坐下调息。早晨太阳照耀过的金属擂台地面有点烫屁股，不过他皮糙肉厚，倒是不在意。四周看台座无虚席，许多观众都在为他呐喊助威。经过昨天的2场战斗，苏木和问月郡主到底谁强，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判断的谜题，竞猜赔率几乎完全一样。在看台的一角，几位来自顶级大宗门、
大家族的领袖人物也已经准备好一睹这场最终的天骄之战。片刻后，南庭老叟踏空而行，来到擂台上空。今日是本届天骄大赛最后一场战斗，战斗双方是皇室轩辕问月与延州苏木，获胜者将获得帝君亲自真龙宝血一份。修行一道，不争第二，只争第一，谁胜谁败，马上见分晓。话音落下，问月郡主也来了。苏木感应到一股清寒的气息锁定在自己的身上，睁眼看去，只见一道轻盈缓步行来。今日的轩辕问月和前几天有些不同，他换上了劲装，将长发扎得紧实，如同男儿戴冠的发型，且小臂、小腿都缠上了布条，再无平日里的典雅之姿，取而代之的是英武与干练。这是准备全力一战吗？苏木心中暗道，看来昨天问月郡主对阵东明一息的时候仍有许多保留，这个对手要比想象中更强。苏木站起身来，隔空射取寒铁剑，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问月郡主没有使用兵器，只是静静站着，等待比赛开始的指令。两人相隔20步，互相对视。这个距离，苏木可以隐约察觉到问月郡主的体内潜伏着一股可怕的能量，想来就是皇室血脉独有的龙变功法了。四周看台，呼声已经震天，但台上的两个人好像感知被切分了一样，完全忽略了外界的喧嚣，注意力全都在对手的身上。对他们来说，此时站在对面的对手充满了未知性。苏木到底是什么境界？有多强？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敢断言。哪怕是昨天打过一架的云蔚然，也不知道苏木的真正极限能到哪里。对苏木来说，问月郡主同样是一排问号，无法看透。赛事时间已到，南庭老叟朗声宣布：“开始吧，大家都很期待你们的表现。”两个年轻人同时摆开架势，抱拳致意。郡主，请。苏少侠请。一个招呼拉开序幕，下一秒，问月郡主率先发招。只听得一声龙吟炸响，他的身上猛地绽放出月白色的亮光，整个人迎着清晨的朝阳华丽变身。他的皮肤表面一寸一寸迅速覆盖上密集的银白色鳞片，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一双纤纤玉手变成了指甲尖长的鹰爪，额头眉心上方凭空多出一只银白色的尖角，就连小腿以下部分也都变化了形态，靴子被四指龙足撑破，呈现出怪异的半人半龙模样。龙爪、龙足、龙鳞，还有蛟龙角，四重变化，他果然是真武境。苏木心头一凛，立刻意识到了对手的战力高度。这个境界在预料之中，从昨天问月郡主轻松击败民族圣子就能推测出来，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一开始就发动了最强的龙变之术。看样子这位郡主大人是想速战速决，用最凌厉的手段夺得这次的冠军。嗖！龙变完成的瞬间，问月郡主直接闪身杀向苏木，他要近战。这是之前大赛之中他从未用过的路数。人人都以为问月郡主是个清冷孤傲的皇室贵女，只会用真气隔空对敌，轻描淡写间击溃对手，却不知道近战才是她最强的手段。凡身怀龙神血脉者，无论血脉多寡，只要修炼了龙神9变，就一定擅长近战。而她的血脉纯度在然、蟒、螭、蛟、虬、龙6档之中，位列第4层，已经很高很高，与他的叔父蛟龙王是同一层次的，肉身之强可想而知。撕拉！龙爪撕裂空气，发出尖锐的声响。面对来势汹汹的郡主大人，苏木不敢有丝毫大意，手中长剑一挥，先试探性的与他碰撞一下。叮！龙爪和寒铁剑之间发出了清脆的声音，火星四溅，是很强。苏木心道，分明感受到了问月郡主的肉身蛮力不在自己之下。刷刷刷刷刷！他的念头刚刚落下，问月郡主就开始了疯狂的进攻。他的速度极快，一双利爪朝着苏木的身上招呼，每一下都有种要把苏木开膛破肚的凶猛架势。苏木持剑抵挡，脚下不觉间踏出风雷步伐，和他游走博弈。连日以来被宁无血死亡特训出的躲闪技巧一下子全部激发了出来。在观众视角看来，问月郡主攻势凌厉，气势威猛，占据上风。但其实苏木并未吃亏，偶尔瞅准机会送出一剑，还能逼得问月郡主以龙爪格挡迎击，你来我往，势均力敌。这样激烈的近身厮杀让观众们都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在大喊加油助威的话语，全都被他们惊心动魄的战斗吸引住了。平民观众目力较弱，根本看不清两人出手的动作，只能看到两道身影在擂台上你来我往的出招拆招，发出一连串砰砰砰砰的闷响。
而身怀修为之人，则是能够看出苏木和问月郡主每次出招时的精妙时机与刁钻角度。强，太强了，这简直就是艺术，战斗的艺术。问月郡主很强，攻势如潮，一波接着一波，常人根本不可能抵挡。但苏木更强，他不但挡住了，甚至还有机会反击。我的天，这一届天骄大赛的质量也太高了！本以为昨天苏木对云沧海已经是巅峰，没想到还有更震撼的。两人缠斗不休，利爪与长剑的磕碰，拳拳到肉的撞击，看得观众席上的十几万人热血沸腾。内场的年轻人们更是一个个都站了起来，生怕坐着看不清交战双方的步伐细节。这才是苏兄的真正实力吗？柳玄瞠目结舌。钟牧尘吐槽道：扮猪吃虎的家伙最讨厌了，早知道他这么厉害，我第一次见面就应该认他做大哥。也有人面色凝重，说道：苏兄好像要顶不住了，不，准确的说是他的剑顶不住。话音刚落，当，苏木手里的寒铁剑应声而断。苏木手里一轻，感到不妙，当即迈个破绽，翻身退开十几步距离，将距离拉开。问月郡主没有追击，很有风度的给了他调整的机会，语道：你换一把。苏木看着他那龙鳞覆盖至脸颊外侧的古典美人脸蛋，随手将剑柄扔下了擂台，然后下盘扎稳，双拳握紧，笑道：还未过瘾，再来战过。他最强的是剑道，但此时的情形不用剑或许更好。打了半天，问月郡主也明白他的肉身极其强大，当即道了一声：那你当心。嗖的一下又靠近过来，这回没了碍事的劣质寒铁剑，苏木彻底放开了手脚。砰砰砰砰砰，一个是龙形态的利爪，一个是坚实如铁的双拳，没有兵器加持距离，纯粹贴身搏杀，速度快到形成了大量的残影。利爪撕抓，反射阳光，形成了一道道三三平行的光影。拳脚猛攻，亦在两人之间打出一个又一个的空气震爆。撕拉！问月郡主抓住一个机会，在苏木胸膛上留下了3道爪痕，鲜血渗出，染红了米色衣裳。砰！苏木在下一秒给了他一拳，拳头重重砸在郡主的右肩，震碎了他的白衣，空中飞出一片闪光的银点，有龙鳞破碎。唰！利爪袭向苏木脖颈，险些将他斩首。轰！势大力沉的一脚直奔郡主鼓鼓囊囊的胸膛，即使他架起双臂抵挡，也被踢得连退12步。苏少侠好霸道的力量，郡主大人更是真龙附体。两人都忍不住称赞对方，看向对手的眼神不仅有战意，还多出了几分欣赏之色。同龄人中能够有资格和他们战斗的人本就少之又少，似今日这般痛痛快快近身厮杀的，恐怕除了今日再难有下回。我玩够了，接下来是真正的杀招。郡主提醒道，没有再靠近，反而后退了几步，摆出防御架势。他眉心上方的银色蛟龙独角微微绽放光华，似是在酝酿什么大招。苏木不敢大意，抬手虚握，远处一把崭新的寒铁剑飞来，随着真气的注入，也亮起一阵明光。擂台上短暂安静了一下子，紧跟着更强的气势从两人身上爆发。九霄龙破，诛邪剑阵，嘹亮的龙吟声震荡演武场。问月郡主整个人化作一道白光，宛若一条银白色的蛟龙，张牙舞爪，朝着苏木飞腾而去。那独角是他最强的武器，胜过赛场上的任何兵器。这一击冲撞，足以对真武境高层的修士产生威胁，同境界几乎无人能挡。然而，接他招的不是苏木的肉身，而是剑影。寒铁剑在苏木的手中吸收了足够的真气，脱手凌空飞起，在空中摇身一变，一剑变2剑，2剑变4剑，4剑变6剑。6道剑影拖拽着赤红色的火焰尾巴，朝着飞扑而来的银色蛟龙头部传射而去。此时二者距离极近，已经无法躲闪，只能硬碰。轰轰轰轰轰轰！连续6道爆炸的声响从擂台中心处爆发，众人只见一片火光弥漫，顿时吞噬了视野。苏木翻身向后，跃出火光与龙气激荡的范围，面色凝重，左手接住落下的寒铁剑，对着火光之内猛然又是一斩。吼！一条银色蛟龙从火光里冲出，张牙舞爪，气势凌人地扑向他。剑气被龙爪撕碎，龙口张开，对着苏木的头颅狠狠咬下。不好！苏木要说。柳玄等人见状都紧张极了，此时的情景明显是苏木落入下风。然而预想中被蛟龙咬掉脑袋的画面并未出现。当问月郡主即将捉住苏木的瞬间，苏木脚下一跺，整个人嗖的一下化作一道电弧，直接闪到了擂台的另一边。这才是风雷步的真正形态。平时苏木用的风雷步
都是没有真气加持的巧妙身法。而在用上真气以后，这门来自天界的极品身法立刻变得不同，有着鬼神莫测的灵敏与诡异。雷闯一步避开杀招，紧接着便是风杀一步重返战场。苏木的身影一进一退间出现在了原先方位略靠左前方的区域，正好是在问月郡主化龙形态下全身防御最薄弱的侧后方。银色蛟龙的脸上露出了几分慌乱之色，仓促之间转身试图抵挡，但可惜稍微迟了一点。正剑鸣清月，寒铁剑吸收了苏木3成的真气和3成肉身气血能量，展出了一记并非全力的断山式。噗呲，银色蛟龙的身躯瞬间被洞穿，白光破碎，龙影涣散，女孩的身影飞了出去，跌落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噗！问月郡主吐出一口血雾，身上的龙鳞迅速收回，额头、独角和四肢也恢复了原状。她的眉心位置有血痕淌下，那是被朱邪剑阵击中后形成的损伤。衣袖、裤腿也都破了，是变身带来的后遗症。此刻的她整个人脸色惨白，气息萎靡，衣衫破碎，香肩裸露，嘴角带着血迹，整个人看上去凄惨落魄，不复先前干练英武的侠女形象。郡主，你怎么样？苏木丢下寒铁剑，上前关切道。这只是比武切磋，他不想杀人，所以最后留手了。问月郡主喘了口气，缓缓爬起来，摇头道：无妨，一点小伤很快就好。略微停顿了一下之后，他叹气道：我输了，语气带着几分酸涩，似乎对自己有点失望。但苏木的手下留情他也看得明白，知道自己输得很彻底。看他凄惨的模样，苏木下意识安慰了一句：你已经远超同龄人了。问月郡主没说什么。空中南庭老叟见此情形，抚须而笑，这是最近100年来天骄大赛中最精彩的一战，恭喜苏木小友成为本届天骄大赛的冠军。大赛结束，冠军诞生，四周看台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苏木无敌，苏木我亲哥，今天赚了30两，太强了，太强了，这就是天骄的实力吗？太震撼了，连皇室龙变之后的强者都能击败，他是怎么修炼的？有人为苏木喝彩，有人因赚钱而狂喜，也有人在疑惑好奇，不明白苏木一个野路子出来的修炼者是如何战胜问月郡主的。皇室权贵自小得到的都是最好的栽培，实力之强，连天剑宗、浩劫宗那样的顶级宗门也无法比拟。可就是这么一个身怀皇室血统、修炼龙变之法的天骄女，仍然不敌苏木。别说平民百姓，就算是各大宗门、各大家族的人，此刻心里也满是疑惑。看台一处区域，丹王谷谷主孙玄狐面色肃穆，语道：各位仁兄，这个苏木我要定了，就算他背后已经有高人指导，我也要拉他来我丹王谷做客卿。严无心感叹不已，我算是明白秦少云和秦少峰为什么会死了，那2个小崽子纯粹是不自量力自己做的。秦爵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想对付这样的奇才，还好当时我没下场，否则苏木背后的高人冒出来，我都不一定是对手。此刻在各位宗门领袖的眼里，苏木已经不是什么野路子散修了，而是一个出身小家族，但获得奇遇，得到了某位隐士高人指点的秘密传承者。唯有如此，才能解释苏木为何这般强大。只不过这位隐士高人是谁，他们就无从得知了。天剑宗剑王目光复杂，远远看着擂台上的苏木，沉声道：领悟剑意，肉身极强，真气不弱，这小子看来还真与我天剑宗颇有几分渊源。孙玄狐闻言立刻急了：剑王，你不会还想跟我争吧？你可是自己亲口说过，没有灵根的小子你不要的。剑王冷哼一声：我没说不要，也没说要。他表现弱小时，我欣赏他的剑道天分，但如今看来，这个小子只怕是我天剑宗的大敌。什么？各位高人闻言一惊，尤其是孙玄狐立即问道：什么意思？你该不会是嫉妒他的天赋吧？你这么大一个法相境巅峰强者，要出手对付一个小辈？剑王摇了摇头，没有解释为什么，而是问众人：你们可曾记得400年前，我曾有一位师弟被我师尊逐出师门？啊！众人听到这话都愣了一下。天剑宗的初代弟子一共只有3个人，大弟子于行简，人称剑王，就坐在这里；二弟子何显白，人称剑宗，是天剑宗传功长老，同样有法相境修为。还有一位最小的，名叫炼青山，资质极高，曾是龙武皇朝一代传奇天骄，其人修为精湛，碾压同龄，但性情乖张，行事作风邪性，风评较差。400年前，
炼青山为了救一个女人，不惜盗取上一代丹王亲手为剑帝炼制的延寿丹，引起两位师兄的震怒。但剑王和剑宗两位师兄联手之下，竟然也无法制服这个小师弟。最后剑帝亲自出面，将小徒弟逐出师门，勒令对方从此不得踏足龙武皇朝疆域。这件事情不太光彩，因此天剑宗并未对外宣传，只有少数顶层人物才知道。虽然事情不大，没有引起太大的争端，但对于剑王和剑宗来说，炼青山是直接导致剑帝寿元枯竭，无法得到补充的罪魁祸首。对于如此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之徒，剑王是打心里的怨恨。如今看到苏木，剑王开始怀疑这个人是否就是炼青山那个叛徒的弟子，因为炼青山当年就是剑道和肉身双绝，两个方面都强到离谱，以至于两位师兄联手都无法将其拿下。这个情况和苏木今日所展现出来的情况太像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天剑宗与苏木之间不但无缘，反倒有怨。孙玄狐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了许多，说道：剑王，这事还需查清楚再下定论。炼青山已经失踪很久了，想来不会忽然跑回皇朝内部收徒。叶族老祖叶东却道：是啊，天骄大赛冠军还是有些影响力的，许多人都在关注他，你可不能贸然出手，否则引起帝君不满，就算你是剑王也吃罪不起。剑王沉声道：我自有分寸，各位不必劝。身居高位多年，该怎样处理事情他心里有数。苏木是不是炼青山的弟子，他一定会查，至于结果就等到时候再论。擂台中央，苏木已经被海啸般的欢呼声淹没了。南庭老叟说道：接下来有请本届大赛前64位少年天骄一起登台颁发奖品。观众们还在欢呼，好像没听见似的。内场的少年们倒是都听清楚了，一个个动了起来，走向场中央的擂台。在南庭老叟的指挥下，众人有序站位，由后面到前面，64强的站一排，32强的站一排。苏木独自一人站在最前面，身后是问月郡主，在后面是云蔚然和东明一息，再往后还有各家宗门的核心传承者，一个又一个都能望见他的背影。这些人中，除了云蔚然之外，其他人看着他的背影都有种望尘莫及的遥远感。尽管很多人都猜测苏木一开始是压制修为在战斗，逐渐解封实力，最终以真本事夺冠，但他表现出的一天一个境界的现象还是让众人印象深刻，下意识地认为他还会以这样的速度继续提升，最终远远甩开众人。众人心里怎么想，苏木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此刻站在众人的前面，看着四周那些欢呼沸腾的皇城百姓、江湖修士，他的心中升起一抹浓浓的成就感。爹，孩儿出息了。自今日起，苏家将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小家族，有他苏木在，要不了多久，整个皇城的人都会知道延州苏家。给他一些时间，未来这片大地上必有苏姓修炼者的一片天，而他自身也必将成为这个世界赫赫有名的超级强者。南庭老叟朗声道：本次大赛所有奖品皆由皇室赞助，接下来请皇室代表蛟龙王为各位年轻人颁奖。周围观众暂时安静了下来。远处一道金光飞来，金光之中是一条独角蛟龙，身披金黄色的鳞甲，体长上百丈，双目如烈日般耀眼，浑身上下散发着威严神圣的气息。蛟龙王是帝君的亲侄儿，同时也是皇室的代族长，9000神龙卫的统帅。在皇城百姓心目中，蛟王不像帝君那样遥远神秘，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活生生的人，是真正可以接触到的统治者。看到蛟龙王，许多皇城本地的观众都站起身来，目光崇敬地看着。伴随着一声悠长的龙吟，金色蛟龙落向地面，化作一位威严的中年男子形象。蛟王目光扫过64位年轻人，语道：孩子们，你们都是修行界的良才美玉，只要修炼不止，奋斗不歇，将来必能成为龙武皇朝的栋梁之才。这种鼓励的话大家早有预料，不过听到蛟王这位名动皇朝的强者亲口对自己说出，许多人还是不由得心情激荡，一个个面露坚毅之色，恨不得立刻修炼到法相境，撑起一方脊梁。蛟王语气一转，继续道：如今天下将乱，修炼界将迎来一场规模浩大的腥风血雨，我皇家修士也需集中精力去应对，无暇指点小辈，故我亲自做主，将奖励翻2倍，以资鼓励，希望各位小友早日成才。奖励翻2倍，此言一出，众人都惊了，好大的手笔。蛟王笑了笑，补充了一句：仅是聚气丹，其他东西我可没能耐翻倍。众人都笑了。是啊，第1名的奖励是真龙宝血，这玩意怎么翻倍？难不成把皇朝之中那位神秘的真龙给大放血？聚气丹翻2倍，
已经是非常大的额外奖赏了。焦王袖袍一挥，将早已准备好的聚气丹甩向空中，落到每一个人的身前。原先制定的奖励规则是64强及以上者奖励聚气丹100枚，而现在给的是整整300枚。苏木等人身前都是一模一样的银白色金属瓶子，高约1尺，刚好能放300粒黄豆大小的聚气丹。多谢焦王！众人齐声道。聚气丹是修炼界的硬通货，从先天境到天人境一直都可以服用，境界越高，需求量越大。这东西就算自己不吃，也可以送给身边的人，或者直接当成钱币来使唤，跟其他修炼者交易东西。苏木将丹瓶收入储物戒指，心中暗存，1粒聚气丹就要1000两纹银，这么多聚气丹拿回去给老爹，还不得吓他一跳？前32名，次4品秘术一门，我这里有3卷玉简，分别记载了杀伐秘术、护体秘术、遁逃秘术，尔等自行上前读取即可。焦王取出第2份奖赏，3卷由玉石雕刻而成的书简缓缓展开，漂浮在空中。苏木扫了一眼，杀伐秘术名为龙禽爪，大致是将真气凝成一只龙爪，擒拿敌人的手段可控可杀，相当不错。护身秘术名为金鳞怒，修炼成功以后，可以一念引动真气，化作密密麻麻的金色鳞片护住自身，抵挡敌人的攻击。遁逃秘术叫做缥缈云踪步，主打一个身轻如燕飘忽难测。苏木心道，我有风雷8步，再加上师尊调教出来的躲避技巧，完全不需要遁逃秘术。进攻和防守间选进攻吧，反正身体够硬，多拿一些杀敌手段，可以应对不同的战斗需求。想到这里，他走向龙禽爪的玉质书卷，将心神沉入其中，读取内部记载的秘术。嗡！识海中涌入一道金光，苏木好似瞧见有一条浑身灿金色的神龙在空中飞腾摆尾，以前爪功出，幻化出巨大的金色爪影，将一头体型庞大的巨兽抓住，狠狠摔在了地上。接着同样的画面又再次闪现，只不过这次抓住之后没有摔砸，而是狠狠捏紧，以锋利的龙爪直接将巨兽捏碎。这便是龙禽爪的2个不同实战变化了。玉简传功效率很高，不一会儿32位少年就已学习完毕，只需多加练习即可慢慢掌握。接下来是16强的奖励。教王说道：5品宝甲可抵御天人之力而不破损，大幅度削减攻杀之力，尔等穿戴在身，关键时候能够保命。羽霸抬手右势一挥，16件几乎一模一样的软质金丝内甲落到了苏木等人手中。金丝软甲是修炼界比较常见的一种护身宝物，它只能覆盖身体躯干部位，保护不到下肢、双手、头部等区域。不过对于修炼者而言，躯干部位的丹田、心脏等部位能够多一层防护，已经是很大的保障了。身穿金丝软甲，要是被化龙境的人偷袭，哪怕对方全力一击，都损伤不了一点。真武境的力量强些，会震伤内力。至于面对天人境，妄图以1件软甲就保命，那多少有些异想天开。宝甲之后是神兵，教王再次挥手，将8件5品层次的神兵利刃送到苏木等人面前。这8件兵器有刀有剑，还有长枪，都是根据他们在比赛中展现出的战斗习惯送的。像苏木和赤剑公子等人就是宝剑，叶楼兰则是长枪，不是瞎给。这把剑好像比我斩灵剑要强不少。苏木看到焦王所赐的5品宝剑，心中喜悦。斩灵剑是苏家的上等兵器之一，品级是4品，在化龙境使用绰绰有余，踏入真武境之后就开始变得平庸。眼前这把剑通体银白色，长约3尺3寸，宽近3指，两侧开刃，剑格处是神龙吐息的形状，剑柄是金属内敢包了一层奇木，既有手感又足够坚韧。最重要的是，它对真气的疏导作用堪称完美，不会浪费一点真气，甚至还能略微增强剑气的锋锐度，无愧为5品神兵。到此，大多数奖励都已经发放下来。焦王说道：接下来是4强奖励。原先预想是给你们4人一个进入藏仙秘境磨砺的机会，不过如今看来，你们的实力都已经很强，无需多此一举。故本王做主，将这份磨练换成1枚5品保命丹药，赠予你们4人。说完，他从袖中储物空间之下取出4个拇指大小的微型丹瓶，用真气送到苏木等人面前。此丹名为天恩再造丹，乃丹王孙玄狐亲手炼制，法香境以下，只要1息尚存，入腹即保命，小伤禁用。焦王说明了一下丹药的功效。苏木愈发喜悦，5品保命丹药，多谢焦王。这好东西是一波接一波，今天真的太爽了。5品丹药本身价值是不如5品神兵高的，只和金丝软甲差不多，但5品丹药里的保命丹药就是另一回事了。
命是最重要的东西，没了命就什么都没有了。一颗能救命的丹药，效果远胜过同品质的其余药物，哪怕是6品丹药，也有很多都比不上这一粒救命药的价值。4人将丹瓶收好，焦王目光再次扫过所有人，满意的道：“看到你们，就好像看到了未来。孩子们，努力吧！希望有一天你们也能像我，像剑王、丹王，或者我伯父龙武帝君那样，成为修炼界的一尊泰斗。我等定不负所望。”众人齐刷刷的抱拳说道。焦王点点头，对苏木和问月郡主道：“前2名的奖励还有一次地宫寻宝，待会儿你2人自去皇宫领取，真龙宝血也会一并发放，不在此地展示。”语罢，看向南庭老叟，说了句：“南长老，这里交给你了，本王先行一步。”随后身形再次化作金色的独角蛟龙，飞向皇宫那边。南庭老叟也没墨迹，奖励发放完毕，这场大赛就彻底结束了。他朗声说道：“本届天骄大赛至此落幕，后进者当效苏木等人奋起直追，先行者亦当砥砺前行，不可骄傲自满。”说完，他大袖一甩，整个演武场地面震动起来，先前下沉的那12座擂台又升了上来，将整个场地恢复原状。这里本是工人自由切磋较量的地方。南庭老叟踏空离去，苏木等人也可以自由散伙了。各位，下午神龙营见！钟牧尘这个交际花大声喊了一句，生怕别人忘了南部边境的狩猎行动。好，下午见！苏木第一个回应，其他人有人回应，也有人没作声。这么多人，不可能人人都去。一场大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并不是只有苏木一个人受益。在场的年轻人们，有不少人真的是纯粹野路子出身，如今被大宗门看上，即将前往名山福地进行深造，也许不久之后就将突飞猛进，追赶上来。走吧，回去收拾一下，准备换个战场。柳玄招呼一声，和吕诗诗先行离开。苏木看向云蔚然，说道：“我先跟郡主去皇宫一趟，下午到了军营再碰面。”云蔚然微微点头，打趣道：“别太贪心，免得老帝君看你不爽。”苏木哈哈大笑，大不留心的和问月郡主一道离开。今天的收获已经很丰富，300粒聚气丹价值30万两，够苏家全体人员努力1年了。地宫寻宝能够得到什么，他已经不是特别在意，有好东西自然值得庆贺，哪怕一无所获，他也不会难过。离开演武场，没有人来纠缠他。夺冠以后，那些小宗门、小家族的人反倒不敢来拉拢他了。苏木跟着问月郡主一路走出武神殿的范围，来到大街上。问月郡主有专门的座驾，是一辆由2匹明骏血麒麟拉驰的马车。苏木一个男的，不好意思和他坐一辆车，便跟武神殿要了一匹马，与他同行。皇城大道宽阔，一车一马并行也不会拥挤。苏木问他：“郡主，你的伤可还要紧？”先前擂台上的那一剑虽然流了力，但依然非同小可。他亲眼看到剑光洞穿了蛟龙之躯，不知道会不会伤到郡主的根基。轩辕问月在车内回道：“无妨，龙血自愈能力很强，有丹药辅助，2日之内即可痊愈。”苏木这才放心，然后有些好奇地问道：“你们皇室是不是所有人都有龙的血脉？”轩辕问月回道：“算是吧，不过纯度高低区别很大，似我这般蛟龙血脉的很少，大多都只是燃蟒血脉，无法修炼龙神9变。”苏木更加好奇了：“那你们的祖上，也就是帝君，本人是不是一条真龙？”车帘后面传来一声忍俊不禁的轻笑。轩辕问月回道：“龙是卵生，生不出人类。我们的血脉是我祖父早年救下一条真龙，得其感恩，用龙血换去浑身血液，因而得来。这份血脉随着与异性女子通婚，会渐渐稀释。我是帝君幼子的女儿，2代血脉和蛟王一般较为纯粹，而皇室其他支脉，有的已经传承了2、30代，几乎不再有龙的气息。”原来如此，苏木恍然大悟。所以说，真龙宝血其实就是帝君本人的血。他并非真龙，而是人身，但又的的确确将全身血液都换成了龙血。换而言之，帝君就是一条人形真龙。苏木不禁有些好奇，仅仅换了一身血，就让帝君成为神变境强者，那当年那条真龙岂不是更厉害？轩辕问月回道：“我祖父本身资质就挺高，即便没有龙血，踏入神变境也只是时间问题。龙血赋予他的是强横的肉身和龙族神通。至于你说的真龙，据我所知，其来历非凡，乃是东海水晶宫的一位龙族圣者，有通天境实力。”苏木暗暗吃惊，水晶宫9天10地的10地之一，强者数量不知凡几，有着撼动天地格局的恐怖能量。
有这层关系在，龙武皇朝就算在接下来的修士战争之中不敌朱雀国等势力，应该也可向水晶宫求助，不至于真的走到同归于尽的那一步。车马前行，两人随意地聊着。路边的百姓看到郡主的车驾，都露出恭敬之色，不敢拦路冒犯。苏木夺冠的消息也渐渐传开，他们走得不算快，很多从演武场出来的人看到他们，都远远发来善意的问候。走了半个时辰，两人才来到皇宫门口。皇宫门口的侍卫看到郡主车驾，纷纷行礼问候，没有阻拦，直接放行。苏木也跟着一起，直接骑着马就进去了。龙武皇朝的皇室其实不怎么管事，天下各地州郡的政务都是自己解决，朝廷只负责镇压叛乱，治理灾祸，做一些关系到国家安定的大事情。也因此，皇宫平时很冷清，没有朝议大会，没有太多仆从，除少数几位大臣偶尔拜访，就只剩下一些侍卫在走动。但皇宫又很大，光靠2条腿要走半天，所以不会禁止骑行和飞行。在郡主车马的带领下，苏木绕过宽阔的前庭广场，穿过几座空荡荡的殿宇，来到一处古朴的大殿之外。车马停下，轩辕问月走下马车，身上衣服仍然有点破，但脸上的气色比之前好了很多，想来在马车里服药调息过，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这里就是地宫宝库的入口了，由我七伯负责看守，他是一位法相境高人。轩辕问月对苏木说了句，缓步走上前，推开了大门旁边的小门。宝库大殿的宫门太重了，他推不动。整座大殿好似一尊由金属打造的超级巨物，镇压在地上，与地面浑然一体，厚重无比。苏木刚走进去，就感觉身体沉重了许多，哪怕真气化翼，也无法飞起来。郡主，你的数百长辈都是法相境高人吗？苏木问了句。他以前只知道天剑宗等各大宗门的领袖是法相境，但皇朝一共有多少法相境，却是从不知晓。郡主回道，也不是，我祖父有9子4女，13个人有3人达到法相境，不过现在在世的就只有七伯和我爹了。法相境有500年寿元，天人境是300年，帝君立国至今已经800年，最初的那些子女哪怕是法相境修为，也已经寿终正寝。郡主的父亲是帝君幼子，出生于200多年前，资质相对平庸，但也有天人修为，至今仍然健在。进入宫殿之后，两人沿着幽暗的过道走了几十步，来到正殿之内。殿宇中央，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静静坐着，感应到两人的气息，开口道，吾已知晓你们的来意，地宫入口在身后，自己进去。1刻钟后，无论你们有无收获，都将被强行送出。轩辕问月向前几步，躬身道，谢七伯。老者睁开眼，朝他看了一眼，苍老的脸上泛起一抹若有若无的慈爱之色，语道，我皇家2代总算出了个像样的孩子，只不过这份慈祥之中，主要是长辈对小辈的欣赏，而没有多少亲情成分。苏木看得暗暗皱眉，这皇家关系好像不如平常人家的亲人来得热切。两人向看守者行了一礼，便走向了地宫入口。地宫入口是一条斜斜向下的台阶，尽头处有厚重的石门镇守，不过此时已经打开，可以直接进去。苏木往下看去，只觉得地道之内一片幽暗，没有半点光明。郡主，你对这儿了解多少？他问道。轩辕问月摇摇头，我也是第一次来，地宫是禁地，只有得到帝君奖赏才能入内，而且时间很短。这里头都有什么宝物？苏木又问。轩辕问月回道，那就多了，说上一天也说不完。帝君他老人家修为高深，很多宝物对他都没用，但品质太高，也不能随意送人，就都放在了这里。整个地宫积攒了皇朝800年来一次次大战收缴的高阶战利品，帝君以前闯荡天下的存货，外邦上贡的宝物，各大宗门贺寿的珍宝，还有很多很多，总之你能想到的东西，这里几乎都有。苏木听得心动不已，开始有点期待自己能够从中收获什么。但这时候郡主又说道，不过里头是完全无光的阴暗环境，不会让你去看去想，甚至连气息感应都会被屏蔽，你随意摸索，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一切全看机缘。好吧。苏木本来以为可以自己判断宝物优劣，找1-2个最好的带走，看来是自己想多了。几句话功夫，他们已经进入地宫的范围，四周光线迅速褪去，只剩下一片黑暗。这避光手段好像是一种法阵，苏木连身边的轩辕问月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耳边传来声音说道，苏少侠，出去后再见，祝你好运。你也是。苏木回了句，而后两人各走一边，朝着反方向离开，开始探索宝物。黑漆漆的地宫宝库带来些许不适，自从娘胎里出来以后，苏木还是头一回如此茫然，什么都看不到。
他试着用双手去摸，但周围是空的，没碰见任何东西。时间只有1刻钟，可别搞到最后什么都没拿到。他在心中暗存了一句，当即加快步伐往前寻找。反正自己肉身够强，就算撞到铜墙铁壁也没关系。他脚下生风，提速朝着某个方向疾行，利用耳朵来感知周围的声音变化，试图以风声为参照寻找物体。砰！效果不错，仅仅一会儿，疾行的苏木就撞上了东西。他差点摔跤，好在经过磨练的身体平衡性很好，硬生生的稳住了。伸手一摸，撞到的是一堵墙，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刚才进来的时候是一条过道，现在有一堵单独的墙，影音是岔道的意思，我顺墙而行，就可以进入某个藏宝的房间了。苏木暗自思忖，手摸墙壁，往自己以为的前方走去。没想到这堵墙还挺长的，他一口气走了30多步，才终于摸到拐角。房间似乎很大，随便摸摸看。苏木离开墙壁，朝着中间走去。走着走着，前方猛然撞上了东西，咚！一声清脆洪亮的金属碰撞声。苏木捂着额头，一阵头晕目眩。好硬的玩意，我这是撞上铜铁铸造的大钟了。听声音是钟没错，而且是吊在半空中的，他的脑袋刚好撞在圆形钟壁的下半部分。苏木伸手摸了摸，入手是清凉的触感，金属钟面很硬，也很粗糙，有种生锈了的质感。看大小，这钟起码要2人合抱，在空中轻轻晃动着，也不知道有多重。既然碰上，就是缘分，这钟我要了。苏木双手托住钟壁下缘，用力一顶，试图将其托起，从悬挂物上取下。然而这一托，他动容了。好重！用上了力气的双手居然没能动摇大钟分毫。苏木不信邪，深吸一口气，使出自己涅槃之躯的全部力量，再次发力。然而大钟还是一动不动。我的老天，这玩意起码100万斤重！苏木不禁惊叹，他现在的力量扛起几万斤重的石头都是轻轻松松，但却无法动摇眼前这口悬挂着的大钟，可想而知大钟的分量有多么可怕。沉重到这种地步，大钟的品阶肯定也是很高，怕是要法相境的修为才能真正掌握它。眼见取走无望，苏木并不气馁，时间还很长，他果断继续前行，寻找下一件宝贝。咚！没想到才走了几步，他的脑门又撞在了一口钟上。哎呦！苏木感觉脑浆都被震晕了，连续2下撞击都是黑暗中毫无防备的突然袭击，搞得他一阵晕乎。这里难道是个挂满吊钟的房间吗？他腹诽了一句，再次伸出手触碰第2次撞到的钟，入手感觉这口钟依然很大，离地5尺挂着，刚好撞他的头。苏木暗道，这回应该能拿走了吧。再次发力去摘，还好这回的大钟没上一次那么沉重，虽然也有些吃力，但他双臂同时发力，还是将其从吊绳上摘了下来。咚！大钟落地，发出清越的声响。苏木拍了拍钟壁，感觉质感是光滑的，没有锈迹，上头似乎有一些纹路，可惜太黑了，看不清楚。他使出一缕微弱的真气注入其中，下一秒一份气息反推回来，让他明悟了此物的来历。伏魔经中5品上级法宝，可荡涤心神，驱除邪念，亦可震慑心神，扰乱敌人。中体自重48000斤，护体、对敌、镇压皆可用之，此物堪称完美。苏木欣喜不已，当即发动储物宝具，将这伏魔经中收下。地宫寻宝没有限制他拿多少件东西，理论上讲1刻钟内拿得动多少就可以带走多少。不过做人不能太贪心，贪得太多，万一引起帝君不满就不好了。苏木心想，取他的3件就好，如今取了1件，还有2个，慢慢搜寻。他继续行进，寻觅下一件宝贝。这次他做好了防护的准备，一只手挡在前面，以防再次撞头。黑暗令人迷失方向，苏木也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边，感觉像是在往回走，但又好像不是。苏木不知道的是，整个宝库其实是一座迷宫，千岔万道，根本没有所谓的房间，所有宝物都分散在一条条道路之中。转悠了一小会儿，他绊了一跤，好像踢到了什么东西，摸索着查看了一下，是个10吨一般的铁坨子，注入真气也没什么反应，想是某种稀有的金属材料，还未经过铸造。苏家虽有匠师，但这宝库之中的金属品级太高了，只怕是没有能力打造。苏木直接放弃，继续碰运气。1刻钟并不长，他兜兜转转，时而扶墙，时而乱走，没过多久就又碰到了一个东西。这回是一份书卷，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片一片由丝线串起来，估摸着有点像刚才在演武场触碰过的御简秘术。
不过当苏木用意识去感应时，却是什么也没感受到。这是什么？心法秘术吗？可是怎么没反应？他有些疑惑。黑暗中无法查看太多细节，虽然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但他还是揣在了身上，带着书卷继续前行。又过了一会儿，苏木前行中的步伐踹飞了什么东西，发出磕磕碰碰的声响。此时寻宝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他没想太多，循着声音伸手去抓，从地上摸到了2个瓷质的瓶子。丹药，地宫之中只有宝贝，没有俗物。如果是丹药的话，那么品级起码在5品以上，应该也很不错。那就贪心一点，2瓶都拿了吧。嗡，这时候寻宝时限刚好结束，苏木带着2个瓶子、1份书卷，还有一个装进储物空间里的伏魔晶钟，被神秘的力量传送出了宝库，出现在大殿之内。视线恢复了，之前感觉有点昏暗的宝库大殿，对比宝库内部的纯粹黑暗，显得格外明亮。轩辕问月也在同时出现，苏木看向他，见他手里拿着一根比他身子还长的铁棍，随口问道：“收获如何？”郡主回道：“就找到了这根兵器，不过好像还不错。你呢？找到了什么？”苏木嘿嘿一笑：“我比较贪，拿了2瓶丹药、1卷古书，还有1口钟。”他把东西取了出来。坐镇大殿的七皇子扫了一眼2人收获之物，淡淡点评道：“伏魔晶钟5品上，一般；混天棍6品下，还行。”听到点评，苏木来了兴趣，拿出2瓶丹药和书卷，问道：“前辈，那这3样呢？”七皇子平静道：“5品洗髓丹，马马虎虎，可以改善资质，里面应该有3粒。另1瓶不是丹药，是冥河水，可以淬炼神兵或做他用，比丹药珍贵一些。最后便是那个书卷。”七皇子目光落在上头，苍老的眼神仿佛能够洞穿一切，看见里面的内容。但这回他沉默了一小会儿，没有立即说出书卷的来历。过了小片刻，才说道：“古玉奇书，奇文不详，自己琢磨去吧。”不详。苏木眉头微皱，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书卷，暗自疑惑。这书卷通体都是玉质，但并非严无常所见那种质地很好的白色羊脂玉通体雕琢刻字，而是颜色驳杂，看起来有点劣质的杂玉。穿过玉剪的丝线看起来也很平凡，并非金丝，而是麻丝的质感。不过这东西既然能够放进地宫宝库里，品质就不会太低，想来应该比龙禽爪要珍贵。苏木没有气馁，4件宝物加起来的价值已经很高了，当即拱手道：“多谢前辈，多谢帝君赐宝。”“谢谢七伯和祖父。”问月郡主收起棍子，也行了一礼。七皇子没有回应他们，只是微微抬起头，看向一个方向。大殿的高处，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抹金光。苏木抬头看去，只见金光缓缓坠落下来，停在他的身前，凝成一个瓷质宝瓶的形状。这是真龙宝血。他喜道。轩辕问月面露羡慕之色。是的，真龙宝血，就算是我们这些皇室成员，也很少能够得到这样的恩赐。苏木尴尬道：“这东西估计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我办到杀出来，多少有些。”轩辕问月微微摇头：“若是给我，帝君直接私下给了便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你是这一届的最强者，得到他合情合理，无需介怀。”“那我就却之不恭了。”苏木对龙血也是喜爱的紧，当即将东西收下。随后2人向七皇子告辞，离开了大殿。等到2人走后，那形容枯槁、须发皆白的七皇子再次睁开了眼睛。他抬头看向高处，低喃道：“爹，那份古经怎么给了一个小辈？”一道低沉的嗓音传来：“此子大才，结一善缘，兴许能够挽救我轩辕一族。老七，你闭关多年，也该突破了吧？”七皇子摇头苦笑：“爹，您太看得起我了，神变境哪是那么容易的？唉。”黑暗中响起一声沧桑的叹息，久久不散。“郡主，下午神龙营，你去不去？”走出地宫，苏木回到马背上，继续和郡主并行，往宫门外走去。轩辕问月的回答只有简短的1个字：去。苏木笑道：“有你这个郡主大人亲征，想来神龙卫的将士们都会士气爆棚，杀得苍莽大山里的妖兽抱头鼠窜。”轩辕问月却语道：“皇室子孙身先士卒，凡边境之战从未缺席，神龙卫与我们本就是一体，这我倒是孤陋寡闻了。无妨。对了，我听闻皇朝外部似有大乱要发生，这次苍莽大山里的情况是不是和朱雀皇朝有关？也许吧，可能这是他们煽动的兽群来打前哨试探我们。战争已经不远，我们能否活到成为强者之时，还是个未知数。嗨，倒也不用这么悲观。
不是悲观，只是感慨。我皇室罢了，不提这个。两人聊了一会儿，来到宫门口，互相道了声告辞，从不同的方向离开。苏木独自一人骑马走在大街上，心里重复着刚才聊了话，心里感觉有些怪怪的。一直以来，他都以为皇室是强大、无敌、尊贵、富裕、享乐的代名词，可今日的接触却是让他又有了不同的印象。这皇室风光是挺风光的，但核心成员们似乎也肩负着很重的担子，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惬意。与魏越郡主、蛟龙王这些人相比，那些旁系的皇室子孙才是真正幸福的富家子弟。算了，想这些干什么？皇室是皇室，苏家是苏家，又没什么关联。苏木将杂念甩掉，想着自己现在既是天骄大赛冠军，又得了诸多宝物，简直是人生赢家。他面带微笑，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路欣赏着繁华的皇城风景，不知不觉就回到了武神殿。武神殿这会儿冷清下来了，观赛人群已经散去。演武场那边虽然有不少人在切磋比武，但是和大赛期间相比，完全是两个情景。苏木将骏马还给武神殿，走路返回居住的地方。才刚进去，他就看到荷塘凉亭里，钟牧尘像个乖宝宝一样的站着，像一位中年男子汇报着什么事情。那人是丹王孙玄狐。苏木远远看了一眼，便猜到中年男子的身份。正好这时候钟牧尘也看见了他。苏兄，苏兄，快来！钟牧尘立即喊道，朝着他招手。苏木大概猜到了他的用意，心里想了想，丹王谷和天剑宗之间好像也该有个选择了。于是微微一笑，大步走向凉亭，对着中年男子拱手道：晚辈苏木见过孙谷主。孙玄狐抬头看向他，眼里全是不加掩饰的欣赏与爱惜之色，连连点头道：好，果然是一表人才。苏木小友，小钟与你相识多日，应该跟你表达过我丹王谷的意思。今日我亲自问你，你可愿来我丹王谷做一位客卿？啊，客卿？苏木愣了一下，不是弟子吗？怎么变成客卿了？所谓客卿，便是上卿贵客的意思，算是丹王谷一员，但以客人的身份存在，除非谷主亲自出面，否则可以不理会任何人的调令，同时还能享受到丹王谷的一切福利和待遇，相当于一位无权又无责的长老。这样的职位通常都是给超级强者准备的，怎么可能给一个小辈？苏木一脸不解，孙谷主，您是不是口误了？孙玄狐呵呵笑道：没错，就是客卿。你这小家伙一身本事那么精湛，不像是没有跟脚的散修。我丹王谷不用你铁了心的跟着我们，也不需要把你当成牛马使唤，只要你肯来，我谷中常见丹药任你取用，上等丹药有条件也可以为你炼制。至于你的付出只有一条，将来丹王谷有难，你要出手相助。苏木一脸懵，就这么简单？丹王谷有难？丹王谷有个屁的难啊！就他们这帮炼丹师的人脉，谁有那个能耐让他们遇到灾难？苏木有点不信，感觉条件太好了，就跟骗子似的。孙玄狐笑着道：对，就这么简单。你且说说愿不愿来？这条件太好，以至于苏木反倒有点怕了，怯怯问道：您该不会过几天又换了一套说辞，把我给绑走吧？孙玄狐哈哈大笑：你这小子莫不是苦头吃多了，没尝过甜的？我丹王谷以仁德立世，不骗不坑，不偷不抢，凡说出去的话就没有收回过的。你若不信，可以四处打听打听，慢慢考虑清楚了再来。苏木一听这话，感觉自己有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连忙道歉：谷主见谅，我就是太惊讶了，有些不敢相信您如此盛情相邀。苏木自无再拒之理。说到这，他停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大声道：自今日始，我苏木便是丹王谷一员。一句话掷地有声，让周围的其他少年天骄都听了个真切。孙玄狐满意极了，抚须笑问：你不再考虑天剑宗？苏木摇头道：剑王并未派人相邀，仅那日赤剑公子口头说的，怕是不够作数。是非曲直，恩怨爱憎，他分得清。天剑宗虽然也不错，赤剑公子和古一心都是个能够结交的朋友，但比起丹王谷从上到下那么多人的友善赠与帮助，显然是有差距的。如果剑王惜才，不会这样冷漠。既然对方没有亲自邀请，那就说明对方并不在乎自己这么一个人。孙玄狐微微点头，赞赏道：眼光不错，天剑宗的确已经对你失去兴趣了。你的优秀在他们眼中不是什么好事，反倒是个疑点，令他们忌惮。苏木不解：哦，谷主何出此言？孙玄狐挥手布下一道真气屏障，解释道：剑王有个师弟名叫炼青山，
与苏木细说了关于炼青山背叛恩师的事情。苏木听完之后哭笑不得，我可不认识什么炼青山，我这一身本领纯粹就是自学成才。孙玄狐笑道，自学成才好，自学成才妙，我就喜欢你这种自学成才的小家伙。这次南部狩猎行动结束之后，你跟小钟一起来丹王谷一趟，我给你介绍介绍咱们宗门内的各位高人，今后你可以在谷中常住，也可随你心意回乡，宗门不会做任何干涉。当然你不能做出任何对丹王谷不利的事情，否则我也会随时收回给你的客卿权限。说话间，他取出一枚令牌交到了苏木的手里。丹王谷客卿令，这东西是特殊材质制成，里头蕴含了一缕丹王谷独有的禁制气息，只需带在身上就能让天人境高手知道它的来历，不敢冒犯。多谢谷主，我定尽快到宗门拜会各位长辈。苏木双手接了令牌，态度恭谦。从今天起，他也有师门了。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门，但有这座靠山在，以后苏家在延州乃至整个南部都可以硬气起来，即使是炎神宗、天剑宗也不敢随意冒犯。而他本人更是可以自由出入丹王谷，想去哪里去哪里，既不妨碍魔力冒险，也有了一个可以回去的第二个家。玩去吧，到了苍莽大山，注意安全。孙玄狐没有逗留，拍了拍两个孩子的肩膀，飘然而去。作为长辈，他没有给苏木什么见面礼。今日苏木的收获已经非常多，若是再拿出小东西来，会显得他这个谷主太小气，而太贵重的又不适合给现在才真武境的苏木。因此这份见面礼可以留到苏木前往丹王谷以后再赠与他。孙谷主走了，钟牧尘立刻放松下来。弟子钟牧尘见过苏长老。他装模作样的向苏木行了一礼。苏木笑道，少来这套，你我还是兄弟相称吧。客卿地位高于普通弟子，钟牧尘向他行礼没有问题，不过大家都是同龄人，没必要搞得这么死板。钟牧尘啧啧连叹，这么年轻的客卿长老还真是世所罕见，看来我们谷主对你是真的期待极高。苏木道，所以我压力也很大，这种大宗门的长老基本上都是法相境实力，我提前获此殊荣，表面谷主对我的期待绝不仅仅只是法相境，还需冲击神变境才能配得上这份待遇。宗门收人说到底是为了壮大实力，待遇越高的人就越是要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只有能够起到定心丸之效的强者才有资格成为长老。苏木心里清楚得很，现在孙谷主让他随心所欲自由行动，是为了不给他太大的心理压力。可宗门越是如此优待自己，将来宗门有难之时，自己就越是需要倾力相助。善意从来都是相对的，取而不报，与贼何异？神变境则……钟牧尘看着苏木，感慨不已。如果我是女的就好了，真想牢牢抱住你的大腿。苏木大退一步，倒也不必如此。两人相视，哈哈大笑。片刻后，苏木返回自己房间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东西都在储物戒指里头，也就回屋换身衣服而已。擂台战的时候，他的衣服被问月郡主龙爪撕破，流了点血，现在伤口已经逐渐愈合，不过衣袍染血的样子不太好看。苏木脱下衣裳，清洁了一下血迹，先穿上一套贴身衣物，再将金丝软甲穿上，接着套上外衣，多一层刀枪不入的内甲，感觉还挺不错的，安全感暴增。叩叩，敲门声传来，苏木打开房门，云蔚然很是熟练地走了进来，顺手替他把门关上。怎么样，地宫宝库收获如何？云蔚然问道。苏木倒了杯水，坐下慢慢说道，还可以，一件五品上级法宝，一小瓶洗髓丹，一小瓶冥河水，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将伏魔经中之外的3样东西取了出来。云蔚然兴趣十足，将丹瓶打开嗅了嗅，点评道，很纯正的洗髓丹，能够大幅度改善修炼者的资质，使其瓶颈破除，可以修炼至天人境。3粒一起服下，甚至可能打开法相境的资质大门。他博学多识，苏木是知道的，不觉得惊讶，若有所思道，这3粒可以都给我爹服用，他卡在真武境5层好些年了，应该是资质所限，有此灵丹相助，前路还可广阔许多。你倒是个孝子。云蔚然轻笑着将另一个瓶子打开，看到里面的冥河水，惊讶不已，还真是冥河之水，这玩意可不多见，如此一小瓶，价值可比一瓶6品丹药了。苏木问道，你知道这东西来历吗？冥河在哪里？它都能做些什么？云蔚然解释道，冥河之水并不是从冥河取出来的水，而是一种专门提炼出来的奇珍液流，这东西只要一滴就能让活物枯死，引入腹中，若无天人修为压制，当场就会毙命。
不过它真正的价值是用来炼制7品下级的生死轮回丹，或者给特殊兵器淬火，使其具备惊人的穿透力和腐蚀性。听到他的解释，苏木连忙将瓶塞堵上，小心翼翼放进储物空间里，生怕不小心打翻了，当场毒死自己2个。这么霸道的东西，七皇子前辈居然只是说比丹要珍贵些，真难想象皇宫地库里到底有多少奇珍异宝。他感慨道。云蔚然看他紧张的样子，笑着道：你小子运气可以啊，这冥河水在云族宝库之中都没多少储备，你这一份就算自己不用，也可以跟法相境巅峰的强者交易。生死轮回丹是以一死一生换取突破神变境的契机，对于那些寿元即将耗尽的法相境巅峰强者而言，价值不亚于第2条命。苏木摇头道：我可不傻，凭我这点能耐，若是暴露身怀冥河水，不出几天就会被神秘人打死。不过以后倒是可以考虑给孙谷主炼制，他现在成了丹王谷客卿，跟孙玄虎等人算是同门关系，就好像一家人一样。虽说暂时还未接触过，不清楚里头是否有水分，但冥河水在自己手里，给不给出去是他自己说了算，也无需担心什么。桌上还有一卷玉书，云蔚然将其拿起，解了束带，缓缓摊开。杂色古玉制成的玉简书卷，看起来有种古老质朴的感觉，不似寻常贵重秘书玉书那样华丽，但似乎也有不低的价值。云蔚然眉间微微蹙起，手指摩挲着古玉书简的表面，嘀咕道：怪事，这是什么材质，竟然连我也没见过。苏木不以为然：不就是杂色玉吗？有什么特别的？云蔚然摇摇头：不，寻常杂玉没这分量，这东西比黄金还重2倍，应是一种奇珍灵玉，但它既不吸收真气，也不融洽意念，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用途。苏木猜测道：那应该是文字内容有些价值，七皇子说它是古玉奇书，奇文不详，估计重在文字上。文字？云蔚然看向书简上的内容，苏木也在看，只见这一卷有32片杂色玉制成的书卷，上面写着一个个难以辨识的象形文字，以2人的头脑加在一起，也只能辨识出其中不到20个字。王、沙、火、日月，这都什么啊？云蔚然撅着嘴，自认为博学的他遇到看不懂的东西，感到有些挫败。苏木猜测道：可能是记载了一件事情，王有莫大本领，通晓万物造化，杀某人于某时，烈火焚其尸，以祭天地日月。云蔚然震惊道：你能看懂？苏木挠挠头：我胡扯的。云蔚然翻了个漂亮的白眼，轻哼一声：我都看不懂，你肯定也看不懂。这等古玉价值不菲，以后有时间慢慢研究，兴许有大用。说完又吐槽道：不应当，不应当，你一个真武境的小菜鸟，就算天赋再高，龙武帝君也不该把这样的古物送给你。这件事背后肯定有用意。苏木回道：这是我自己在地宫里摸黑摸到的，并非帝君故意交给我。咚！云蔚然跳起来，对着他的额头就是一下，用大人训小孩的语气道：笨蛋，地宫是人家的自留地，神念每时每刻都注视着呢。普通东西你自己摸索就算了，这种东西你以为是你自己可以摸到的啊？那你的意思是？苏木心下愕然。云蔚然继续教育：凡事多动动脑子，越好的东西越不可能白给。这玩意连我都看不懂，价值肯定在冥河水之上，10有8九是你们皇朝真正的核心传承重宝。收好此物，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要不然你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哦。苏木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敢反驳一点，连忙把古玉书卷收了起来。云蔚然说教上瘾了，又对他道：还有啊，下次跟女孩子打架温柔点，人家郡主金枝玉叶让你小子给打吐血了，还是在那么多人看着的情况下，你让他脸面往哪个？苏木回了句：温柔一点，挨打的就是我了啊。他那力气你又不是没看到，我蛮力方面都没半点优势，要不是建议杀招凶猛，躺地上吐血的就是我了。笨呐！云蔚然又敲了他一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输了就输了呗，有什么可在意的？她可是皇朝郡主，帝君的亲孙女，你卖个破绽，承他一份人情，将来他还你2个大胖小子，岂不美哉？苏木无语了，我还以为你在认真说事，想不到是调侃我。云蔚然假装严肃道：我就是认真的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是时候开始谈恋爱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已经桃花遍地开。苏木嘴角一抽，上下瞅了他一眼：那我倒要看看，过几个月你能不能桃花遍地开。我……云蔚然语塞，光顾着学长老教训小孩，倒是忘了他自己其实比苏木还小几个月。不过身为长辈，他是不可能认错的，骄傲地扬起下巴，轻哼一声：总之姨姨都是为你好。
午后，众人最后一次在武神殿的膳房吃饭，随后一起踏上前往神龙营的方向。苏木在出发之前，专程去拜访了一下孟玉晨，感谢对方的举荐之恩。孟玉晨知道他要去南部边境随军行动，特意嘱咐他多加小心，防范朱雀皇城的强者。苏木默默记下。半个时辰之后，一行近20人来到了神龙营的大门口。神龙营重地，来者止步！门口的青年龙卫拦住了去路。我们是从武神殿过来的。苏木拿出天骄大赛的参战号牌。青年龙卫看了一眼，点头道：进去吧，直行左转第3个训练场，王将军就在那里。多谢。苏木道了声，与众人一起进入营地。这营地很大，各种大大小小的建筑、训练设施一应俱全，堪比一座小城市。神龙营虽然只有9000余人，但却是龙武皇朝最精锐的大军，比100万凡人军队的威慑力都要强劲得多。苏木等人看到了手持枪戟同步训练的花龙镜部族方阵，也看到了骑乘巨大苍鹰在空中飞行演练合击技巧的飞行部队，另外还有整齐静坐的方阵，上百号人一起修炼真气，引动真气共鸣，整个场地威压厚重，连苍蝇都难以闯入。这种种场面对于年仅17、18岁还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各位天骄来说都是新奇的。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该有多强啊？柳玄一脸好奇的表情。钟牧尘说道：我听宗内的前辈说，神龙卫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布下阵势，100人就能拿下天人境高手，1000人军队可战法相境。他们的真气共鸣之道，是任何单个修炼者都无法比拟的神妙手段，堪称镇国神器。真厉害！众人交口称赞。神龙营的普通战士，单独一人的战斗力也就和他们差不多，比苏木、云沧海这样的真武境天才要逊色不少。换作寻常化龙境修士，别说100个，就算1000个，也无法在天人境强者面前讨到好处，只有逃跑的份。可神龙营100人却能降服甚至斩杀天人，这就是真气共鸣之道的强大。走了不远，众人绕过一个拐角，来到了第3训练场。这个地方很好辨认，地上停着一艘巨大的舟船，足有10几层楼高，远远即可看见。御空舟不像水里的船，没有吃水深度和浮力需求，全靠法阵维持悬空状态，因此甲板以下的区域显得要小很多。此刻船身四周搭着好多台升降器械，正在往上运输行军粮草。哟，这是谁来了？众人走进第3训练场的时候，有军士立即走了过来，打了个招呼。苏木看到对方的装扮，甲胄鲜明，盔缨艳丽，身上气息赫然达到了天人之境，明白是将领级别的高官，当即抱拳道：苏木见过将军，我等都是天骄大赛的参赛者，今日来此随军共往边境狩猎妖兽。我知道你，今天去演武场看过你的表现，很出色。将军竖起大拇指称赞道，随后自我介绍：认识一下，我名王耀，是本次狩猎行动的总指挥，也是神龙营的一位飞将。王将军，王将军好！年轻的天才们肃然起敬，纷纷抱拳见礼。神龙营共分为4大军衔：龙卫、骁士、飞将、统帅。统帅仅1人，即蛟龙王。飞将有9位，各领1军，麾下1000余人。骁士是中层军官，麾下管着100人。龙卫则可以细分为1等、2等、3等，根据修为高低、入伍时间长短、功勋大小有所区别。通常来说，1等最强，3等最弱。军中等级明确，制度森严。天骄大赛的年轻人们虽然不是正经军事，但来到此地也是要听从将军指挥的，不能胡来。王耀说道：御空舟1个时辰之后出发，我先带你们逛逛营地，顺便讲讲我们出征之后的作战习惯。有劳王将军了。苏木回道，众人一起跟着王耀。营区很大，在王耀的带领下，众人不急不慢地走着，听着将军的亲口介绍，知道了很多军械和军阵的功效和意义。在路过御空舟下升降台的时候，有人问道：王将军，行军物资为什么要放船上呢？储物宝具不是更加便携吗？王耀解释道：储物宝具颇为珍贵，空间越大就越难买到，无法配备到每一个将士的身上。行军打仗，粮草是最重要的，若有某个人携带，那他一旦出事，整个军队的士气都将受到影响。以舟船为核心，有人轮值把守，安全性更高，也更便于取用。最重要的是，可以起到镇定军心的作用。原来如此，众人恍然。王耀继续道：此次行动短则1月，长则1年。你们之中，若是有事要忙的，可以提前退出，可别到时候临阵退缩当逃兵。钟牧尘笑道：不会，这可是发财的机会，我们可舍不得中途逃跑。
其他人跟着笑了。王耀瞥了他们一眼，淡淡说道：“发财，到时候可别吓到尿裤子。”半个时辰后，轩辕问月、轩辕翼等皇城本土天骄也来了。之前和苏木、柳玄有过冲突的皇城三杰同样来到营地，也要随军出征。整个队伍算苏木在内，共26位天骄少年，数量也算不少了。不过真正强大的也就只有苏木、云蔚然、轩辕问月、轩辕翼这4个。叶楼兰、东明一夕、赤剑公子等人都没有参与。登船，准备出发。随着王耀将军一声令下，众人立即登上了御空舟。随后法阵催动，整艘舟船缓缓悬浮起来，升上高空，往南行驶。整个流程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起航后，王耀对苏木等人说道：“这艘舟船平面层以下是仓库，平面层是吃饭和活动的地方，往上5层是居住区，最顶层是哨岗和会议之地。你们人少，第5层就给你们居住，自己分配房间，房间不够可以2个人挤一挤。去吧，自己安排好。”是。众人当即行动起来，顺着外侧楼梯往上层走。如此豪华的大型御空舟，大家几乎都是第一次体验，一路上免不了大惊小怪。钟牧尘还在调侃，如果房间不够的话，就让柳兄和吕姑娘挤一挤吧，他们应该不会介意。吕诗诗红了脸，莫开玩笑，我才不和他挤。柳玄嘿嘿傻笑，我倒是不介意。谈笑间来到5楼，苏木数了数房间数量，竟然还真不够。这里只有24间，意味着至少有2个房间要住2个人。各位怎么说？他看向众人，众人第一时间看向吕诗诗和柳玄这一对小情侣。柳玄一脸期待之色，吕诗诗扭头看风景，绝不表态。既然这样，那我就来安排。苏木表现出冠军应有的气魄，开始逐个房间安排住户，从最里头到最外头，先是轩辕问月这位尊贵的郡主，然后是轩辕翼这个王府小世子，接着是云沧海这个4强天骄，然后逐个分配完毕。最后剩下2个人，苏木自己和柳玄。咱2个住哪儿？柳玄一脸期待地问道。苏木指了指一个房间，说道：“柳兄，你和钟兄挤一挤。”啊？怎么是他？柳玄哭丧着脸。钟牧尘打趣道：“你个色批，难不成真想和吕姑娘睡一张床？人家女孩子的名节不要了？”吕诗诗这会儿已经躲进房间了。柳玄想了想，虽然2人感情升温很快，但住在一起的确有些不合适，只好点头答应。那你呢？众人看向苏木。苏木笑着道：“我不睡觉，门口放风，以免有人乱闯其他人的房间。”柳玄翻了个白眼：“你点我呢？”众人一阵大笑。他和我住。笑声还没落下，云蔚然忽然开口：“啊！”苏木一愣，其他人也看过来，不过表情倒是挺正常的，毕竟他们都不知道云沧海是个姑娘。苏木看着云蔚然，有些尴尬的道：“云兄，这不妥吧？”云蔚然挑眉看向他：“有何不妥？咱俩这个交情，正该同儿时，同他而寝，多多交流修炼方面的感悟。”有道理。钟牧尘一脸认真的表示赞同。轩辕问月瞥了云蔚然一眼，嘴角泛起若有若无的笑意。苏木想了想，跟女孩子同住显然不妥，但这个女孩如果是长辈，好像也说得过去。再者说，她其实根本不用睡觉，往地上一坐，意念进入求仙塔，天一亮就精神饱满了，倒也不用担心发生尴尬的事情。于是点头道：“行，那就咱俩一间。”雨霸对其他人说道：“各位想修炼就修炼，想看风景闲逛的也可以。王将军有言，在抵达目的地之前都可自由行动，无需拘束。行军大船速度没有小船快，此去万里路途大约需要3天3夜才能抵达，这段时间皆可自由行动。”众人当即散开，有的进了自己房间，也有人去了别处，打算逛一逛这艘宝船。苏木本来是想先四处看看的，结果还没抬脚就被云蔚然拽着后领子拉进了房间里。一旁的轩辕问月见状，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看着砰的一声关上的房门，若有所思。屋内干嘛？苏木疑惑地看着云蔚然。船上的房间很小，只有一张窄窄的小床和一个小小的圆桌，窗户更是只有2掌大小。云蔚然坐在床上，双手撑在后面，轻笑道：“紧张吗？和我住在一起。”苏木很淡定：“这有什么可紧张的？我心里又没鬼。”咦，这么正气凛然吗？云蔚然略感诧异，叹道：“看来我的魅力还是不够，居然无法让你产生奇怪的想法。”苏木哭笑不得：“小姨，咱能抛开画本里那些烂俗的剧情吗？我是正经人，你应该也是。”云蔚然微微点头：“说的也对，
我可是个正直善良温柔聪慧的人，不能天天为了看大外甥出糗就对你使用陷阱。那这样吧，我睡床，你睡地板，明天反过来。苏木摇摇头，不用，此行也就3天，我在地上打坐就行。云蔚然讶道，你不睡觉吗？未入天人境，终究是凡胎，还是需要休息的。苏木咧嘴一笑，无好梦中修行。云蔚然这句话要是别人说出来，他肯定当场一个大板栗砸过去，骂他装货。可苏木这么说，他竟然感觉好像是真的。你算了，我不问。云蔚然想问他，话刚到嘴边，就看到了苏木胸口衣服底下小小的凸起的小塔轮廓，顿时又咽了回去。天界之物就在苏木身上，这小子能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本事，倒也不算稀奇。倒是他自己睡觉的时候可得留点神，别像在家里一样，一不注意露出尴尬的样子。御空舟平稳航行，逐渐朝着远离皇城的方向驶去。年轻人们安顿下来之后，3、5成群的在舟船上溜达起来，与军士们闲谈交流，或是提前预习军队的战法配合。苏木也没待在房间里，和云蔚然一起出来走动。见到王耀的时候，他询问了一下，是否可以在路过延州的时候半路下船回家一趟。王耀对此很是开明的说道，可以，不过你需要在下船后的2天以内赶上舟船，在降落的方位和我们会合。身为本次行动的主将，我需要为你们的安全负责。苏木欣然道，好，我家距离边关也就100多里，下船回家待2天1夜，急行追赶，仍可来得及。云蔚然闻言果断说道，我也去你家玩玩。看他兴致勃勃的样子，苏木不禁开始有点为老爹担心，这个小爷可不是省油的灯啊。御空舟稳定航行着，一群年轻人挺活跃，常常在舟船的各个位置看到他们的身影。苏木倒是比较懒，很少外出走动，每天除了吃喝拉撒的必要时间之外，就一直是躲在房间里修炼。过几日就要到苍莽大山了，他可不想一点进步都没有就去迎战深山之中的妖兽。妖兽是非常凶残的，比寻常猛虎、恶豺可怕的多，稍有不慎就是性命不保。苏木利用求仙塔内部的双倍时间参悟龙禽爪秘术，顺带着也将诛邪剑阵多练了许多遍，提升熟练度和操控剑影的数量。本来他想先炼化真龙宝血的，但叶幽禅提醒他，最近刚刚涅槃再造2次，不宜在短时间内服用此物，否则恐怕效果会浪费，建议他等修为达到真武境5层左右再进行炼化。苏木只好先忍下对龙血的期待，先以术法和剑道为主攻方向。说起来，这次大赛奖励的5品神兵真是个好东西，剑的名字叫做龙吟，和苏木如今修行的剑气剑阵十分适配。同样一招诛邪剑阵，之前用寒铁剑最多只能分裂出6道剑影，杀伤力仅仅是让问月郡主额头渗血。若是换上龙吟剑的话，真气疏导顺畅，剑影可以增加到8道，威势也更强。若对上当时的问月郡主，估计会当场将他给刺死。塔内部时间已经过了4天，外头是2天。苏木在青草坪上练习龙禽爪，隔空一掌打出，化作1丈大小的赤红龙爪虚影，做个了捏紧的动作，而后便迅速散去。叶幽禅在旁边挥舞法力，玩泥巴搓山丘，改造这片土地的形状。看到苏木的进步，不吝赞美之词，弟弟越来越厉害了呢，看得姐姐春心萌动，忍不住想倒贴你。苏木早习惯了他那张光说不做的嘴，内心毫无波澜。我看你对泥巴都比对我感兴趣。哪有？叶幽禅立刻抛下手头上的活，像一阵多情的香风飘到苏木身边，绕着他转了2圈，又是摸脸又是摸胸肌的，还用双手环抱住苏木的脖子，摆出亲昵的姿势，解释道，姐姐这是怕打搅你修炼，妨碍了你前进的脚步，要不然我可真想天天缠着你做一些快活的事情。行了，你就会逗我玩，哪次不是我一伸手你就跑掉？苏木无奈道。叶幽禅语笑嫣然，这次不会，我保证。果真？苏木表示怀疑。叶幽禅抓起苏木刚刚使用龙禽爪的那只手，放在他自己的肋下，语气暧昧道，总要给你点甜头才能吊住你的胃口嘛。诺，在不脱我衣服的前提下，这次随你开心。哟呵，真的假的？苏木完全不敢信他，但是试一试好像也没什么损失。于是他双手向上一抓，叶幽禅没跑，这回真没跑。苏木面露喜色，喊了声好姐姐，当场开始体验快乐。魔女不愧是魔女，她婀娜多姿，性感动人，触感简直令人痴迷，其中妙处难以言说，只想沉沦其中。然而没等苏木过足手瘾，一道清冷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宁无雪冷冰冰的道，今日的剑道都练够了。苏木吃了一惊，
双手下意识抓紧，惹得叶幽蝉痛呼一声：“要死啊！你轻点！”一把将苏木推开。苏木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好意思地干笑了一下，抄起地上的剑，继续练剑。宁无雪瞪了叶幽蝉一眼，没好气道：“别在我徒弟专心修炼的时候骚扰他。”叶幽蝉轻哼一声：“他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是他的囚徒，我乐意逢迎主人，你管得着吗？”宁无雪冷然道：“如此妨碍他，你是不想自由了吗？”叶幽蝉一点都不怕他：“你这兵疙瘩懂什么？修行要张弛有度，适度放松，才能更好地消化每日的学习成果。像你这样干巴巴的教，他再认真也只能学到你的影子，走不出自己的路。”你……宁无雪一时语塞，无法反驳，因为这话的确是对的。叶幽蝉的理不饶人，继续说道：“你这个师尊那么摆谱，只会给苏木弟弟压力，根本不知道他需要什么，还是得靠我用我的温柔体贴来帮弟弟化解修行中的苦闷与烦恼。”宁无雪沈道：“尽是下流举止，也算体贴？”叶幽蝉笑了：“众生生来皆有性，阴阳相合，男欢女爱乃是天道秩序的一部分。要是人人都像你一样，守身万年当一辈子处女，人类早就消失在天地间了。你这是强词夺理，天地交泰阴阳相合与下流放浪之举是两码事。”宁无雪大声反驳道，但气势上完全压不住叶幽蝉，显然在斗嘴这方面不如魔女厉害。占据上风的叶幽蝉得意地笑着，不理宁无雪的话茬，对苏木说道：“好弟弟，你可别学你师尊哦，人生当及时行乐，遇到喜欢的姑娘就要勇敢去追，用力去做。比如姐姐我，只要你追到了，想用什么姿势都可以。”苏木看了一眼叶幽蝉，又看了一眼宁无雪，闭着嘴一个字也不敢说。他很清楚，这种时候不管帮谁说话，都会得罪另一个人，所以沉默是最好的选择。斗嘴斗不赢的宁无雪见苏木这个亲徒弟居然不帮自己，心里郁闷得很，甩下一句：“本想教你一招更强的剑诀，看来你沉迷享乐，并不需要。”啊！一听到这话，苏木顿时一个机灵：“师尊！”他一个灵活的闪身，直接冲到宁无雪身边，拽住她的衣袖，舔着脸道：“好师尊，我错了，我错了。我苏木在此立誓，与下流之事不共戴天，无论魔女如何勾引，我都不会心动的。求师尊传我绝学。”“不是，弟弟你。”叶幽蝉看着他瞬间反转180度的态度，不禁愣了一下。宁无雪冷冰冰的脸上泛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得意之色，微微点头道：“孺子诚心可悯，姑且原谅你一回，随我来。”说着便往雪谷方向走去，不肯和叶幽蝉待在一起。苏木屁颠屁颠的跟着，有仙道剑诀可学，比什么都重要，瞬间就把叶幽蝉给忘了。宁无雪，好，你们这样玩是吧？叶幽蝉气得直跺脚，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魅力居然还比不过宁无雪千百剑诀之中的区区一招。他郁闷地想着，看来我也得教这个臭小子一些魔道手段了，不然天天靠色诱，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他的心头宝？为了俘获苏木这个塔主的忠心，将宁无雪那个假正经的仙子踩在脚下，这次必须下点血本。塔内1日，塔外半日，苏木的意念脱离内部空间，回归身体。算行程，玉空州差不多快到延州了，他得回家一趟，跟老爹报个喜。睁开眼，窄小的房间里，一尊好似完美雕塑的人儿静坐在床榻之上修炼，身上环绕着4道游龙一般的薄薄云雾，看上去颇有几分世外仙真的气质。云族的功法品级似乎很高，苏木暗道：论势力，云族大于皇朝，远大于天剑宗那样的宗门，可谓是天地间最顶级的血脉世家。自己身上流淌着云族人的血，按理说天赋应该很好才对，但不知道是不是父母基因结合的时候发生了突变，竟给搞成了无灵根。还好有求仙塔里的魔女为他改命，否则这会儿就算没死，也只是延州城里一个人人嘲笑的废物。不过话又说回来，苏木感觉自己只是先天灵根有缺，其他方面似乎都挺好的，尤其在学习能力这一块更是强中强，即使是宁无雪所受的天界剑诀、变化术、身法，学起来也不算费力。也许这是老天和他开的玩笑，将他的资质全都分配到了悟性上。云兄，我们要下船了。苏木将云蔚然唤醒。云蔚然收起真气，睁开眼，明亮的星眸嗔怪地剜了他一眼，私底下要喊小姨，说了多少次了？苏木一笑，下次一定。走出房间，此时天色昏暗，太阳已经下山了。两人走到船楼最顶层的瞭望台上，观察附近地形。天色虽暗，但地上的灯火星星点点犹如夜空，却是可以指出一个方向。
那边灯火尤盛，应该就是延州。走，我们下去见见王将军。苏木指着一个方向说道，迅速下了楼去。王耀将军此时刚吃过晚饭，正在船头甲板上瞭望前方天气。王将军，苏木打了声招呼，上前说明自己的来意。王耀闻言点头道，前方的确是延州，一会儿我略微降低高度，从城墙外路过，你俩自己跳下去。御空舟停靠启动，需要的能量比较多，若非必要不会驻停。苏木欣然道，没问题。此刻他的心情有些激动，马上就要见到父亲了。从小到大，他还没跟老爹分开这么久，这次收获那么丰富，感觉今晚都不用睡觉了，可以聊到天亮。顺便也让家族的那些长辈、同辈们都大吃一惊。风吹云动，舟船行驶，星光点点的延州城越来越近。这时，云蔚然皱起眉头，指着一处光亮格外明显的地方，问道：“苏兄，那边是什么地方？怎么那么大的火光？”苏木沉浸在即将归家的喜悦之中，闻言看了一眼，然后猛地一惊：“那是我家的方位，着火了！苏家起火，刚才明明还没有。”王耀闻言面露惊讶之色。此刻两地距离不过6-7里左右，舟船已经很靠近城墙附近了。他散发出天人境的意念感应能力，朝着火光源头探去。旋即眉头微皱，提醒道：“苏木，你家中正在战斗，有真武境8层之人带领一伙修炼者闯进家宅。”“什么？真武境8层？”苏木闻言脸色大变，苏家什么时候得罪这么厉害的人物了？莫非是了？一定是秦静纯。那个老太婆肯定是收到了秦觉身死的消息，故将愤怒宣泄到了苏家的身上。多谢王将军，我先告辞。苏木道了一声，舟船还没完全下降到合适高度，就直接跳了下去。哎，等等我！云蔚然见状也紧随其后，足下真气升腾，化作薄薄云雾脱离了舟船。喂，你们小心点！王耀没料到他会那么急，居然都不考虑自己能不能战胜真武境8层高手就去了。眼看2个少年落在地上飞速，然后就朝着着火的方向狂奔而去，他有些不放心，于是喊了一声：“江雨生，你带一小队精锐跟上去，不得插手家族斗争，但务必确保苏木和云沧海的安全。”“是，将军。”一位真武境的萧氏抱拳领命，迅速点了10个精锐龙卫，从空中落下，紧追着2位少年赶去。地上，苏木发足狂奔，双目死死盯着城北冒火的方向，心中念着：“爹，撑住，撑住！我马上就到了。”跑了不到20步，他便将真气释放出去，在体外形成避风的翅翼，用力扇动气流，凌空飞起。这是他第一次用真气飞行，手段有些粗糙，但效果相当不错，比起奔跑还要快上将近1倍。云蔚然足踏风云，稳稳跟在他身后，安慰道：“乖仔，别担心，不会有事的。”苏木没说话，此刻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心神慌乱，心跳速度比平时快了1倍，内心满是不安，根本说不出半个字。真武境8层这个实力，足以横扫苏家几乎所有人，就算是他父亲苏胜天和大长老苏武阳、二长老苏大山联手，也撑不了多久。更何况秦静纯还带了帮手。苏木从未如此紧张过，他在害怕，怕苏家倾覆，熟悉的人都被敌人杀害，更怕来不及将自己扬名立万的消息亲口告诉父亲。爹，撑住，一定要撑住！苏木心中一声低吼，真气更大程度的爆发，离地3丈掀起狂风，翻越了城墙，从许多民宅上空直接飞过去。狂暴的飓风将民宅的瓦片掀飞，引起一连串的惊呼声，但此刻他根本顾不上这些。云蔚然也是第一次见他如此着急，右手虚握，默默取出了一柄3寸长的小剑，然后注入真气，小剑放光，变成3尺。苏家方向火光正在蔓延，附近街道的居民都被惊动了，走到大街上远远看着，互相议论。而在宅院高墙之内，一阵阵刀剑碰撞、拳脚互殴的动静不断的传出，整个场面一片混乱。轰！伴随着一声巨响，苏家正大门的那堵墙轰然破开一个窟窿，苏家家主苏胜天倒飞而出，在石板地面上砸出一个碎石坑，又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苏家主啊！附近百姓见状大惊，延州第一高手苏家家主居然被人打伤了。墙壁窟窿之内缓缓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他手持单刀，步履迟缓，却散发着惊人的气息，一步步踩碎石板地面，走向倒地不起的苏胜天，冷声道：“苏胜天，你是不是以为我在炎神宗就不能插手外界的家族斗争了？你别忘了，我先是秦家的人，再是炎神宗的弟子。
苏胜天口中涌出大量鲜血，胸口凹陷了一个掌印，气息奄奄，却毫不退缩，冷笑道：“秦家老狗，你有什么可得意的？不过是年轻时仗着有几分姿色，成了炎神宗核心弟子的侍女而已。怎么，现在年纪大了，炎神宗不要你了，跑回老家来耀武扬威？”住口！秦晋纯隔空一掌打出，苏胜天拼尽最后的真气抵挡，却不抵3层境界的差距，再次被轰飞10几步，喷吐出更多的鲜血。秦晋纯步步上前，冷然道：“你记住，第一，我不是被逐出师门，而是不想牵连炎神宗，主动脱离。第二，我从未委身于人，一切修为全凭自己争取得来。第三，今日杀你，是为我侄儿秦觉及他2个儿子报仇。不仅你要死，你儿子苏木若敢返回炎州，我同样要他死无葬身之地。”说完最后一句，他举起手中利刃，对着苏胜天的方向斩下。家主小心！不远处窜出一道身影，猛地一撞，将秦晋纯身子撞得倾斜半分，刀气没有落在苏胜天的身上，而是在街道上留下了一道长达6丈的沟壑。找死！秦晋纯勃然大怒，抬手一掌对着妨碍之人头颅拍下。铁星！苏胜天大喊一声，砰！苏铁星头颅破碎，红白飞溅，连遗言都来不及交代。秦晋纯脸上染了血迹，在火光照耀下愈发狰狞凶恶，大踏步朝着苏胜天的方向逼近。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风声。什么人？秦晋纯感受到了真武境的气息，立即看向风声传来的方向。城北侧，只见2道身影以极快的速度低空飞行，直奔苏家大门而来。随着风声赶到的，还有一道来自少年暴怒的断喝声：“秦家老狗，死来！”争！见效！龙吟！五品宝剑早已出现在苏木的手中，在目睹父亲浑身染血倒在地上的画面时，苏木彻底出离了愤怒，杀意从未像今天这样剧烈。龙吟剑爆发出一道璀璨夺目的光芒，不顾一切一往无前的剑意融入到真气之中，带着他浑身力量，对着秦晋纯面门斩下。你是苏木？秦晋纯听到苏木的怒吼，立即判断出了他的身份。感受到苏木身上强横的气息，他的心中一片震撼，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一个不到18岁的孩子。而在震撼过后，则是无边的惊恐和恼怒的杀意。18岁尚且如此强大，若今日不斩，留到以后该是多么可怕的仇家！该死的是你！秦晋纯低喝道，本来蓄力准备击杀苏胜天的一刀，对着苏木的剑气迎了上去。唰！刀光与剑气在空中相遇，不偏不倚。砰！2股力量互相挤压、碎裂，演变成一道巨大的冲击波，直接将苏家的大门彻底摧毁。轰隆隆，砖石碎块伴着木屑四处纷飞，远处观望的老百姓吓得抱头鼠窜。苏木落到地上，看着毫发无损的秦晋纯，毫不犹豫再次冲了上去。是木儿！苏胜天看到苏木，心中又喜又惊。喜的是，儿子居然已经变得这么强大了，刚才那一剑，就算他自己全力出手，也未必能够胜过。惊的是，儿子居然回来了。秦晋纯就在此地肆虐，带着秦家残部袭击苏家，此时回来绝对不是个好消息。木儿，快走！苏胜天顾不得伤势，咬牙站了起来。他的真气已经在先前的大战之中耗尽，此刻一点真气都不剩，但还是决然地朝着秦晋纯扑了上去，想替儿子争取一些逃跑的时间。唰！这时又一道剑光从空中落下，云蔚然站在断墙之上，对苏木道：“你来牵制他，我取他要害。”苏胜天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然后愣住原地。清然，夜色火光摇曳，站在断墙上的云蔚然虽然修饰过容貌，但骨相和五官是不会变的，在这种光线眼中不足的情况下，正好将伪装给掠去，看清了原来的轮廓。苏胜天被他那张酷似妻子的容貌给镇住了一瞬，但也仅仅是一瞬，就回过神来，朝着秦晋纯扑杀上去，想尽一份力，以免儿子遭到秦晋纯的毒手。面对来自3个方向的同时袭击，秦晋纯冷哼道：“你们以为3个人就能战胜真武境8层？天真！”哗！刀光乍现，云蔚然送出的白色剑光被他击散。苏木紧随而来的近身斩刺，亦被罡风掌劲震退。苏胜天从后方袭来，没有真气的威慑，秦晋纯连看都不看一眼，一脚往后踢去，直接将重伤虚弱的苏胜天踢飞7、8步远。爹！苏木急了，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目中威严强大的父亲被人如此凌辱，心中怒火早已燃烧到了极致。正好这时，云蔚然的剑气再次落下，秦晋纯不得不出招应对。
苏木心下一动，低喝道：“伏魔金钟！”当，一只和人形差不多大小的黄铜古钟凭空浮现，在他单手推动之下，凌空朝着秦晋纯的身上砸去。秦晋纯刚刚挡住云蔚然一剑，看到这么个大东西飞来，下意识抬手阻挡。下一瞬，咔嚓，骨裂之声响起，48000斤的大钟，加上苏木那恐怖野蛮的力量，直接压断了他的左手，并且于事不减地继续压向他的身体。不好！秦晋纯大惊，没想到一口铜钟居然沉重到这种地步。他反应迅速，抽身急退，避开了致命的一砸。咚！伏魔金钟落在地上，直接砸断了地板，陷入半尺深。好厉害的宝贝！秦晋纯震惊不已，目光落在钟面上，感应到了珍宝独有的诱人气息，一份贪婪之意油然而生。苏木这会儿杀意正浓，一击失手，没有犹豫，立即上前抱起伏魔金钟，将真气一并使出，连人带钟一跃而起，对着秦晋纯的方向再次砸下。秦晋纯见状嘲笑道：“就这点手段，也敢在我面前卖弄？真武境8层毕竟是真武境8层，实力的差距摆在那里，即使苏木和云蔚然都是天骄，一时之间也难以战胜。”咚！铜钟被劫锋催命掌拍得隆隆作响，苏木也被音波震伤，嘴角渗出血迹。秦晋纯得势不饶人，闪身上前想一刀了结苏木。云蔚然一声轻斥，身形与长剑融为一体，化作白鹤虚影落下，将他逼退数步。“你是何人？”秦晋纯看着云蔚然，面露一色。“杀你的人！”云蔚然手握宝剑，剑刃之上亮起柔和的光华。“也是宝贝。”秦晋纯看到他手里的剑，目光更加贪婪了。身为炎神宗新晋的外宗执事，此人虽然略有权势，但说到底只是炎神宗一个打杂的执事而已，根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宝贝。伏魔金钟、龙吟剑，还有云蔚然手中那把了不得的白色宝剑，在他眼里就好像3座金山，充满了吸引力。“死吧！”秦晋纯狞笑道，刀光挥舞，对着云蔚然的身躯斩落。苏木的拳头在这时袭来。秦晋纯虽是对着云蔚然出招，但并未放松警惕，见状用受伤的左手打出一掌浑厚的真气。砰！拳掌碰撞，苏木的手指背面被凌厉的罡气刮出了一道道血痕，但野蛮的力量却也打穿了真气，将秦晋纯轰飞了数步。紧接着抓起铜钟顶部的钟钮，48000斤重物整个托起甩动，如同大号铁锤一般，朝着秦晋纯的身躯砸下。好小子，力气真大！秦晋纯手掌本就骨裂，挨了第2下之后，锥心的疼，再也不敢和他硬碰，仓促躲避。2个少年开始配合，一个拎着沉重无比的伏魔金钟疯狂抡砸，一个用剑气阻拦压制，逼迫秦晋纯去应对苏木的进攻。然而境界的差距仍然是个鸿沟，即使2人配合良好，依旧无法形成绝杀之势，只是堪堪压制秦晋纯。就在这时，苏家大门里冲出了一大群人。秦家2长老秦风惊慌道：“大姐，苏家有帮手，带头的是个真武境巅峰。”“什么？真武境巅峰？”秦晋纯闻言一惊：“你没看错。”秦风回道：“不会错，除了他之外，还有10个化龙境8、9层的，光是气息就很可怕，我们绝不是对手。”“该死！”秦晋纯脸色大变，看着苏木和云蔚然手中的宝物，充满了不甘。可是想到苏木已经是天骄大赛冠军，身边的确很可能有高人压阵，他又不敢赌，当即一咬牙走，扭头直接闪身转进黑暗的小巷之中。秦风等人迅速追了上去，很快就逃得无影无踪。苏木没有追，而是快步跑到父亲苏胜天的身边。“爹，你怎么样？”他扔下大钟和宝剑，慌忙从储物戒指里取出各种瓶瓶罐罐。苏胜天气息奄奄，整个胸腔凹陷下去，已是到了生命尽头。他看着儿子，脸上泛起一抹欣慰之色，说道：“好孩子，看到你这么有出息，爹可以安心去了。你记得，爹，别说话，先别说话，把这个吃了。”苏木按住他，将天骄大赛4强奖励的5品丹药天恩再造丹取出，毫不犹豫塞进了父亲的口中。苏胜天还想吐出丹药，说道：“没用了，我心脉已碎，孩子，你记得。”他似乎想说什么重要的事，但苏木根本顾不得听，急急忙忙又将天恩再造丹喂进去，眼泪都出来了，解释道：“爹，别说话，你别说话，这是丹王孙玄狐炼制的救命药，只要还有一口气，咽下去就能活。快啊，快咽下去！”苏胜天闻言微微愣神，万万没想到儿子居然已经厉害到了这种程度，竟然能够讨到丹王谷那种巨头的东西。
而且还是丹王孙玄狐亲手炼制的救命丹药。真的？他难以置信道。快阿爹，我求你了！苏木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这辈子都没这么慌张过。3岁那年，母亲就离开了苏家，他是父亲一手拉扯大的。小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没灵根，看到父亲教大家习武，他总会充满好奇，站在后面跟着学。后来大一些，自己也开始练武，父亲手把手的教，时而笑呵呵的夸奖，时而假装生气的指正错误，但每次严格训练过后，都会给他准备最喜欢的美食。这些年来，父亲对他有过严厉，有过慈祥，最多的是关怀与呵护，10几年如一日，从未放松过对他的关心，唯恐他顶不住废物的压力而想不开。如今自己终于有了一点能耐，能和父亲一起扬眉吐气了。若是这时候父亲死了，他做这么多又算什么？在苏木紧张的注视下，苏胜天将丹药吞了下去。爹，没事的，没事的，马上就好起来了。苏木说道，也不知道是说给谁听的。苏胜天看他这副模样，既高兴又感慨，忍不住伸手替他擦了擦眼睛，说道：“我儿长大了，已是家里的顶梁柱。家主，您没事吧？”这时候，苏家的人也从垮塌的大门里冲了出来。大长老苏武阳重伤倒在里头没出来，二长老苏大山身上也满是伤痕，其余人员基本个个带伤。天恩再造丹开始起作用，苏胜天的气息没有继续衰弱下去，稳住一口气，对众人道：“我不要紧，木儿回来了，秦敬纯已经退去，你们先清点损失，抢救伤员。”是，家主。几个中年干事领命返回苏家府宅。接着苏大山禀报道：“家主，刚才忽然来了一群实力强劲的修炼者，好像是神龙卫的人，是他们帮我们吓退了秦家。”神龙卫？苏胜天面露亚色，旋即反应过来，看向苏木，问道：“你带回来的？”苏木也不知道神龙卫居然跟着自己下了御空舟，闻言回道：“我是坐神龙卫的船回来的，没想到他们会出手。”说话间，神龙卫的人已经来到了大街上。苏木赶忙起身行礼：“多谢各位大哥出手相助。”萧氏江雨生回道：“不必言谢，我们并未出手，是那些人自己吓跑的。神龙卫不会插手任何家族纷争，我们脱离舟船只是为了准时带你归队。”这话明显是官面说辞。神龙卫的确有明令不能插手家族宗门的纷争，但他们刚才故意从苏家后门入场，带给秦家之人强烈压迫感，效果其实和插手没什么两样。苏木明白对方的好意，感激道：“今日之事，苏木谨记在心。各位大哥将来若有需要，只需一句话。”苏大天骄客气了，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江雨生笑了笑，嘴上说没什么，但能够得到一个顶尖天骄的感恩，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好事，将来说不定真能用得上这份人情。苏胜天的气息在丹药的效果下迅速恢复，逐渐有了一点力量，对着族人吩咐道：“阿红，你带神龙卫的各位大人去客房休息，好生款待。”是，家主。苏红应道，当即领路，带着江雨生等人进了苏家。大火还在蔓延，不过苏家很大，起火的只是前庭和中廊区域，侧面的客房区还是好的。整个苏家上下都在忙，附近一些邻居百姓看到战斗结束了，也有好心的拎着木桶水瓢去帮忙灭火。苏木看到父亲气息恢复，脱离危险，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爹，今晚怎么回事？他小心翼翼地将父亲搀扶起来，和苏云哥一人一边搀着往家里走。苏胜天解释道：“秦家人消失了大半个月，今晚忽然杀回来，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秦敬纯那老太婆口口声声说你杀了秦爵，要灭我们全家为他侄子报仇，我们多人联手也抵不住他真武境8层的修为。还好你及时赶了回来，要不然咱们苏家今天可能真要灭门。这个老狗真是该死。”苏木心里一阵后怕，还好自己跟着神龙卫一起坐御空舟回来，要不然真要悔恨终身。他想了想，说道：“秦爵是3天前死的，我是2天前早上夺冠，他今日才来，看样子并非通过传讯灵符收到消息，而是炎神宗的御空舟返回宗门，让他知道了情况，才在今夜杀到。延州和皇城距离万里，飞马传书、信鸽都要很久，只有传讯灵符才能瞬间输送消息。不过传讯灵符非常珍贵，就算是炎神宗，也只有少数人有资格接触，凭秦敬纯区外宗执事的身份是不够格的。所以这件事情必然是炎神宗的小型御空舟返回炎神宗以后才发生。也幸好是这样，要不然的话可真是绝望了。”苏胜天此刻满心都是疑惑，不禁问道：“孩子，你真的杀了秦爵？”苏木解释道：“不过当时情况特殊，秦爵闯武神殿想对我不利，被天人境特使制服，我才顺利斩杀他。”这真是……
苏胜天感慨不已，他和秦爵斗了10多年，互有胜负，但谁也弄不死谁。想不到儿子经历了一场大难不死的造化之后，竟然成长至此，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干掉了苏家最大的敌人。想到儿子刚才使出的力量，苏胜天又问道：“你现在是什么实力？刚才所使的好像不是我们苏家的剑法。”苏木解释道：“我现在是真武境1层，剑法算是自己悟的吧。刚才秦吉真气一口气宣泄出去，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根本撑不了多久。秦晋纯是真武境8层，实力强劲，没那么容易杀死，否则苏木也不会看着他跑掉而不去追击。你这进步速度，爹都看不懂了。”苏胜天赞叹道。一旁的同族兄弟苏云哥全程沉默，被苏木现在的实力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回到家中，苏木先找了个清静的房间，将父亲放下。有天恩再造丹在，性命方面是不用担心的。不过秦晋纯下手太狠，把苏胜天的胸骨都拍碎了，想要完全康复，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外头声音嘈杂，救火的动静很大，但听起来并不是很慌张，井然有序的。整个夜幕下的苏家有种劫后余生的欢愉感。苏木坐在床边，对父亲说道：“爹，我夺冠了，现在是天骄大赛的总冠军。”焦急的情绪退去之后，就是骄傲。他第一时间将自己的成绩告诉了最亲的人。苏胜天笑着道：“爹知道，武神殿的陈执事前天就告诉我了。武神殿有传讯灵符，消息比人快，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不过整个延州城，无论是路人百姓，还是苏家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直以为陈云山是在开玩笑。直到现在，真正看到苏木如此强势归来，才知道苏木真的已经非常厉害。孩子，你是怎么做到的？”苏胜天问道。“这个怎么说呢？我想想。”苏木一时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这时候，旁边传来一道郁闷的声音：“我说，苏兄，你光顾着安顿神龙卫，忘了我这个朋友了吗？”云蔚然抱着剑站在一旁。苏木扭头看去，语塞了一瞬，有点不清楚他现在是想以怎样的身份来面对苏家。苏胜天倒是反应很大，一个机灵爬了起来，也顾不得伤势，看向说话的假小子。“木儿，这位是？”苏胜天看着云蔚然问道。室内的灯火比外头要明亮许多，明灯照耀下，云蔚然的相貌更像是个俊美的男子，和先前微光摇曳映衬出的女子骨相有了一些区别。苏胜天看清他此刻的相貌，不由露出淡淡的失落表情，暗忖自己刚才一定是因为濒临死亡产生了幻觉，才会错把这位少年看成了毕生挚爱。苏木介绍道：“爹，他叫云沧海，是本届天骄大赛的前4名，不过他实力其实比我强，当时是故意让给我的。”云蔚然面露谦逊的笑意，对着苏胜天抱拳道：“见过叔叔。”“好，好，既是天骄大才，理应做上宾款待。木儿，带这位云沧海小兄弟去挑个好房间，不可怠慢了人家。”苏胜天将心中的那份失落掩去，正经地吩咐道。苏木想了想，秦家之人已经被吓退，短时间应该不会再来，父亲这边有苏云哥和苏文山帮忙照看，应该没事，便先带着云蔚然离开房间。两人前脚刚走，苏胜天就重重地叹了口气。苏云哥问道：“家主，怎么了？”苏胜天挤出一丝笑容，回道：“没事，只是看到苏木如此优秀，忽然有些想他娘了。”苏云哥安慰道：“夫人在天有灵，一定也会欣慰的。”苏胜天10余年前，云清然离开延州返回云族，让他以病逝为由草草出殡，埋下衣冠。除了苏木父子俩，其他人都以为家主夫人死了，就连小苏木说我娘才没死，她只是去了很远的地方，别人也会以为是大人哄小孩的话，不知道云清然是真的去了很远的地方。如今苏胜天回头想想，儿子这半个多月来的变化，或许和妻子的血脉有关，否则解释不清从后天巅峰到真武境这样的恐怖蜕变。只不过妻子的故乡太远，他却是没有那个能力跑去询问，刚才差点跟儿子说出他娘的下落。苏胜天心中暗道，适才濒死，他2次想要开口都被苏木制止了。此时想想，儿子贵为天骄大赛冠军，前途无量，还是先别告诉他好一些。毕竟云族远在西海极畔，要翻越6座皇朝疆域，一片混乱的罪恶之地，最后还得横渡宽达20万里，海兽横行的西海实在太危险了。等孩子踏入天人境或者法相境以后再说也不迟。倒是那个云沧海，他也姓云，这个姓在龙武皇朝并不常见，会是巧合吗？苏胜天坐在床头，脑海中全是妻子的音容笑貌。苏云哥上前道：“家主，躺下歇息吧，我给您擦擦伤口。”“有劳了。”苏胜天应了一声，带着几分喜悦，几分茫然，
平躺下去，不一会儿就在药力的作用下沉沉睡去。